欢迎来到小唐漫文屋，点赞关注本频道，出门就中500万。好不容易有个使臣来看看我，长宁侯哆嗦着声音说道：“儿啊，别看父亲是太后的亲兄弟，但那是范闲，一代诗仙范闲啊，老夫脸上有光啊。”魏华也是心中渐生酸楚，知道自己一家虽然锦衣玉食，颇有权势，但在极重名声的北齐朝野，却向来是风评极差。自己熬到鸿胪寺少卿这个位置上，终于堵住了些小人之口，但依然有人认为这是宫中给太后亲眷的恩赐。他叹了口气，知道父亲当年求学于庄墨涵，也是准备行继天下之大事的，只不过因为姑母的原因，只能做个闲散侯爷，这多年的玉姬也只能借杯酒浇散，于是也不便再多说什么。但是想到范闲离去前说的那些话，他依然有些隐隐害怕，询问道：“范闲刚才说要与您做生意，他是南朝监察院的提司，能做什么生意？又有什么生意需要您来出面？”长宁后应道：“我只是中间人，他真正需要的人是沈大人。”沈叔叔，不错，范闲的父亲是南朝的户部尚书，他自己又有假郡主驸马的身份，将来南朝长公主的内库生意都是他打理，看他的意思是准备做些手脚。这一路往北，如果没有你沈叔保驾护航，那等见不得光的生意怎么也做不长久。魏华就与父亲先前听见这消息时一般震惊，张大了嘴说道：“难道他准备走私？这是圈套。”魏华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他又不用威胁我什么。长宁后不赞同的摇摇头。魏华急了起来：“您不知道，此次两国间还有桩协议，范闲眼下正着急那件事情，而陛下的意思是能拖就拖几天，拖到南清的使团着急再说。您弄这么一出，不说这桩生意是不是实事，如果真的安排他与沈大人见面，咱们再也脱身不了。范闲再找我要人，我怎么拖？陛下说拖就要拖吗？”长宁后看了儿子一眼，反正那个人是要放的，如果咱们能得些好处，能帮范闲的就帮一帮，怕什么？反正你姑母还在宫中。魏华叹了口气，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半晌之后才小声问道：“您看范闲说的是真事儿吗？”儿子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险往咱们北齐走私货物。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长宁侯酒意未去，自以为看透世人心，耻笑说道：“内库好大一块馍馍，可惜却终究不是他范家的。就算他父亲任着庆国户部尚书，能从国库里得好处，又能得多少？如果范闲将来真将内库的货物偷贩到北边来卖，你知道这是多大的一笔数目？”魏华此人聪慧机灵，微一皱眉，便有了个大概的数字。这10几年间，庆国的一应用度基本上就是靠叶家留下来的那些产业在撑着，同时也从天下其他的地方赚饱了银子。如果范闲真的有能力做出这种惊天事，那从中可以获取的利益太可怕了。范闲昧这种钱，魏华似乎很难将一直以来天下传闻的范大才子与刚听到的这种贪腐之辈联系起来。长宁后又歪脸歪脸地灌了一杯烈酒，打了个酒嗝，说道：“你以为呢？要知道，诗人也是要吃饭的。”说完这番话，这位当年北齐的才子，如今北齐的蛀虫，伏在桌上沉沉睡去，满身美酒，泛着并不美好的味道。马车上，王启年看了身旁假睡的林静一眼，对范闲露出不赞同的神色，似乎是觉得提司大人怎么也不应该在朝廷大臣的面前胆大无比地讲什么走私之类的事情。范闲笑了笑，说道：“你不会真信了吧？”王启年是真信了，高达也信了。试问谁要是能够全部掌控内库，对着那些玻璃罐罐，一转手就可以得到无数倍的暴利，真能不动心？范闲不动心，因为对于长公主来说，内库是朝廷的，而对于范闲来说，内库是叶家的，是自己的，至少总有一天会完全变成自己的。偷自己家的货，贩到北边去卖个低价，只有傻子才会这样做。但问题就妙在，没有人知道范闲的真正想法，没有人知道范闲与那个所谓内库皇商之间的历史渊源，所以每个听到范闲计划的人都会认为范家子是真的很想从内库这座金山里挖掘出一个只属于自己的金矿。范闲根本不愿挖矿，他只想把整个山都圈下来。别装睡了。范闲打了个呵欠，觉得有些累。旁边的林静有些尴尬地睁开双眼，有些畏惧地看了范闲一眼。虽说自己是副使，但面前这位年轻官员不仅是正使，还是监察院那个恐怖衙门的提司大人，对方毫不避讳当着自己面讲那些违法犯禁药、抄家灭族的生意，难保对方不会在回国的途中给自己安个什么意外。范闲好笑地看了他一眼，拍拍他的肩膀说道：“傻了呀，当着你面说，自然是不怕你知道。晚上你回去就写个东西递回京都，放心吧，朝廷会明白我的意思的。就算朝廷不明白，皇帝明白就成。”林静强迫自己相信眼前的年轻大人不会成为庆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贪官，咽了口口水，润了润有些发干的喉咙。大人，今日为何要来长宁侯府？第一，和北齐太后那边的人搞好一下关系，
目前看来，北齐皇帝对使团还算照顾。范闲低着头，闭目犯困，继续说道。同时，让长宁后处理一下先前使团门口那件事情，终究是将人北齐侯爷的宝贝兔崽子打了，总得处理一下。听到宝贝兔崽子5字，王启年和高达同时微微一笑，觉得大人说的极是，免得影响了此次出使的正事。第3，我要见那个沈大人，只有通过长宁侯安排。第4，我要下魏华，不管侯府信不信我丢出去的那包石耳，但想来他应该会在暗中将流程弄得快一些。为什么要绕这么几个圈去见镇抚使沈指挥使？林静皱眉道，这人是实权高官，与长宁侯不一样，北齐方面不会允许的，所以要看长宁后究竟是怎么想的，反正就算见不成，也没有太多的坏处。范闲睁开眼，又打了个呵欠，至于为什么要见，这是怨物，就不方便与林大人说了。林静一凛，想起了范闲的真正身份，沉默不语。范闲又打了个呵欠，一路马车之上竟是呵欠不断，看来确实是累得够呛。今日入宫之后，竟是没有半点休息的时间。待会儿做什么？王启年小声说道。这毕竟是敌国上京，我们两眼一抹黑，要不要联络一下四处在上京的耳目？说过不要。范闲将拳头塞在嘴边，强行止住要夺嘴而出的那个呵欠，倦容难去应道，不要让那些探子冒险，还没到那个时候，待会做什么？睡觉就好了，明天等着魏华岭，我们去见严冰云。他捏了捏衣服里那个硬硬的信封，眉间涌出一丝忧色。看完那封信后，范闲手掌一错，面无表情地将信纸揉成碎片，这是他从苍山时养成的习惯，那些碎片已经成了粉末状，就算是监察院2处的情报高手收拢后，也无法再次复原。信是一个叫做黄奕的人写的，范闲听说过这个名字，乃是信阳离宫里长公主的一位谋士，在监察院的最密集情报中，更是点明了这个文士与长公主之间有些暧昧的关系。救！我又不是救火的少年。范闲苦笑着，这才知道事情背后有那么复杂的关系。陈萍萍明显不知道萧恩身上有神妙的秘密，长公主也不清楚，所以他们做事情的出发点都非常简单而明确。陈萍萍要严冰云回来，萧恩死去，因为他不喜欢北方又多个老头，而且认为这对于范闲的成长来说是一次极好的磨砺机会。长公主不理严冰云的死活，却要萧恩能够活捉众长锦衣卫大权，因为他很喜欢看着上山虎与萧恩这一对牛人联手，站在北齐太后与皇帝之间，去着空，将北面这个大国整腾得更难受。虽然不知道长公主的全盘计划，但范闲已经笃定，那位远在信阳的丈母娘肯定与上山虎达成了某种秘密协议，不然不会下这么大的本钱。长公主不知道颜芷的事情，没有查出叶探广信宫的事情，但范闲身为潜藏在暗中的黑衣人，却自然而然地对长公主要敬而远之，伺机而动之。此时远在异国，却接着他的来信，不免觉得有些荒唐。说到底了，这关范钦何事？从各方面得到的消息，经由各种途径汇集到上京西南角那处别院里。使团确认，萧恩已经秘密进入了上京，至于关押在什么地方，估计只有宫里的那对母子，还有镇抚司的那位沈大人清楚。这事儿说来古怪，北齐朝廷轰轰烈烈的在雾渡河迎着，回京却是悄然无声，想来上山虎与那些想萧恩死的人还在进行着拔河。对于范闲来说，萧恩的死活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准确来说，一旦进入北齐上京，在没有足够把握动用4处潜伏在北边的黑暗力量之前，范闲根本没有能力去考虑萧恩的死活，除非五竹来了，或者说除非五竹把那个箱子给范闲带来了。这又是一直缠绕着范闲的另一桩疑问，为什么一向冷漠非人的五竹叔这一次坚持没有进入北方这片土地？难道这块土地上有他不愿意见的人？而另一方面，很明显范闲向长宁侯抛去的那个提议开始起作用了。那个提议里蕴藏着的巨大利益，成功的诱惑了某些人，与镇抚司那位沈大人的见面也被暗中安排了下来。范闲清楚，这些事情看似隐私，但上京皇宫里的那位母亲一定会在暗中观望着这一切。对方不会完全相信范闲，但总会试一试。范闲完全不会相信对方，但抛出去的饵总指望能钓起一些什么。魏少卿表面上似乎还在拖，但其实谈判的双方都已经感觉到流程的速度已经渐渐加快了起来，虽然仍然比范闲强烈要求的底线迟了些。总归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鸿胪寺与镇抚司隐秘联合发文，使团终于得到了与严冰云见面的机会。这一日天空晴朗，瓷蓝的天空上没有一丝坠云，范闲手搭凉棚，遮着有些炽烈的阳光，唇角绽起一丝笑意，想到那一世小学时候写作文时经常用的开头，他很开心，也有些隐隐的兴奋。虽然在旅途中，在这个交易达成之前，隐藏在他内心最深处的阴暗曾经险些让他做出某些交换，但好在这一切都没有变成现实。就像很久以前就说过的那样，范闲很欣赏这个未曾见过面的严公子，很佩服他。一个高官子弟能够舍去荣华富贵，前往遥远的异国，十分艰险地挑起北疆的谍报工作，
而且做的还是异常出色，成功的打入了北齐的上层。仅这一点，范闲就知道这位严公子在很多方面比自己要出色得多。关押严冰云的地方在上京郊外一个戒备森严的庄园，庄园外不远处就是一个兵营，而园子内外则是由北齐锦衣卫把守着。庄园的大铁门缓缓拉开，众人没有下车，直接开了进去，沿着那倒影在草坪间的石道前行，不一会儿便来到一幢小楼外。这楼不像上京其他的建筑那般古色古香，纯用坚石砌成，没有院落，由角楼望去，想来会对所有草坪上的移动对象一览无遗，真是一个用来囚禁人的好去处。今日随范闲前来探视严冰云地，只有王启年一个人。高达属于虎卫，临近灵文是鸿胪寺系统，和监察院的事务关联不大，也不方便前来。魏华满脸平静对范闲说道：范大人，您看此处鸟语花香，草野丰柔，咱们朝廷对你们的人还算优待吧？范闲的表情比他还要更加冷漠，淡淡说道：就算是穷宫仙境，住久了其实还不就是一间牢房。二人身边那位锦衣卫的副招抚使说话了：就算是牢房，总比你们监察院的大牢要舒服很多。这位锦衣卫的高官想到手下们在边境接着肖恩时那位老人的惨状，便气不打一处来。范闲皱了皱眉头，他最讨厌的便是这个副招抚使团入京之后，按道理两边联络的对应人员就是这个家伙，谁知道对方竟然躲了起来。范闲直到今天还是没有将北齐的官职搞清楚，明明是锦衣卫的人，为什么大头目叫镇抚司指挥使，这手下的密探却叫什么招抚使？最开始听见这个名字的时候，他还险些以为对方是军方的人。说这么多废话做什么？我要进去见人。范闲冷冷看了那位招抚使一眼，心想萧恩在南边受了20年罪，但严冰云被抓之后，鬼知道受了多少大刑，能够化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在见到严冰云之前，范闲已经设想过很多场景，比如严公子被吊在刑架之上，皮开肉绽，手指里钉着10枚钢针，脚趾甲被全部剥光，露出里面的嫩肉，身上滑嫩的肌肤已经被烙铁烫得焦糊一片，就连年轻的牙床都已经提前进入了老年阶段，光秃秃一片。当然，这是最惨的可能。范闲还曾经想象过，也许严公子此时正坐在一张软榻上，身旁尽是流云锦被，4、5个赤裸着大腿、酥胸半露的北齐当红美人儿正围着他，拿着葡萄喂他在吃，葡萄汁水流到严公子弹性极佳的胸肌之上，身旁的美人儿小心翼翼地用软巾沾去。当然，这是最坏的可能。还有一种怪异的想象始终萦绕在范闲的大脑中，也许初见严冰云，对方会像头受了伤的猛虎一样扑了过来，要将自己撕成碎片，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埋怨院子里的人不顾自己死活，埋怨祖国的大人们来得太晚了。当然，这是最不可能的可能。但不论怎么设想，范闲走进那间房间，依然觉得人类的想象力确实挺贫乏，自己的想象力也强不到哪里去。他看着坐在椅子上的那个年轻人，微微张开了唇，心里好生吃惊，怎么也想不到严冰云目前的处境是这个样子。魏少卿与那位副招抚使显然也没有料到是这个局面，张嘴惊呼了一声。房间的装饰很淡雅，一张大床，一张书桌，一些日常摆设，不像是形式，倒像是家居的房间。范闲不清楚这是不是北齐方面知道自己要来，所以临时安排的，他的眼睛只是看着那张椅子。椅子上坐着一位表情冷漠的年轻人，这年轻人面容极为英俊，唇薄眉飞，在相术上来说是极为薄情之人。而让众人吃惊的是，此时年轻人的膝上正扶着一位姑娘，那姑娘轻声抽泣的声音回荡在安静的房间之中。范闲终于将错愕的双唇紧紧闭了起来，心里却是一片糊涂，苦笑想着，亏自己这行人如此担心这位庆国的北谍头目，哪里知道这囚室之中竟是演的出言情戏码，而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零零七兽刑场。以上的年轻人自然就是严冰云。当他发现外面走进来几个人，发现这些人中有2个人竟然是穿着庆国的官服时，眉头皱了皱。便是这么皱了皱，一股子冷漠的气息开始弥漫在房间里。这股子冷漠甚至惊醒了那个伏在严冰云膝上不停抽泣的女子。那位姑娘有些愕然地抬起头来，回望着门口那些人。此时范闲才发现，这姑娘生得眉清目秀，眉眼间全是一股柔顺之意，想来是位大户人家的小姐，却不知道怎么会出现在戒备森严的囚室之中。沈小姐，魏华大感震惊，喝道：来人啊，将小姐请出去。沈范闲眉头在皱，觉得这事情越来越好玩了。从门外涌入几名锦衣卫，魏华满脸铁青，骂道：你们怎么做事的？居然让沈小姐来这种凶险的地方！那位副招抚使也是满脸怒容，直接就是几个耳光扇了过去。啪啪数响之后，那几名负责看守重犯的锦衣卫捂着脸上去走到那位沈小姐的身边，却是不敢伸手。沈小姐，如果您还不离开，休怪卑职动粗。副招抚使对着沈小姐鞠了一躬。魏华也是走到了她的身边，柔声劝道：沈妹妹，还是回吧，
不然如果让沈叔知道了这件事情，他不得把你打死。范闲的眼光没有与严冰云发生接触，他只是静静地看着那个伏在严冰云膝上的女子。这位姑娘姓沈，能够进入北齐锦衣卫严加看管的庄园，不用问，一定是那位沈大人家的小姐了。只是不知道这位沈姑娘与严冰云有什么关系。范闲苦笑心想，莫非咱们的严大公子居然玩的是美男计？沈姑娘静静地站了起来，望着一直一言不发的严冰云，那双柔顺的眸子中缓缓浮现出疯狂歹毒的恨意，咬着嘴唇一字一句说道：我只要你一句话，你以前说的究竟哪句是真的？严冰云微微偏头，没有一丝感情的眼睛回望过去，轻声说道：本官是南庆监察院四处职员，沈姑娘应该很清楚，自然没有一句话是真的。魏华看了一直冷眼旁观的范闲一眼，生怕这位大小姐再继续说下去会让这些南朝官员看笑话，赶紧吩咐人将沈小姐拉出门去。沈小姐冷冷甩开那些锦衣卫的手，看着椅上依然不动如山的严冰云，凄楚十足说道：好好好，好一个有情有义的严冰云，好一个有情有义的严冰云。这等殷切话语却是夹着无数心碎与绝望，饶是心如坚铁的范闲在旁听着也忍不住叹了口气。魏华的脸上更是愤怒无比，瞧着安坐于椅的严冰云，似乎恨不得马上将这魏敌国密叠头目碎尸万段。随着阵阵弱不可闻的抽泣之声，沈大小姐终于被请出了庄园囚室。范闲又叹息了一声，好一个有情有义的女子。话虽如此说着，他的心里却有大疑惑，就算那位小姐是北齐锦衣卫大头目沈仲的女儿，就算严冰云潜伏在北齐的这些年可能与他有些什么情感上的纠葛，但严冰云是谁？是北齐这15年来抓获的南庆最高级别间谍，关押看守何其森严，怎么可能让那位沈小姐堂而皇之地走了进来，并且恰到好处的在自己这些南庆使臣面前演了一出戏？他忽然间心头一动，明白了北面这些同行的想法。此时不像囚室的囚室之中已经安静了许多，坐在椅子上的严冰云没有站起身来，只是给自己倒了杯茶，缓缓饮了。这位潜伏北齐多年的厉害人物，双眉如霜，面有冷漠之意，给人一种自己什么也不在乎的感觉，似乎连自己的生死也不怎么在乎。魏华此时似乎已经从先前的愤怒中平静了下来，看着严冰云皱了皱眉头，说道：严公子，不管如何讲，前2年里咱们也算是好友，大家各为其国，本来也算不得什么事情，但请你记住，有些事情是我永远无法原谅的。你此次离开之后，请牢记着再也不要踏入我大齐一步。陛下已经通过沈大人下了密旨，如果今后你再敢踏入我大齐一步，我大齐拼将3000铁骑也要将你的头颅斩下来。严冰云半低着头，就像没有听见他的说话一般，手指轻轻玩着茶杯的小把手。自从去年他的身份被揭穿下狱之后，这位曾经在上京交际场合中长袖善舞的云大才子，就似乎变成了一个天生的哑巴。今天我是来看他的。范闲面无表情对魏华说道：我需要一个确实的日期，我什么时候能够接他回使团？不能回使团，他只能偷偷摸摸离开上京。你要知道上京有多少人想生撕了你们这位严大人的鲜肉。魏华含义十足说道。范闲摇了摇头说道：陛下有旨，我必须将严大人接回使团，至于掩饰功夫，我们自然会做。难道你以为我们想招惹不必要的麻烦？魏华皱了皱眉，他知道萧恩与司礼礼已经入了上京，此次秘密协议中南庆方已经做足了先手，己方确实不好再拖。另外就是范闲上次闯入自家府地，确实惹了许多非议，但是对方那个看似荒唐的提议，不知为何却真的打动了宫中的人，还有那位手中握着许多权力的沈大人。我马上办手续。范闲平静点了点头说道：能不能给个方便？我想单独与严大人聊2句。魏华皱皱眉，心想如果对方真的要商量什么，等严冰云回使团再说，岂不是更隐秘？想来想去，不知道这位范大人想做什么，点点头，示意那位副招抚使与自己一道退了出去。房间里就只剩下范闲、王启年，还有那位一直半低着头冷漠无比的严冰云。范闲全没有身处敌国锦衣卫大牢的自觉，满脸温和笑容，拖了一把椅子坐到了严冰云的面前，看着这位年轻人英俊的面容，开口说道：我叫范闲。范闲清楚在严冰云被捕之前，自己已经进了京都，对方身为监察院在北方的总头领，一定听说过自己的名字。果然不出他的所料，听见范闲2个字后，严冰云的手指缓缓离开那个滑溜至极的茶杯把手，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只是那眼中满是讥讽与不屑，这一点让范闲很意外。范闲，户部侍郎范建的私生子，从小生长在儋州，喜饮酒，无才，仅此而已。严冰云又一次开口说话，他的声音很绵软，很轻柔，与他脸上一直挂着的冷漠神情完全不符。你来这里做什么？范闲叹了口气说道：我说严大人，您被关了大半年，这世道早就已经变了许多。首先家父已经做了户部尚书，其次
无才的在下如今攻卫使团正使，今次前来北齐，首要之事便是接您回国。不知道为什么，严冰云似乎对范闲这个名字极为厌恶，范闲也不明白是为什么。接我回国。严冰云再次缓缓抬起头来，他今年不过20多岁，但那对眉毛里却已经夹杂着些许银丝，看上去有些诡异的感觉。你是何人？我凭什么相信你？本人范闲，现为监察院提司。范闲知道对方身为密谍头目，一定会非常小心，对方肯定还在猜测自己究竟是不是齐国人使的招数，于是从腰间取下那块牌子，在严冰云的眼前晃了一眼。严冰云的眼光从木牌上扫过，眉头微皱，知道这块牌子是极难伪造的，但他依然不敢相信，面前这个比自己还年轻的人，竟然会成为院里的提司大人。要知道，提司大人乃是院长之下的超然存在，8大处名义上不归其管辖，但实际上都要受其掣肘。而这大半年的囚禁生活，严冰云更是早已将自己的心神封闭了起来，不会相信身边任何显得有些不合情理的变化，他不敢冒任何危险，因为他吐露的任何信息都有可能让庆国在北齐的谍报系统全部覆灭，姿势体大，不得不慎。一直沉默在旁的王启年上前轻声说道：严大人，范大人就是新晋上任的提司，此次北来专为营救大人出狱。严冰云有些冷漠地看了王启年一眼，说道：你是一处的王大人？正是。面对着一直安坐以上的严冰云，不知为何王启年感到有些紧张，一想到对方已经被关了大半年的时间，王启年不知该是敬佩对方还是同情对方，这段日子想来不大好熬。我不用你确认我的身份。范闲轻轻拍拍严冰云的肩膀，笑着说道：这事儿反正快完了，你可以一直保持沉默，随着使团回国，一直看到陈萍萍或者你父亲之后再开口说话，想来这样你会比较放心一些。听到他这样说，严冰云的眉头皱了起来，知道这不可能是北齐人的算计，但范闲却从对方的皱眉中看出别的异样来，面色一寒，小心翼翼将手指捏住严冰云的衣领。严冰云抬头看了他一眼，眼光中在冷漠之外多了一丝戏谑，轻声说道：你想看？范闲平静地嗯了一声，然后用手指缓缓拉开严冰云身上那白色的袍子，袍子如云如雪般素净，布料与严冰云身体的分开，却带着一声极细微的撕拉声。严冰云面色不变，连眉丝都没有颤动一丝。范闲的脸色却有些难看了起来，那层白色袍子下面是严冰云恐怖的颈部皮肤，上面全是红一道紫一道的伤痕，明显都是新生的肉肤，看来已经是僵养了很久才能恢复到如今的状况。仅是颈部一处就有这么多的伤口，可想而知，在这件宽大白袍的遮掩下，严冰云的身体究竟受过怎样的折磨。王启年怒骂了几句什么，范闲却是回复了平静的脸色，望着严冰云冷漠的脸问道：已经有多久没有受刑了？3个月。严冰云笑着回答道，似乎这具遭受了半载恐怖折磨的身体并不是自己的。范闲小心翼翼地将他的衣领整理好，叹息道：北齐知道我们来的时间，所以停了3个月。3个月之后，这伤口还这么可怕，严大人真是受苦了。严冰云淡淡看了他一眼，似乎有些不满意这个提司大人嘴里的话语，冷漠说道：您关心的事情似乎有些多余。范闲一滞，不知该如何说话，自己只是想表示一下关心，结果就被这位仁兄讥讽为不够专业。在确认协议之前，我不会说什么。严冰云看着范闲的双眼，说道：我只是很好奇，朝廷是用什么手段，居然能够从北齐人的手里把我捞出去。不等范王2人答话，严冰云喘了口气，阴狠说道：不要告诉我，朝廷会愚蠢盗用乾隆湾的草地来换我这个无用的家伙。放心吧，就算我愿意，陛下不会愚蠢到这种地步。范闲无奈摇摇头，将此次协议的大体内容讲给这位严公子听了。室内忽然陷入了一种极其怪异的沉默之中，严冰云半垂着头，半天没有说话。范闲看着他，忽然听到严冰云自言自语道：用萧恩换我，蠢货。严冰云猛地抬起头来，用一种讥讽和愤怒的目光死死盯着范闲，只是却依然极为冷静地将声音压抑到极低的程度。一直保持着非人般冷漠平静的严冰云确实是位极其优秀的谍报人员，但在这一瞬间所爆发出来的怒火又证明了他身为庆国驻北齐密谍总头目的威势和掌控能力。面对着这位囚犯眼中所射出来的怒焰，就连范闲都下意识的想躲避一下。严冰云的嘴唇抖了2下，用极低的声音、极快的语速，像爆炸的爆竹一样凑到范闲的耳边说道：萧恩还在掌控中。范闲摇了摇头，小声说道：雾渡河之后就交给了北齐的锦衣卫，估计已经入京了。有没有办法杀死他？没有。他嘴里的秘密问出来没有？范闲一凛，与严冰云的距离拉开一些，双眼宁静望着对方，问道：你知道他嘴里的秘密？严冰云看着面前这个年轻的提司大人，唇角泛起一丝异样，说道：我在北齐待了4年，自然知道北齐皇室一直对萧恩念念不忘，
虽然不知道那个秘密的具体内容，但是既然能让北齐皇室如此看重，想来肯定不简单。顿了顿，严冰云忽然说道：“你知道萧恩是什么人吗？”范闲点点头，笑着说道：“我相信我比所有人都要清楚一些。”严冰云用快速的语速咒骂道：“既然你知道，怎么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范闲宁静地看着对方，缓缓说道：“陛下与院长大人的意思很清楚，萧恩已经老了，你还年轻，所以这项交易实际上是我们占了便宜。”严冰云再次陷入沉默之中，他没有料到因为自己的关系，南庆朝廷竟然舍得用萧恩来交换，但这个事实却让这位北谍大统领感到了一丝挫败。自己被北齐锦衣卫生擒，本来就是桩屈辱，如今又要朝廷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毫无疑问更是一桩屈辱。他很失望，笼在白色袍子里的身体似乎都缩了起来。范闲平静望着他，说道：“你是聪明人，既然事情已经成了定数，所以你一定要平安回到南方，这样我们才不至于亏得太多。”严冰云冷漠无语，知道这位凭空冒出来的监察院提司说了最正确的一句废话。3天后，我在使团等你。范闲微笑着与王启年并肩走了出去，在门外守候的魏华及那位副招抚使的陪伴下，上了马车，直接回到了使团。回到使团之后，庆国诸人聚在一起，将这些天的事情归拢了一下，便散了，只留下范闲与王启年2个人。范闲称和陷入沉思之中，半晌没有说话。王启年小意问道：“范大人，您在想什么？为什么那位沈小姐会出现在那里？”范闲打了个呵欠，接着说道：“这可能是北齐人想乱我们的心思，至少想弱化朝廷对严冰云的信任。”“怎么会？”王启年不解，“严大人用的手段，朝廷自然清楚，事情总是会变得复杂起来的。”范闲面无表情说道：“如果有心人想做些什么，这就可能是个缺口。另外，我还是一直不明白，老王，你告诉我，为什么我们去看严大人，明明他可以回国，我却从他的脸上看不到一丝高兴？因为朝廷为了让他回国，付出的代价太大。”王启年是监察院老人，对于院中这些古怪的大人们，比范闲更加清楚，恭敬说道：“如果让严大人知道朝廷会用萧恩与他进行交换，也许在被捕之初，他自己就会选择自尽，而不是等到现在。”范闲似乎很难理解这些监察院官员们的心理状态，皱着眉头说道：“难道一位优秀的监察院官员真的……”他斟酌了许久措辞，才小意问道：“真的如此甘于为国牺牲？”“是的。”王启年偷偷看了范闲一眼，发现大人的脸上只是有些惘然，这才恭敬说道：“下官很佩服严大人，不过身为监察院官员，或者说身为朝廷的密探，在入院之初就应该有为国牺牲的思想准备。院中密探只信奉一句话，为了这个目的，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牺牲都是被允许的。什么目的？一切为了庆国。”王启年的脸上露出一丝有些狂热的神采。范闲的手指有些下意识地在桌子上写着什么字。他今天初见严冰云，发现对方一直安坐在那张椅子上，而且坐姿有些怪异，像标枪一样，除了臀部，竟是没有别的部位挨着椅子。直到离开的时候，范闲才发现对方的双脚都被铁链锁在椅子上，而严冰云的坐姿只能有一个解释：严冰云的全身上下已经没有一处肌肤是好的，全是烂肉处处，所以才会选择这个姿势。一切为了庆国。范闲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原来都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啊！庆国朝廷的文书经由官方途径递到了使团，信中自然没有什么秘密，只是说北齐太后的寿诞将至，朝廷令使团延期回国，将这件大事办完后再行回国。这不是什么大事儿，两国间的外交来往，碰见太后过生日这种事情，总是要凑个热闹的。而且身处上京，范闲还有些事情要处理，自然乐得多待些天，只是想着家中的美妻若妹，总是会有些牵挂太后大寿，咱们代表着朝廷颜面，这礼物总不能太寒酸。临近副使琢磨着，要不然喊下面哪位大人去秀水街逛逛。听见秀水街3个字，范闲就想到卖酒的盛老板递过来的那封信，连连摇头。上京的水本就够深的，长公主还想在信阳遥控指挥一国内乱，这种浑水范闲断然不去掺和。那送些什么？林静开始头痛起宫宴送礼的问题。范闲早就有数，将手一挥说道：“到时候我写首诗，表好一点就罢了。”这话听着狂妄，但身边的几个下属却是连连点头。诗仙范闲不作诗，这是天下皆知的事情。如果范闲因为北齐皇太后的寿辰破例，这个面子也算给的极大。不过范闲的字可确实拿不出手。王启年又开始出馊主意了。严大人在北齐的身份乃是云大才子，其琴书画无一不精，他的书法师承潘陵大师，年前在北齐这边一幅中堂可以卖到1000两纹银。范大人作诗，严大人手书，庆国2大年轻俊彦人物出手，还不得让北齐太后笑歪了嘴。林静、林文2人知道王启年是范正史的心腹，心想这个提议倒也不错，他们如今自然知道严大人的身份，只是感觉有些怪异，
却一时想不明白这个提议的怪异处在哪里。范闲笑骂道：“严大人是何许人？只怕北齐人人恨不得啖其肉，饮其血。你居然提议让他写幅字送给太后当生日礼物，你也不怕太后打开书卷后活活气死了，宫里变成了做冥寿？”王启年一窘，这才发现自己确实提议的荒唐，闲着脸笑道：“若能气死北齐太后，这也算是院里的一次佳话。”范闲懒得理这中年男人的无趣冷笑话，自己陷入了沉思之中。很明显，如果严冰云平安回到庆国，凭借他这4年来在北齐打下的基础和这1年来的牢狱生活，严公子会在监察院内部马上上位。他的父亲严若海是4处处长，而一处的位置一向虚位以待，院内人士都清楚，陈院长是将一处头目的位置留给了仍被囚禁着的严冰云。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自己会逐步开始接手监察院的一切，等陈萍萍死后。而且范闲很清楚，那一天或许遥远，或许很近很近。如果范闲自己要牢牢将监察院控制在手中，那么8大处是他必须要掌控的人员，这却是范闲最大的弱点。除了3处和8处之外，他基本上在监察院里没有自己的亲信。本来以为此次北上可以赢得严冰云的友谊，继而获取1处与4处的支持，但没有料到初见面时，范闲就能清晰地感觉到严冰云似乎在对自己有些隐隐的敌意。这是为什么呢？好在严冰云似乎也并不想把这种敌意隐藏起来，这一点让范闲感到略微有些放心。大人，时辰到了。王启年在旁小声提醒道。范闲点了点头，起身离开了别院，身后林静、林文二兄弟面面相觑，不知道正史大人今日又要去哪里。院外有长宁后的家人等着，宫中某些人物已经发过话，所以负责使团护卫工作的御林军默认那些穿着一身锦衣的人接替了自己的工作，护卫着马车驶向北齐上京最繁华的太平巷。天上下着细雨，瞬息间吞没了车队的行驶痕迹。庆国监察院提司大人范闲今天要会见齐国锦衣卫镇抚司沈仲大人，密探头目的会面总是会显得神秘无比。雨点打在马车顶上，发出补补的闷响。范闲闭目养神，不知道行了多久，发现马车终于停了下来，一双手将马车的车门打开。范闲微微一笑，抬步走入车外的雨中，却发现头顶早有一柄伞遮住了头顶，避去了风雨，只有4周雨巷里的春中寒意往伞下渗了进来。王启年一身黑衣，撑着伞护住范闲的头顶，身后7位虎卫背负长刀，沉默地列在范闲两侧。范闲今日穿着件深色薄氅，里面一层素色长衫，在里面却暗藏着离京前准备的那件夜行衣。这深素镜里透着丽莎的打扮，再配上他那张英气勃勃的面容，看上去精神无比。范提司，这面请。负责领路的锦衣卫面无表情，一伸手将众人引入一个院子里面。这院子在侧巷之中，范闲微微偏头，隐隐能听清前方的热闹，笑了笑问道：“看来是青楼的后院。”领路的锦衣卫官面部表情僵了僵，旋即笑着回答道：“提司大人耳力惊人，这处便是盼山林的后院，沈大人一向喜欢在这里招待贵客。”范闲知道盼山林这个地方传说是北齐最高级的声色场所，北齐第1任开国皇帝便曾经是这里的常客，微笑着点了点头，一路踏着石板上的积水走进了后院。只见院中竹影重重，假山层层，4处可以见到锦衣卫探子，这些人明显是护卫，也没有刻意隐去身形。一路上王启年撑伞，7名虎卫沉默在后，以范闲为箭头，冷漠而自信地往小院深处行去。一路上看见这行来自南方敌国的同行，那些锦衣卫们都不免有些讶异，讶异于对方的胆量，讶异于对方头前那位大人物的年轻。唰的一声，王启年收了伞，沉默地退到范闲身后。范闲负手于后，眯眼看着庭院，此处居室颇大，一个大花圆桌摆在当中，4周还空出一大截地方来，各式摆设极为精巧。圆桌极阔，足以坐下15、16个人，但此时却只坐了2个人。其中一人的穿着像极一般的富翁，戴着个绸帽，手指间戴着个玉扳指。此人看见范闲进来之后，那对平常至极的眼眸中便开始绽出2道不同寻常的寒光，直视着范闲的面目，半晌之后才开口说道：“范提司，久仰大名，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范闲没有马上回答这句客套话，却在心里品咂着，这一路上北齐锦衣卫都是以提司的官名称呼自己，看来今次谈话是监察院对锦衣卫，而不是朝廷之间的外交谈判。他抬起右手，用2根手指极巧妙地解开颈间的带扣，身上的薄氅沿着后背滑了下去。王启车早在他身后接着。范闲坐到了大圆桌的另一边，看着对面这个富家翁，发现此人眉毛极粗，粗到像是被画出来的一样，不由微笑说道：“沈大人横眉冷对天下人，何以对在下如此客气？”原来这位便是北齐锦衣卫镇抚司指挥使沈仲大人。沈仲手控北方无数锦衣卫，实是天下数得出来的厉害人物，料不到却是如此平常的一个富翁模样。若不是在监察院的档案中对于此人的记载实在是详尽至极，范闲肯定无法认出对方的身份。
不是客气啊。沈指挥使叹息道，望着范闲那张清秀的面容，忍不住摇了摇头。范大人以诗文名扬天下，我这个大老粗本就极为佩服。没想着上2个月忽然得了消息，范闲范诗仙居然成南朝监察院的提司大人，这本官就实在弄不明白了，陈老先生究竟在想什么？司范大人这等人物，怎么能像咱们这些地沟里的老鼠一般过活？范闲呵呵笑了起来，应道：沈大人自谦了，千里为官只为财，不论做什么，一是求于朝廷有利，二嘛，不外乎就是为自家求个安身立命之所。这话说得有些白，沈仲在心底里叹息了一声，对于这位初见面的南朝同行，不免看低了几分，毕竟是年轻人，说话做事都有些毛糙。真不知道陈萍萍究竟是怎样想的，也不知道南方那位恐怖的皇帝为什么会同意监察院这项看似有些荒唐的人事安排。其实沈仲身为北齐锦衣卫镇抚司指挥使，一向对于南方的同行们有种说不出来的艳羡之意，对于那位坐在轮椅上的伯子更是尽忠待位。他始终闹不明白，南方的同行怎么能够获得南庆皇帝完全的信任，而不像自己颤颤巍巍的在朝廷中站着，都不知道哪一天会被宫里的人像双破鞋一样扔掉。一走神，沈仲便马上醒了过来，他知道对方身为正使，冒险通过长宁后要求与自己见面，为的是什么？那桩交易之中蕴藏着的巨大利益，由不得沈仲不动心，由不得宫中不动心。对于黄金白银这种东西，没有人会嫌多。沈仲忽然微笑说道：只是老夫看不清楚，我们镇抚司在这件事情里能够得什么好处？范闲挥挥手，王启年与那7位虎卫都退了下去。沈仲也点了点头，厅内其余的闲杂人等也都退开。范闲有些诧异的看了坐在沈仲旁边的那人一眼，那人一身衣着华贵，但眉眼间却没有范闲熟悉的皇家感觉，想来不是北齐皇宫派来旁听的人物。那为什么他能够有资格继续坐在这里？这位是崔公子。沈仲介绍道。公子站起身来，对范闲行了一礼，面上却有些自矜之色。范闲皱眉问道：庆国人？沈仲哈哈大笑道：我还以为2位原本就认识。好叫范提司知晓，这位崔公子便是南庆崔氏大族的2公子，崔氏与范氏向来并称，都是世家子弟。范闲皱了皱眉，说道：沈大人，您这是什么意思？沈仲的眼里闪过一丝阴狠的神色，淡淡道：范大人不是要谈买卖吗？好叫大人知晓，其实这买卖本官已经做了许多年了，所以想知道范大人有没有更多的好处给我。范闲微微偏头看着那位崔公子，想从对方的脸上看出些什么东西来。忽然间他开口问道：崔公子，今日这宴是你自己要来的，还是你家中长辈要你来的？如此盛会，在下岂可错过？崔公子似乎并不怎么害怕范闲。其实事情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这位崔公子明显是代表了崔氏大族的利益，而崔氏大族的背后自然是那位远在信阳的长公主。范闲不是没有想过，长公主能从内库里攫取大量的利益，靠的就是走私这个途径，但他没有料到面前这位锦衣卫镇抚司指挥使竟然会将长公主的代言人拉到了桌旁。而更让范闲怒火大作的是，这个姓崔的小混球居然还敢真的坐到桌上，充作对方谈判的筹码。长公主目前有求于自己，怎么也不可能来出手破坏自己的事情，肯定是这个姓崔的公子哥自作主张。范闲主动与沈仲联络，一方面是想搭条路子，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想打击一下信阳方面的金钱来源。没有想到这北齐朝廷竟然玩了这么一手，将所有本来应该是暗中出价的游戏全摆到了明面上来。似乎看出了他的不高兴，沈仲微笑说道：范大人，其实这是不妨明说了，大家都是想发财的人，这位崔公子与您打算做的买卖有些重合，我总不能两边都吃，自然想听听你们的意见。范闲回复了平静，望着那位崔公子淡淡说道：没想到崔公子竟然有胆量做这么大的买卖，哪里有范大人的胆量大？崔公子微微一笑回答道。沈仲见场面有些尴尬，笑了笑说道：崔公子也是世家子弟，家中在南方朝廷也有数位大员，只是眼下在外游历，将来总有一日也会入朝为官，二位要多多亲近。听着这话，范闲心里一声冷笑，看着沈仲说道：沈大人，您或许忘了我的身份，什么世家之类，还真放不到我的眼里。说完这话，范闲长身而起，竟是招呼也不打一个，直接出了厅。早有王启年撑伞接着，7名虎卫手中握着长刀之柄，护持着大人往院外行去，一路肃杀，那些锦衣卫竟是无人敢拦。只听着院外马车轻响，范闲竟就这般毫不客气地走了，似乎料不到范闲竟然会表现出如此激烈的反应。沈仲怔在了原地，他经营官场数十年，各式各样的利益谈判见过不少，但却从来没遇见过此等情况。这位姓范的年轻提司行事风格实在是太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眼珠一转，转过头温和笑着说道：崔公子，这位范大人
倒真是个性情中人。崔公子面上青一阵红一阵，先前范闲说的话真是极大的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什么世家之类的，范闲居然说不放在眼里。他恨恨想着，你范家又算什么？他喝了杯闷酒，心里却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沈重看着他，也不发一言一语。忽然间，崔公子的手抖了起来，这才想到范闲的监察院身份，想到对方毕竟是长公主的女婿，吓得脸都白了，再望向沈重的眼神变得无比怨毒，咒骂道：沈大人，您骗我来这里，难道是想我死？夜雨落在异国的土地上，发出的却是熟悉的滴滴答答声。范闲啜了一口茶，对身边的王启年说道：马上去写封密信，让院里查一查崔氏与信阳方面的关系。王启年看了他一眼，轻声说道：长公主那边不能动。我当然知道不能动。范闲清楚长公主做的那些事情其实都属于皇帝陛下的默许，但是今天与沈重见面的不欢而散，更坚定了范闲心中某个念头。我只是想查清楚信阳方面在朝中究竟有多少力量。是。王启年应下之后又接着说道：那位崔公子还在外面跪着，大人您看是不是让他起来？毕竟崔氏在京中也是大族，在朝中很有几位高官。范闲的眼睛盯着院里发来的情报，没有理会王启年的话。这些天使团身在上京，在严冰云回来之前，北齐方面的情报系统范闲不敢动用，所以情报来源有些缩水，让他很是烦恼。过了一会儿，他似乎才听见王启年说了什么，轻声说道：让他跪着吧，身为庆国人却被北齐人当枪使，我就算是替丈母娘教育他一下。雨水渐渐的小了，从屋檐上往下滴着，这幢别院是老建筑，所以雨水滴下的地方都有了些微的下陷。范闲披着件衣裳走到屋外，看着跪在石阶前的那位崔公子，半晌没有说话。使团里其他的人早就避开了这间小院，所以此间显得格外安静。你应该很清楚，你们家如果还想做这北边的生意，应该怎么做。范闲冷漠看着浑身湿透了的崔公子，今天的事情我先饶你一命，自己写封信去信阳，至于长公主会怎么罚你，那是你们的事情，但是我在上京的时候，我不希望再看见你和北齐的那些人坐在一起。崔公子重重叩了个头，将自己的上半身全埋在地上的积水之中，站立不敢言语。再次提醒你一次，我是监察院的提司，就算长公主护着你们，但如果我真想让你们崔氏倒霉，一样会有很多种法子。范闲说道：虽然这是很粗俗的威胁，但我想对于你这种愚蠢的人，不说清楚，你下次还是会被北齐人拿来当刀子使，那就很不好了。崔公子依然凄苦跪着，他当时在盼山林后院里醒了过来，这才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姑且不论范闲那人人畏惧的监察院身份，只说对方是长公主的女婿，自己在对方的眼里顶多只是一只蝼蚁。今日自己自作主张，想瞧瞧监察院究竟想和北齐做些什么买卖，本来是站在长公主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但如果范闲真的利益要对付自己，只怕长公主也懒得回护。以范闲目前的权势来说，什么世家还真是瞧不上眼的存在。话说白了吧？范闲望着他，一字一句说道：你是为长公主做事的，我自然不会来难为你，但我眼下想做些事情，所以希望你要看清楚如今的情况。是，范大人。崔公子哆嗦着声音说道：小人知错，咱们都是庆国臣子，无论在朝内如何，但一旦出了疆土，须记得你我都是庆国人，不要让外人瞧了笑话去，这就是我最愤怒的一点。经历了这次小插曲之后，信阳方面很小意地保持了对使团的尊敬，而北齐方面这才真正感觉到了范闲的力量，准确来说是感受到了南朝监察院的力量。沈重向来是与信阳方面交易，所以当范闲通过长宁后提出这个交易时，他并不怎么看重，但看如今的局势，那个传言竟似是真的，如果范闲来年真的将内库掌在手里，长公主失了权势，沈重的镇抚司又得罪了范闲，那真是要断一大笔财路。北齐宫中也知道了这件事情，太后狠狠地责问了一番沈重，沈重满心惴惴，暗想谁能料到那个范提司竟是连讨价还价的机会都不给自己，而且崔公子当夜就去使团跪了一夜的消息也传到了锦衣卫的耳朵中，沈重知道自己必须重新看待范闲这个人了。然而谁都料不到，范闲其实根本不想和对方谈这个交易。连着几次沈重派人来请范闲，范闲都是极其冷淡的推开，摆出了不想再谈的架势。大人，您究竟想做什么？王启年是范闲心腹之中的心腹，有许多连监察院都不知道的事情，王启年却是清楚的厉害。他知道自家这位大人暗地里做了许多事情，在对付信阳那位长公主，只是那位长公主似乎还没有察觉到，但是眼下范闲却摆出了一副要与长公主和解的模样，这让王启年很是不解。我想让所有人都不知道我想做什么。范闲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也不回头，只是轻声说道：长公主目前有求于我，我自然要趁这个机会获取一些利益。王启年依然不解，范闲也不再多做解释。当天下午，
一辆马车直接从角门里驶进了使团驻地。这辆马车看着十分寒酸，十分普通寻常，不论是从车厢的装饰还是车夫的模样来看，都没有什么异样的地方。但是负责使团护卫工作的所有人却能清晰地感觉到使团内部的紧张感觉，外面隐隐绰绰，全部都是北齐锦衣卫的影子。范闲看着那辆马车，却说了句和此时似乎毫无关联的话。看来司礼里也到上京了。一个穿着白色青衫的年轻人推开马车门，缓缓移动脚步，站在那里，看着头顶的天空，微微眯眼，旋即低头扫视了一圈院子里望向自己的众人。他很轻易地从这些人的身上感觉到了院子里的味道，不由唇角泛起了浅浅微笑。范闲走上前去，降尊纡贵地扶住严冰云完好的右手，小心翼翼地将他扶下车来，轻声说道：欢迎回家。对于庆国人来说，使团所在便是故土一般。严冰云被囚一载，早已有了必死之念，虽然时至今日仍然不能接受用萧恩换取自己的协议，但此时踏上使团的土地，听到范大人这句欢迎回家，心中不免依然有所触动。小院里没有鸿胪寺系统的文官，除了7名虎卫之外，全都是此次潜伏在使团里的监察院官员。众人看着这个走路都有些困难的年轻人，齐声拜倒：参见严大人。声音并不激昂，也并不大，但能感觉得到众人的诚心诚意。严冰云笑了笑，没有说什么，只是轻声说了句：能够活着出来，我感到很意外。范闲扶着他的手也笑了起来：你的手指甲居然没有全被拔掉，我也很意外。这两位监察院将来的正副手此时说话的声音极为轻柔，只有彼此才能听见。严冰云回到了使团，此次出使北齐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范闲心头大定，对王启年说了几句什么，便扶着严冰云进了内室，然后开口说道：把衣服脱了，我下手没有轻重。很明显，严冰云这种人不会误会什么，缓缓扯开自己身上的白色衣服，露出金汗匀称的赤裸身体。范闲挑挑眉头，想到在京都3处换装时候自己的感觉，发现对方确实比自己还要冷静许多。他从箱子里取出药盒，用手指挑了些，然后开始均匀地抹在严冰云的身上，手指经过之处全是一片起伏，伤痕之恐怖实在难以形容。我一直以为你只是个运气很好的人。严冰云冷漠地开口说道。不过范提斯看见下官身上伤口还能如此镇定，看来比我想象的要强不少。范闲的手指停在严冰云的左胸下，那处的骨头明显是断后重续的，鼓起了极大的一块，外面是浅红色的新生肌肤，看上去十分丑陋。那是因为你不了解我的成长经历。我自以为自己很了解。严冰云冷漠地看着他的双眼：范大人，您从出生到12岁的人生，我非常了解。范闲微微偏头看着对方，没有说什么。严冰云也陷入了沉默之中，似乎不想就那个话题继续下去。过了一会儿后说道：谢谢大人替下官疗伤，不过我想配制伤药，下官应该比大人更在行一些。稍后请允许下官写个方子，让使团的人帮忙去抓几副药。范闲没有理他，仍然专心地涂着伤药，同时辅以自幼学习的治伤手段。吃了它。范闲毫不客气地塞了颗丸药到严冰云的嘴里，冷冷说道：说到治伤解毒，这天底下除了费介，还没有谁敢在我面前叫嚣。费介是谁？院子里还有哪个姓费的？大人说的是费老，我说的就是那个老怪物。范闲已经做完了所有，喊人端了盆温水进来，细细地净了手，扯了块毛巾擦干，这才对严冰云说道：你受刑太久，心脉已经受伤，武道修为大为折损。说完这话，他细心地注意对方的脸色，发现严冰云一脸平静，似乎没有听到一般。他不由大为赞叹，心中更是拿定了主意，一定要将这个看似冷漠实则高傲至极的年轻人收入帐中。回国之后好生调养调养，也不是治不好。指甲被拔了，总会重新长出来，骨头错位了，我让七处那个光头再给你重新打断，我再治一治，怎么也不能变成陈萍萍那种老脖子。范闲开着玩笑，严冰云的感觉却有些怪异。整个监察院遍布天下的密探，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在旁人面前称呼陈院长为老脖子。严冰云缓缓眯着眼睛，似乎想看透这件事情背后的真相，比如为什么范闲如此年轻却已经是监察院的提司。正此时，一股火辣的感觉却从他胸腹之间升腾起来，饶是他的性情如此坚毅，却也被这突如其来的痛苦震得眉角抖动了一下。无妨，只是逼毒的手段，因为不清楚你的体内有什么陈毒，所以用得要霸道了些，不过有我在旁边看着，你死不了。范闲毫不在乎地替他将衣服披好，忍一忍吧。严冰云的额头开始冒出黄豆大小的汗珠，显然极为痛苦，低沉着声音说道：娘的，比中毒还要难受，这是什么解药？范闲大喜过望，击掌赞叹道：严兄肯骂娘了，也对，老板那副冷冰冰的模样给谁看？在北齐锦衣卫面前装装酷就好，在我面前可别玩这招，我打小就看腻了。他打小看腻的自然是那位酷帅到底的竹子叔叔。
你这解毒的法子是跟谁学的？我不信任你。严冰云感觉身体外面抹了伤药的部分也开始灼痛起来，寒声问道：先前就说过。范闲微笑望着他，严冰云眼中一芒一闪，魂将体内体外的剧痛都忘了，嘶声说道：你是废界的徒弟。话语里满是惊讶，又道：废界没有你这样一个学生，亏你还自夸对我12岁以前了若指掌。范闲开始收拾床边的瓶瓶罐罐，讥讽说道：连我的老师是谁都不知道。严冰云看着他，半晌没有说话。范闲很无辜地回望过去，嗔和看着严公子身上的满身蚯蚓，轻声说道：我说严兄，为什么总感觉您看着我便满脸怒气？这是范闲心头的一根刺，既然要收服严冰云，那就一定要知道对方为什么对自己会有如此强烈的抵触情绪，不然往后的日子一定会非常不好过。长时间的沉默，严冰云似乎依然不想谈及这个话题，但不知道为什么，随着身体内外的灼痛感渐渐消失，这位监察院北方大头目的脑袋却有些昏了起来。看着范闲那张漂亮的脸蛋，便是无来由的痛恨。想到这些年在北齐朝野提着脑袋过日子的刺激人生，言语像是控制不住一般，逃离了微干双唇的束缚。提司大人，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5年前儋州曾经有凶案，一直没有侦破。范闲正在关箱子的手没有停顿一下，心里却是微感吃惊。他当然记得那起凶案，那是范闲两世为人第一次杀人，直到今时今日，那名刺客咽喉上爆起的冰冷粒子似乎还有刺激着范闲的掌心。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范闲皱眉说道：这件事情和你我有什么关系吗？严冰云古怪地笑了笑：那名刺客是四处下辖的，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我才会被赶到北边来做只老鼠。所以你恨我？范闲陷入了沉默之中，半晌后他忽然极其快意地笑了起来：我以为你应该感谢我。这什么？头部的昏晕感退了些，严冰云略觉诧异后马上回复了冷漠。范闲盯着他的双眼，一字一句说道：因为我看得出来，你骨子里天生就是个间谍，你喜欢这种生活，我想这4年潜伏北齐，日夜紧张不安，对于你来说是个很刺激很充实的人生。严冰云说道：如果大人你喜欢，你也可以尝试一下。范闲笑了笑，背起药箱，像个郎中一样走出了厢房。反手关上门，他不易为人所察觉的耸耸肩，将指甲里的那抹迷药踢进箱子的边角，在心中警告自己，对自己人用迷药，仅此一次，再无下例。严冰云果然厉害，在哥罗芳的作用下，竟然马上就能醒了过来。如果让他知道自己动用了手段，只怕二人间的关系再难融洽。从严冰云的嘴中听到的这个故事，让范闲很有些感触，同时知道了对方看自己不顺眼的真正理由，范闲觉得很安慰。没有想到自己与严冰云竟然会有这样古怪的渊源。5年前，因为儋州的未遂谋杀事件，严冰云被赶到了北疆，最后成为了监察院在北齐的密谍头目。而5年后，竟然是自己来亲自接他回国。想到此处，范闲不由笑了起来。这世界上的事儿，还真说不准哪天就轮回来了。大人，程老板送酒来了。有下属请示道。范闲挥挥手道：你们接着，我不想见他。下属应了一声就出去了。范闲皱了皱眉头，才教育了一顿崔公子，信阳方面就有信来，那位长公主还真是追得紧啊。正想着，王启年从外面进来，手里拿着一封信，轻声说道：盛怀人带来的信。范闲撕开封口，细细读了一遍，眉间现出一丝忧色，自言自语道：这些人到底在玩什么？他眉梢一挑，便进了后院。严冰云十分警觉，当范闲推开门的时候，他的手已经摸到了身边佩刀上。放松一些。范闲看着仍然闭着双眼的他，说道：在这里没有人会想来暗杀你。严冰云缓缓睁开双眼，看着范闲这张脸，眼中闪过一丝冷厉之色，说道：你给我用的什么药？为什么我的头一直有些昏？用了些凝神的药剂。范闲很平静地解释道：你的心神损耗太大，如果想要尽快复原，那就需要良好的睡眠，只是没有想到你的身体机能已经足以抵抗药物，没有太大的用处，可惜了。淡淡这句话便将先前的迷药事情遮掩了过去。范闲那张仙境无尘的面容，实在是阴谋诡计最好的伪装。严冰云知道对方反身入房，一定有事情要问，目光落在他的手上，皱眉说道：范大人，有什么事情？范闲将手上的信摇了摇，笑着说道：长公主的信。严冰云有些诧异，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淡淡说道：这和下官有什么关系？在回京之前，您依然是庆国监察院驻北齐密谍大统领。范闲微笑说道：所以朝廷要做事情，我自然要征询一下您的意见。大人请讲。严冰云不动声色。等范闲将信阳方面连续2封信的内容讲清楚之后，严冰云的眉头皱了起来，他的眉毛里夹着几丝银丝，看上去显得有些有气无力。他轻声问道：长公主为什么要管这些事情？范闲说道：
我只是来征求您的意见，这件事情院子要不要插手？严冰云摇了摇头，院子想萧恩死掉，长公主却要我们配合上山虎把萧恩救出来，这本来就是两个相反的目的，我们如何配合？范闲坐下来，看着严冰云那张冷漠的脸，说道：先不讨论这个问题，我需要从你的嘴里知道，目前北齐的朝局究竟是怎么个模样？严冰云看了他一眼，伸出3根手指头说道：三面，一面是太后，一面是皇帝，还有一面是上山虎。不过上山虎既然被调回了上京，那么他的实力受损太大，他必须在太后与皇帝之间选择一个。很简单粗糙的话语，却是信心十足的判断。范闲沉默示意他继续。严冰云继续说道：按大人的说法，如果萧恩是上山虎的义父，而苦荷国师却想萧恩死，这样看来，上山虎最后必然会倒向皇帝那边。为什么？因为太后一定会听苦荷的话。范闲下意识里抖了抖眉毛，迟疑问道：太后确实挺年轻的，但是苦荷国师还有这种心思吗？严冰云怔住，半晌后才明白，这位外表清美、内力猥琐至极的年轻大人误会了自己的意思，鼻看了范闲一眼，说道：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通过严冰云的叙述，范闲知道了当初的事情是那个样子的。在庆国的3次北伐之后，战家趁势而起，建立了齐国，但那位开国皇帝在12年前就不幸身亡，只留下太后与当时才几岁大的皇帝在空旷的皇宫之中。庆国虽然停止了北上的步伐，但毒辣的陈萍萍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暗中资助挑唆北齐上京里的一些前朝王公与战家的旁门贵族，最后终于形成了逼宫的事态。眼看着太后与皇帝这对孤儿寡母马上就要被造反派揪出宫来，此时苦荷以战清风大帅朋友的身份住进了皇宫里。其实3000兵马围攻而待，苦荷坐于大殿之前，后方是那对可怜兮兮的母子，还有一大批颤颤巍巍拿着烛台扫帚的太监宫女。面对着无数的枪支箭矢，苦荷一人坐在殿前，便没有人再敢动手。然后魏太后的亲哥哥，如今的长宁后，从宫城一角的下水洞里爬了出去，暗中联络了锦衣卫的沈仲，纠结了一批忠于皇室的力量，重新杀回了宫城，如此才在险之又险的情形下稳住了北齐上京的局势。事后苦荷并未追究此事，太后也保持着沉默。那些妄图逼宫的王公贵族们虽然当时无事，但日后自然没有落个好下场。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上看来，事实上太后如今还能安稳地坐在宫里，凭借的便是当时苦荷一人的声望与深不可测的实力。苦荷很屌啊！范闲拍腿赞叹道：一个人堵着千军万马，虽千万人吾往矣，壮哉壮哉。严冰云看了他一眼，觉得对方说话实在有些粗俗，对于世人敬仰的4大宗师显得有些不大尊敬。苦荷身为4大宗师之一，超然世外，但如果他表了态，不论是谁都要忌惮1、2。范闲摇摇头，那些逼宫的蠢货，我就不信万箭齐发，苦荷还能如何？苦荷当时发了泄誓，谁要是敢坐那龙椅，他就会杀了谁。严冰云忽然觉得院里这位提司大人有些幼稚，以苦荷的恐怖实力，在这北方的天下，当然是想杀谁自然就能杀谁。如果连命都保不住，前一刻屁股刚坐到龙椅上，下一刻脑袋与身体就分了家，这种皇帝有谁会愿意去做？大宗师范闲皱了眉头，第一次感觉到这种已经超出了凡人范畴的存在，确实是件挺麻烦的事儿。怎么？范大人年轻有为，连大宗师都不放在眼里？严冰云冷漠地看了他一眼。范闲笑了笑，没有说什么。天下4大宗师，他只见过叶流云一人，当时也只觉得对方唱的散曲儿蛮好听的，至于籍籍无名。但实际上与这4位大宗师同等格局的五竹叔，范闲从小和他一起长大，自然生不起激动的感觉。继续说上京的事情吧。范闲举手示意，如果太后听苦荷的，而苦荷要萧恩死。严冰云插话道：大人为什么如此确定苦荷希望萧恩死？我有我的情报来源。范闲笑了笑，没有说海棠的事情，也没有说神庙的秘密，继续说道：那么上山虎救必然倒向皇帝，集合帝党所有的力量，才能将萧恩的老命保下来。严大人，您看看我们能不能从这件事情当中谋取些好处？严冰云摇摇头，忽然间想到了一件事情，微笑说道：其实论到实力，北齐方面一向不弱，这4年里我也不知道看到多少，但是我相信比起咱们庆国来说，北齐永远不可能占据盛世。范闲不清楚为什么他会突然得出这个结论，有些疑惑。严冰云极其快意地笑了起来，只看朝廷将萧恩送回北齐，这1年多时间，北齐太后与皇帝勉力维持的平衡与和平就要被迫打破，下官实在佩服朝廷里谋划这件事情的人物。谋划萧恩归国的人物是长公主。范闲眼神宁静，心里却在冷笑，说道：没有什么好佩服的，要知道这桩买卖是以你为代价。什么意思？严冰云皱紧了眉头。范闲说道：是长公主一手将你卖给了北齐朝廷，
然后与上山虎安排将萧恩换回北齐。就算因为萧恩的事情，北齐朝廷有些风波，但你以为真会掀起多大的波涛？你不过是个贵人们操弄着的棋子，棋子便应该有棋子的自觉。像你这样对于捏在自己脑袋上的手还感到佩服的人，我还真是看不明白。这些话说的有些刺人，范闲是刻意为之，他想在严冰云的心中种下仇恨长公主的种子。不料严冰云却是面色宁静，就像没有听见一般，反而继续筹划道：这件事情我们不能插手，萧恩的死活既然让苦荷都动了心，使团毕竟身在异国，是断然没有能力插手，也没有必要插手的。我同意你的看法。范闲看着他，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听你的意见。范闲将前些天崔公子的事情讲给严冰云听了，严冰云面色不变，问道：大人想怎么做？范闲沉默了半晌，但他既然已经开了头，自然就会继续说下去。依照院子里的意思，我们会逐渐缩减信阳方面在北方所获取的利益。院子里的意思？严冰云看着范闲的双眼，轻声说道：听说提司大人来年有可能掌管内库。范闲就当没有听见这句话般微微笑着。严大人被关了大半年，消息还很灵通。长久的沉默之后，严冰云忽然说道：这些事情和我说做什么？因为北方的路线你最熟悉，如果将来有需要收网的那一天，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就必须开始盯紧了。而离开了严大人，我在北方根本没有任何力量。严冰云平静说道：范大人很看得起下官，我从来不以为你只是一个单纯的病人。范闲冷静说道：我相信严大人如果有这个意愿的话，依然是能够在北方呼风唤雨的人物。我为什么要帮你？因为我是你的上司。范闲的面色渐渐寒冷了起来。我不是请求你的帮助，是要求你的配合。严冰云却根本不吃这一套，冷笑道：等提司大人真正接管监察院的那一天，我们再来说这个也不迟。范闲笑了起来，摆摆手道：就知道玩这一套是不管用的。他顿了顿后说道：其实道理很简单，长公主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不仅仅是我需要你，想来你也需要我。严冰云没有思考什么，很淡然的点点头，然后很直接的说道：既然如此，那我必须说清楚，你的计划从一开始就完全错误。为什么这样讲？如果想要逐渐压缩长公主从走私中获取的利益，你就不应该找沈仲。沈仲是锦衣卫镇抚司的指挥使，一路北上，我不找他能找谁？严冰云看着他的双眼说道：沈仲、长宁后，这些都是太后的亲信，他们与长公主的交易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如果你想另起炉灶，为什么不去找那个年轻的皇帝？范闲叹了口气说道：因为我看不清楚那个皇帝的心思。北齐皇帝是个很纯洁的人，很容易激动的人。严冰云竖起一根手指，纯洁的激进派是需要银子的。范闲看着他半晌后说道：我信任你，目前我值得你信任。严冰云说道。范闲心里松了一口气，拍着他的肩膀说道：放心吧，虽然如今的世界是他们的，但终究是我们的。说完这句话后，他就离开了房间，留下身后在回味这句古怪话语的严冰云。连着3天，使团方面还在处理与北齐的外交事宜，正使范闲却与严冰云在房中密谋着。渐渐地，严冰云也不再遮掩什么，将自己掌握的情报佐以分析，很明确地为范闲今后的行动确立了指导思想。一静不如一动，信阳那方面用拖自决，太后那方面也要用拖自决，唯独宫中需要想办法接触一下。范闲曾经动过念头，是不是应该去拜访一下那位上山大将，却被严冰云冷漠地阻止了。严冰云认为这些事情根本没有必要去做，如果对方需要，自然会找上门来。范闲进入上京之后做的事情，以严冰云的专业眼光看来，实在是一塌糊涂。范闲沉默受教，知道这些事情自己确实不如严冰云。在闲谈之余，也曾经谈过重新整合北方谍网的事情，但严冰云明显不放心他的能力，所以一直没有松口。一日用膳之后，范闲忽然开口说道：那位沈大小姐很有能力，居然知道你藏在使团里，又上门来了。严冰云面若寒冰，绝情如流云，淡淡道：通知沈仲，他会处理自己女儿的事情。范闲看了他一眼，真的很不理解这位年轻的官员是怎样磨砺出来如此冷漠绝情的心智。庆国的使团安静了下来，就轮到别的势力着急了。盛掌柜常常来送酒，卑微的传达信阳方面的致意。沈仲也重新邀请了范闲几次，范闲找了一个极好的借口推脱掉，对方也没有办法发脾气，反而是长宁后有些心痛到嘴边的肥肉溜掉，在沈仲面前哭丧着脸催了好几次。长公主与上山虎之间或许有什么协议，但是信阳方面在北齐毕竟没有太深的根基，始终是需要监察院的力量帮助。经由范闲的劝说，严冰云终于同意了他的计划，准备动用这4年来铺织的网络。南方传来的消息表面，庆国朝廷稳如泰山，没有一丝波动，只是监察院的报告里提到，山东路那边最近出了几件极为蹊跷的命案，凶手杀死的虽然是普通百姓，但是行事的手法却极其凶残。
这是刑部的案子，只是一直没有查出来，所以眼下是监察院四处接手。范闲没有将这件命案放在心上，严冰云也没有注意到这里，毕竟上京的事情已经够头痛，而且二人在筹划那件阴刻事。范闲推脱所有宴请的理由都很充分，因为这2天他经常在陪一位村姑聊天，以那位村姑的身份，不论是沈仲还是长宁侯都没有胆量和他去抢客人北其上京一条幽静的街巷之中，一男一女正在散步闲聊，话语轻轻飘了起来，扰了那些正妻在花丛里贪蜜的蝶儿。自然乃一天地，一人乃一天地，所谓天人合一，便是人事必须依循天地自然之道，二者方可和谐。和谐只是表状，大人以为天人合一与天人相通又有何差异？哦，这一点本官就不清楚了，只是觉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如此方能和谐啊。还是和谐，和谐最高。范大人今日所论别出机杼，朵朵实在是佩服。嘴里说着佩服，村姑海棠却依然是双手插在大口袋里，拖着步子，面色宁静，在大街上像个懒婆娘一般走着，脸上哪有半分佩服的感觉。范闲自嘲地摸摸鼻子，如在宫中那天一般，学海棠的模样走着扫地步伐，心想幸亏这条大街比较安静，不然自己二人这般走路，只怕会被旁观的行人笑死。似乎猜到他在想什么，海棠说道：我只是觉着这样走路舒服，至于旁人怎么看，我还真不在乎。范闲略一思忖，发现这话倒也挺正确，人都是好逸恶劳的，这样走路确实比昂首挺胸要来的舒服些。问题是，如果真是懒，为啥不去床上躺着？他心里这般想着，嘴里就自然而然地说了出来：我还是觉得躺床上舒服，海棠姑娘要愿意，咱们可以躺在床上说说文学，聊聊人生。海棠看了他一眼，范闲有些窘迫地笑了笑，没有解释什么。他对于海棠这个奇妙的姑娘确实没有太多男女方面的想法，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与她一路闲谈总是会让自己觉得很放松。重生之后，范闲一直想经历许多有趣的事，认识许多有趣的人，此次出访北齐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满足他这个精神需要。虽然一路上夹着暗杀阴谋，事情并不如何有趣，但认识了严冰云和海棠这2个有趣的人，范闲觉着已是比较划算。听说范大人前些天与沈仲大人见过一面，海棠轻声问道，伸手拨开阶畔垂下的青枝，如今天时已经渐入夏季，只是前些天雨下的密，所以没有暑气烘烤，树木花丛春意犹存。范闲点点头，不欢而散。他知道苦荷虽然超然朝政之上，但看得出来这一脉的力量依然是偏向太后方面，所以猜到海棠为什么要问这个。不欢而散。海棠微笑着，那张平常的脸上温柔无比。我只是很好奇，范大人如此急忙抛出那桩提议，难道不怕传回南方对你的官声造成影响？范闲心头微凛，脸上却没有什么表情。我不是很明白姑娘说的是什么。海棠说到太后对大人的提议很是动心。范闲面色微沉说道，海棠姑娘应该知道这些天本官一直闭关聚客，之所以您一说话，我便出来陪您散步，全是因为本官心里觉着姑娘虽然在雾渡河畔曾经出手，但毕竟是世外高人，不会谈论这些世上蝇营狗苟事。海棠姑娘，您令本官失望了。我如果不说这些，只怕范大人会更失望才对。海棠心神清明，根本不会被范闲的花言巧语骗了去。太后请您入宫。范闲呵呵一笑，拱手行礼道，劳烦海棠姑娘传话，辛苦。范大人先前说成者天之道也，成之者人之道也。海棠明亮有若宝石的眼眸望得范闲一阵恍惚，既知其道，何不行之？事人已成，岂不轻松？范闲深吸一口气，缓缓运起体内那道古怪的霸道真气，抵抗住海棠处传来的压力，微笑说道，事人已成，成有大小之说，成于人，小道也；成于天下，大道也。海棠姑娘若已成待人，何不告诉在下，萧恩究竟有什么秘密，竟连令师这样的世外高人也动了心念？成于天下。海棠唇角微微翘起，家师成于天下，故不能多言，只是萧恩心头那秘密保住了他20年性命，若那秘密传入世俗民间，只怕天下会乱上20年。范闲心头微怔，他知道一些旁人都不知道的事情，依海棠这般说法，难道神庙那处有怎样的危险？二人复归清谈之道，不外乎是在哲学神学这些玄之又玄的门道上打混。反正范闲有前世的中哲史打底，从董路王的理论里随意拈几条出来虚应着，便让海棠大感吃惊。只是许多年之后，海棠姑娘缓缓回味，开始整理范大才子的理论，这才发现当年那个年轻人竟是什么也没说。不知道为什么春末夏初的北齐上京城雨水竟会如此充沛，先前还是淡淡暖阳耀春光，一阵微寒小风吹过，便有雨点子穿过二人头顶的树枝泼洒了下来。砰的一声，范闲撑开身边的布雨伞，挡在海棠的头顶。一般情况下，以范闲的身份出门遇雨自然有下属打伞，
但此时就他们2个人，纯以表面的身份论，他给海棠打伞是理所应当之事。雨水溅湿了街道，范闲满脸平静看着街上四处躲雨的人们，实际上却小心地观察着海棠的步伐。此时2人鞋下全是积水，范闲早已撤了村姑步，存心想看海棠会怎么走。海棠依然那般走，范闲有些无奈地耸耸肩，这才发现海棠的双脚虽然在积水之上拖行着，但似乎鞋下有一种看不清楚的力量，正拖着他的全身，鞋底与水面竟是没有接触。这种功力，范闲自忖根本不是自己所能达到的程度，不由自嘲笑道：海棠水上漂。海棠不理他，依然那般走。范闲叹了口气说道：我就不信你这么走路能舒服，我不喜欢那个叫严冰云的人。海棠忽然开口说道：我想海棠姑娘一向身居山中宫中，应该与咱们大清朝的云大才子没有什么交往才对，用欺骗女子的手段获取自己的利益，这一点海棠相当不耻。我们是官员，不是一般的民众。范闲替严冰云开解着，他不愿意小严公子这一辈子都被一位九品上的强者祭奠，为了庆国的利益，有些不得已的事情我们也必须去做。海棠说道：丑陋便是丑陋，不要再用官员来做掩饰。范闲微笑道：虽说无情未必真豪杰，但若心防太过柔软，在这乱世上如何生存下去？范大人以为如今的天下乃是乱世，人心思乱。范大人以为乱世方能出英雄，不求以英雄之名立世，只求做个无愧此生的大丈夫罢了。2人说说停停，已是来到一处小庙的外围。恰在此时，天下的纷纷落雨很凑巧地停了下来。此地远在京郊，十分幽静，四周没有一丝人息。一片树叶落在庙前的石阶下，庙门被缓缓推开。范闲看着庙里坐在香案旁的那位女子，微微失神片刻后，行礼说道：四姑娘，好久不见。海棠唇角微翘说道：范大人要做大丈夫，想不到却果然如我所料，是个怜香惜玉之人。唰的一声，范闲收拢湿漉漉的雨伞，望着起身相迎的司礼礼，微笑说道：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海棠缓缓重复了一遍，玄脸上又回复了那种平常的笑容，领着范闲踏入了小庙木门。范大人。司礼礼脸认一礼，范闲面上带着温和而疏远的笑容，拱手回礼：司姑娘什么时候入得上京？托大人福，3天前就入京了，一路平安，多谢大人记挂。司礼礼缓缓垂下眼帘，他身上还是穿着那件旅途中的湖绿色青衫，此时天时已热，自然不怕着凉。范闲又与他轻声说了几句话，海棠在一旁平静看着，眸子里却闪过一丝笑意。这2人面上做出的陌生，又怎能逃得出他的眼光？范闲此时心里也有些奇怪，为什么海棠会将自己带到司礼礼记住的庙中，一直服侍司礼礼的那些宫中嬷嬷又到了哪里？难道海棠不知道自己身为外臣，此时与北齐皇帝想要的女人应该保持着3000里距离才合适？这是我住的地方。海棠解释了范闲心头的疑惑，礼礼如今不方便入宫，所以陛下请我代为照顾。范闲苦笑了一声，这才想起司礼礼曾经说过，身旁这2位姑娘当初是在北齐皇宫里的手帕交。他忽然想到一件事情，难道苦荷也住在皇宫里？庙虽偏远，但范闲依然有些忌讳，只是闲叙数句，便对海棠说道：我在外间等姑娘，不等海棠与司礼礼回话，竟是出了门，在外面的天井里等着。等他出门之后，海棠静静看了司礼礼一眼，沉默半晌后忽然说道：我将他带来与你看一眼，你没有什么话要与他说？司礼礼抬起头来，那张妩媚至极的脸上闪过一丝惘然，轻声细语说道：我说过我不想见他，估摸着他也不想见我，此时他在门外，还不知怎么埋怨你。海棠，你太胡闹了，就算你是苦荷的徒儿，这种犯忌讳的事情还是少做一些。海棠噤柔一笑说道：只是看看怕什么，咱们那位陛下可不是个小心眼的人。另一处雅致干净的小房内，缕缕清香渐迷禅房，几上清茶与家诗的琥珀色一混，让人看着感觉十分宁静。你带我来见司礼礼，究竟是为什么？范闲盘膝坐在茶几另一面，皱着眉头，那张轻易脱尘的脸上终于多了些烦恼。关于萧恩的事情，他在努力地进行安排，司礼礼却是块烫手的土豆。先前我说过严冰云。海棠微笑说道：我想看看范大人是不是和世间一般浊物相同。浊物这个说法倒新奇荒唐，范大人莫非没有看过石头记？海棠似乎有些诧异。范闲心里咯噔一声，没有因这句话，只是苦笑说着：海棠姑娘，您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司礼礼姑娘只是我一路押送的要犯，只是协议中的一个标的物，我与她之间并无什么瓜葛，大人也误会我的意思了。海棠轻声说道：今日请大人来寒舍稍坐，实在是有件事情需要大人帮忙。什么事情？范闲说得很直接。海棠笑着说道：其实就是上次陛下将范大人留在宫中所苦恼的事情。
范闲看了他一眼，发现这姑娘平常无奇的面容很容易让人生出亲近感来，好奇问道：明显那个时候陛下不想你知道他的苦恼。海棠用左手轻挽右手的袖子，两根手只端着一个小茶杯送到唇边，徐徐啜了一口，说道：陛下最开始确实不想让我知道，但是他的苦恼与我却是有多年情分的好友，而且在大齐朝中愿意帮他解决这个苦恼的人除了我之外并没有几个人。我一直很不明白。范闲此时当然猜到北齐那位少年天子在苦恼什么，微笑说道：既然朝野上下对于司礼里入宫有这么大的反对意见，贵国皇帝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看目前这局面，司礼里既然只能暂时寄住在海棠姑娘居所，想来太后也不允许他入宫。范大人是怀疑这件事情后面还有隐情。不错，我从来不相信帝王家还有所谓感情这种东西。不知为何，范闲有些隐隐的不愉快，说话便显得尖刻了许多。海棠一怔，双眼静静地盯着他，半晌后说道：帝王也是人，男女之事怎么能说得准？范闲摇了摇头，想到以前那个世界的皇帝们，或许唐玄宗算是一个另类，可最后杨贵妃不还是在马嵬坡画做了一缕香魂？范大人已经成亲了。海棠装作无意说道。范闲微微一愣，旋即想起了家中的妻子，想起了庆庙相案前的那次出狱，不由唇角浮起一丝充满了幸福感的微笑。海棠注意着他的面部表情，在心里叹了一声，面上微笑说道：听闻范大人夫妻感情极好，若有人阻止你们二人在一起，您会如何做？范闲挑挑眉毛，没有回答。但如果这世上真有人敢夹在自己与碗之间，那一定是在自寻死路。渐渐的，他似乎也有些明白了宫中那位年轻皇帝的情绪，但是想到对方倾慕的对象是司礼里，范闲心里还是觉得有些异样。虽然他与司礼里的协议里只是彼此利用的关系，海棠所请其实也是范闲所愿。司礼里如果不能入宫，损失的只可能是庆国的监察院。他只是猜不到对方为什么会想到找自己。海棠说道：朝野上下没有人愿意帮陛下将司礼里迎进宫来，大人应该清楚李礼在南方的身份有些问题，而我毕竟囿于身份，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什么发言权。范闲冷笑道：他那是在为你们北齐卖命。接着问道：难道我有什么发言权？我只是一个外臣而已，这件事情在雾渡河之后就应该与我没有什么关系了。海棠微笑说道：陛下与我的意思只是想借助范大人您的智慧。范闲哑然失笑，轻轻用手只平复了一下头顶的飞发，说道：海棠姑娘真是抬爱在下。海棠平静说道：范大人本是籍籍无名之人，不过一载功夫便成为天下瞩目的一代诗仙，南朝实权大人物。若说范大人没有智慧，这世上没有人会相信。我会想个法子，但不知道能不能成。范闲取了几上残茶一口饮了，冷冷道：关键还是太后，太后如果不愿意，什么法子也不能想成功。海棠站起身来，微微欠身，先行谢过。看来姑娘与司礼里的情分果然不浅。范闲躬身还礼，静静说道：若在下将来有求助于姑娘处，还望姑娘记得今日你我之间的情分。海棠面无表情应道：只要不涉本国朝政，无不允诺。范闲说道：放心，我要托您办的事情也许永远不会发生，如果发生了，也只是我们庆国内部的问题，而且也不用您逆了平生所求自然之道。如此便好。海棠心里轻松了一些。范闲身为南朝正使，在上京所有的行动都必须处在北齐朝廷的监视之中，这是双方外交事务中的默契与习惯，所以极难有完全自由行动的机会。不过今天例外，因为范闲是在与海棠姑娘散步，海棠姑娘明显很不喜欢锦衣卫里那些老鼠跟着，所以一路雨伞同行，看似闲庭信步走着，却将那些暗梢全甩了。相信那些锦衣卫也没有胆量在海棠表达了明显的敌意后，仍然敢跟着二人从那间住着两位姑娘的奇妙小庙里出来后，范闲伸了个懒腰，发现街角并没有熟悉的锦衣卫，脸上浮出一丝快乐的微笑，抬步向街角的一条小巷里走了进去。雨后无情，只有清风吹拂着枝头偶尔坠下的露珠，擦着他的脸颊划过。想到司礼里与皇帝，范闲还是有些不明白。不过海棠刚才提及的话题，却让这位不过17岁的男子满腔心思都回到了京都，回到了妻子与妹妹的身边，思乡的情绪开始泛了起来，温暖的感觉开始盈满胸臆。巷口偶有行人经过，有些苦力正推着板车抄着近路，赶往做工的店铺。范闲脸上带着那丝阳光般美好的温柔笑容，缓步向巷口走去。一辆板车从他的身后推了过来，将擦身而过的时候，范闲手腕一翻，一直捏在掌心里的黑色匕首横着刺了过去。扑哧一声闷响，匕首插入苦力打扮的密探咽喉，寒刃入肉，那人立毙于地。下一刻，范闲已经踩着将翻的推车，整个人像倒影子一样飘到了巷尾，手指夹着一根毒针，扎入一个人的胸间大穴，左手极诡异的从右腋下穿出，3枚弩箭齐发，将正满脸愕然的另一人活活定死。
反手一掌将全身麻痹不能动的那人颈椎砍碎。范闲脱下身上的衣服，翻了过来，用羽帽遮住了自己的头脸，遮住了自己的阳光笑容，从死人身上拔出弩箭，走出了巷口。从小庙出来后，范闲的身后一直有3个人跟踪着，不知道是锦衣卫的密探还是宫里的人手，但不论是哪一边的人物，今天范闲都不会允许有人跟着自己。拔掉了这3根钉子，范闲确认再没有人跟着自己，这才开始下一步的行动。出巷口之后，他没有坐马车，因为任何一次与人接触的机会都有可能留下北齐方面可能查到的蛛丝马迹。在湿漉漉的街道上，行人渐渐多了起来，借着人群的掩护，范闲低着头，沉默地行走在异国的百姓之中。依照监察院的反跟踪守则，他此时应该寻找一间布店之类的所在，然后通过后门再经历几次转折才能去往自己的目的地。但范闲没有采取这个方法，一来是他自信没有人跟着自己，二来他认为转折过多，接触的人过多，反而容易被人发现，所以他只是途中很小心的偷偷进了一处官宦府邸，不知去做了些什么。很凑巧的，此时上京的天空又开始纷纷下起雨来，雨丝无声却有形，有效地掩去了他的行踪。上京南城教坊附近有一个平民聚居区，叫做张家店。此处龙蛇混杂，人稀纷乱，但这些年治安还算不错，加上生活所费便宜，所以渐渐热闹了起来。那些没有多大资本的小商贩们也开始鼓起余勇，存起余钱，在这条街上置了些店面，做起了做地生意。此地不比秀水街，卖的都是日常用物，价钱便宜，质量自然也算不上太好。打东面走过去的第3间铺子就是这样寻常的一个地方。这间铺子是卖油的，油是从东夷城那边运过来的海外棕油，虽然价钱便宜，口感也不错，但色泽不大好，尤其是每到冬天的时候，总会有层白色的絮状物，所以一般稍有些钱的富户都宁肯用祁东那边出产的菜籽油。好在没闲钱的人总是大多数，所以这家连招牌都没有一个的油铺还能生存下去。不过也不敢多请人，除了一位老掌柜之外，只请了一个帮工兼伙计。今儿个反反复复下了好几场雨，张家店这里的行人本就不多，今天更显得有些空旷。但油铺的买卖与天时没有什么关系，谁家没油吃了，自然会前来，所以油铺的老掌柜并不怎么着急，反是搬了个长凳子，坐在自家门口，看着铺外的雨丝发呆。也许是掌柜真的老了，店里的年轻伙计觉着这1年里掌柜发呆的次数要比以前要多了许多。掌柜的，我要买油。一个人站在了油铺的门口，挡住了铺外暗淡的天光。老掌柜摆摆手，示意他自己进去。那人掀开自己的羽帽，露出一张平实无比的面孔，笑了笑，走进铺子里，对着那个正在打呵欠的伙计说道：小伙子，我要买油。伙计对着笑说道：您要点什么油？本店除了棕油之外，还新进了一批祁东来的菜籽油。这位伙计态度恭敬，心里却在嘀咕着，来咱店的人当然是买油，这不说了句废话吗？那人说道：给我来半斤棕油。伙计脆生生的应道：好嘞。他利索无比的灌油上秤，然后发现那人的双手竟是空的，不由摸了摸脑袋。这位客人，您拿什么装？您这儿有壶吗？有，木壶3文钱一个。伙计很高兴多做了一笔生意。那人接过油壶后却没有说话，似乎还在考虑什么。伙计好奇问道：您还要点什么？有香油吗？有香油吗？这句话很轻柔，并不怎么大声。坐在铺子外面的老掌柜撑在长椅的枯干右手却微微颤抖了一下。店中伙计没好气道：咱们这店没有这么好的货，这整个张家店谁家吃得起香油？正说着，老掌柜已经慢条斯理地走回了柜台，挥手示意伙计离开，满脸微笑望着这个客人，解释道：香油太贵，除了祭天的时候用，一般没有人买。这祭天的日子还有大半年，所以小店还没有进货。那人笑了笑，说道：除了祭天，祭人也是可以的。老掌柜笑得愈发恭敬，说道：那您说说数量，本店可以代客订购。对话到了关键的地方，所以二人说话的声音都小了起来。不过那人的记忆力一定很好，所以才会将下面那一批6斤2说得清清楚楚，毫不含糊。我要买7斤3两9钱4毫棕油。老掌柜噼里啪啦打着算盘，然后面有难色，说道：这价钱有些问题，这位客商，咱们入内是再谈吧。如此也好。老掌柜吩咐伙计在外面看着，便领着这位客人进了后室。伙计此时才知道，原来这人不是来买油，竟是来卖油的，不由伸了伸舌头，心想自己刚才幸亏没有得罪这个做香油生意的老板。这位香油商人自然是范闲乔装打扮的，他随着老掌柜入了后室，才发现这和自己想象中的街头地点完全不一样，竟是天光清透，一片光明，没有茶水，没有寒暄。老掌柜盯着范闲的双眼，苍老浑浊的眼中带着一丝审慎，说道：客人从南边来。范闲点了点头。老掌柜做了个请的手势。范闲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心想严冰云弄的这套程序实在是有些繁琐，
无奈何只好将自己牢牢记住的另一个数字报了出来。直到此时，老掌柜才确认了对方的身份，整个人才放松了下来，从袖子里哆哆嗦嗦掏了半天，将一把淬了毒的小刀子搁到了手边。范闲明白，如果来的人是齐国的探子，这位老掌柜必须在第一时间内了断自己。这也是为什么严冰云被生擒之后一直觉得很屈辱的原因。老掌柜看着他，开口说道：“大人在监察院里任什么职司？”范闲摇摇头说道：“我想眼下的状况不允许我们啰嗦。”老掌柜苦笑一声：“已经1年了，已经整整1年没有收到上面的消息。头目出事之后，朝廷一直没有派人来接手，我还以为朝廷准备让我们进入沉默期。所谓沉默期，就是潜伏在敌国的密探系统一旦出现缺口之后，便会马上停止一切运作，以免暴露。这个时期有可能只是1个月，也有可能是10年。”范闲皱皱眉，严冰云这个大头目被擒，本来是2国谍战里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严冰云自身并不需要承载运送情报回国，亲身打探这些危险的事情。但是长公主玩了这一手，却让整个监察院北方的网络都陷入了瘫痪。严冰云一直在北齐人手上，朝廷及监察院方面自然不敢冒险与这些下线联系，所以才会造成这1年的空窗。我希望1年的停顿，大家的身体没有生锈，请大人放心。老掌柜知道面前这人既然能够前来接替严大人的职司，那一定是院中了不起的大人物，而且隐隐能嗅到对方身上的血腥味。老掌柜回答得格外小意：“请大人发令，3件事情有急有缓。”范闲看着面前这个老人，知道这1年里对方乃至下面那些不知数目的院中密探一定过得非常艰难，就像是漂泊在外无处归家的孤儿一般，所以刻意将话语放轻柔了一些。最急的事情马上查出来萧恩被关在哪里。第2件事情，查一下太后与皇帝之间生出嫌隙的其正理由。这是范闲一直不明白的一点，那位年轻皇帝似乎有些吃多了撑的。老掌柜面色不变，虽然知道这2样任务无论哪一桩都是极困难的事情，只是静静等着面前这位大人发布第3条命令。扎萧恩的事情要快，宫中的事情可以缓缓。范闲沉吟道：“至于第3项命令，我想你应该清楚，内库这些年一直在向北面走私。”老掌柜眯起了双眼，眼中头一次出现异样的光彩。“那是信阳方面的问题，大人，院中终于决定动手了。”范闲摇摇头，轻声说道：“查，给我查得实实在在，不过1根毫毛也不要动他们，但要把所有能控制住的关节都控制住。将来如果院子要动手的时候，你要保证手中有的东西足够将这条线路打猎得一干二净。”“明白。”老掌柜知道这是长线任务，可以慢慢来。范闲心里却在想别的事情。崔公子那件事情，不知道是不是丈母娘故意在试自己，还是对方目前有求于己，所以暂时忍让。虽然颜芷的事情、广信宫的事情，信阳方面一直不知道是范闲做的，但是刑部大堂上的冲突却让他与长公主的矛盾渐渐浮出了水面。我应该如何回复大人？这是很关键的一点。范闲不清楚当初严冰云是如何与手下这些暗哨联络的，所以也不敢轻举妄动，只是轻声说道：“2个月之内应该没有具体的执行人来上京，不过我会暂时委派1个人来负责与你联络。”老掌柜面上略有担心，说道：“大人请谨慎。虽然自萧恩被抓之后，这20年里北齐的锦衣卫远远不能和当年北魏的提旗相提并论，但身在敌国，下属总要为下面那些孩儿们考虑。”范闲点点头，这也正是为什么迟1年监察院都不敢冒险北上联络这些孤儿的原因。他轻声说道：“放心吧，我找的那个人是院子里最不可能被人跟踪的家伙。”毫无疑问，他说的是王启年，那个一辈子只会跟踪别人却没有被人真正戳上过的奇才，在这个地方不能多待。说了几句话之后，范闲便准备起身离开。离开之前，他忽然说道：“接头的暗号改掉。”“是，大人。”老掌柜微微勾身，1314527777。“是，大人。”老掌柜又重复了一遍这个看似毫无规律可循的数字，没有丝毫差错。范闲点点头，有些满意，然后回了前堂，像个商人一般与老掌柜拱手告别，还没忘了提着手中的2壶桐油。看见这位客商出门之后，小伙计凑去说道：“东家这么早就准备进香油？”老掌柜望着店里这唯一的一个伙计，微笑说道：“是啊，有一笔大生意。”伙计心想，就自家这个烂油铺，难道能像东夷城的那些油商一样做几船几船的大生意？几百斤的生意就叫大生意？小伙子不免有些瞧不起老掌柜的不思进取。路上范闲很小心地将手里的油处理掉，不敢赠与街头的乞丐，不敢随手扔掉，因为监察院密探的行事准则很关键的一条就是不能低估敌人的能力。虽然北齐锦衣卫指挥使沈仲在那个雨夜青楼里表现的似乎并不如何强大，但范闲知道那绝对只是个伪装的表象。将油壶很干净的处理掉之后，范闲踏上了返回代表团的路。此时天光已暗，路上行人渐趋稀少，
经过上京玉泉和尚的拱桥时，范闲在雨棚内用双手在脸上揉弄了几下，将从那户小姐家偷的脂粉胭脂全数抹掉，挤成掌心里的一小团黄红乌粉雾。他的手掌在石拱桥的狮子上轻轻摸过，掌心粉末簌簌落下，悄无声息地与桥下的河水混作一块，再也没有人能够发现丝毫痕迹。落桥穿巷，从某一处民宅侧边转出来时，范闲已经恢复了本来面目，取下了雨帽，翻转了长衣，就像是刚刚与海棠姑娘分手时那样，面容清秀，神情轻逸。他大摇大摆地回到使团，在别院对门喝了很多天茶的锦衣卫望向他的眼光有些异样。范闲清楚，那三枚钉子死了的消息一定已经传到了沈仲的耳朵里，但是锦衣卫方面只能吃下这个闷亏。至于什么时候能报复回来，那就不在范闲的考虑范围中了。别院最幽静的那个院子里，长长的屋檐下，严冰云正半躺在一个矮榻上，榻上堆满了柔软的锦被。虽然范闲给他疗过伤，但这一年来所受的折磨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恢复。他的身体四处受的伤，受不了大力的碰触，所以范闲想了个法子，将他埋在棉堆里面。好在最近天气不太热。虽然知道这位冷漠的北谍大头目如今是身心俱疲，亟待休养的时候，但范闲依然有些惭愧的要打扰他，因为在北齐的最后这些天，他必须借重严冰云的手段。就今天的情况进行了简单的交持之后，严冰云有些阴沉的看着范闲的双眼，轻声说道：“我希望大人没有露出痕迹，不然我手下这些人被全数拔起来，就算您是院中提司，我也一定要参你。”范闲摇摇头，我知道你手中的力量远不止这一条线，单线联系虽然安全，但是效率太低，其他的几个方面你也要想办法动起来。不过我大概没有时间去处理了，我准备交给王启年联络，不知道你对这个提议看法如何？严冰云的眼中闪过一丝异色，面前这位院中最年轻的高层官员，这些天的表现只能说是中规中矩，最大的优点是善于听取自己的意见，但是今天居然会一语道破北方的网络，看来对方确实有些能力。王启年我放心，他斟酌一会儿后说道，院子里最早在北方潜伏的那批人，王大人就是其中一位。范闲微微一怔，没有想到王启年当初还做过这件事情，又听着严冰云说道，依照大人的计划，我们会配合上珊瑚，把萧恩所在挖出来，但是我不希望院中的人手涉入太深。范闲答应了他的要求，知道他是不想潜伏在北边的人手因为朝廷内部的挣扎而付出太多牺牲，应承道，放心，我会有分寸的。严冰云皱眉道，上珊瑚乃一头雄狮，可惜在上京这片深海里却找不到借力的地方，所以才会寻求长公主的帮助。身为臣子，你我依照长公主的意思做事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你要掌握好分寸。我相信上山虎动手救萧恩的时候，也就是太后与沈仲清除军中力量的那一天。范闲知道这位外表冷漠的监察院官员猜到自己想做什么，也不会多说一句话，只是轻声说道，这正是我所希望见到的，我不会低估沈仲对于上京的监控能力，由着他们去斗去，反正对于咱们庆国来说没有一丝损害。离开后院，范闲找到王启年，将任务分发了下去。王启年将那串数字记得清清楚楚，知道后面这些天自己就要担负起这个危险又重要的工作。他不是那位邮电老掌柜，他是范闲心腹之中的心腹，所以壮着胆子问道：1314527777，大人，这串数字好像代表着什么东西？一生一世，我爱钱钱钱。范闲笑了笑，在儋州的土话里，钱与气的读音极其相似。邮电的老掌柜这几天生意不错，多卖了几桶油，一个潜伏在黑暗中的消息便开始在沉寂了1年的监察院四处北方四间谍线上流动了起来。没有用多久的时间，那些伪装城北其各式各样普通百姓的间谍们都领到了1年之后的头一项任务。情报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反馈回来，经由线上的几个断点进行归纳，最后送到了张家店的邮店里。同一时间，南庆使团开了几次宴会，用酒量也增加了不少。自然而然的，秀水街那位程掌柜不免也往使团别院多跑了几趟，多拍了几次范正史的马屁。相信他也从范闲的手中得到了信阳方面和上山虎一直很想要的那个信息，居中处理许多信息，并且从中择出有用的情报加以分析，最后得出一个相对精确结论的人物是严冰云。这几天里，后院里经常传来他咳嗽的声音。范闲并没有太多事情要做，他毕竟是使团正使，喝酒加迎来送往才是正途。而这一天，他是在海棠姑娘的陪伴下入了宫。海棠前些天就和他说过，太后邀他入宫有要事相商。喝酒对干范闲来说本是件快乐事，与敌国风韵犹存的太后饮酒也不是什么苦闷事。但当范闲回到使团之后，所有的官员和下属都知道他今天的心情相当不好，但谁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在房间里，范闲冷冷看着林静问道，这个使团究竟我是正使还是大人是正使？林静好生不安，有些紧张应道，范大人何出此言？使团自然为范大人马首是瞻。好好好。范闲笑了2声，骂道，那林大人来告诉我，为什么今天入宫？那个太后居然说北齐的大公主要嫁给本朝的大皇子，这是何等大事？
为什么出使至今本使都不知道这件事情？你们在鸿胪寺、太常寺这些天都把公主出嫁的事情安排妥了，我才知道原来自己回城的时候还要送亲。林静大松了一口气，心想原来是这么回事，笑着回道：大人，这您可别怪下官和林文大人，使团只是赚了封太后的亲笔书信给北齐的太后，咱们这些做下臣的哪里知道，竟是2位妇道人家在信里就定了自家儿女的婚事。等这事从宫里传了出来，咱们还能说什么？这件事情本来是要通知大人，但大人前些天经常不在使团，所以误了些时辰。林静眼珠子一转，知道这位年轻大人有些生气，笑着递了封信过来。正式的国书马上就到了，这是朝廷的密信，表明了陛下和太后的态度，当然是愿意成就这门婚事。其实还有2桩喜事，下官要恭喜范大人。恭喜个屁！胡闹台，胡闹台！范闲一想到又横生些子事情，好生恼火，竟连陈萍萍的口头禅也学了个十足，笑骂道：那些老娘们儿吃多了咸菜操蛋心，也不怕把我们这些跑腿的累死。林文吓了一跳，心想这话何其大逆不道，赶紧开解道：朝廷的事情有朝廷的规矩，但宫里的事儿有宫中自己的渠道，大人也不要太过在意。范闲点点头，心想这联姻之事虽然似乎有些胡闹，但看两方朝廷如此着急，想来也是大家愿意看到的局面。只是南庆北齐并称当时2大强国，如果这2个国家一旦联姻，那些躲在边远处偷笑度日的小国皇帝只怕乐不起来了。当然最头痛的应该还是4顾见一见守护的东夷城才是对了。你刚才说我有喜事？范闲皱了眉头，不知道定夏秋初回京的大皇子成婚与自己何喜之有。林静与林文2兄弟对视一眼，呵呵笑道：大人自己看过朝廷来信便知，依惯例当朝廷来信时，若正使不在，身为副使的林静有权利先行拆开。你们说吧。范闲揉了揉眉心，有些不知从哪里来的不安感觉，而且这种感觉愈来愈强烈。是。林静应了一声，微笑说道：大皇子婚事定后，2殿下的婚事也定了，陛下有旨，2皇子与京都守备叶家小姐叶灵儿的婚事定在明年春时。范闲微微一怔，嗯了一声，心里有些异样的感觉。那位在湖畔叫自己师父的小女生也要嫁人了。他见过2皇子，知道这位2皇子饱读诗书，却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此时听说叶灵儿要嫁给2皇子，不免有些为叶灵儿担心，同时心思又在想那位皇帝陛下想做什么。这门婚事明显会将拱卫京都的叶家与2皇子绑在一处，难道那位皇帝真的想换储君？范闲心头一惊，脸色却异常平静，微微侧头说道：这和本官又有什么关联？林文抢在兄弟之前谄媚笑道：恭喜范大人，贺喜范大人，陛下旨意里还提到贵府大小姐贤良淑德，大体识才，特赐婚进王世子李鸿成。贵府大小姐？范闲有些惘然，有些愚痴的感觉。贵府是哪个府？半晌后他才反应过来，难道说的是若若？若若妹妹要嫁给李鸿成？不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范闲豁然站起身来，一挥衣袖。身旁几位近身官员张大了嘴，不知道范大人听见亲妹妹的婚事后，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众人恭喜范大人，贺喜范大人，本是绝对发自真心的说法，想范府一家，司南伯范建为吏部尚书，掌管庆国钱粮，范闲身为监察院提司，陛下指婚前任宰相之女。那位小姐还有个大家心知肚明却不敢提的尊贵身份，如今就连范家大小姐都被陛下许给了堂堂世子李鸿成，如此盛眷，本朝中还真没有第2个。范大人的反应居然不行。范闲一时失态，眼角余光看着众人愕然神情，心头一片糊涂，马上却醒了过来，哈哈大笑道：这可不行，李鸿成这小子天天逛青楼，不用几百罐美酒将我这大舅子陪好，我才不会让妹妹嫁给这家伙。他掩饰得极好，众官员也知道范家与晋王家交好，他与晋王世子也是极好的朋友，这般说法果然是开玩笑。众官哈哈笑了起来，说范大人幽默，又说回京后定要上府叨扰，更有人说要与范大人同行去寻那晋王世子，好好敲诈几顿美酒才是。范闲也是眉飞色舞，满心欢愉地与众官员说着闲话，像极了一位听说妹妹即将出嫁而兴高采烈的兄长。众人散后，范闲一个人走到了幽静的后院，站在廊柱之旁，看着南方天空从满天黑云的空隙中钻出来的星辰，良久无语。妹妹要嫁人了，妹妹要嫁人了。范闲眯着眼睛看着天上并不明亮的星辰在夜幕重云间忽闪忽闪，一阵心悸，脑中全是这句话，这件事。虽然他早就知道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在他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不久，在儋州给那个黄毛小丫头讲白雪公主的时候，范闲就知道眼前这个小黄皮猴将来有一天是要嫁人的。在儋州与京都的书信来往间，他也偶尔会想到信纸那头那个渐渐长大不知道模样的小姑娘将来也会嫁给一个男人。后来到了京都，
看见那个眉宇间藏着一丝冰雪，而人也如冰雪般聪慧，视自己如师，敬自己如兄的姑娘家，范闲笑呵呵地想着，将来如果有哪个普通的男子娶了她，一定会过得很辛苦。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也许是从范闲猜到自己身世的那一天起，范闲就开始下意识里拒绝思考若若妹妹将来嫁人的问题。哪怕那位微服出访的皇帝陛下在流经河畔的茶坊里对着兄妹二人说道将来会给若若安排一门好亲事的时候，范闲依然拒绝去想这个问题。可事情向来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范闲自己成亲之后，范若若的婚事自然也成了马上就要解决的问题。范闲下意识地轻轻拍着身边的廊柱，心里一片糊涂。虽然当初曾经与妹妹说过这个问题，还曾信誓旦旦说道做哥哥的一定会让妹妹找个好人家，但事到临头一向爱装糊涂，实际上心思一片清明的范闲却难得的糊涂了起来，脑子里就像是有无数条线在穿插来回，让他艰于呼吸，不及思考。啪啪啪啪，手掌与廊柱拍打的声音轻轻地回荡在院内，很吵。一个声音十分冷漠地从走廊的另一头传了过来。范闲苦笑了一声，今日心情震荡太大，所以忘了自己住的院子里如今还住着位同样冷漠的严冰云。大人今天心思好像有些纷乱。严冰云不是关心他，只是好奇这个习惯于将一切心思都隐藏起来，只留给外人一个轻易阳光模样的监察院提司，为什么今天晚上如此唏嘘。范闲将目光从乌压压的夜空天幕上收了回来，想了想后说道，我妹妹要嫁人了。范家大小姐。严冰云静静说道，京都出名的才女，想来应该是陛下指婚。不错，我未来的妹夫是晋王世子李弘成。严冰云说道，京都的年轻人都知道世子喜欢你妹妹。范闲愣了，是吗？为什么我不知道？听说大人与李弘成交好，如今贵府与晋王联姻，看南方朝中除了几位皇亲外，单论贵亲，还真没有哪位臣子能及得上范府，下官真要恭喜大人了。范闲总觉得严冰云冷冰冰的恭喜里面总夹着一丝恶毒的意味，他微微偏头笑道，确实是件喜事。既然是喜事，大人因何忧愁？范闲笑了笑说道，弘成是我朋友，我自然喜欢他的性情。不过他耸耸肩，一个经常出入花坊的浪荡王爷要变成自己的妹夫，我想不论是谁都会有些担心。严冰云轻轻咳了两声，嘲讽说道，难道范大人这一生从来没有逛过青楼？范闲微笑着摇摇头，他今天心情有些怪异，所以不想与严冰云做口头之争。此时房内没有举烛，天上星星寂寥可数，院中一片幽暗。范闲回头看着严冰云眉心那抹在夜色之中也抹之不去的冷漠，忽然心思一动，脱口而出，你想不想娶我妹妹？胡闹！严冰云痛斥提司大人的荒唐问话。范闲耸耸肩叹息道，也对，你是一个只爱自己的人，怎么懂得如何疼惜女子？严冰云懒得理他。范闲望着他说道，你与沈小姐的事情怎么收场？人家黄花大闺女被你骗了身子，沈重可不是吃素的。严冰云的脸上一片冰霜，但是眼尖的范闲终于成功的第一次找到对方眼神里的一丝黯然，只听着他轻声说道，我可不是你这种淫贼，至于沈，我与他没有什么事情。范闲明白严冰云与沈大小姐注定今后一生天各一方，遥遥相望。虽然不知道严冰云在这个过程中究竟动过感情没有，但想来对于一个痴心女子，他总会有所歉疚才是。他的心思又转回到了若若的婚事上，一股淡淡的忧愁浮上心头。其实所有人都说得对，妹妹嫁给李弘成总比嫁给那几个皇子要强，范闲应该高兴才是，但他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其实在他的心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或许只是某些细节，某些最初的反应，比如头前的长身而起，事后的黯然拍掌，泄露了范闲心底最深处那些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愿望。他对走廊那方的严冰云说道，沈小姐自然没有办法嫁你，但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你会怎么做？我从来不去想不可能的事情。严冰云很冷漠地回答道。范闲笑了笑，离开了长廊。严冰云看着他消失在黑暗中的颀长孤独背影，陷入了沉思之中。三桩婚事只是三首小插曲，似乎如此。没有人知道范闲心里的烦恼，一想到那种隐隐的可能，范闲便会浑身寒冷，不知如何言语。远在异国他乡，唯一可以百无禁忌的五竹叔像失踪了一般，这件事情根本无处可去诉说，是无不可与人言，此事不可与人言。在旁人的眼中，范大人似乎很开心，已经开始准备使团回京的路程安排。官员们以为范大人是紧着回京筹备妹妹的婚事，同时要抢先在朝廷这一波婚事之后的利益安排中取得好处。谁也不知道，在范闲平静甚至愉悦的外表下，他早已从当时的惊愕中摆脱，开始按照很久以前设计的那般按部就班地做某些事情。严冰云的话对范闲也有一定帮助，
范闲认为这位严大人在某种程度上说的是对的不可能的事情，想那么多干嘛？但同时他在心里对自己说道，如果若若愿意嫁，自己这个做哥哥的自然要让她嫁得风风光光，快快乐乐，幸幸福福，哪怕李洪成陷入了二皇子夺嫡之事，自己为了若若也要保住晋王一府的安宁。当然如果若若不想嫁，那就会是另一个面目完全陌生的故事了。想通了此节，范闲回复了平静，至少是表面的平静。这些天入宫2次，主要是处理两国开国以来的第一次联姻，姿势体大，连同范闲在内，没有一个人敢怠慢。而让范闲感到有些快意的是，在后宫的强压下，沈仲与长宁后方面终于低下了头。两国特务机构关于后年北方货物非正常渠道输入的利益分配和具体措施都有了一个初步的构想。在这个计划之中，范闲这个身兼监察院和内库直司的重要人物，自然会获得最大的利益。事实上，范闲欣慰的不是这件事情本身，因为虽然今后他的计划自然需要钱财方面的支持，但走私所得其实还真不如范闲所图谋的大。真正让他高兴的是，既然渠道方面要做出改变，那么信阳方面的货物输出一定会压缩，进账一定会减少，长公主的势力想来会得到削弱。范闲也明白，长公主之所以坐视着这件事情的发生，关键还在于自己应承了信阳方面要好好的配合上山虎，把那个藏着惊天秘密的萧恩救出来。似乎这说明了长公主依然将庆国朝廷的利益放在自身的利益之上，这种有些像雷锋一样的做法让范闲有些惊异。也就是在这些天里，病人严冰云的统筹能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当范闲拿着那个案宗时，也不由赞叹出声。严冰云的手法很简单，却是最安全妥帖的手段，最大程度保留了庆国潜伏在北方力量的安全。庆国的谍子分很多种，严冰云控制的是暗谍，像由店掌柜和那些潜伏在王公府中的长随，甚至还有些官员。还有一种则是明谍，比如秀水街上的那些老板，各郡各路南方来的行商，他们主要是做生意，但是周游天下，自然也要将有用的信息反馈回庆国。这几日各处的明探暗探开始发力，冬眠了1年的谍报系统开始苏醒，顿时展现了强大的侦缉能力，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上山虎那边动手。范闲与严冰云却很轻松地坐在使团里喝酒。范闲看了一眼冷淡至极的严冰云，说道，严大人，你毕竟是我下属，能不能不要天天摆脸色给我看？我不是拍马屁的下属。严冰云冷冷回敬了一句。范闲微微一笑，知道面前这位在北齐潜伏了4年，有很多不一样的面目。当时谁能猜到游走于各王公贵族家的云大才子海上幼子竟然是庆国的谍报头目，这样的人一定是个很善于交际长袖善舞的人物。此时对方对自己冷冰冰的，那是因为自己是他的上司，而不是他想要对付的目标人物。北齐方面确实很蠢。范闲喝了口茶说道，居然这么早就把你放了出来，还让你安安稳稳的在使团里待了这么多天，如果是我，给我10个师我也不换。这是范某人前世时的某个典故，严冰云自然听着没有什么感觉，也没一丝感动。或许他们认为朝廷肯用萧恩来换我，本来就已经够愚蠢。想到这件事情，严冰云依然有些郁积。不过北齐人换回萧恩却不大用，还要想着法子杀他，这更是蠢到了极点。范闲叹了口气说道，有人曾经说过一句话，一国有如一人，他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完美运转的机器，往往会随着统治者的情绪变化而变化。北齐皇室自身就有意见分歧，只不过苦荷的光芒太盛，所以才会重新将萧恩囚禁。如果上山虎不是萧恩的义子，想来也没有人敢去撩动皇室的决议。那你呢？严冰云皱眉说道，一路北上，你明明有机会杀死萧恩，却放过了他。如今对方已经身在上京，你却要救他，救他出来后你又要，实在是有些莫名其妙。范闲笑了笑，关于萧恩身上的那个秘密，他不会告诉任何人，也正是如此，这件事情的过程才逐渐显得有些荒唐可笑。他想了想，对严冰云解释道，这就和下棋一样，虽然最后都是想要将对方的老帅将死，但是我们运兵用卒的过程路线不一样，从中所获取的利益也不一样。如果在雾渡河畔就杀死了萧恩，先不说范闲当时准备舍弃的那个卒子还能不能活着回国，范闲也永远无法知道神庙究竟在哪里。而此次动用了监察院在北方的所有力量，要将萧恩救出来，范闲只是想设置一个棋盘上常见的逼宫局，希望能够在绕了这么多道弯之后，获得陈萍萍都没有获得的利益。萧恩不越狱，锦衣卫不好杀，毕竟上山虎在北齐军方的声望极高。萧恩这个老鬼活得还真可怜。有个声音叹息着，到底是老了，不复当年了。我不建议你亲自出手。严冰云冷漠地看着他，如果苦荷真的放下架子出手了，你怎么活下来？范闲默然，萧恩嘴里的秘密他不敢让别的人听到，只好自己冒险出手。他缓缓敲打着茶几，闭目想象着自己像一位棋手般有些笨拙青涩地移动着棋盘，在棋盘的两方当然是老谋深算的人们，是苦荷与长公主，是太后与上山虎。与这些人比较起来，范闲实在算不上什么，但是顽童别的本事没有，
就是有掀棋盘的勇气。所有的事务性工作都完成了，使团与北齐朝廷同时松了2口气，开始纵情饮宴，范闲也不例外。在平静的上京城，唯一显得有些怪异的是，沿着玉泉河两岸发生了极其有些蹊跷的命案，而且与这些命案相随的，还有显得格外恐怖的纵火。接连几日，火光映红了北齐人爱杀了的那道河水。范闲清楚，这些命案的背后都隐藏着些什么。当冬眠了1整年的庆国情报人员开始行动起来后，那位叫做沈仲的锦衣卫镇抚司指挥使肯定嗅到了其中的味道，而扎根于上京人群中的锦衣卫也开始做出激烈而有分寸的反应。严冰云当年一手布下的暗哨，估计在这些命案中已经损失了一部分。毕竟身在异国，想要在对方的鼻子下方做这么大一笔买卖，而不惊动对方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是四处设在北域的整个情报网被割裂成了数片，所以并不担心会被北齐锦衣卫挖出太多的据点。所以严冰云的表情变得越来越阴沉。监察院四处在上京一共只有17位密谍，而如今为了长公主与萧恩的事情就付出了如此大的牺牲，由不得他不愤怒。范闲没有安慰他什么，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不停地饮酒寻欢作乐召集。大齐天宝6年6月初6，36连冠，大吉之日。范闲也不相信前世西方里关于魔鬼的说法，所以系上披风领扣时的手指无比稳定，显得充满了信心。他很仔细地将自己随身的武器与药物归类放好，腰带里是一部分，贴身的内衣里有一部分，左手小臂上捆着那个可以同时发射3枚弩箭的暗弩。监察院3处秘制的烟药放在右手腕那个指节大小的抛带中。范闲望着桌上昏暗灯光照耀下的那个金属盒，眯了眯眼睛。盒子打开之后是3枚丸药，红蓝白3色，看上去就有些古怪，总让人联想到一些很诡异的事情。红色的药丸颗粒不小，只是药味已经有些淡了，嗅不出里面具体的材质，这是很多年前费介担忧他体内霸道真气留下来的。范闲想了想，还是将这粒大龙眼似的东西藏进了腰带中。看着剩下的药丸，范闲苦笑了一声，还是推翻最开始的想法，全部收了进去。可能会遇见那位大宗师，保命的东西还是多多益善。将药丸藏好之后，范闲抽动了一下鼻子，不知为何脑子里开始亢奋起来，体内的霸道真气也开始沿着他那与众不同的宽阔经脉急速运转，身体上似乎每一个毛孔都张开了，贪婪地吸取着这天地间也许有也许无的元气。那股淡淡的麻黄树叶味道让范闲很兴奋。从桌上取下那把经过改造后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的虎卫长刀，掂量了一下沉甸甸的手感，范闲小心翼翼地用布带将刀捆在了自己的背上，保持最方便出刀的角度。至于他腿上那把黑色的细长匕首，这么多年里似乎已经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根本不需要再专门注意什么。吱呀一声，门被推开了，王启年走了进来，对着范闲行了一礼，附到他耳边说了几句什么。范闲点点头，目光扫了一下桌上剩下的几个家事活，示意他开始动手。王启年为难地笑了笑，我的手艺可比大人差得多。范闲骂道，我化妆后的样子你又没见过，怎么知道手艺比我差？当年你是多国通缉的大盗，难道还不会乔装打扮？隔壁厢坐着的那位不就是大人您亲手打理的？王启年轻轻一个马屁递了过来，嘿，那手艺旁人是不知道，在下官看来，大人可是天上的谪仙下凡。尽在胡扯。范闲坐到了凳子上，笑道，就京都旁边供的那些野仙庙，哪个泥像能比我长得更好看？一人脸皮厚，一人脸皮更厚，二人这么胡诌了几句，有效地驱散了范闲心中残留的最后一丝紧张。王启年身为他最亲近的下属，除了沧州城外跟踪以及最近负责情报联络之外，始终没有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好在还有一手捧哏的功夫，可以让范闲轻松些。王启年拾起小刀，痴痴在范闲的眉毛上刮弄着，又从桌上取了撮合好水的湿灰面，开始往范闲的脸上修补。他觉着粘性与颜色与提斯大人的面部肌肤依然有些差异，不由皱眉道，还是棒子面要好些。范闲叹口气道，哪里去找？我头天倒是偷进一个官宦人家，取了些妆粉胭脂，效果倒也不错。城南一座大宅中，急阔的院落中火把高举，10几位浑身从头蒙到脚的黑衣人沉默地等待着。在院落的另一方，太师椅上一位中年人正在闭目沉思，他的右手扶在光滑乌黑的椅手上轻轻摩挲，双脚看似随意，实则凝重如山地踩在青石砖上。这位便是在齐国北面抵抗蛮人7年之久的上山虎大将，如今天下屈指可数的名将，北齐军方实力最强也是声望最高的强者。半晌之后，上山虎缓缓睁开虎目，2道摄人的寒光望向面前跪着的那人，静静说道，宫中既然不给我留后路，那我也不会坐以待毙，你此去小心。南方的那些人虽然想卖我一个好，但谁知道他们究竟存了些什么心思。他说话的声音其实并不大，但浑厚至极，就像敲钟一般嗡嗡作响，
可以想见，这位一代名将强大的内力，修为跪在他前方的，正是一直在上京城内郁闷度日的谭武。当日曾经在使团前被高达一招制住的军中猛将。他抱拳敬道：“大帅，男人狡猾，您要当心。”上山虎道：“本将自有分寸。”他今日最后一次入宫，年轻的皇帝还是没有给他一个准信。太后那边坚持囚禁着萧恩，上山虎心忧义父安危，这才迫不得已准备做这件犯天条的事情。战家的子孙果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上山虎苦笑着，如果不是义父知道那个秘密，想来年轻的皇帝一定会卖自己这个人情。但是那位年轻皇帝虽然有些女里女气，但骨子里还是保留了战清风大帅遗留下来的雄风，能够在短时间内增强国力，甚至领军南下一统天下的机会，他不会放过。所以义父萧恩没有可能活着从那个牢舍里出来。想到义父这数十年来的凄苦遭逢，这位被召回上京的一代名将也自黯然。去吧，他轻轻挥了挥手，然后回到后院。夫人正急着准备后几日太后寿辰的礼物。是。谭武半跪于地，领命而去。上京城崇武门外侧的一片民宅内，有一处极不起眼的小院子，四处密集狭窄的街巷在这片民居里穿插着，就算是老上京人也会有迷路的危险。而那处院子数十丈外种着些北方常见的乔木，树木挺拔如剑，灰白的树皮在黑夜里也显得十分明显。好在此时已经入暑，今年雨水又充沛，枝叶格外繁茂。范闲小心地调息着自己的真气，强悍地控制着自己的心脉，让自己被笼在黑衣中的身体与周遭的环境融为一体，确保没有人能发现自己。他的目光透过那些巴掌大小的树叶，往身下前右方的那片宅子望去，冷静地等待上山虎方面营救萧恩的行动开始。萧恩就被关在那个小院子里，这是监察院四处花了很大气力才打探出来的消息。不过今天晚上动手的却只有上山虎的那些死士，连冰云的那些孩子们都已经重新回到了黑暗之中，只是不知道信阳方面会不会派出什么高手助阵。在上京种地结球，上山虎这是犯了天条，不论最后能不能成功，北齐皇室与军方的关系都会陷入破裂的边缘。想到这点，像只树袋熊一样趴在树枝上的范闲不由就对南方某位贵人感到万分钦佩。虽然长公主是个疯女人，但确实是个很厉害的疯女人。她从反手卖出严冰云的那天开始，似乎就算到了后面所有的变化，不论如何变化，庆国朝廷都会获得极大的利益。这个女人实在是很不简单。夜渐渐深了，高树下方的宅院里依然一片安静，远方河畔的鹰还在哭泣，近处车行里的老马在有气无力地嚼食着干草，天上的星星都躲入了云中，身旁的树叶在夜风里自怜地搓揉着身体。这个夜晚似乎与上京城每个夜晚一样，没有一丝异样的地方，毫无预兆的伏在树枝上的范闲双眼睁开，望向下方的宅院。越狱开始了。一辆马车缓缓开到了那间小院的门口，同一时间，一辆被灰布蒙着的小推车也悄无声息地推到了小院的后墙处。小院里的防备力量似乎没有查到异样，但在高高树上俯瞰人间的范闲却是清清楚楚将这些举措看在了眼里。马车上下来了一位中年人，而同时范闲发现已经有好几个黑影消失在了小院的周围。谁？负责看守萧恩的锦衣卫警替性极高，从墙上露出半个身子，手里拿着一架沉重的弩箭，对准了站在小院门口的那位中年人。中年人是范闲曾经见过一面的谭武，只见他笑了笑，张嘴欲言之时，忽然两道黑光闪过，一左一右分别有两支夺命的弩箭，狠狠地穿过了那名锦衣卫的咽喉，鲜血横飞。那名锦衣卫的脖子上就像多出了两只铁条，看上去血腥无比。攻！谭武轻声发布了命令，回应他的却是一声巨响。从马车上下来一位壮汉，身高约有8尺，手握大铁锤，大步跨至小院门口，右臂肌肉一蹦，竟是生生向小院的门口砸了下去。看他下手的威势，这小院的木门应该是马上变成无数碎木片。当的一声巨响，震得场中人双耳欲聋。果然有很多碎木片飞溅，但是那门却没有破。原来木门里竟然是夹着一层钢板。高高在树上的范闲微微一凛，北齐锦衣卫关押重犯的地方果然不是那么简单。刹那间，院中的锦衣卫已经做出了反应，开始将人手集中到院口。而随着那位壮汉的落锤阵阵，饶是那层钢板做成的门也开始吱呀作响，颤颤欲倒，似乎已经再经不起几锤了。一阵喊杀声响起，10来名黑衣人攀墙而上，与里面的锦衣卫杀在了一处。这些黑衣人的武道修为不俗，最厉害的却是招式间蕴含着的血杀之意，每一出招便是风雷相加，舍生忘死。这些常年守在上京繁华地的锦衣卫哪里是这些军中将士的对手，鲜血满夜里涂抹着，顿时被杀得连连败退。范闲冷漠地在树上观看着这一切，知道上山虎的手下之所以要将门砸开，是因为萧恩双腿被废，根本无法高行。他看着那个壮汉向下苦力一般拼命地砸着钢门，忍不住在心里说道：砸墙啊！却似乎忘记了萧恩的双腿是被自己下令砸烂的。一声破锣般的声音响起，
那层被夹在木板里的钢板终于被那名壮汉砸烂了，没有人发出欢呼的声音，就连院中的锦衣卫也没有发出惊呼。院门吱呀一声倒下，早有准备的锦衣卫随身携带的细弩破空而至，凶险至极。那名壮汉的右臂早已被这10数计声砸反震得酸麻不堪，身体内的真气也全数消耗完毕，眼看着扑面而来的弩箭，根本没有多余的力量可以做出反应，只听着嗤无数声响，扑哧升起，那些弩箭全数扎进了他那宽阔的身体内，其中一支刺穿了他的眼窝，吱的一声，一些夹着艳红的晶状物从他的眼中迸射了出来。啊！痛楚之下，这位壮汉狂嚎一声，带着身上数不清的弩箭往院子里扑了过去。每一记沉重的脚步踏下，他身上都会震出一大盆鲜血出来。他只是往前踏了3步，便像一座小山般颓然倒在了石板地上，砸起一阵灰尘，满地腥血。这股气势却是让院中的锦衣卫退了3步。死去壮汉的身体极其宽阔，所以挡住了大部分射向院外的弩箭。借着他身体的掩护，谭武与剩下的几位高手像阵风一样飘了进去。当壮汉的尸体压向锦衣卫的队伍时，众人也已经杀到了锦衣卫队伍的侧边。此时高墙上的厮杀也已经退入了院中，10几名黑衣人手持上京城里极少见的直腕短刀，将20几位锦衣卫竟是生生的逼杀成了一个不足数丈的小圆。那些黑衣人的下手极其狠辣肃杀，虽然人数不及对方，但竟是让这些锦衣卫没有丝毫招架之功。这个时候的场景就像是深海之中的鲨鱼正在围食一大群鱼儿一般，密集的鱼群总会被撕扯出一片血花，落入那些鲨鱼的嘴中。不消多时，这些鱼群便会被吞噬干净。但是谭武不能等，大将军的义父还在院中。据男人传来的消息，这些天宫中并没有转移，所以他一挥右手比了个手势，黑衣人中便分出了3个武功最为高强的高手往楼中杀去。虽然少了3个人，但是那些锦衣卫感到的压力依然没有丝毫减少。刀光剑影间，偶有血花一战，便有一位同人被断臂破胸，倒在地面的血泊之中。高树之上的范闲冷静地观看着小院中的局势，知道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严冰云一手写就的计划已经通过盛老板处得到回应，上山虎与信阳方面都认为这个屠杀的计划非常好。既然如此，那严冰云就一定会知道锦衣卫的后手是什么。谭武也知道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一声厉呼，既是受伤后的惨呼，又是一声示警。先前杀入楼中的3位黑衣高手被生生震得横飞了出来，人在空中，鲜血从唇中狂喷而出，不想可知埋伏在楼中的锦衣卫高手拥有怎样的实力。谭武面色不变，脚尖在青石地板上一踩，整个人跃至半空中，在极短的时间里与那位从楼中追杀出来的高手对了3掌。啪啪啪，3记声音干净利落的响起。萧副指挥使，没有想到您亲自在此看防。谭武冷冷地看着面前那位一身青衣的高手，对方正是锦衣卫里屈指可数的高手，镇抚司副指挥使萧元炳。此人双目深陷，眼光炯炯有神，冷冷地看着谭武说道：太后深知你们这些乱臣贼子定要前来生事，本使亲自镇守于此，倒要看看有谁能将这囚犯劫将出去。这位萧副指使说话间的自信心极为强大，谭武捂着嘴唇咳了2声，蹦出几丝血来。他不是对方的对手，但是眉眼间却没有一丝慌张，反而微眯着眼看向小院后侧。高树之上的范闲此时也没有再注意前院的厮杀，而是将目光投向小院后侧的那个小推车上。此时小推车已经紧紧地靠着小院后的石墙，这道墙看寻常，却是结实无比。一声极轻微的嘶嘶声响起，萧副指挥使微微皱眉，一掌劈退抢攻上前的谭武，回头望向楼宇的后方。范闲小心翼翼地调整了一下姿势，随时准备下树。看着那个小推车，他轻轻地张开了嘴唇，吐出了一个无声的单字儿。炸！一声惊天的巨响便在这一瞬间炸响开来。那辆小推车竟是不知如何爆炸了，像一记雷般直接将小院后的石墙轰出了一个大洞，石屑如箭矢般尽飞，顿时将埋伏在后墙下的30位锦衣卫炸成了浑身血点的死人。这是监察院方面对上山虎付出的最大诚意，一车3处秘制的炸药此时终于发挥了作用。这当然是范闲安排的事情，只是没有料到3处的诚意竟然这样足，他不禁有些后怕，别怕楼里的萧恩给炸死了。石屑处落地，簌簌啪啪的响声中，就有一辆浑身乌黑的马车悍不畏死地驶到了后墙的缺口处。几个人顶着不时落下的石粒与满街的灰尘冲进了小院。过不多时，这些人便背着一位行动不便的人从缺口里跑了出来，上了马车便向远方的巷口冲去。远远可以看见那位被背在背上的人物，头发花白，缭乱不堪，正是萧恩。但很奇怪的是，范闲微微眯眼，却没有下树跟踪而去。后墙处那辆悍勇的马车急速消失在夜色之中，只留下哒哒哒哒的马蹄声，车轮压碾石道的声音还回荡在巨响之后，巨进的上京城中。萧副指挥使被谭武悍不畏死的战法拖住，根本无法顾及到后墙处的惊变。今日上山虎一脉强攻院门，却在后墙处暗度陈仓，整个小院的防守力量都被吸引到了前院。
虽然后墙处萧副指挥使依然很小心地埋伏了30名锦衣卫刀手，但谁也没有料到，那声巨响之后，意料之中的厮杀声并没有如愿响起。想到那声巨响，萧副指挥使也不免一阵心悸，那种响声哪里应该是人间应有？难道是天神降怒？想到这节，他的手下也渐渐缓了起来。趁着这机会，谭武一声厉喝，直拳抢攻向前，整个人的身体却强行退后。在付出几位下属的生命代价之后，残留的8、9名黑衣人已经杀出了院门，准备消失在夜色之中。哒哒哒哒，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本来已经消失在黑夜之中的那辆马车，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竟然又急速地驶了回来。谭武一惊，领着一干黑衣人奔了回来，在小院南向的3岔路口与那辆马车汇合到了一处，厉声喝道：“为什么没有走？”马车上满是破碎的痕迹，明显不是石头击打出来，而是被某些远程兵器所伤。坐在御守位上的军中好手面露绝望之色，嘶声说道：“将军，咱们中伏了。”说完这句话，此人才松开按在胸上那既凄烈伤口的左手，脑袋一歪，倒在了位置上，再也无法起来。前方拉车的骏马很幸运的没有受伤，但他似乎感应到了主人的死去，有些不安的踢了踢后蹄。间奏轻缓的哒哒声又响了起来，似乎是想与这几声落寞的马蹄声相呼应。小院四周那些密织如网的小巷里都开始响起了哒哒声，声音愈来愈近，愈来愈密。如期般的夜色，天上的星星受惊般的探出了头，洒下些许清辉，让众人看清了这些马蹄声从何而来。四面八方的巷中沉默的涌来无数的锦衣卫，里面还夹着上京府的江兵。马蹄声起，那些肃杀的埋伏者将那辆孤零零的马车与车旁的9名黑衣人围在了当中，长枪所指，无一处缝隙可逃。就擒吧！锦衣卫的队伍分开，那位范闲认为像个富家翁一般的北齐大人物，锦衣卫镇抚司指挥使沈仲大人微笑说道：“上山将军给了本官这个机会，实在是多谢多谢。”结求不成，沈仲终于找到了扳倒上山虎的机会，当此局势由不得他不欢愉。谭武脸上没有绝望的神色，也没有惊愕，只有无比愤怒和郁怨。在今夜劫囚的计划中，本就已经想到失败后的情况，自己身为上山大将当年的亲兵，根本没有惜命的想法。只是谭武依然很愤怒，因为计划中明明知道沈仲可能有埋伏，自己这一方早就做好了应对。就像马车逃遁方向的那片民宅，应该此时已经起火，可是依然一片安静。就像这些埋伏着锦衣卫的小巷，应该也会出现动乱，可是今天居然一点动静也没有。范闲与树枝混在一处，平静地注视着远处场中的局势。他看着那个像受伤后的老鹰一般愤怒的谭武，没有丝毫表情。不错，在计划当中，由上山虎方面主攻，掩护撤退的任务应该是由信阳方面与监察院潜伏在上京的密谍行事。但是长公主没有动，严冰云没有动，范闲也没有动。与上山虎手下这些北方军人比较起来，庆国人在对外方面无疑拥有相当一致的阴险与默契。天宝5年秋，少年皇帝在密信里答应远在北方冰天雪地里的上山虎正会将萧恩换回国来，所以一代名将上山虎舍了经营10数年的北方要塞，只带着亲兵营与谭武回了上京，因为他相信天子无戏言。结果萧恩换回国了，皇帝却不肯放他出来，因为皇帝想知道萧恩的那个秘密，同时太后却想要萧恩死，因为苦和不想萧恩的那个秘密被任何一个人知道。因为锦衣卫盯得太紧的缘故，上山虎在京中并没有强大的助力，但仅仅凭以他在军中的声望，不论是太后还是皇帝都必须给他几分薄面，而不敢逼之太甚。这种局面想来是北齐皇宫十分不想看见的，所以能够寻找到一个削弱上山虎实力或者声望的机会，他们必须要掌握住。比如今天，沈仲望着马车旁的谭武，知道经此一事，就算不能给上山虎定罪，但只要抓住了上山虎这位当年的亲卫，相信上山虎在军中的声望也会遭受到致命的打击。与南庆勾结这种罪名是任何一位军人都难以承受的。便在此时，谭武却偏了偏头，张开双唇骂了一句：“狗日的南庆人！”沈仲微微一笑说道：“先前那声巨响，本官倒是清楚得很，除了南庆监察院3处能整出这些花哨玩意儿，还能有谁？南庆人帮助谭将军劫囚，这事儿可是定了的。”没料到谭武竟是理也不理他，只是回头看了看自己身后的那9名属下，大帅的亲卫营是自己一手训练出来的，今夜已经死了不少，如果不是南庆人背信弃义，自己一定能够带领众人逃出升天。他回头望向沈仲，忽然长身一礼道：“请沈仲大人传句话。”“什么话？”沈仲并不相逼，因为他还存着万一的念头，可以抓个活的。“杀我者，范闲也。”谭武身为大帅心腹，自然知道这个计划的几个当事方。范闲身为南朝监察院提司，又恰在上京，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自然明显。范闲这个名字从他的嘴里嘶声喊出，充满了不忿与怨毒，清清楚楚地传入了场中数百人的耳中。高树之上的范闲满脸平静，就像没有听到一般，
心里却清楚上山虎事后一定会明白自己在此事里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更何况谭武临死前还狂吼了这么一声。话音落处，谭武一翻手腕，刀光如雪由下而上削去，生生将自己的脸颊削掉。刀光再转，自颈上抹过，头颅落地。紧接着刷刷9声响，近似同一时间响起，9个头颅被血水冲着离开黑衣人的身体，滚落在了地面上，与谭武怒目圆睁，血肉模糊，凄惨无比的无面头颅滚到了一处。很奇怪的，沈仲并没有阻止他们自杀的举动，只是冷漠地看着这一切，半晌后才轻声说道：“这些都是国之勇士，可惜丧于南庆人的阴谋，诸位好生厚葬。”谭武毁面自杀之时，高树之上的范闲心脏微微颤了一下，凭借超群的耳力听见沈仲的发话，这才知道沈仲果然不简单，所有劫囚的人都已经死了，只有那辆孤零零的马车还停留在锦衣卫众的包围之中。大家都知道，锦衣卫的祖宗萧恩，那位早已不复当年之勇的老人，此时正在马车里。毫无预兆的，马车上面不知附着什么，竟是熊熊燃烧了起来，火势极烈，片刻间便笼住了整个车厢。前方的马受惊，衔着没的嘴却无法发出丝丝的声音，便要带着马车往前直冲。刀光闪过，2匹骏马四肢一弹，砰砰2声摔倒在地上，马头处鲜血横流。沈仲冷漠地看着熊熊燃烧的车厢，不知道在想什么。萧副指挥使看了大人一眼，有些焦急说道：“大人，快救火，陛下要萧恩活着。”沈仲微微一笑，挥挥手止住了下属救火的举动，示意萧副指挥使到了身前，轻声说道：“可是太后要萧恩死去。”萧副指挥使面色一凛，知道自己先前的说法有些冲动。他接着发现沈仲的眼角眉梢浮现出一股很怪异的感觉，听着大人轻声自言自语道：“被关了这么多年，既然不能脱身，死亡或许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火苗冲天而起，不一会儿的功夫，马车被烧得垮了架，跌落在街道中，黑灰溅起，热气熏人。待火势停止的第一刻，就有锦衣卫的专用仵作上前，开始仔细地检验车中的那具尸体。不一时便回报道：“正是萧恩。”沈仲点了点头，问道：“腿伤是新受的？”“是，受伤不超过2个月。”“呀，与雾度何处接手时的记载一致，缺损3颗。”沈仲的表情有些怪异，似乎是不敢相信萧恩就此死去，似乎是他此时不知该用怎样的表情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总之那一丝微笑有些诡异，有些淡漠。城南上山大将的府中，一代名将上山虎正与他的夫人正在说话，二人身旁的茶几上放着礼单，院子里隐可以听到一些杂乱的声音。夫人眉眼间略有忧色说道：“老爷，太后作寿，这几日您离不得京，这可如何是好？若放在往常，这个时候江府里应该是安静一片，不知道为什么今日竟是连夫人都没有入睡。”上山虎面色不变，沉声说道：“自然是不离的。那这寿诞的礼，夫人低着头请示，自然也是不备的。夫人，你还是准备一下行李吧。”说话间，忽然有一位虎背熊腰的壮士疾步走入后厅。夫人识得此人是大帅的贴身亲随，但是已凌晨，对方居然不请而入，想来一定是自己那个不吉利的猜想变成了现实。他有些慌乱地看着上山虎一眼，颤声说道：“你真做了？”上山虎不怒而威，一双黑残眉渐成剑锋，沉声说道：“本将忠于朝廷，但是有不协处，也要允我小小放肆一下。”夫人不再多言语什么，只是沉默地退到了后室，也不再有心思去打理太后寿诞的礼物。大帅，府外的钉子多了起来，只有与上山虎最亲近的那些人才会执拗地称呼上山虎为大帅，而不称其为大将军。此时说话的这位贴身亲随本无姓氏，只是一名孤儿，后来被上山虎从雪林里捡了回来，养到了这么大，赐姓上山，单名一个破字。他与上山虎的关系有些类似于上山虎与萧恩之间的关系，只是他对于上山虎是敬畏多于亲切。等着消息吧。上山虎稳若东山地坐在椅上，面目沉静，根本看不出一丝紧张。上山破领命而出，监视着院外的动静，同时准备着后续的手段。许久之后，上山破再次回到后室之中，半跪于地，沉声说道：“失败。”他的声音没有一丝颤抖，但不知怎的，却依然掩饰不住一股悲凉透了出来。上山虎伏在椅把上的右手顿了一顿，闭上了双眼，闭眼的力量用得极大，眼角的皱纹像菊花一般绽开，直到此时才能发现这位一代名将的真实年龄。他走回了后室，看着床边有些不安地坐着的妻子，笑了一笑，说道：“已经很晚了，你为什么还不睡？”将军夫人有些不安地笑了笑：“睡不着。”上山虎微笑说道：“我们不离京了，来商量一下后几日入宫给太后的礼单吧。”此时天色正处于黎明前的最黑暗时分，下方一片狼藉的院落开始收拾，
四百八方围堵过来的锦衣卫也开始沉默地按着各自之私散去。那辆被烧成了灰烬的马车与地上的那些尸首也已经被镇抚司的专业人员接手。不一会儿功夫，下面就恢复了平静。在一个帝国的强大机器面前，要掩盖这样一声巨响，一件惊天大事也不是做不到的事情。后墙处受伤的锦衣卫还躺在地上，偶尔会发出几声低沉的惨呼。那次爆炸引发的伤害十分厉害，大部分人都死了，就算偶尔侥幸逃生的人，也是浑身土灰，满脸鲜血。此时正有人抬着那些受了伤的锦衣卫往北城方向的衙门去，大夫们也各自紧张地跟着。一长串担架看上去就像一个细细的百节虫一般，扭曲着腰肢往前。范闲小心翼翼地伏在树枝上，收紧全身的肌肉，再放松全身的肌肉，如此不停地重复着，以免僵立太久而导致自己的反应变慢。他看着树下巷中那些担架上的伤者，心里想着，如果不是自己当年很喜欢看沉默的羔羊和杀手李昂，只怕还会真的让那个老头逃走了。树下的战场已经安静了，锦衣卫用马车运来很多玉泉河的河水，大桶一倾，那些清水哗哗地冲到街道上，瞬息间将地面上的灰尘鲜血冲刷得干干净净，只留下那些湿漉漉干净的石板。四周有锦衣卫在看防着，也有相关衙门在各处民房里进行着弹压，所以这一块钉子巷四周没有什么异动。院后的那堵石墙也开始被临时的材质重新封了起来。总之，镇抚司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将这一片区域尽量恢复成原样。宫中并不想在此时将这件事情掀开，毕竟谭武等人死得壮烈，想要构陷上山虎有些难度，而且毕竟也要考虑军方的态度，所以暂时准备压一段时间。晨起的鸟儿啾啾叫着，锦衣卫们抬起头看着没有泛白的天色，心想鸟儿倒是起得早，难道他们也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前到树下的范闲抹去额角的一滴冷汗，在心里咒骂了几声那些失眠的精鸟，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身形隐藏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远远追着锦衣卫的伤员队伍往北城方向遁去。长街之上没有行人，也没有前世扫大街的刷刷声，他在那些2层高的临街建筑上越行，相信不会有任何人发现他的踪迹。担架队离开那个小院已经很远了，进入了一个院子，只是不知道是北镇抚司还是13衙门。伤员们被分别搁置在几个房间内等着治疗，一些身上带着血的大夫忙进忙出。范闲绕到了后方，在墙角下的几个竹筐后等待着。没有过多久，偏处的一间房里传出几声闷哼，声音极小，却清清楚楚传到了他的耳里。数息之后，一个人从墙上爬了下来，动作有些迟缓，落到地面后，他还小心翼翼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物，确认了腰牌，这才迈步向西街走去。范闲看着那人穿着锦衣卫的衣饰，帽子虽然戴得极严实，但依然有几丝花白的头发飞了出来，随着他缓慢的行走，白发微颤，在夜风里凄凉的厉害。看着那人愈走愈远，范闲露在身帽之外的双眼寒光微现，发现对方走路的动作有些怪异，知道老同志的双腿被自己砸断之后还没有大好。他跟了上去，二人沿着安静的长街往西边走着。虽然各路口还有人把守，但是肖恩穿着锦衣卫的衣服，偏房中杀人夺牌，让他有惊无险地闯了好几道关卡。而范闲却是像消失在黑夜里的幽灵一般，远远坠着，轻松至极地闯了几道关。在途中，一个平常的人家里，肖恩休息了一下。在后方另一个平常人家的房顶上，范闲也休息了一下，然后二人一前一后的再次起身，趁着天色没有大明之前，钻出了锦衣卫之旧的那张大网，来到了西城门。城门开后，守在门外已经有小半个时辰的菜农们各自递上李正们办好的通行文书，一拥而入。而肖恩也就借着这阵乱混出了高高的城门。一阵之后，这位劫后余生的老人已经艰难地行进到上京城西边的燕山脚下那片乱林之旁。范闲远远在后追着，那双极锐利的眼睛盯着老同志的前进方向。过了一会儿，肖恩从山林的那头出来，身上已经穿上了一件破烂的衣衫，衣角还有村里人户老汉经常会染上的黑色皂灰，背上不知道从哪里拾了那么多的干柴，像一座小山似的背在了背上。此时太阳已经从东面升了起来，照耀在安静的山林之间，须臾间驱散了薄雾，空中澄净无比。所有看见那个老头的人都会认为这是一个很勤劳的晨起拾柴的老农，而不会将他与20年前声震天下的密谍大头目联系到一起。范闲安静地站在树上，冷眼看着肖恩勾着身子缓慢地前行，心里却涌起一丝冷意。肖恩毕竟老了，不止身体不如以往，就连头脑也有些迟钝了。晨起路重，谁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出来拾柴？真正的老农拾柴都是木石才进山的。城外安静着，城内也安静着。锦衣卫的密谍回报道，南庆使团那边很安静，据说林文大人昨天安排了2个歌妓陪饭正使，一个晚上都没怎么睡。你确认范闲在使团？沈仲此时已经脱了官服，换上了那件富翁衣裳，右手拿着一块驴肉火烧往嘴里送去，嚼得满口是油。是，大人。探子恭敬回报道，有兄弟知道范闲模样的，一直在院外盯着。沈仲微微一怔，将油淋淋的驴肉火烧扔到桌上，
他的双眼有些陷入，显得特别的没精神。昨儿折腾了一夜，谁也不是铁打的身子。忽然间，他笑了笑，说道：“那哪里是个肯老实的主儿？和道人是不是已经去了？”是。探子忽然精神一振，说道：“狼桃大人也去了。”沈仲缓缓闭上眼睛，不知道是在思考什么。半晌之后，轻声自言自语说道：“这些南蛮子既然想让我们以为范闲还在使团里，如果这时候把范闲杀了，岂不是他们自己会吃个闷亏？”他睁开眼睛，双眼如老鹰一般狠辣无情，说道：“南蛮子这10几年学会算计人了，只怕他们聪明反被聪明误。”盯了一夜，范闲觉得也有些疲惫，但他体内霸道真气充沛无比，所以还可以勉强支撑。看着远方林间小路上那个连走路都有些困难的老头儿，他不免觉得有些佩服，都70、80岁的人了，受了几10年折腾，居然把越狱这招还玩得如此彻底，也不知道这老家伙是哪里来的精神力量在支持。范闲没有动，因为他总觉得有些不知名的危险在等待着自己，而萧恩出城也显得过于顺利了一些。忽然间他心头一动，想到了某桩可能性，微微眯眼，滑下了大树，沿着相反的方向退了回去，疏忽间消失，不知道去了哪里。太阳一寸一寸的往西面移动，萧恩一寸一寸的往西面移动，西面是西天，可能是死，可能是净土。使团与信阳方面自然不会把所有计划都向上山虎报备，而萧恩却也另有后手。山路往上再往上，走到了尽头，是悬崖边一片浅草乱生的山岗，往左方是通过上京郡饮马场的一条实路。上山虎与萧恩商定的接应地点便是在这里。萧恩眼瞳里的淡红神芒已经暗淡了许多，他微微侧肩，让自己身上小山似的微湿柴枝倾倒于地，拍了拍屁股坐了下来。既然没有人接应，那这个计划一定是被齐国的宫廷真知，不用想也知道一定有人在这里等着自己。就像雾渡河畔草甸上的那次晃神一般，萧恩又一次的觉着累了，他不想再走了。出来吧。他微干的嘴唇开合着，吐出几个字来。话音落处，浅草微颤，一个穿着件黑色衣衫的剑客缓缓从山路的尽头走了过来。这位剑客额髻极高，面色极白，眉眼间略带沧桑之意，年纪约莫在40岁左右，右手极其稳定地扶在腰畔的剑柄上，指尖骨节突出，整个人就像是一柄寒剑。何道人？萧恩双眼微眯，2道寒光射出。这位剑客便是北齐有数的9品高手何道人。1年半前，范闲在牛栏街头剖杀的8品成巨术，正是他的徒儿。何道人面色苍白，一身黑衣，相映之下就像是雪炭一般不相容。他极为恭谨地握住剑柄，倒提而起，双拳拱礼道：“晚辈见过萧先生。”在北齐，除了苦荷之外，所有的人见到萧恩都只能持晚辈之礼。想不到当年的年轻剑手，如今已经成了锦衣卫最厉害的剑客。萧恩咳了2声，仍然是坐在地上，轻轻捶了捶膝盖。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何道人看着萧恩，面上一片诚挚的敬意：“我不是锦衣卫的狗，我是太后的门人，今日特来请萧先生安息。”萧恩轻声说道：“你要知道，这天下终究是陛下的。”何道人知道这位老人说的是什么意思，皇帝并不想杀萧恩，自己一味站在太后的立场上，无疑会得罪那位年轻的皇帝。他微微一笑，看了看四周：“我本以为今天会看见那位姓范的南朝年轻俊彦。”萧恩又咳了2声，说道：“想不到老夫横行一世，临死前却只是个鱼饵。老大人无需伤怀，既然姓范的知机而退，算他运气好。”噌的一声，何道人拔剑出鞘，整个人如飞鸟一般急掠而来，手腕肘弯间投成一笔直线条，直刺萧恩的心窝。剑尖狠狠地扎入了萧恩的左肩，又在极短的刹那里拔了出来，带出一道血花。只是这花并不如何艳丽，萧恩老朽之身，近似连身体内的血水也比年轻人要少许多。一声闷响，何道人横剑于胸，飘然而退。萧恩坐于地上，枯干的右手拿着一根小臂粗细的树枝。先前何道人剑刺之时，也不知道这位老人是用了什么手法，竟是舍了自己左肩的空门，而于不可能的角度，将手中的树枝狠狠砍中何道人的胫骨。他手中那根树枝的前端已经被砸成粉碎，参差不齐。可以想见这一棍的力量，何道人只觉左腿一阵剧痛，本就是煞白一片的脸，此时更加的雪白，右手依然稳定地握着剑柄，挨了一记树棍的左腿却开始颤抖起来。他本以为凭以自己9品的超强实力，要杀死一个浑身震年老伤、困顿无力的老人是件很轻松的事情。虽然知道对方是萧恩，当年那个恐怖的萧恩，自己因此做了很充分的准备，但依然没有想到这位老人的出手竟是这样的难以捉摸，诡异莫名。萧恩咳了2声说道：“我的腿被那个姓范的小子打断了，所以我必须先把你的腿打一下，就算打不断。”话还没有说完，何道人挥剑在上，剑如游龙之势，周游于困坐于地的萧恩四周。此时他早已放下了任何轻敌之心，纯以面对一位宗师级高手的心态，小心应付着。何道人的剑术与世间常见的流派完全不一样，据说是承自山北某位胡人，势若游龙般猛烈，
但其间偶有冲淡之意，却与苦荷一脉的自然之理相契。据说在建成之后，他也曾经问道于苦荷，受益匪浅。而萧恩此时手中只有一根木棍，行动不便，困坐愁城。饶是如此，萧恩手上那根树枝却像是毒蛇的性子一般，在自己身体四周伸吐着，偶尔刺出痕迹，与鬼魅处见锋芒，便让河道人只有退避一途。但是河道人真气渐起，剑芒附身，空中开始发出嗡嗡的响声，萧恩手中的木棍终究是敌不住的。嗤嗤数十声绵响，剑棍相交，萧恩手上的树枝马上变成了无数漂浮于空中的木絮。萧恩探手身旁，信手拈来一支，信手自斜右方刺去，破去河道人追魂一剑。他从山中来，带来一捆柴，只是这些尸枝总有用光的那一日。不知道过了多久，山路尽头已经暑气渐起，太阳开始毒辣的散播光芒。萧恩身上破烂的单衣全是东一道西一道的狭窄口子，里面的血往外渗着，胸腹间有几处深些的伤口，甚至能看清他被剑芒撕裂的血肉。只是此时老人失血已经过多，所以这些伤口处有些泛白。他的身体四周密密麻麻落着一层纹银的翅膀与枝节，这些不知死活的昆虫嗅着血味来，却是片刻间被卷入剑气真力之中，搅成碎末。萧恩正前方5步远，和道人持剑而立，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血晕，握着剑柄的右手终于有了一丝颤抖的迹象。他的日子也不好过，身上那件黑色素衫早已被萧恩身旁那些尸树枝劈斩的成了一团乱布，身上伤口处处，更恐怖的是伤口四周还有着那些新鲜树枝的森森细木茬儿。出来吧，新番的小子不会来了。河道人咽了一口唾沫，没有想到这位老人求生的欲望竟然如此强烈，但是看萧恩毙命在即，预料中的南齐人依然没有出手。他终于忍不住召唤自己的同伴萧恩的眼皮子，有气无力地掀了一下，看了一眼那个一直隐匿在旁的敌人，说道：苦荷竟喊这些晚辈来，未免有些不给老夫面子。那人沉默地走近，双手各持一柄弯刀，尤其恐怖的是刀面上住着许多细细的钢刺，看上去就像河道人身上的伤口一般。他沉默向萧恩行了一礼，说道：海棠师妹一路送萧先生回京，因为陛下严令，故不能动手。今日先生越狱，晚辈迫不得已出手，望先生见谅。萧恩冷笑道：苦荷的徒子徒孙果然学会了他这一套唬人的东西，表面上大仁大义，暗地里大奸大恶，只是寻个杀我的由头，何必说得如此无辜。此人便是苦荷首徒，皇帝的武道老师郎桃。他见萧恩与舍家师，不便多言，双腕一错，手中2柄弯刀化作2团黑色的光芒，向着萧恩的头顶笼罩过去。萧恩骤然间狂喝一声，修习了近50年的纯正内力终于在这一刻爆发。只见他双掌平推，于不可能处攻入郎桃的刀锋之中，掌锋凌厉，若让他这双掌拍死，只怕郎桃的手腕会马上尽碎。郎桃沉默着，却是一转腕，手中2把利刃弯刀极古怪地旋了回来，刀被敲中了萧恩的手背。嗤嗤2声同时响起，萧恩的手背顿时被那2柄弯刀上带着的钢刺踢去一层血肉，但同时萧恩的双掌也递了进去。郎桃纵在此时依然是面无表情，双手一松刀柄，双掌平推了过去。一声轻响后，年龄相差足有半甲子的一双手掌狠狠地击在了一起，这没有半丝花哨可言，纯是实力的比拼。郎桃身为苦荷首徒，正是精神气势正在巅峰的时候，而萧恩被囚多年，深受世间万般苦楚，早已不复当年之勇，相较之下，终是郎桃胜了一分。唰的一声，郎桃掌退萧恩，手腕一抖，刀芒再成，劈向萧恩的双肩。原来他手中2柄弯刀竟是有一条细链子系在手腕上，2道刀光泼洒向萧恩，映着高高在上的红太阳，显得恐怖无比。垂死的萧恩不知从何处忽然得来的力量，双眼一翻，中指微屈，向天一顶，顶住了郎桃携着无上力量的双手下缘。便在此时，无数劲风响起，一个人影像到灰龙一般，从斜后方的草地里冲天而起，直接杀向了交战中的双方。河道人一直持剑而立，等的便是这一刻，等的便是范闲出来的这一刻。他双手握剑，运计了良久的惊天一剑由头至脚，竖直斩下，毫无多余花招的一剑斩下，嘶嘶响声作，空气都被这一剑展开了般，更何况是高速扑了过来的那个人。但是河道人不知道自己想斩的那个人是这个世上躲避身法最厉害的人物之一。只见那个身影在空中极古怪的一扭，在毫无借力的情况下，像影子一晃，竟是生生避了过去。还是那句老话，五竹打得多了，范闲就不容易被人打了。一剑斩空，河道人胸中一闷，而那无数声破空之声也来到了他的面前。他强悍地收剑而回，横劈3剑，将大部分的暗器击落。等暗器落到地上，才发现是一些碎石。他强行收剑而回，血脉大震，不由一口鲜血涌上了喉头。他强行咽下，身形微滞之时，3道黑芒却从自己的头顶急速射了下来。此时2人距离太近，河道人手腕一翻，剑尖极为精准地
科中3道黑芒，只是最后一剑时力有不逮，真气稍顿，那支弩箭虽然受力，但方向并没有变太多，斜斜擦着他的大腿扎进了草地中。好险！何道人这才知道，原来范闲竟然如此难以对付，满脸震惊地回过头去。范闲在空中强行逆转身形，避过了何道人蓄势已久的那剑，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大。饶是他的经脉比一般的武道修行者要宽大太多，依然止不住心血倒冲，真气如撕裂一般在他的经络里冲撞着。他没有武者的尊严，人还在半空中向着那位持双刀的高手掠去，一口鲜血却喷了出来，看着狼狈凄惨无比，却瞬息间疏通了经脉。此时狼桃那恐怖的双刀已经深深斩进了萧恩的双肩。范闲怪叫一声，人在半空中已经从背后抽出半截长刀，向着狼桃的后脑斩了过去。狼桃似乎脑后生了眼睛一般，唰的一声抽刀而回，弯刀刀尖正好撩中范闲的刀柄上半尺处，这里正好是刀身最脆弱的地方。当的一声，范闲手中的半截长刀再断，但是剩下的那一截可怜的刀身却依然蛮横地劈了下去，叮叮叮叮，将狼桃手中弯刀上的钢刺全数扫光。范闲在这一瞬间弃刀运气出拳，两记他最擅长的黑拳化作2道游龙，击向狼桃的太阳穴，根本不理对方的刀尖正对着自己的小腹。他知道对上这种级数的高手，下手一定要稳准狠，不给自己留后路，也不给对方留后路。狼桃豁然回首，眸子里寒光大作，双掌一错，封住了范闲的双拳。劲气相交，传自无名公爵的霸道真气与传自苦荷的天意真气，在这一刻终于正面对上了。悬崖之侧的短草冈上，震天价的一响。范闲身在半空，占了天势之力，狼桃脚踏实地，借了地势之时，两股宏大的真气冲撞在了一起，就连2人身周的草都被压碾成了碎末。狼桃闷哼一声，系在手腕上的弯刀向后摆去，扑哧一声刺入了萧恩的胸口。虽然这是个双套局，但如果杀不死范闲，也必须首先杀死萧恩，这是他的老师苦荷一直叮嘱的一件事情。范闲双掌灼热一片，狼桃身体圆融一转，带动2柄弯刀像风车一样的斩向他的胸腹，这泼血式的刀夺魂搬来了。此时萧恩毙命在即，范闲不能再逃，再没有玩猫捉老鼠游戏的可能，所以他将牙一咬，做了重生以来最冒险的一件事情，根本没有理会狼桃那蕴含着无上威力的弯刀，而是伸手抓住了萧恩颓然无力的衣领，只是于电光石火的一瞬间，微微屈膝，抬起了自己的左小腿。当的一声脆响，这很明显不是弯刀斩入人肉所能发出的声音。范闲闷哼一声，一个翻身便越过了狼桃的头顶，左手却极其细微的伸指一弹，这是小手段。狼桃耳垂微痛，眉梢微飞，范闲小腿处如遭雷击，无比痛楚，但整个人却借着这刀势捉住了萧恩，完好的右足在地面上一点，整个人已经冲了出去，冲向了前方空无一人的地带。他冲向了悬崖，然后跳了下去。狼桃面色木然，但内心却是有些震惊，为什么自己那一刀斩在范闲的腿上，却像是斩在了钢铁之上？他对自己的刀势有极强的信心，圆融一刀的秘技足可破金裂铁，就算对方腿上穿着护甲，也一样会被一刀斩断。范闲为什么能挡住？他和道人掠向悬崖边，探头望去，此时阳光渐盛，却依然无法驱散深谷里的云雾，只见那一老一少的人影落入雾气之中，再也无法看见，直到很久以后才听到一个重物堕下发出的砰声，声音极轻，但这悬崖极深，他们2人站在崖边也能听到，可以想见碰撞的激烈。摔死了，和道人说道。狼桃摇摇头，萧恩不容易死，范闲我看更不容易死。狼桃与何道人2人是上京城中屈指可数的几位9品高手，居然还无法将重伤后的萧恩与初入9品的范闲当场绞杀，这个事实让2位高手的心里都有些凛然。这山峰爬不上来，何道人皱眉说道。狼桃向下看了2眼，燕山石壁如刀，光滑如镜，别说一般的武道高手，就算是天下那4位超凡入圣的大宗师，也无法凭借人力从这石壁上爬上来，所以他点点头，默认了何道人的判断，说道：通知沈重搜索山下。做完了后续，这2位高手看着云雾缥缈的山崖，想到先前的那场厮杀，不由皱起了眉头。只不过2人想的方向却不一样，为什么范闲要拼命救萧恩？这是何道人的疑问。为什么范闲表现出来的实力远远超过了小师妹的评估？这是狼桃的疑问。忽然狼桃双眼寒光一射，手腕一抖，刀尖准确无比地削去了自己耳垂上的那块肉。何道人向来信服苦荷一脉的剑士本领，眉间一皱，便往自己大腿处望去，只见那支弩箭擦过的肌肤虽然没有受伤，却依然有些发黑，寒声说道：这姓范的小子好毒。狼桃沉声说道：你难道忘了南庆范闲最出名的功夫就叫小手段？话虽如此，狼桃却在想着先前的队长范闲双拳所携的霸道真气实在是有些古怪，竟然凛凛然有轻伐之意，
其暴力处比世上任何一种内家真气都要厉害。跳崖一般会碰见什么？一般会碰见高人、美人、绝世秘籍、无穷财富。范闲在跳崖的过程里想着，自己背着的确实是位高人，可如果自己算好的落脚点差了些许，那家中的美人算是要说拜拜了。至于老妈留下的无穷财富，自然没机会再去享用。说到打小练的那个无名绝世秘籍，估计五竹叔会烧了给自己。五竹叔这位老师虽然教学水平次点儿，但却是个填鸭教育的忠实执行者，估摸自己到了地府，他也不能轻饶了自己。话说当年竹帅跳崖是小范闲最惊艳的一幕，所以他也时常练习跳崖，哪怕新婚蜜月在苍山里也没有放过。到如今总算是有了一点小小的成绩，至少背着个人，在满眼皆雾的状态中，依然准确地借着光滑石壁间的短松减速，找到了事先选好的落脚点，那块稍稍伸出来的岩石。范闲双腿落到那块岩石之上，体内的霸道真气自然做出反应，反震而出，但是左腿触受了狼桃可怕的那刀，酸痛无力，闷哼一声，半跪在了地上。便在此时，他依然没有忘记将一块大石头扫下崖去，半晌后传来了跺地的声音。傻了吧？岩石后方有一个小洞，洞一点都不深，浑身伤口的萧恩正靠在那里，满脸嘲讽地看着范闲，我看你怎么上去。范闲耸耸肩，自然不会告诉这临死老头自己的秘密，眼睛往洞里瞥了瞥，确认了这个洞与姓张的没什么关系，便喂了萧恩一颗药吃。萧恩也不客气，吞药入腹，满脸嘲讽地望着范闲，说道：如果是20年前，就凭狼桃和河道人这2个晚辈，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而你呢？堂堂庆国监察院提司，陈萍萍和费界的接班人，却被别人逼下了悬崖，只有等着慢慢饿死。范闲也不生气，笑眯眯说道：当一个老人总喜欢说当年的时候，大概就是他快死了。萧恩面色不变，说道：我本来就要死了，活了这么多年，死也不算亏，问题是你还年轻，所以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来救我。他顿了顿又说道：不过你怎么敢往云雾里跳？你那个干儿子只会打仗，根本不会搞这些事情。范闲从头发里取出细针，扎进萧恩的身体里，帮他止血，连锦衣卫都能查到你们会合的地点，更何况是我，当然是事先就做好了准备。萧恩人他施展医术，白了一眼说道：你这真有毒。范闲没好气道：反正你都要死了，反正你身体里面好几百种毒，多一种又怕什么？萧恩咳了2声，眼神渐散，将死之人连性情都变得似乎古怪了些。范闲看着老人那张因为失血过多而显得有些惨白的脸庞，忽然问道：当沈仲围住小院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上山虎营救你的行动一直都在锦衣卫的算计之中，你为什么还要继续？继续什么？继续扮伤员，辛苦无比的往城外奔，明知道会有高手等着你，明知道接应你的人们早就被清除了。萧恩看着他，忽然尖声笑了起来，也许只是顺着那些人的意思，为了诱你出来，好让你给我陪葬。范闲耸耸肩说道：说点正经的吧。萧恩的目光像是跨越障碍物一般，轻松地越过范闲的肩膀，投向了幽静的深谷之中。此时太阳越来越烈，石壁前方的云雾终于渐渐散开，可以看见遥遥前方的那面山壁如破裂了的黄色镜子一般，有一种别样的美丽。我被关得久了，所以就算死也不想死在牢里。萧恩如是说。范闲顺着他的眼光望去，发现对面的山壁光滑无比，偶有缝隙像闪电的纹路一般四散裂开，要隔着老远才能有一株顽强无比的小树生长出来，展露着可怜却又可敬的绿色。此处黄山青树，下有绿水白雾，正是一座好坟。范闲微微笑着，开始整理自己右腿上的裤管。监察院防火防盗防利器的衣服居然被狼桃的那一刀声震开了一道碎絮口子。他从靴子里取出费界老师留给自己的黑色细长匕首，轻轻抚摸着上面微微有些变形的刀身，叹息说道：谢谢侬，我可不想改名叫范萍萍。你为什么会如此愚蠢的出手，从而将自己陷入死地？萧恩有些好奇地看着范闲经过乔装之后的面庞，枯干的双唇边渗出一些不祥的血沫子，或许人到临死，好奇心会越发的强烈起来。范闲将匕首搁在脚边，开始按摩自己僵坏的小腿经络，平静说道：当我发现这是北齐人的埋伏时，确实准备退走，但是看见你要死了，我也不知道脑子为什么忽然坏了，蹦了出来。其实道理很简单，范闲要知道萧恩的秘密，要知道神庙在哪里，要知道神庙与叶青梅的关系，与自己重生到这个世界的关系。在自己的生死、身世与萧张老妈的来龙去脉之间，一向惜命无比的范闲终于奢侈了一回。山谷里的阳光似乎变成了一种实质的存在，照拂所致，云雾如同被桨扰乱过的碧波一般四向荡漾。大部分的雾气散了，还有些如烟如缕的气息滞留在绝壁之前，在那些零落无比的青青小树间穿行着。小石洞的上方略微突出一些，对面的山崖隔着极远，离谷底也极远，以范闲的耳力
也要听半天才能隐隐听见山谷下方传来的声音。想来上京锦衣卫们这时候正在谷底搜寻自己二人的尸体，谷底应该潮湿阴暗，估计对方一时半会儿没有什么收获后，终究还是会知道自己与萧恩没有摔下山去。范闲心里猜测，大概北齐人会以为自己和萧恩命大，沿着谷底往外搜索。不过他对于沈重的老辣不敢低估，谁也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会把眼光重新投向这片如同明镜般的颜面上。至于狼桃，刚刚初一交手，范闲便清楚，这个海棠的师兄果然是人世间最顶尖的强者之一，心神坚毅，不是很容易被自己骗过去的那类人。山峰微坐，萧恩惨白苍老的脸皮微微抖了一下，老人已经陷入半昏迷的状态之中，随时可能死去。外面的太阳似乎无法传递一丝温度到这个强行正到青山赴死的老人身体中。范闲挠了挠头，看着萧恩的面庞，老同志的脸上就像是一层被涮了白浆子的橘子皮。他想了想，从腰带里小心地取出那颗药丸，蓝色小药丸。药丸散发着淡淡的麻黄树叶味道，已经被用小刀切去了一半。范闲将剩下的半颗捏碎，塞进了萧恩的嘴里，又从袖中取出细水管子，将衣服中暗备的水袋里的水罐滴到萧恩枯萎的双唇中。一会儿功夫后，垂死的萧恩醒了过来，双眼一睁，眼瞳里本已淡了许多的猩红之色复又重现。老人似乎在临死前的这一刻里重新找回了些许当年的威势。你为我吃了什么药？蓝色小药丸。范闲笑了笑说道，提神用的，不过不可能帮助你恢复当年的雄风。萧恩老人自然听不明白这句笑话。你出手前就吃过吧。萧恩的呼吸显得有力了许多，精神也逐渐从颓丧里摆脱了出来。如果不是死前的回光返照，那说明这种药物激发了老人身体里残存的精力。范闲没有马上回答他的问话，伸手指摁住萧恩的脉门，发现脉搏渐趋有力，却略有燥意，知道麻黄丸开始起效。只是这种原始的兴奋剂能提得住萧恩一时的心气，却不能救回他生机已去的老命。他深深吸了一口气，静静望着萧恩说道，狼桃家何道人，你的腿被我砸断了，我们就算联手也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我必须吃些药。不过我有一点奇怪，为什么只有2个高手，而不是大队人马在等着你我？萧恩剧烈地咳嗽了2声，药物此时正在强烈地发挥作用，他有些艰难地挥挥手。他们毕竟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大，如果瞒不住那个小皇帝，日后总是有些麻烦。范闲看了他一眼，想到小皇帝要留他一条老命的理由与自己的理由一模一样，却没有就着这个话题继续下去。你救老夫，不外乎是为了老夫心里的那个秘密。萧恩看着山谷里啾啾飞着的小鸟，眼中忽然闪过一丝艳羡的神情。其实说到底，那个秘密又算得了什么呢？那个小皇帝是想得到神庙的帮助，一统天下。你这么想去神庙，又是为了什么？当然有我自己的理由，能不能说来听听？一老一少2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密谍头目，此时像村口的老人孩童一般平静聊着天。说一部分吧。范闲眯起了眼睛，感觉身体有些发虚，麻黄丸的药力要退了，自己的精神有些萎顿。其实不知道你相不相信，我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更多的时候是像一位游客，我想走遍这个世界所有有趣的角落，而神庙毫无疑问是最让我感兴趣的地方。游客？萧恩用一双血红的眼睛盯着范闲那张乔装后显得平常无比的脸。范闲笑了起来，很奇怪吗？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既然你我是住在天地这个大客栈里面，自然会很想看清楚客栈里每个房间里到底有什么。可能2楼最尾的那间房里有条毒蛇。萧恩很困难地往后挪了挪，感受着自己身体内生命化作燥热的气息，知道自己离死亡越来越近，下意识里想做得更舒服一些。也许是一个在木桶里洗澡的美女。范闲笑了笑。萧恩望着这个年轻人，轻轻摇了摇头。好奇心会杀死老猫，你居然会因为这样一个荒诞的理由冒险出手救我，结果陷入死境，此时会不会后悔？范闲回头望了一眼深不可测的悬崖，叹了口气，没有说什么。傻了吧？这是萧恩第2次说这个话，满脸微笑说道，为了一个狗屎不值的秘密，葬送了自己鲜活的一条性命。范闲苦笑应道，也对，死亡在前，什么秘密都是很不重要的事情。萧恩忽然很古怪地看了他一眼，说道，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情？范闲心头一震，这位老人虽然早已不复当年之勇，但身份地位摆在那里，一路北上，何曾说过一个求字？问道，你想说什么？萧恩的声音有些古怪。我不怕死，但是我死后，你一个人被困在这洞里，估摸着最后饿得急了，会对我的尸体感兴趣。范闲一怔后便明白了老家伙在害怕什么，略感恶心应道，你这老胳膊老腿的，我要啃你的肉，还怕把自己牙齿给崩了？萧恩苦笑说道，等你真的饿极了，什么事情做不出来？范闲皱眉道，你连死都不怕，还怕我吃你的肉？萧恩定定地望着他说道，这个世上有很多人不怕死，但他们怕蟑螂。他顿了顿说道，我不怕死，
但我怕死后被你吃了，那种感觉很不好。药物的作用让萧恩的精力暂时得到补充，所以他说话也渐渐变得流畅起来，身上流血的口子也早止住了。但是他双瞳里的一红愈发的深愁，这不是什么好兆头。范闲看了他一眼，苦笑着摇摇头：“放心吧，你若死了，我马上把你扔到山谷里去。”他忽然眼瞳微缩，望着萧恩，轻声问道：“老家伙，你以前是不是吃过人肉？”山洞里一下子安静了起来，半晌也没有响起萧恩的声音。许久之后，老人才面无表情说道：“当年去神庙的时候，大雪封山，什么都没得吃了，人肉也只好吃。”范闲心里咯噔一声，虽然他自小便刨坟剖尸，但想到真的吃人肉，依然忍不住有些反感欲呕，下意识里将目光从萧恩那双枯干的双唇上离开。萧恩嘎嘎怪笑道：“人肉其实真的很难吃，不过当年苦荷吃的可比我吃的要香多了。”范闲心中再颤，如今高高在上备受万民崇仰的一代宗师北齐国师苦荷当年居然也吃过人肉。他马上想通了其中关节，萧恩既然知道神庙在哪里，苦荷又是师承神庙之一，那当年这两个人一定是同时去的神庙，两大强者居然沦落到了吃同伴人肉的地步，那一路上的艰险可想而知。他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苦荷一定要杀死萧恩？难道仅仅是为了隐藏自己吃过人肉的糗事？你和苦荷什么时候去的神庙？萧恩居然在此时闭了嘴。范闲就像是一个食客，面对着服务员端上来的鸭皮面饼、甜酱大葱看了4眼，然后眼睁睁看着服务员又端走了，一口气堵在胸口，半天上不来，不由大怒道：“看在咱们都快死了的份上，你能不能让我死得快活一些？”萧恩白了他一眼，嘲笑说道：“傻了吧？”范闲叹息道：“这秘密对于你来说已经没有了保命的用处，何苦还藏着？”神庙在北边。很突然，很没有预兆的，萧恩开口了：“多北？极北的雪地里，沿着北牢关出去还要走3个多月。”此时洞外天色渐暗，范闲面色不变，心中却有些紧张，知道自己终于成功了一半，至少知道了神庙的大致方位，他的心脏微缩了一下。山风渐盛，夏日燕山上寒意微作，他看着闭目等死的萧恩，像一个朋友一样很随意的开口聊天：“要死的老家伙，讲讲神庙的风光怎么样？”萧恩没有睁眼，轻声喘息道：“一座大庙罢了，有什么好风光？你呢？你小子是从哪个石头蹦出来的？”范闲有些委顿地打了个呵欠，说道：“我是儋州人，儋州也没什么好景致，就是家里的后园种了2株树，一株是枣树，另一株也是枣树。神庙可没有树，那座庙在雪山里面掩着，传说中1年只有2天会露出真正的面目来，而且如果心不诚的人根本不可能看到它。”萧恩苍老的声音很平静地说着：“神庙对于他而言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因为知道了神庙与那个小姑娘的关系，所以被陈萍萍花了偌大代价捉回庆国，也因为知道神庙的所在，所以从神庙里得到了最多好处的苦荷要想杀他灭口，而那位北齐的小皇帝却奢望着能够从神庙那里得到上天的帮助。可是神庙是什么？不过就是一座庙罢了。”萧恩忽然觉得自己那风光横厉的前半生是假的，只有后半生的铁窗生涯才是真的。老人看着洞外愈来愈暗的天光，表情木然说道：“范大人，你相信这个世上真的有神吗？”范闲默然，想到自己的重生，想到那个箱子，点了点头：“我比这个世上别的任何人都相信神的存在。神是什么？我如果知道神是什么，我就是神了。”萧恩面带赞赏地看了他一眼，说道：“像你这么年轻就能看得如此清楚，确实不多见。”他顿了顿后说道：“不过当时陛下还年轻，所以看得不清楚。”范闲知道故事终于要开始了，不禁有些紧张，有些期待。“你知道30几年前的天下是什么样子吗？魏国独大，随时可能统一天下。不错，那个时候老夫就已经是大魏国提旗首领，是陛下的心腹。”萧恩回忆往事，表情却有些怪异，不像是沉湎在当日的荣光之中，也没有什么记恨之心，许氏将死，只是一片淡漠与平静。当日之天下便是魏国之天下，一阴俊彦皆在朝中，但真正挑起这个朝廷的，除了先帝爷外，便是2对兄弟。范闲看着老人的神情，似乎还能坚持，略有些安心，轻声应道：“其中一对自然是您与庄墨寒。”“不错，我那兄弟比我出息得多。”萧恩面色渐柔：“而且他比我念勤奋，我被庆国关了20年，他还记着我，我欠他的。为什么没有人知道你们是一对兄弟？道理很简单，我的名声太凶恶，不知道暗中诛杀了多少清流。他身为读书人，自然是不喜欢我的，我也不想与他有什么瓜葛。”萧恩很平淡地回答道。范闲略微一顿，转了话题：“还有一对兄弟是谁？”“是战清风与苦荷。”“战清风，北齐开国皇帝的父亲，当年的一代名将。”范闲终于震惊了起来，原来苦荷与北齐皇室的关系竟是如此密切，难怪当年会一力维护如今的太后与皇帝。
而皇室对于苦荷一脉又是如此尊崇。苦荷是战清风的幼弟，自幼便立志做苦修士，修行天人之道，力求有一日能正道入神庙。萧恩面带讥讽说道：世人多信神庙，但这千年以降，又有谁真的见过？只是那些苦修士在各地传道，比乞丐活得还要可怜。可是神庙真的存在？范闲提醒他。不错。萧恩闭紧了双眼。当时先帝爷驾崩了，年轻的皇帝登基。这位皇帝虽然对我们这些臣子还算不错，但是不知怎地，却异常怕死，成天想着要练什么长生不老之术。范闲说道。其实北魏独大，他身为皇帝又没有什么操心的，自然不免会想到这些事情。萧恩继续说道。所以那时苦荷趁机入宫，劝说陛下派出使团出海寻找神庙的踪迹，说如果神庙的仙人传授陛下仙法，自然可以长生不老。陛下一听此言，哪有不允之理？他苦笑说道：我身为陛下心腹提其首领，这件事情自然责无旁贷地落到我头上。苦荷是提议者，他对于神庙又极其狂热，自然不会置身事外。萧恩淡淡说道：集大魏举国之力，不知道寻找了多久，终于找到了一丝线索，所以我和苦荷便带领着一个1000人队往北方去。虽然临死老人说的淡然，但范闲清楚当时的过程一定相当复杂。神庙为世人所膜拜，但虚无缥缈，杳无踪迹，能够找到确实的线索，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惊人的事情。苍老而淡漠的声音在山洞里不停地回响着，洞外的天光山色渐趋暗淡。范闲沉默地聆听，适时地发问，大脑急速地运转，通过萧恩的回忆，将当年前往神庙祭拜队伍前进的路线，在自己的心里重新勾画出一幅大概的地图。时光仿佛回到了30多年前，洞外的黄山旦夕也变作了风雪连天。在老人的回忆中，范闲似乎看见了一个由上千人组成的探险队伍，在漫天风雪之中，在蛮荒无比的北地里艰难地前行。那些人穿着皮靴，裹着厚厚的皮衣，只露了2个眼睛在外面，但依然止不住冰寒透骨的冷风往他们的身体里灌着。队伍的前方是这个队伍的2位头目，当时正值壮年的萧恩和那个年轻无比、一脸虔诚的苦修士苦荷。队伍越走越北，越走越南，越走人越少，有的人冻死了，有的人摔到冰谷里失踪，有的人被天上的猛禽抓猎，天灵盖死了。总之是随着探险的进程，队伍变得越来越短，气氛也变得越来越怪异，天地间一片雪白。由于在这枯燥酷寒的环境里待得太久，渐渐队伍中有些人的眼睛瞎了，被萧恩无情地遗弃在荒原之中。远方有些耐寒的石斧狼在等待着那些瞎子的死亡。一切都安静地发生着，哪怕是死亡这么惨烈的事情。队伍又走了很久，终于来到了一处极北处的大山，山间只有一条狭窄的小道通向里面，而雪积的极厚早已遮住了山体本身的颜色，看上去只是冰山连绵不绝。等残留到100来人的队伍走入大山之后，才发现大雪山的后面依然是冰雪掩盖着的一片天地，甚至连动物都变得极少。队伍极其顽强地扎帐驻营，想要在这里找到神庙的踪迹，但很多天过去了，也没有任何发现。入冬，大雪，封山，日没，时尽，最强的人活到了最后。一片永无止境的长夜之中，萧恩与苦荷背对背坐在帐篷里，身周是垒放好了的尸体，火种未曾熄灭。队伍里的残障与那些死人的衣服，给了这2位强者最后的一丝温暖，一丝希望。那是天怒。山洞里，萧恩有些困难地睁开眼帘，瞳子里的猩红色愈发的浓，但眸子里却现出无尽的恐惧。神庙知道凡人试图找到他们，所以上天震怒，降临了无边无际的黑暗。范闲看了这位老人一眼，半晌后轻声说道：那叫极夜。他心里再次确认了神庙的地点。萧恩自然不明白极夜是什么东西，只是那段记忆显然让他记忆无比深刻。只见他面带惘然说道：苦荷当时一边极其香甜极其吝啬地吃着人肉，一边极其虔诚地向上天祷告，我的心里不免有些鄙夷他。不料也许最后他真的感动了神庙里的仙人，所以天忽然亮了。范闲忍不住看着萧恩，心里想着当年这2个人是怎么能在长达数月的极夜里生存下来。就算有人肉吃，有帐篷烧，但那种孤独与2人间的挣扎，恐怕会让人发疯。萧恩忽然笑了起来，说道：天一下就亮了。那个时候我和苦荷也都到了生命的尽头，但是陡然间发现了希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量支撑着我们继续活了下去。然后你们找到了神庙。范闲拾起那把匕首放到自己的身边，轻声问道：神庙是什么样的？很多年前的大雪山外，2个瘦到只剩骨头的人很困难地从帐篷里走了出来，他们深陷的眼圈和蜡黄的面色，呼吸时露出的烂肿牙龈，都在透露着一个信息：这2个人快死了。白天的光线终于不再那么吝啬的只出来一会儿，有些动物又重新从深穴之中醒来。2位强者虽已是强弩之末，却依然比那些猛兽凶猛许多，所以他们获得了很多补充，重新站立了起来。那一天，他们眯着双眼看着面前的大雪山发呆，却根本不知道自己苦苦寻找的神庙究竟在哪里。这里有的
只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忽而一道天光从碧蓝的天空上打了下来，大雪山那处的光线发生了一种极古怪的曲折，很突兀的，一座美丽的庙宇凭空出现在了山中。这座宏大的庙宇依山而建，黑色石墙与浅灰的长檐相依，庄严莫名。苦荷痴痴地望着山间，忽然激动地扑倒在地，向着庙宇出现的方向放声大哭，无比凄楚。萧恩傻在了原地，半晌之后才醒了过来，一屁股坐到了雪地之中，半天都没有力气站起身来。这就是神庙。沿着冰雪中时隐时现的石阶，还是位年轻人的苦荷与满脸震惊的萧恩，开始往大雪山上爬去。脸上的变情终于不再被这漫天风雪冻住，而变换出极其复杂的神情：激动、快慰、紧张、兴奋、隐隐的恐惧。苦荷的脸上没有恐惧，有的只是无比的狂热。他是一位苦修士，这一生都向往着能够亲手触摸到神庙的大门，额头能轻轻叩拜在庙前的石阶上。大雪山上那座宏大的咒语看着极近，但当二人试图靠近它时，才会发现神庙是个极其遥远的存在。爬了半天，甚至感觉离那座庙宇越来越远，那些黑色庄严的石墙就像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影子，随时可能会虚化在大雪山中。传说中神庙一年只会出现2次，苦荷与萧恩不甘心放弃这个机会，所以用尽了全身的力量往大雪山上爬。不知道爬了多久，劫后余生的二人身上全是冰冷划出的口子，鲜血淋漓，在雪地上拖出了2道淡淡的血线。啪的一声，苦荷的手掌终于接触到了神庙前方的石阶，年轻的苦修士忍不住放肆地拍了2下，表达着内心的狂喜与难以言表的激动。萧恩比他慢了些，暗自握住了袖子里的暗器，略带一丝惊恐地看着神庙的正门。这道门足有7丈高，就像是天神扔在人间的一本书般。大卫皇宫的那扇门看上去就像是神庙之门的缩小版，远不如此间庙宇的大气恢宏，果然不是凡人所居之地。神庙的石墙上满是灰尘，应该很多年没有人来探望过这个天下最神秘的地方。萧恩咽了一口唾沫，便准备找到入庙的方法。他身负陛下重任，要求的长生不老的妙方，如今看着成功在即，自然也有些激动。但是苦荷却与他不一样，很虔诚地跪在庙宇之前，不停地叩首，额上渐渐地渗出血来。他往庙门处走去，伸手却触碰不到那道巨门，似乎随着指尖的前伸，那道巨门在以一种怪异的方式后退神庙，近在眼前，却远在天边。30年后的山洞里，垂死的萧恩双眼里涌出一丝黯然神伤。我没能进去。范闲松开了紧握着的双手，轻声说道：这是可以想见的事情，不然4大宗师就应该变成5大宗师。苦荷比我强，就算我有他的运气，也没有办法迈入大宗师的境界。萧恩摇摇头，但苦荷也没能进去。那座庙宇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护持着，当年我与苦荷是世上最强的武者，却也没有办法进入。范闲醒悟了过来，在这天下的秘闻之中，费介老师曾经提过，苦荷是在神庙前的青石阶上跪了许久，才拥有了如今可以雄霸一方的实力。看来这个传闻确实有几分真实性。他忽然间皱了皱眉头，请教道：神庙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萧恩也无法给出解答。老人无力说道：神庙的正门处有一块大匾，只是年代已经十分久远了，看不清楚上面写的是什么，我猜测应该是上天留给世人的符文。范闲心头微颤，问道：是什么样的符号？萧恩看着兴奋的范闲，眉头动了动，似乎觉得这个年轻人在将死的时候还对未知的事物有如此强烈的好奇心，生了一丝兴趣。是一个物字。老人有些困难地伸出手指，在空中比划了一下。范闲马上看明白了，自言自语道：潜龙勿用。话一出口，却自己失笑了起来。还有3个一模一样的符文。萧恩继续说道，手指在空中一上一下，再一上一下画了2个圆弧，指尖破空，让人感觉神秘莫测。范闲微怔，知道自己根本无法从这么简单的符文中发现什么。神庙与自己的重生究竟有没有关系？与老妈有没有关系？看来只有等着自己将来去发掘了。只是自己并不见得拥有苦荷与萧恩那般好的运气，能熬过漫长的极夜。我想故事应该没有这么简单的结束。萧恩咳了2声，没错，当一个你苦苦追寻的目标近在眼前，你却永远无法接触到的时候，你总会有极强烈的不甘心。苦荷很虔诚地跪在庙前石阶上，我却开始缓慢地向山侧的高墙走去。山洞外的夜色笼罩着二人，没有生火，所以没有光线。萧恩淡漠的声音叙述着数十年前的事情，显得异常妖异。范闲忽然轻声说道：你要找下水道。萧恩看了洞口年轻人的身影一眼，说道：你也是同行，当然清楚当时我会做些什么。你连墙都无法靠近，怎么可能从下水道里钻进神庙去？何况……范闲皱起了眉头，像这种上天留下来的神旨，又不见得一定会有下水道，所以我失败了。萧恩很干脆地说到，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胆子真大，面对着神庙，我还想着这些尘世间的手段。后来呢？
后来肖恩陷入一种很怪异的情绪之中。后来我走回了神庙正门口，却发现苦荷正在往怀里揣什么东西。我有些好奇，正准备发问的时候，这个时候老人的语速放缓了起来，范闲的心提了起来。神庙的门打开了。啊！范闲下意识里往肖恩的方向靠近了一些，似乎是想保护30年前的这个家伙。肖恩的双眼里透出一丝荒唐的笑意，嘶着声音说道。神庙的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我大喜过望，正准备进去，不料从那扇世间最大的门里忽然跑出来了一个最妙的人儿。最妙的人儿？是啊，那是一个小仙女。肖恩傻乎乎地站在神庙的大门之外，眼睁睁看着一个小女孩冲入自己的怀里，险些一口鲜血吐了出来。余光却瞧见苦荷像一头猛虎一般冲到了神庙的门口，与庙里的一道黑光缠斗在了一起。年轻的苦荷已经是人世间最年轻的9品上高手，此时不知受了什么刺激，将自己体内的能力完全发挥到了巅峰，竟与神庙里的那道神秘黑影纠缠在了一处，劲气四冲，山血大乱。数息之后，肖恩才想起来自己的怀里多了一个小女孩，还轮不到他反应什么，就听着那个小女孩对着青石阶上的苦荷喊道：退！很简单的一个字，从这个小女孩的嘴里说出来，却像是一代帝王般不容人质疑。那种天生的威势让肖恩心头一凛，然后脸上挨了一记耳光，啪的一声响。你也退！苦荷飘然而退，肖恩狼狈抱着小女孩滚下石阶，离开神庙正门10丈距离。那道黑光倏的一声缩回了神庙里面，并没有追击。肖恩此时余悸未消地望着那扇巨门，想着那道黑光里似乎是个人影，不由好生害怕，因为苦荷此时已经吐血倒在了身边，连苦荷都不是对方的一合之敌。这神庙里面的人果然不能以凡间的眼光去看待。他醒悟得极快，一定是自己刚才去找下水道的时候，跪在青石阶上的苦荷与自己怀里这个小女孩达成了某种协议，助他从神庙里脱困。只是这个小女孩是谁？抱着我，拉着她走。小女孩似乎有些怕冷，将脸埋在肖恩的怀里，发号施令。肖恩不敢怠慢，一手抓住苦荷的衣领，跑下了大雪山。不知道跑了多久，终于跑回了自己的营帐，直到他气喘吁吁地坐在了帐篷里，才回过神来。自己为什么要跑？陛下要求的长生不老药还没有求到，自己为什么如此听这个小女孩的话？而且很奇怪的是，神庙里的那些仙人并没有追自己。肖恩回身望去，只见小女孩正半蹲着身子，捏着鼻子，看着帐篷角落里那些吃剩的人肉骨头，真是可怜又可恨的人类啊！小女孩转身过来，望着肖恩，直到此时，肖恩才看清楚了她的模样：青如水，唇如雪，双眸如星辰，不是凡人应有的绝美容颜。漆黑的山洞里，范闲的表情看不见，但他的声音有些异样。那个小女孩多大了？4岁，顶多只有4岁。肖恩双眼睁着，似乎还能看见那张青美脱尘的脸。我抱着她在怀里的时候，感觉她轻的就像不存在一样。范闲有些惘然说道：也是4岁，为什么要说也？没什么。范闲笑了笑，一双眼眸亮了起来。你知道那个小女孩是谁吗？肖恩无比笃定说道：当然知道，她是个贪恋红尘，所以从神庙里跑出来的小仙女。范闲笑了起来，伸出手指摇了摇：相信我，她只是一个跑到神庙里偷东西的小姑娘。肖恩听见范闲信心十足的话，剧烈的咳了起来，许久没有停歇。这大半夜的绝壁之上，也不知道下方那些搜索的锦衣卫能不能听见。范闲有些担心，取出细针，摸索着刺进肖恩的颈部，帮他舒缓一下心脉。范闲的手指轻轻搭在肖恩的脖子上，却感觉到一阵微湿和黏液。他抽了抽鼻子，闻到了淡淡的腥味，知道肖恩开始咳血了，面上毫无表情，心里却微有所触。那是仙女。垂死的老人执拗地确认自己30年前的判断。范闲不想与他争执这件事情，问道：4岁的小女孩怎么可能提得动一个箱子？那箱子谁提着的？什么箱子？肖恩的声音很直，不像是在说谎。范闲微怔，知道对方此时没有必要再隐瞒什么，而且此时五竹叔还没有出场。五竹曾经说过，他与母亲是一起从家里出来的，这家是哪里？按母亲留下的信，五竹曾经与神庙里的强者大战过一场，从而丧失了部分记忆。五竹为什么要和神庙里的人打架？难道是争风吃醋？后来呢？这是所有听故事的人必须做到的本分工作。肖恩这个讲故事的老头儿已经快死了，范闲自然不会忘记问出这3个字。帐篷里，苦荷躺在毛皮之上，呼吸有些急促，不知道那位4岁大的小姑娘许了他什么，竟然能够让他逆了一向以来的信仰，敢对神庙里面的人动手。肖恩看了一眼那个掀开帐帘，往帐外雪地望去的小女孩。外面风雪不减，小女孩肤色胜雪，小小的手丫紧紧攥着厚厚的帐布，小小的个子看着外面大大的世界，那种感觉有种与她年龄完全不相称的落寞感。她小心翼翼地挪到了苦荷的身边，将手伸到苦荷那身袍子开口处：那是我给她的东西。
小女孩头也没回，你不要乱动。萧恩看着这个小女孩，眸子里忽然现出一丝凶光。苦荷此时怀里藏着的一定是神庙里的无上天书之类，由不得他不动心。但是一想到小女孩是从神庙里偷跑出来的小仙女，萧恩马上放弃了所有的想法。他无比恭谨地跪了下来，对着门口那个小仙女叩首道：下民乃是大魏镇抚司双营指挥使，奉陛下令前来神庙聆听天旨，求上仙赐予长生不老之药。这是萧恩的使命，他没有忘记。门口的小女孩听见这话，却笑了起来，笑得很开心。过了一会儿，她忽然扔了一颗药丸给萧恩：你们帮了我的忙，我也帮你一个忙。那个和尚得了好处，你也得些好处吧。萧恩接过药丸，仔细去看，也没有看出这药丸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既然是仙女所赠，当然不能轻忽，于是取出玉盒，小心翼翼地放了进去。你们回吧。小女孩说话的口气有些老气横秋，这里有什么好待的？萧恩有些失望，好不容易找到了神庙，却没有进去，也不知道神庙里的仙人究竟长得什么模样。谢仙女赠药，以后不要来这里了。小女孩忽然轻声说道，也不要告诉任何人神庙在哪里。如果让我知道你们透露了神庙的地点，我会杀死你们。小女孩转过身来，稚嫩的脸庞上全是冰霜之意，听见了没有？萧恩连扶手称是，虽然这种冷冰冰的话从一个冰雪雕琢般的小女娃娃嘴中说出，显得有些滑稽，但是一个4岁的小女孩能清清楚楚地将这些话说清楚，本身就证明了她不是个凡人。纵使萧恩是大卫提其首领，也依然不敢不从。老头儿只好从了。等苦荷醒过来后，那位小仙女逼我们2个人发了毒誓，然后我们开始往南走。在那几天里，小仙女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起来，似乎是觉得可以踏足人间是件很有趣的事情。萧恩继续回忆道，说起来很奇怪，我和苦荷每次看着她那个小小的背影，总感觉不到她的体内有多么神妙的力量。唉，仙凡有别，我们这些肉眼凡胎确实看不明白。后来有一天，小仙女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大雪山，忽然自言自语了一句，她也太可怜了。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凡人的脸上看见过那样慈悯的情怀。范闲当然知道自己的老妈不是什么仙女，当时的他估计也没有什么强大的实力，居然能够将这世间的2大强者唬得团团转，那脑袋瓜果然很好使。只是不明白老妈说的太可怜之人是说的谁，而且他也不相信什么悲悯的情怀，不由失笑了一声。萧恩嘲讽道，你我这种在阴水沟里生存的老鼠，怎么知道9天云上仙鹤的容姿？小仙女的那种眼神，我根本形容不出来，但却让我和苦荷一直念念不忘。范闲默然。第2天，小仙女就忽然失踪了，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在那苦寒无垠雪地上，一个人骤然间消失无踪，把我和苦荷吓得半死。山洞里的萧恩喘息着回忆道，这是我这辈子最神秘的一次探险，能够看见不属于这个人世间的仙子，也算是运气不错。然后你和苦荷就回了北魏？范闲问道。不错，回来的路程比去的时候更加艰险，不过总之有惊无险的回来了。萧恩说道，我将仙子赐予的药丸献给了陛下，这件事情便算是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范闲说道，别骗我，那颗药丸应该早就落到了你的肚子里。萧恩嘶声笑了起来，就知道骗不过你。范闲说道，这个世界上哪里会有长生不老药？那种诱惑是每个正常人都不能拒绝的。萧恩叹了口气说道，当然，我吃了那颗药后才发现，只是体质好了些，根本不可能长生不老。这才知道，原来小仙女也是会骗人的。我相信，那位小仙女这辈子最喜欢骗人。范闲有些恍神说道，说不定连她死了都是在骗人。什么死了？萧恩道，仙女怎么可能死？范闲不理会他，闭目将萧恩所说的回忆牢牢记在脑中，然后站起身来，握住了那把匕首。此时四周无光，天上乌云遮星蔽月，伸手不见五指，萧恩看不清楚他的动作。为什么苦荷要你死？这是范闲最后的疑问。我不认为你知道神庙的地点就能够引起这么大的骚动。萧恩反而觉得范闲的问题很奇怪。每个人都知道神庙对于世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么重要的消息，如果一旦传了开来，只怕天下会大乱。不论是齐国战家的小孩子，还是你们南清那个阴毒无比的皇帝，都会派出队伍去北方朝拜，天下的强者更会不停地尝试找到神庙。范闲揉了揉鼻子说道，神庙？你去过，也说过只是一个大庙，有什么好拜的？萧恩冷笑道，苦荷只不过是在神庙前跪了跪，便成为了人间最顶尖的大宗师，这种诱惑对于武道修行者来说，是你根本想象不到的强烈。而且你以为苦荷真的是个大圣人？看他在神庙前跪得如此虔诚，但是小仙女只是给了他一本书，便在瞬息之间推翻了自己信奉一生的神庙，冒险出手。在利益的面前，他只是一个善于伪装的大恶人罢了。萧恩继续说道，如果杀了我，全天下就只有他知道神庙在哪里。
神庙里究竟有什么？苦荷或许这一辈子都无法知道，但他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好处，那他为什么要冒险让世上别的强者也拥有这种机会？范闲想想，确实是这个道理，隐约有些明白苦荷为什么念念不忘要杀死萧恩，也许是为了保住自己国师的光辉形象，而不想那一路北行上的丑恶事曝光。也许是苦荷知道神庙里的东西会对这个世界带来未知的危险。神庙里究竟有什么呢？范闲陷入了沉思之中，手指下意识地画着萧恩所说神庙门口的那个“悟”字，一指一指，渐渐加速，破风有声。千年已降，世人皆知神庙不干世事，我和苦荷去找他已经是一次很冒险的赌博。事实证明，只要我们离开神庙，那些庙中人便不会来找世人的麻烦。苦荷守护着如今的北齐，他怎么还敢冒险去触犯天威？萧恩的精力已经逐渐萎顿了下来，声音越来越小，但声音里的金句却是总也挥之不去。更何况小仙女逼我们发了毒誓，就算苦荷今世总自诩为离天最近的那个人，难道他还敢逆誓不成？别把誓言这种事情看得太重。范闲说道，你不一样将神庙的地点告诉了我，那是因为我要死了。萧恩有些困难地将头扭向一边，而且你也会死在这个洞里。范闲略带歉意地笑了笑，说道，我可不这么想。寂静的山谷夜色中，举目望去不见野草，但见一道浓黑渗没的夜空横亘在两道绝壁之间。范闲一边整理着自己的衣服，将碎裂开的左腿裤管绑住，一边轻声说道，那位小仙女姓叶，叫叶青梅。叶青梅？萧恩震惊无比，你说什么？难道叶家的女主人就是我曾经遇见过的小仙女？叶家突兀崛起于世间时，萧恩还是北魏的密探大头目，所以他能真知叶家女主人的姓名。范闲并不意外，他笑了笑说道，除了你口中的仙女，还有谁能够让叶家在短短几年之内就改变了整个天下的格局？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萧恩再一次咳了起来，难怪庆国能够如此猛烈的崛起，原来背后有神庙的影子。错，范闲说道，你已经是要死的人了，所以告诉你，叶青梅，也就是你口中说的那位小仙女，并不是神庙里的仙人，她和我们一样，都只是普通人而已。萧恩还没有从先前的震惊中醒过来，根本不相信范闲说的话，而是沉浸在临死前最后的疑问中。为什么小仙女要捉我去庆国？他身为当年北魏的密谍头目，自然清楚叶家与庆国监察院的关系。范闲说道，庆国当年必须杀死你。他顿了顿又道，必须承认，当年的你还是一位很恐怖的人物，而叶青梅之所以派陈萍萍捉你而不是杀你，想来是承当年的那次情分，毕竟似乎是因为你们闯到了神庙，他才来到了这个世间。那你究竟又是谁？黑夜中，萧恩的双眼直愣愣看着范闲，就像两把利剑一般。快要死了的老同志还拥有这样锐利的眼神，范闲心里不免微微怔了一下，轻声一笑后说道，我。片刻沉默之后，他开口说道，我是叶青梅的儿子。叶青梅的儿子。范闲多么想能够在这个熟悉却又陌生、亲切却又格格不入的世界上，对着所有的人大声说出来，奈何眼下却没有这种可能性。此时夜色渐重，黎明前的黑暗已至，在一个只有2个人的山洞里，范闲就这般轻悠悠地说了出来，我是叶青梅的儿子。不知为何，这句话一出口，范闲就感觉到轻松了许多，那颗承载了太多压力的心脏便在这一瞬间挣脱了上面压着的许多枝枝蔓蔓，至少获得了暂时的放松，与夜风里的自由味道轻轻相拥着。天光渐明，回忆并不太多，但萧恩说的极缓慢。1天半夜之后，范闲终于达成了此次北行中最重要的目的。他望着萧恩，轻声说道，你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交代的吗？萧恩只是带着一丝怪异的神色看着他，半晌之后才喘息着说道，你是他的儿子。范闲点点头，笑了笑，我没有乱认老妈的习惯。萧恩剧烈地咳了2声，震出了心脉里最后的那几滴血，似哭似笑般说道，难怪你知道这么多事情，难怪你对于神庙在哪里如此感兴趣。临死前的老人终于将整件事情看得有些清楚了，喘息着说道，看来这山洞应该是困不住你的，我也没有把自己陷入死地的习惯。范闲已经准备好了一切，靠近了萧恩。萧恩忽然死死地盯住他的双眼，说道，如果你想好好的活下去，不要去神庙。范闲满脸平静，没有回答他。萧恩也没有再看他一眼，只是将目光投向范闲身后的绝壁黄谷之中，眉头微皱，似乎在想着什么。片刻之后，老人轻声喘息说道，我以前总以为自己是个不怕死的狠人，只是寻求自由罢了，如今死亡近在眼前，我才知道原来每个人都是怕死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不怕死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范闲看了垂死的萧恩一眼，缓缓松开了右手，轻声说道，不过死亡也许并不是终结，也许你会去到另外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这是他最大的秘密，他最大的感慨。萧恩的眼光落在远处，猩红的眼瞳渐趋柔和，
你真的是小仙女？不，叶青梅的儿子。不等范闲回答，萧恩继续淡然说道：可是你和他根本都不像。范闲说道：你只见过4岁的他，怎么能这么确定？萧恩微笑说道：因为你远远不如小仙女漂亮。范闲下意识里侧了侧头，说道：这个世界上比我更漂亮的女人真的不多。眼神不一样。怎么不一样？萧恩看了他一眼，略带一丝冷漠说道：我现在才明白，在那片雪地荒原之上，小仙女望着白茫茫的大地，眼光依然是柔软的、悲悯的。我一直不知道该怎样形容，这个时候我似乎感觉到了那片黑暗的到来，才明白原来她眼光里的所有情绪只是表达着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范闲的心跳了2下。对生命的依恋与热爱。萧恩微笑说道：虽然你的眼中常有清亮的笑意，但那不一样。你母亲应该是个极为有情的人，而你骨子里是个极为无情的人。范闲笑了笑说道：这点我不否认，我这辈子杀过很多人，所以一向不奢望能够有个善终。萧恩不再继续这个话题，只是有些出神望着淡雾雾的天光说道：能够死在这个山洞里，如你所说，有个好坟也不错。范闲半蹲在他的身边，左手搭在老人的肩上，发现他的肌肉已经逐渐柔软。绝壁外的天光依然暗淡，但透过山谷间弥漫的雾气，却显现出一种圣洁的光芒。这道光芒柔柔映在萧恩那张枯老的面容上，让这位手上染着无数鲜血，后半生却孤单凄惨的密探头领，无由生出了一股解脱的感觉。儋州应该没有那2株枣树吧？这是萧恩在这个世界上问的最后一句话。范闲从老人耳下取出最后一根针，片刻后确认了他的死亡。微微偏头看着萧恩的尸体，忽然轻声说道：儋州虽然没有2株枣树，但是死之后说不定真有个更好的世界在等着你。萧恩的双眼已经柔和地合上了，那双瞳子里的猩红之色再也无法去看这个古怪的天下。范闲吐了一口浊气，将萧恩的尸体平放在浅洞的最深处，至于有没有山鹰来啄食，似乎他没有考虑，所以显得有些冷漠无情。他走出洞口，伸手到绝壁之外的空气中捞了捞，白色的山雾随着他的手指游动了起来，伸手抓住的只是一片空。锦衣卫应该还在谷下和各处出入，搜寻着老少2人的尸体或者是踪迹。这处燕山绝壁光滑如镜，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有人会跳下山崖却能稳稳地站住，更没有人能想到有人能够沿着这些光滑湿漉的山壁向上爬去。范闲整个人的身体像一张纸般紧紧贴在山壁上，身后全是浓浓沉间山雾，有效地遮住他的身形，就算有人在对面的山壁上，也无法发现有人正像个壁虎般向上缓缓爬行。在儋州的时候，从12岁到16岁，他足足有4年的时间就耗在自己真气的体外操控上，这是一种极其愚蠢的修行方式，但是五竹不管他自己也练得不亦乐乎。不料在后来范闲的人生中，竟然帮了他这么多的大忙，如壁虎般爬行，如蛇般紧贴。他小心翼翼地向上再向上，面无表情，麻黄丸的药效早就退得一干二净，他的真气有些虚乏，所以不敢大意。浅草微动，一只手攀住了绝壁旁的石头，一个浑身笼在黑色夜行衣里的人像幽灵般从山谷里爬了出来，帽子遮住了范闲的脸颊。他回首望去，只见山谷里一片幽静，就像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片刻后，他心头一动，视线隔着重重晨雾望向那边的山林，却什么也看不见。但他总觉着那边似乎有人正望着自己，那人的目光宛若实质一般盯着自己。范闲微微低手，转身，不思考也不及思考，像道黑箭一般扎进了浓雾之中，向着京城的方向跑去。而在京城使团别院之外，高达手握长刀，双目如猛虎般圆瞪，看着院前的那些人。少爷已经1天1夜没有出门，所有北齐官员的拜访都被拒之门外，但今天一大早便有锦衣卫的人来传宫中的旨意，说是那位年轻的皇帝陛下要传范闲入宫衔序。没有几个人知道范闲并不在使团中。锦衣卫指挥使沈仲希望范闲不在使团中，但是一夜大锁，竟是没有找到范闲的尸体，所以北齐方面终于动了疑心，所以很迫切地想确认范闲究竟是在哪里。谁知南庆人竟是如此蛮横不讲理，借口犯正史大罪，硬生生阻止了北齐官员进入使团。冲突即将爆发，而此时街口却传来一阵沙沙的声音，不是扫大街，是脚步声。北齐众人大喜，上京的清晨在今天显得如此热闹，使团门口竟是来了好几拨人。北齐官员与锦衣卫齐让开了一条道路，恭敬无比的半低下身子，对着那位款款行来的姑娘行了一礼。见过海棠姑娘。海棠双眼惺忪，似乎是没怎么睡醒，她的双手还是插在花衣服的2个大口袋里，打了个呵欠，问道：你们在这里闹什么？有位官员赶紧上来回禀道：下官奉旨前来请南庆正使范闲大人入宫，但是范大人这位护卫却怎么也不肯通报。又有锦衣卫与鸿胪寺的官员上来报出来意，总之都是要见范闲一面。海棠微微一怔，
他似乎根本不知道这2天里上京城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眼神里略有一丝惘然，说道：“为什么不通报？”虎卫高达知道面前这女子看着像村姑，但实际上却是北齐的重要人物。更关键的是，使团在上京的这些天，少爷经常与这位齐女子在街上逛着，所以不敢怠慢，上前沉声说道：“大人昨日饮多了，所以身体有些不舒服，正在休息，不好打扰。”海棠略沉吟少许后，轻声说道：“让我去看看。”说完这句话，他便往使团的正门里走去。这些天，他经常到使团来找范闲，所以使团的人早已经习惯了海棠姑娘的到来。见他迈步向里走去，站在石阶上的林文不由眼中闪过一丝慌张，却也不敢拦阻。高达却是一心护主，眉头一皱，手握住了长刀布柄，拦在了海棠的身前，沉声道：“姑娘，最后的尾音变成了一声闷哼。海棠没有出手，只是微微转了转身子，那双似乎永远懒得离开地面的布鞋沙沙响着，而不知道为什么，他的人已经到了高达的身后。高达蕴积许久的真气在这一刻找不到了宣泄的渠道，双肩微微一颤，双眼中金芒爆盛。海棠微笑，回身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那张平常无奇的脸上闪现了一丝莫名的神采。我和范闲是朋友，想来他此时会愿意见到我。他的手掌将落到高达肩上的时候，一道柔和至极的暖流递了过去。高达缓缓闭上了双眼，右手虎口用力，长刀在身旁冷冷响着一转，狠狠地戳入了脚畔的石地板中，碎石微乱，刀尖入地3寸有余。在这一照面间，高达虽然身手极其高明，但依然及不上海棠的境界，更何况对方的身份毕竟有些特殊，所以竟是没有办法出招，便吃了个闷亏。高达知道拦不住海棠，却也不肯让屋中的少爷单独面对海棠，所以黑着一张脸，转身跟在那个摇啊摇的身影后入了院子。后方北齐的官员锦衣卫识趣的没有跟上，只要海棠姑娘确认范闲究竟是不是在房中就成了，自己这些人何必去冒险。海棠姑娘早安。端着淡盐水，手拿微型狼牙棒的王启年满嘴墨子出现在海棠必经的庭院长廊之上。这位范闲的心腹见过海棠几面，也算熟悉。海棠微微一笑，知道对方是来拖时间的，却也并不着急，说道：“王大人手上拿的是什么？”王启年将那微型狼牙棒从嘴里拿了出来，伸到海棠的面前，呵呵笑着说道：“我家大人发明的牙刷。”牙刷？海棠微微一怔，说道：“刷牙？是啊，为什么不用杨柳枝？”因为这家活好用，软和，刷得细腻。王启年讨好说道。这时候才发现将与自己的臭嘴接触过的牙刷搁在海棠姑娘的面前是见大不敬的事情，赶紧收了回来，连连请罪。海棠满面苦笑，摇了摇头，往里走去。王启年将碗和那家事扔给下属，屁颠屁颠地跟了上去。快40的人了，跑得比兔子还要快些，一面走着，一面有一搭没一搭的与海棠姑娘聊着天，又到范大人昨日饮酒过度，这时候只怕还在歇息，姑娘待会儿再来如何？其实所有人都清楚，这大清早的海棠忽然出现在使团，当然不可能是路过，他是一定要看见范闲的行囊远处，一个穿着白色衣衫的身影朝着2人望来。海棠有所触动，转头望去，眼瞳里不由弥漫出一丝寒意。原来是云大才子。严冰云看得出来，这位苦喝的关门弟子心情不大好。他虽然已经被锦衣卫放了出来，但一向小心的潜居在后宅，就是不想刺激到北齐的官员百姓。他入狱之前，正是海棠回到皇宫的时候，也曾经以云大才子的身份见过一面。今日与海棠照面，不免有些几分尴尬，沉默地退了回去。看着面前那扇紧闭的木门，海棠的眉头皱了皱，伸手去推。她是位姑娘家，虽然大家都知道她与范闲有几分交情，但是就这般去推门，不免也有些不合理数。王启年唬了一跳，便要去拦在门前，但是他的轻功是极好的，旁的本领与这位天之娇女却有18层天的差距，一道劲风拂过，那木门便吱呀一声开了。王启年额头滴下一滴冷汗，不知道来不来得及。海棠静静地看着屋内那张大床，忽然开口说道：“王大人，你退下吧。”王启年没有动。一个有些疲惫、有些寒冷的声音从屋里传出：“王启年，你退下。”王启年深吸一口气，眼中现出一抹喜意，马上回复平静，躬身道：“是，范大人。”海棠轻迈连步而入，身后木门无风而闭，他似乎并不怎么意外，也不怎么着急，从桌上取出茶壶，往杯里煨清了杯冷茶，浅浅啜着，然后坐到了那张大床旁边的圆凳上。大床之上，锦被之中，脸色略有些苍白的范闲，双眼微含笑意，饶有兴致地看着坐在自己床边的村姑，片刻之后说道：“你就准备一直这么看下去？”海棠伸手掌掩住嘴唇，打了个呵欠说道：“如果不是太后请我来瞧瞧，你当我乐意大清早的来看你的丑态？”范闲笑着说道：“对于自己的容貌，虽然我不是很喜欢，但也知道与丑这个字没有什么关系。”他低头看了一眼后说道：“我相信
他也不是个丑人。在大背之下，范闲拉开衣襟的赤裸胸膛中，正扶着一位长发如黑瀑般的柔媚女子。喝花酒喝了一天一夜，海棠似乎像看不见他怀中的女人一般，又打了个呵欠，也不算什么很漂亮的模样。你就准备一直这么看下去？我看范大人似乎没有阻止我观看的意思。海棠微笑说道。终究还是范闲窘了起来，说道：烦请姑娘暂避一二，也好让我怀中这位姑娘穿好衣衫。他平静说道：姑娘可以不用给我面子，但总要给姑娘面子，女人何苦为难女人。那明歌妓收拾好后，犹有不舍地回头望了范闲一眼，那目光中的微怨、微羞、微媚，让范闲在心中大赞他的演技歌妓，又略带一丝敬畏地向海棠行了一礼，便拉起裙裾的下摆，小碎步退出房去，只留下了海棠与范闲两个人。范闲依然躺在床上，双手搁在脑后，毫不在意自己赤裸的上半身被海棠瞧了个精光。海棠也真是位妙人，既不故作羞态，也不出言呵斥，就像床上那位年轻男子是块木头般视若无睹，直接说道：你知不知道这2天上京发生了什么事？范闲微微一怔，片刻后却笑了起来。算了，我也懒得与你做这些言语上的功夫。我既然身在上京，哪里有不知道的道理？上山虎这次亏了一批下属，萧恩也被你们杀了，相信你的老师一定会很开心。恭喜姑娘，贺喜姑娘。海棠静静望着他，那目光中的压迫感越来越强，但范闲却像是感受不到丝毫，由自微笑道：不错，我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所以为了避嫌，我只好把自己关在使团里2天，我相信姑娘能理解。海棠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但是先前在庭院间借着王启年的拖延，他已经给了范闲足够的时间，谁也不知道海棠为什么会愿意这样做。既然范闲在使团里，海棠知道也再问不出什么。眼前这个看似清美的南方年轻官员，实际上是位行事滴水不漏的人物，自然不会被自己捉住什么马脚。他站起身来，双手插在大口袋里，忽然饶有兴致看了范闲赤裸的上身2眼。范闲暗蕴霸道真气，那张清美的脸很应景的红了起来。脸红什么？海棠笑眯眯问道。容光焕发。范闲忽然觉得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危险正在接近，1天2夜的精神损耗让他的面色马上变得煞白。怎么又白了？范闲深吸一口气，微笑说道：春宵令人苦，不是春宵苦短吗？太长也是苦处。你做的牙刷我要1个。范闲愣住了，没有想到他居然会提出这样一个要求，苦笑道：据我所知，秀水街上也有卖的。海棠微笑道：没你做得好，谢谢夸奖。没有想到你这位权贵子弟居然愿意将心思放在这些地方。海棠看着范闲，似乎是想重新审视这个人。范闲缓缓闭上眼睛说道：关于我，你了解的显然还不够多。海棠沉默片刻后说道：不过我只了解太后寿诞之后你就要回国，你答应我的事情怎么办？范闲双眼根本懒得抬一下，说道：等我睡好了，我来找你聊聊。海棠皱眉说道：如此甚好。范闲忽然睁开双眼说道：我今天心情不太好，所以不想多聊，告辞。海棠第一次见到范闲表现出这种冷淡，却没有丝毫反应，干净利落地离房而去。范闲躺在那张大床上，明明已经困极，却是始终无法睡去。他的表情看似平静，脑中却是一片混沌。没有足够的时间，他根本无法消化掉昨夜的所闻所感。他睁着那双明亮的眼睛，看着床顶的绣帐，目光似乎是想要穿透房顶而出，直破9天层云，投射到最遥远的天空上。既然确认了范闲是留在使团之中，那么北齐方面自然会想到，在燕山绝壁之上想救走萧恩的究竟又是谁呢？这个疑问自然而然地被提了出来。郎桃、何道人、沈仲坐在3把椅子上，眉头都皱得老紧。这3人中自然是沈仲的官位最高，但郎桃是苦荷的首徒，而且又是少年天子的武道老师，所以身份最高，和道人却显得有些沉默。昨天白天，他们2人联手将范闲与萧恩逼下悬崖之后，锦衣卫就开始在上京城外进行秘密的搜索，不料1日1夜的功夫过去，竟是没有半点成效。而晨间，当众人终于忍不住请宫中帮助强行闯入使团，却赫然发现范闲好好坐在床上。难道不是范闲？何道人苍白的脸愈发的白了，他大腿上染着的毒虽已清除，但也损耗了不少真气。郎桃闭目道：那个人一定是范闲，擅长用毒用针，小手段。除了他还有谁？何道人皱眉道：可是那个人长得与范闲不一样。郎桃睁开双眼说道：人是可以伪装的，郎桃的身份特殊，所以他说出话来，众人也不好多加质疑。但事实上是，范闲此时好端端地在使团里，如果摔下悬崖的是他，他怎么可能保持身体的完好？除非他是神仙。此时沈仲不免有些开始怀疑起郎桃的判断，
但表面上依然像个富家老翁般慈眉善目着。最大的可能就是范闲，因为与上山虎勾结的就是男人，只有男人才会对这件事情知道得如此清楚，不可能是东夷城的那些高手。看见何道人不赞同的摇了摇头，沈重呵呵笑了起来。当然，也有可能是别的人，除了范闲还能有谁？狼桃沉声说道，他本来就不喜欢与这些特务头子打交道，如果不是这次的事情牵涉到萧恩，他根本就不会出宫来帮助锦衣卫。沈重看了狼桃一眼，满脸微笑说道，狼桃大人，南庆也是有很多高手的，至于手法问题，我想大人也应该听说过，陈萍萍的身边一直有个叫影子的刺客，只是没有人看见过他，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手法与行事风格。范闲既然是监察院的提司，那他与那位影子的手法应该有些关联。如此说来，在绝壁旁出手的不是范闲，也有可能是那位影子。影子是陈萍萍的贴身护卫，虽然没有谁看见过，但是身为北齐特务头领，沈重自然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存在，是谁都无所谓。何道人吐了一口浊气，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确认萧恩死了没有。萧恩死了，狼桃很平淡地说道。当全身黑衣的范闲攻出来救人时，他回手一弯刀已经戳入了萧恩的胸腹，他很自信，携在刀尖上的劲气在那一瞬间就断绝了萧恩的生机。沈重微笑说道，如此就好，国师与太后一定会很满意。沈某在此处谢过二位大人。太阳又一次快要沉下上京西面城墙，就像上千年来的每一天一样，微有鼠疫的风儿绕着有些发蔫的树叶往上京城里的各处宅院里冲撞着，打着旋从人们的身体上飘过，从那些沉默的树干旁掠过。入夜后风会渐渐地凉下来。范闲披着件单衣站在使团后院的一棵树旁，双眼微眯，看着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在这个天时里本不用再加单衣，但他身体过于疲乏，所以有些畏寒。他小心翼翼地将手中的信纸折好，没有像往日一般用掌力震成碎雪一片，因为这封信并不是院里来的密信，只是一封有些普通的家书。信是婉儿写的，虽然家中的消息一直源源不断地传到北方，但这是范闲第一次收到妻子的信。想来他在家中也等得有些心焦了。宰相岳父已经下台，大宝已经接到了范府，若若一如往常般清淡，似乎没有被婚事的传闻所扰。父亲忙于朝政，这都是家书里的内容。信末没有写什么相思，没有催促某人的行程，只是写了几个散句。夏夜风一指，辗转梦偏伤。知君不日归，青丝复添长。小别才几时，念君如3日。何来一闲闲，埋首书中去。念君如3日，昨日今日明日。范闲微微一笑，感受到信中的淡淡记挂，与那女子难得的疏朗心情略感安慰。这些日子他忙于诸多阴谋事，不免有些淡了对家中女子的思念，偶尔想起也会有些愧疚。他与海棠约好了后日相见，不知为何此时的他对于这次相见有些期盼。这绝对不是男女间的问题，只是一种很纯粹的期盼。范闲想找个人说说话，更准确地说，在经历了与萧恩的对话之后，他需要倾诉却无处倾诉。这种很古怪很奇妙的感觉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在庆国京都那个雨夜，在那个箱子被打开之后，范闲本以为自己在这个世上不会再寂寞了，毕竟这个世界上有那个女子无处不在的气息与痕迹。但是此时他才真切地感觉到自己依然寂寞，因为那个女子毕竟已经杳然无踪了。萧恩说的对，我确实是个无情的人。范闲在心里想着自己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人，摇了摇头，往厢房里走去。室中只有范闲、严冰云、王启年3个人，这是监察院内部在上京的最后一次会议。严冰云静静望着范闲，说道：范大人，问出来了吗？这是范闲早就已经想到的局面，自己利用了监察院与信阳方面的所有力量，才得到了那般绝巧的死境。身为庆国官员，众人自然十分迫切想知道萧恩嘴里的秘密是什么。他皱了皱眉头，我出手晚了，萧恩死了。严冰云的眼眸里闪过一丝异样的神色，马上恢复了平常，摇头叹道：谋划日久，却始终没有成果，实在可惜。范闲微讽笑道：老伯子搞了20年都没有问出来，你以为我是神仙？他时常在与严冰云的交谈中刻意称呼陈萍萍为老伯子，这是一种很莽撞，甚至是手法很拙劣的威吓，但对付严冰云这种冰雪聪明的人物，往往这种很鲁莽的手法比较管用。他回过头对王启年说道：准备回城事宜。王启年沉声应道：是。略顿了顿后皱眉问道：大人，昨日留在房里的那个冒牌货怎么处理？范闲知道他这是杀人灭口的意思，心里有些不适，说道：自然是带回去。严冰云不赞同地摇摇头：万一被北齐人发现了怎么办？被发现了怎么办？范闲盯着严冰云的脸嘲讽说道：当然是凉拌，就算他们发现了又能怎么办？你被关了1年，这胆子也小了许多。严冰云与王启年对视一眼，发现范闲今天的心情有些问题，于是很默契地闭嘴不说。范闲看了2人一眼，忽然叹了口气说道：
你以为海棠没有看出来？只不过他拿我没办法而已。王启年接着请示回国的行程安排，范闲略一沉默后缓缓说道：太后寿宴一过，我们马上启程，我有些想家。王启年领命，正准备出门去安排，同时要与林文、林静二人商议，毕竟此次回使的使团中还要带着位身份尊贵无比的公主，却听着范闲忽然说道：来时路上我们准备的那些马，王启年要处理干净，不要给那些农夫带去别的麻烦。严冰云没有参与最先前的计划，所以听不大明白。王启年看了范闲一眼，范闲摆摆手，他便推门离开了。严冰云的眉头挑了挑，三个人做了3个动作，里面自有含义。范闲笑了笑，说道：在我面前，你何必忍得这么辛苦？严冰云没有笑，只是有些缓慢地举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带着一分下属应有的恭敬说道：提司大人既然不想我知道，即便我再好奇，也没有必要发问。范闲没有考虑太多，直接说道：这只是最初的计划，既然已经抛却不用，当然要把屁股擦干净。然后他用很简单的语言向严冰云做了一下解释。范闲从刚刚入春的时候就在京都寻找到了一位与自己容貌有些相似的监察院年轻官员，然后一直养在深闺。在最初的计划中，这位伪装者应该在从北齐回国的路程上发挥作用，让他冒充范闲随使团南下，而掩护真正的范闲留在上京中处理应该要处理的事情。你最开始准备单身留在上京？严冰云皱眉道：你要处理什么事情？范闲看了他一眼，说道：陈萍萍要萧恩死，所以我准备留在上京杀死他，然后赶到国境线上与使团会合，免得萧恩死后北齐人玩一招大变脸，将我们的使团宰了。严冰云问道：你刚才和王大人说的沿途马匹？范闲笑了笑，解释道：使团在京都出发之前，我已经请院中的人和内库的某些人物帮忙在这南下的道路上养了些好马，当然这些马都是偷偷摸摸的养在宝马户中，想来不会惊动北齐的官府。你准备在上京杀死萧恩后，便一路换马，用最快的速度赶到边境线上。严冰云唇角泛起一丝嘲讽之意：千里走单骑，难道有什么问题？严冰云叹了一口气后说道：这是现实的世界，不是一本小说。如果按最初的计划，你杀死萧恩，北齐方面一定会关闭上京城，各州驻军都会封闭南下的道路，你单人匹马怎么可能回到南方？范闲笑了笑说道：陈萍萍当年带了那么多人都能够杀回南方，我一个人有什么不行？汉勇或许有之，但这计策总是有些愚蠢。严冰云摇头道：大人是院中提司，应当惜命牺牲，而且这计划中就算北齐方面因为使团的离去而放松了警惕，你也不可能在这藏龙卧虎的上京城中刺杀萧恩。范闲自然不会告诉这个冰霜男子有关重居的事情，毕竟现在五竹叔失踪了，箱子失踪了，长公主与上山虎勾结了，小贤贤渔翁得利了，事情一变再变，计划已经变成了如今的模样。明日复明日，便是后日。当然这是一句废话。上京城那条美丽的玉泉河畔青树丛丛，偶有北回的白鹭飞起，这里已经是河的上游，地近皇宫，所以刚劲森严，上京的百姓们根本没有办法在这些石子路上落脚。范闲与海棠并肩走在河畔，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废话，感觉到不怎么郁闷，连绵数日的阴郁心情此时似乎在村姑的陪伴下要好了许多。说来也奇怪，海棠这位姑娘生得不怎么漂亮，风姿不怎么绰约，气质像极了村姑，偏生这种感觉却让范闲觉得有些自在。几句废话说完之后，话题马上转入正题。海棠微蹙了眉间，问道：太后一直没有松口，你究竟能不能想出什么法子来？范闲叹了一口气后说道：你们皇帝要娶老婆，却偏生要我帮忙。他忽然望向海棠，双眼宁静之中夹着一丝不愉。你既然是司礼里的好友，当然应该知道某些事情，难道你不觉得请我帮忙会让他心中不自在？海棠双手插在大口袋里，一双脚在河畔的青石地上拖着，双眼凝然望着前方微垂下来的柳树，说道：如果司礼理想的你能做到，那他就不会来到上京。既然你是一个无情之人，又何苦这般惺惺作态？他入宫想来也是你愿意看到的事情，毕竟从此以后你就算远在南方，但在这北齐皇宫里也有了一个可以说上话的人。范闲万料不到他会将所有的事情全部说得透透彻彻，不给自己一丝遮掩的机会，心头微凛微窘，觉着自己身上的薄薄单衣似乎在这一瞬间都被剥光了，露出里面的自私与无情来。沉默半晌后，他才苦涩一笑后说道：我只是一位臣子，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改变所有的事情，所以你就默认这件事情的发生。海棠说话的语气并不咄咄逼人，但是那股子光明正大却无来由的有种压迫感。既然如此，何须多言？范闲摇了摇头说道：一入宫门愁白头，你与司礼里是姐妹，怎么忍心看他入宫？陛下是位不错的男子。海棠微笑道：
而且李李毕竟是南庆人，如果想在上京生活，似乎也只有皇宫能够为他挡风遮雨。忽然间，海棠转过头来，范闲又从他的眼眸里看到了那片比湖光更加明亮的神采。在范闲这一生的经历中，眼光最亮的便是叶灵儿与海棠，但叶灵儿是一片天真无邪的明亮，海棠眸子里的明亮更多了分洞悉事情后的明达与淡然。范大人，像你这样成天算计着阴谋生活，难道不会觉得很累吗？范闲微微低头，片刻后坚定地仰起头来，将双手负到身后，上身不动，下身微移，与海棠一般在河畔的青石路上摇啊摇，有些突兀地开口说道：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你这样逍遥自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目的。你或许只是想种几畦好菜，打理3分田园，但我必须为自己，为身边的人考虑，考虑现在，考虑将来。说完这番话，他从怀里取出一封信，递给海棠，说道：我不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顶多有些小聪明，你看看这些方法能不能用。海棠拆开信封，借着天光细细阅了一遍，沉默良久后，深深吸了一口气，明亮的眼睛望着范闲，眼神中多了一分异样。太后会相信吗？太后如果不想因为这件事情与皇帝翻脸，那么她需要的只是脸面与一个台阶，不管她相不相信，这2件事情都能带来足够的说服力。范闲县的计策其实很简单，在那个世界的历史中，汉武帝被勾哥夫人勾住的桥段，他一直记得很清楚。当时武帝巡行至河间，忽然有一个术士声称此地有祥云瑞霭，显示必有奇女生长于斯。武帝听后立即下令就地寻访，果然找到了这个美丽的少女。然而她虽然相貌美丽，却从小患病，少进饮食，而且双手紧握成拳，谁也没法让她伸展。武帝被她的美丽所倾倒，亲自去尝试为她掰拳，于是奇迹出现，这双手很轻易地恢复成了健康的模样。更奇怪的是，在右手心里还紧紧地握着一只小小的玉钩。汉武帝异常高兴，马上将她纳入宫中，封为全夫人，这就是后来的勾哥夫人。你说的这个皇帝是谁？海棠问道。范闲笑了笑，这是我自己瞎编出来的故事。他顿了顿后说道，这件事情自然是假的，那位汉武帝又不是蠢货，说不定就是他想出来的桥段。海棠在男女的事情上显得有些质笨，犹疑问道，那我们应该怎么做？范闲没好气地摇摇头，提醒道，你是谁？海棠下意识里陷入了沉默之中。范闲心里一怔，心想这位要究天人之道的丫头不会被自己带入哲学问题中了吧，赶紧咳嗽几声说道，您是苦荷的徒弟，苦荷先生是国师，如果苦荷说今夕有祥云，云下有妻女子，这个说服力自然就会强很多了。海棠苦笑道，师傅怎么会与我一同胡闹？范闲在心里暗哼一声，心想你那老师连人肉都敢吃，一向最宠你这个小徒儿，跟着你胡闹一下也不过分。海棠接着问道，但是李李的身份整个上京的贵族人人皆知，总是瞒不过去的。范闲笑了笑说道，先把四姑娘接到奇庙里面去住几个月，最好让她出家。出家是什么意思？一心供奉神庙，不思婚配，然后等事情淡了，暗度陈仓，送入宫中，生米煮成熟饭，应木刻成大船，这样就行。信里面还有些细节，你留神一下。当然如果您能说服国师收四姑娘为徒，那就更好了。范大人这些提议看似荒唐可笑，但细细看来确实有几分可行。海棠微微一伏，向范闲道谢。范闲无由一笑，这是前世武则天、杨贵妃2位美人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自然可行，当然可行。但他的心里却依然有大疑问，为什么皇帝一定要私李李入宫？为什么太后一定不让私李李入宫？海棠一定知道其中的秘密，但肯定不会告诉自己这个外朝的官员。忽然间，范闲心头一动，想到了几次入宫见到的年轻皇帝的神态，不由产生了一种极其荒谬又极其大胆的想法。范闲自然不会将自己心里的猜想告诉身边的姑娘，只是下意识里吸了一口凉气，就像是牙痛一般。海棠看了他一眼，没有说什么，又沿着玉泉河往前走去。走不多时，便来到一处小园子的外围，竹篱为门，仅在院侧，石桌在西阴之下，黄色杂毛的小鸡崽儿正在闷声不响地发着米财，这自然就是海棠种菜的地方。范闲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道，人和人总是不能比。说实在话，姑娘总摆出个清静自然的做派，但这等清雅的所在和村子里那些臭气熏天的猪圈一比，这才知道种菜养鸡也是要讲究境界的。这话明暂时贬，海棠却也只是笑了笑，说道，你当我乐意在上京城里待着？只是师父有命，宫中有求，只好在这附近求了个清静的园子。范闲好笑道，只怕沈仲他们谋这个园子来给你当菜地，是害了哪家良民附身？海棠说道，这就是我所不知道也无法掌握的事情了。他说的淡然，范闲也听得清淡，这便是他欣赏海棠的一点，身为北齐超然的人物，却没有硬生生扮出个仙女样来，
不酸不燥，不刻意淡然，只是一饮随心，挺好。在太后寿宴之前，难得有些闲时，范闲也暂且抛却这些天的阴郁心绪，挽起袖子，卷起裤管，从石磨后面取出家什，开始帮海棠翻土。等2分清秀黄土地翻天之后，他又拿碗盛了碗谷子，像个贪财的龙王一样，一点一点往地上吝啬地抛洒着，逗得那些小鸡雏滋滋叫着，追随着他的脚步绕着小院到处乱跑。海棠一面蹲着身子整理瓜果枝叶，一面含笑看着范闲在那里玩耍，目光有意无意间会落到他的左腿之上。中途范闲玩得累了，有些燥热，从井里拎起一桶水来，将脑袋探进去牛饮了几口，将要触着水面的眼睛余光却瞥了海棠一眼，发现这位姑娘事后菜棋的手法果然纯熟，想来这些年经常做这个营生。范闲打从儋州起就没有务过农，握着锄头的手感觉就是不如握着匕首舒服，浇水的时候总不如撒毒粉来的爽利。笨手笨脚之下，最后终于沦为了看客。饶也是如此，也是累得满头是汗，头顶热气蒸腾。日渐烈于中天，海棠搬了2把躺椅放到了棚架之下，棚上不知道挂的是什么瓜果，叶片子极大，绿油油绿油油的，将阳光全挡在了外面。范闲呼了一口热气，坐到了躺椅上，不客气地接过海棠递过来的凉茶，喝了2口，往后倒了下去，压得椅子咯吱一声。他闭上了双眼，开始午后小憩，就像在自己家中一般放松。海棠看了他一眼，笑了笑，扯下头上的花巾，擦了擦自己额角的汗，也躺了下去。2张竹椅一亲朋，一棚凉风2闲人。不知道过了多久，海棠忽然打破了沉默，说道：“你这人真的有些怪。你也是个怪人。”范闲依然闭着眼睛，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也看不透你。2人说话间已经舍了范大人与您这种尊称。海棠感觉舒服了些，微笑说道：“为什么一定要看透某个人？而且看透又是什么意思？每个人做某些事情总是有一定目的。”范闲唇角泛起一丝笑意，而我不知道姑娘你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海棠挥着花头巾扇了扇，说道：“活着为什么一定要有目的？”范闲闭着眼睛，伸出手指头摇了摇。活着不是要有目的，而是我们做的所有事情，想要达到的所有目的，都是为了活着。海棠说道：“我不是很习惯这种绕来绕去的说话方式，只是说些无聊的废话罢了。”范闲伸了个懒腰说道：“我很喜欢和你说说废话，这种感觉可以说服自己是在确实的活着，而不是被活着这个目的所操控着。”海棠啐了口说道：“你这还是在说废话，我只是喜欢你的行事作风。”范闲说完这话后，忍不住自己笑了起来。像你我这种没有朋友的人，总是会比较想找一个说话的对象。范大人才华纵横，声名惊天下，怎么会没有朋友？不知为何，海棠回复了大人的称呼。范闲沉默了起来，半晌后才说道：“我确实没有朋友，而姑娘你是北齐骄子，与我处在敌对的阵营中，相反我却觉得可以把你当做朋友来看待。毕竟我在北齐的日子，你不可能出手杀我。”海棠余光瞥了一眼他，发现这位南朝官员漂亮的确实有些混蛋，说道：“大人出身权贵，入京后便风生水起，这一生坦坦荡荡，仕途无碍，2国君主都看重于你，这等人生还有什么不满足？孤单寂寞。”范闲似乎一点都没有觉得这2个词有些矫情酸呕。海棠微嘲笑道：“范大人手下有严冰云这等厉害人物，在南方是监察院一人之下的权重官员，家中娇妻在堂，妹妹也是出名的才女，富居高位，往来结交的都是一时俊艳，何来寂寞孤单之说？父是父，妻是妻，妹是妹，严冰云是下属，结交之辈都有利益纠葛。”范闲不知为什么在海棠面前这般坦荡，你当我是冒充孤独也好，模仿绝望也好，总之我这官做得不轻松，我这儿子做得也不快活。海棠眼眸流转，与天光争一分明亮，说道：“范大人莫不是要与我做个友人？有不有的暂且不论。”范闲说道：“至少和姑娘待在一处比较放松，这就已经是我极难获得的享受。若我也对大人另有所图，你图不到。”范闲回答地极有信心：“大人似乎忘了我们之间也是有仇怨的。无妨，至少现在若有人要来杀我，姑娘一定会帮我出手。”范闲骨子里掩藏了许久的备览，终于透露了少许：“范大人，我一直有些好奇，你为何会愿意来北齐一行？”海棠笑盈盈地望着他，其实南方官场上的事情在北方也不是什么秘闻，当然知道其中奥妙与天子家的那些关系。范闲笑了笑，说道：“不告诉你。”海棠气结，范闲却一个翻身下了躺椅，伸了个懒腰，说道：“我饿了。”海棠应道：“屋里有米，井底有水，园中有菜，你自己做吧。”范闲叹息道：“当男人对除了老婆之外的任何女人说他饿了的时候，通常是在说他肚子里的9虫饿了。
上京城最豪华、最清静、最有格局的酒楼就是百岁松居，今儿个有贵客到。这可相当的贵，所以百岁松居的老板亲自在门外侍候着，将酒楼里所有的客人全恭恭敬敬请了出去，留下了一个空旷清静的3层楼。酒楼里的掌柜自然觉得讶异，老板却是没做解释。这位老板也是在朝中有眼线的上等人物，早就瞧出来了那一男一女的身份。男的是南朝诗仙，女的是皇帝的小师姑，这2个人加在一起是可以在皇宫里压实路散步的角色，更何况一个酒楼。临街的雅间里，范闲一面斜眯着眼望着街上的景色，一面往自己的嘴里灌着酒，喝了3杯却皱了眉头，喊老板进来换了。老板见他面色不好，顿时弱了想求诗仙墨宝的想法，去换了北齐最出名的青米子。范闲喝了一口，点了点头。海棠有些纳闷问道：先前是五粮液，全天下最好的烈酒，范大人不满意？我确实爱喝烈酒。范闲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面色有些怪异说道：但现在就是不想喝五粮液，因为那个酒有些旁的味道，让我不能太放松。五粮液有沁鱼糖的味道，有杏叶的味道，有与范闲相关的味道，他今日不喜欢。海棠回复沉默，只是看着范闲饮酒灌酒，眼睛却越来越亮，似乎在欣赏一个很有趣的事情。醉意渐至，范闲眼中略有迷离之意，笑容也渐趋疏朗，说道：是不是觉得我这生幸福，偏生却半个借酒浇愁的模样，看着有些滑稽可笑？少年不识愁滋味，范闲执箸敲碗轻歌，这是他转世以来抄的第一首诗词，此时回忆当年更有复杂滋味。他轻声在歌：刘余庆，刘余庆，呼吁恩人，信娘亲，信娘亲，积的阴功，劝人生，济困扶穷，休思俺那爱银钱忘骨肉的狠旧奸凶，正是惩除加减，尚有苍穹。这是《红楼梦》中巧姐的判词。刘余庆，海棠的眼睛更亮了。范闲长叹息，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说道：海棠姑娘，你莫理我，有我一醉便好。为何要醉？男人要喝酒有很多种理由，最充分的理由便是情绪黯然，压力袭身。范闲此行北齐，获知神妙之秘，缔结2国邦议，成功收拢北方谍网，怎看也是春光明媚，却不知他为何黯然，那压力又是从何而来？其实很简单，黯然是因为一颗心无着落处。范闲在山洞里与萧恩说过，他是世间一过客，所以始终是在以观光的心态在看待这个人世，纵使沉浮18载，却依然与这个世界有些隔膜感。若没有婉儿，若没有妹妹，若没有五竹那个家伙，范闲真恨不得洒然一身，自去世间快活。压力却来自于山洞里的那番对话。陈萍萍让范闲把眼光放高一些，甚至高在天下之上。范闲在知晓神庙所在后，便开始明白了，开始独自承担这种压力。而这个事关天下的秘密，压榨了萧恩数10年，不知道要压榨范闲多久。若去神庙，自然是百死一生，自己想守护的人怎么办？若不去，则永远无法知晓当年的事情。范闲好生恼火，不知道之前，恨不得把萧恩的脑袋挖开；真知道了，却恨不得自己永远不知道。本来以安全起见，他应该回到京都，在官场上与商场上好生风光几年，而将神庙的事情永远埋在心里，但又总有些不甘心，所以他有些恨自己为什么会对叶青梅，会对这个肉身的母亲如此念念不忘。所以他不想喝五粮液，甚至看着手中的玻璃酒杯都有扔到地上砸碎的冲动。《红楼梦》里给乔姐的判词真的像是写给他自己一般，幸而重生，幸而遇恩人，幸而有娘亲积的阴功，让自己轻轻松松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获得一大笔财富，一大帮牛人的帮助。刘余庆，庆余年，自己的余年究竟应该做些什么？海棠那双明亮的双眼似乎可以看透人心，竟是缓缓说道：劝人生，济困抚贫。范闲悚然惊醒，虽然他明知道自己就算喝得烂醉如泥，也不可能在任何人面前吐露自己的秘密，但为何海棠会这般说？其实海棠只是凑巧说了这句话而已。他看着范闲略有癫狂的神情，便想到了传说中南朝皇宫夜宴之上，诗仙出现人间的癫狂不羁，以为范闲是心道人生轨迹已定，无穷繁华顺路而来，却生出了厌世之念，颓废之心。这种情况在文人身上极易见到，所以海棠轻声说了那句话，便是纯从本心出发，想劝喻范闲一心为天下市民。因为海棠一直存信范闲的骨子里就是一个文人，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范闲讥笑说道：海棠姑娘修天人之道，清净自然，爱惜子民，却不知道他们要的只是利益2字。本官并无开疆辟土的野心，也想让这天下黎民能过得舒服些，但那必须是我先过舒服了。可要让百姓过得舒服些，我手中必然要握有权力。可这世间官场朝廷，你若想身居高位，又如何能过得舒服？海棠听出他话里的含沙之意，微微一怔，说道：范大人手操一方权柄，万望谨记道义2字。俗了，俗了。范闲将筷子敲得震天响，那瓷碗却没有碎。
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海棠依然皱眉说着：“为众议者耳。范大人虽与我身处两国，但这天下子民，不论是庆国的子民，还是齐国的子民，都是独一无二的生灵。大人若对道义二字还有所敬畏，万望大人回国之后，尽力阻止这天下的战事再起，平息天下干戈。这便是海棠的目的，范闲一直在猜的目的。很大的一个牌坊，如果是从旁的人嘴中说出来，一定会觉得很恶心，但从海棠的嘴里说出来，却显得很恬然自然，让人很相信。”范闲微嘲一笑道：“那萧恩便不是生灵了。”海棠说道：“杀萧恩一人，救世间万人，有何不可？萧恩若脱牢而出，与上山虎父子联手，地权大涨，再将神庙秘密吐出，以北齐年轻皇帝的雄心，这天下只怕数年之后又会陷入战火之中。所以他这般说，倒也有几分道理。”偏生范闲根本没有政治家与道德家的觉悟，冷笑说道：“若100人要死，杀49人，活51人，姑娘杀是不杀？”海棠默然，良久无语。所以说，你我皆是无情人。范闲忽然不想再说这些无趣的话题，有些生硬地将话题转开：“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善假于物也。”海棠微正抬头，范闲说道：“我的武道修为不及姑娘，但若真的生死搏斗，姑娘却不见得能轻松杀了我。”海棠点了点头。范闲饮了一杯酒，望着他的眼睛，静静说道：“为什么？因为我善于利用一切的工具。武道修为，首重修心，外物之力终究不可久视。”海棠静静应道。范闲摇摇头，说道：“重义者并不见得能将义字发挥，谋利者却不见得是个无义之徒。义者大利也，只要目的正确，何必在乎手段？”说完这句话，范闲自己却愣住了。一番闲聊本是插话之举，却无意中触及了他自己的内心，就像是一道天光，忽然打在他的心间，顿时让他明白了自己的真心究竟是什么。无情之人，或许骨子里是个多情之人。他这一生总说自己要抡圆了活一把，却始终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抡圆了活。今日终于有了分数。此刻他心中清醒，眼中却是酒意浓烈，盯着海棠，缓缓说了2个字：“多谢。”海棠今日言语上全盘落在下风，却也并不如何讳然，只是听着这多谢2字，却是心头略感失措。看着范闲满是醉意的眼眸里透着的那丝坚毅，他的心里忽然有些不安了起来，略一沉存，眸子里已是多了丝清澈。以大人之才，日后之南方便是一方好舞台。大人既不私战，便是海棠之友，还望大人镇依千仞冈之时，小心谨慎，多以万民为念，不可稍有自满之意，如此方是正途。范闲将酒杯轻轻搁在桌上，轻声说道：“放心吧，我才刚上路呢。除了苦喝之外，海棠当是北齐第一高手，有此家人在旁守护，又驱散了心头所有的犹疑。范闲这顿酒饮的是无比酣畅，虽有些孩子气得不肯喝五粮液，但青米子灌得多了，终究还是喉头干辣，胸中胀滞，脑中浑浊，飘飘然复兴，欣然地醉倒在了桌上。这是范闲自打开那个箱子之后，第一次醉到人事不省，却是在敌国上京的酒楼上，在那个根本不知是敌是友的海棠姑娘面前，如此行事，实在是有些古风蠢气。您还真是一个看不透的人。海棠看着醉倒在桌上，像个孩子一样甜甜睡去的范闲，微笑说道：“我一直想见的雪晴先生。”范闲的头有些痛，一双温暖柔软的手便伸了过来，轻轻按在他的太阳穴上揉着。他心头微惊，双眼却依然闭着没有睁开，开口说道：“这是在哪里？”也许是因为酒喝得太多的缘故，所以他的声音显得有些干涩，便觉得额角的双手有一只离开。片刻后，便有一个杯子小心翼翼地递到了嘴边。他尝了一口，发现是浓淡适宜的蜂蜜，解酒最合适，不由笑了。他相信海棠不会对自己下毒，因为那样对他没有任何好处。正这般想着，忽然嗅到深州传来淡淡幽香，这香味极其清雅，却让他的心头荡漾了起来，一股子热力从他的小腹处升腾而起，直乱心智。于是那阵香味凑得更近了，柔软地靠着他的后脑，妩媚的身体碰撞让范闲心中那团火烧得实在难耐。范闲猛地睁开双眼，眸子里面一片宁静中有着挥之不去的那一点欲念，看着眼前那双白玉素腕，看着那双淡青色的衣袖，说道：“离离。”司礼礼转身过来，身子一软就倒在了他的怀里，双眼柔弱无比地望着他，多了一丝期盼，多了一丝幽怨。二人这一路北行，本就只差那层纸没有捅破，范闲趁着那熟悉的女子体息，不由一阵恍惚。来上京之后，自己只是在庙里偶尔看见了她一面，早已决定不再与这女子有太多男女上的瓜葛，但今时温玉重头生怀，那种熟悉而柔软的触感与自己胸腹处不停撕磨着。刚才还在和海棠喝酒，这刻便在和司礼礼亲热。范闲当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只是有些想不明白。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初夏的上京城不起风则闷热，
不落雨则晨起，实在称不上是好天时。还好此时天已经晚了，淡淡夜风掠过，让这小庙四周的建筑都从白日里的烘烤中解脱出来。树枝挂于庙顶檐角，一轮大大的圆明月映衬在后方遥远但看着却又极近的夜空背景中。范闲系好裤腰带，像个淫贼一般逃也似的从里面跑了出来，清秀的面容上一片不可置信的荒谬。赶到庙门口，他豁然回首，看着坐在庙顶上那轮圆月中的女子，痛骂道：“你跟你师父一样，都是神经病啊你！”范闲一向喜欢伪装自己，微羞的、甜甜的、天真的，虽然众人不信，却依然纯良的。但今儿个碰着这等天大荒唐事，心中又惊又怒，终于破口大骂了起来。海棠蹲在房顶，就像个看护孩子们谈恋爱的保姆一般，花布巾没有扎在头上，却是系在了颈上，看上去像某个世界里的大队长。他似乎也没有想到范闲会醒得这么快，满脸惊讶，眼眸里却闪过了一丝极淡的羞意与笑意，半晌后轻声说道：“这么快啊！”范闲怒了之后马上傻了，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海棠似乎马上明白了过来，有些自责地拍拍脑袋道：“怎么忘了你是废界的徒弟？早知道先前下药的时候就该加些剂量。”月光微动，树枝轻颤，海棠飘身而下，未震起半点尘埃，轻飘飘地落在范闲的身边。他回首满脸微笑地看了内侍一眼，推开庙门，示意范闲与自己一道出去。庙外尽是一片黑暗，远处的池塘里传来阵阵蛙鸣，一片农家气息。范闲心头却是一片怨妇气息，寒声逼问道：“你给我下的什么药？”“春药。”海棠说的理所当然，正大光明，宫里最好的那种。“你……”范闲伸出食指，指着她比一般女子显得要挺直些的鼻梁，生出将她鼻子打烂的冲动。“我是庆国使臣，她马上就是你们皇帝的女人，你好大的胆子！”海棠的脸马上冷了下来，说道：“范大人在雾渡河畔给我下药的时候，怎么不觉得自己胆子小？其时为敌，今日为友，怎能如此？”范闲马上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海棠微微一笑说道：“在宫中的时候，大人是怎么说的？多日前的皇宫之中，上次你给的解药，陈皮放得太重，吃得有些苦。海棠姑娘陶醉在阳光之中。”范闲一笑，知道对方已经看出自己那日用的诈，轻声说道：“我是监察院的提司，不是求天道的高人，使些手段是常事，姑娘不要介意。当然，若您真的介意，您也可以给我下下那药。”这话有些轻佻了，海棠却不像一般女子那般红脸做羞意，淡淡说道：“若有机会，自然会用的。若有机会，自然是会用的。若有机会，自然是会用的。”记忆力惊人的范闲当然将这句话记得得清清楚楚，没料到对方身为一位姑娘家，居然真的用了。他不由冷哼数声，心里恼火却没有办法，自己让别人对自己下药，别人因自己所请下药，似乎自己还真没什么好说。于是乎，范闲举头望明月，低头恨姑娘：“我也不是修道的高人，我只是一个记仇的小女人。”海棠笑盈盈说着：“大女人十足，不该是司礼礼，你是她的姐妹。”范闲冷冷看着海棠：“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李李喜欢你。”海棠微笑说道：“你对李李也不反感，所以我们几个姐妹都认为这件事情可行。”其实从知道范闲就是写诗投寄的那位曹先生后，海棠更加坚定了这个想法。范闲忽然沉默了起来，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半晌后忽然望着海棠说道：“其实既然是您对我下春药，虽然您长得确实不是什么美人，但我也可以勉为其难，牺牲一下色相，何苦把四姑娘牵涉到其中来？”海棠在洒脱自然，在万事不羁于心，但终究也只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家。闻言不由大怒，那双明亮的眼睛狠狠盯着范闲，就像深夜莽原上的一头母狼。范闲烧出了口恶气，马上回复了冷静，双眼微眯说道：“我拍拍屁股就可以走人，当心你那师傅整治你。”海棠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情绪，宁静一服说道：“今日设计大人，还望大人见谅。”范闲面无表情说道：“你可多设计几次，没有男人会拒绝这种飞来的艳福，不过您就免了。”海棠再不动怒，只是轻声说道：“后日宫中开宴，会有舞斗，大人先做准备，宴后我便要启程回国。”范闲盯着海棠那张平常无奇的脸，出奇的古怪：“我不能留在上京，因为我家里有些急事，你安排我与四姑娘再见一面。”海棠微微一伏，沉默应下，然后看着范闲的身影逐渐消失在黑暗之中。路过一个田垄时，范闲微微一个踉跄，险些摔了下去。或许是心神不宁所致，但看着他的双手伸进长衣里摸索着，才知道原来这厮的裤腰带还没有系好。一代失先，日后的衣饰全尘，这一生最狼狈的景象便发生在上京最偏僻的一处庙里庙外。海棠笑了起来，明亮的眸子里满是欢愉，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高兴。回到使团的范闲，双眼一片宁静，哪有半分狼狈的感觉，也没有先前所表现出的怒意。人活在世上，
总是难以避免被人算计的，除非你是个算无一策，将人心摸得无比清透的完人。他没有想到海棠也会有如此胡闹的一面，也没有想到他做起事情来竟是这样的大胆决断，这种赌性竟是比自己也差不了多少。总共只有4个，他已经洗了澡，半倚在椅上，但总觉得身上还有些淡淡幽香，不由想到那位姑娘，心中涌起淡淡他意。纵使他是位冷硬之人，但依然忍不住眯起了眼睛，开始盘算这件事情会对那个女子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海棠或许说的是真的，但那又如何？严冰云皱眉看了他一眼，对方身为自己的上司，使团的正牌长官，在使团即将离开齐国的时候，却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一整天，诸多事宜都无法请示。虽然午后的消息证实了他与那位很少现于人前的海棠姑娘在拼酒，但后来他又去了哪里？为什么范大人今天的脸色有些怪异？是的，4年一共只有4个妃子入宫。严冰云回答道。北齐皇帝自幼修行天人之道，看他的治世风格，也算得上是魏英主。但凡兄有大志之人，自然对于男女之事不会怎么感兴趣。北齐皇代应该还没有子嗣吧？范闲闭目问着。皇帝年纪还小，宫中也不着急这个。不着急。算了，你下去让王启年安排一下后天入宫，还有回城的事情。范闲在心里冷哼一声，挥挥手示意严冰云下去。严冰云有些纳闷地看了他一眼，知道提司大人有许多秘密没有说出来。不错，范闲虽然是监察院的提司，但有很多情报他不会告诉任何人知道。比如说今天晚上的事情，比如说北齐皇帝可能受宫的问题。范闲的手指间还是有些冰凉，此时他才知道，原来自己的胆子确实不如海棠。皇城正门缓缓拉开，那座隐于青山之中，黑岩如飞，流瀑于旁的美丽皇宫再次出现在众人的面前。范闲冷眼看着那些陌生的北齐官员们敛气进神往宫里走去，又与魏华那些相熟的鸿胪寺官员打了个招呼，便被太监极有礼貌地请入了大殿之中。大殿之中一片安静，那条长长御道之旁清水平稳无波，水中鱼儿自然游动。太后与皇代高高坐于玉台之上，下方设了10数张案几，所坐之人皆是北齐一朝的权贵高官，像一般的官员只有在偏殿用膳的资格。范闲身为南庆正使，高坐于左手第1张案几上，除了卸下长刀的高达稳稳站在身后，整个使团就只有林文与林静坐在他的身旁。与使团对面而坐的是北齐朝的太傅与宰相。范闲看了那位太傅一眼，知道对方是庄墨涵最有名的学生，没有想到对方年纪并不是很老。一系列的仪程之后，寿宴终于开始。其实北齐太后依然很年轻，虽然眼角已经有了些皱纹，但依然还是有股子贵妇的清媚。但范闲从萧恩的事情中知晓，这位妇人其实是位极其心狠手辣之人。想到萧恩，他下意识地偏头望去，上山虎就坐在与他隔了一张的桌子上，可惜入殿之时没有机会瞧清楚那位北齐第1名将的风采。太后端起酒杯说了几句什么，声音极轻极轻，范闲没有用心去听，只是随着群臣拜了又拜，口中颂词背了又背。太后过生日，这种红色炸弹自然不是一般平民百姓可比，北齐群臣恨不得将天下的名贵之物都搜刮一空，搬到皇宫里来。东山上的青龙玉石，东夷城舶来的奇巧大钟，北方雪地出产的千年难得一见的双尾雪雕。太后微微颔首，似乎颇为满意。南庆使团的礼物早已从京都运了过来，虽然名贵，但也并不出奇。范闲自然不会真的再做一首九天仙女洛凡尘送给太后，不然太后脸没着地，自己的脸却先着了地。而且他的字也实在有些拿不出手。他私人的寿礼是一个小瓶子，瓶子里是些琥珀色的清亮液体，看似寻常，但太后乞丐微微一嗅后，再看范闲的眼神就有些不对劲了，那叫一个欣赏疼爱。不错，是很没有创意的香水。内库已经停产15年，被范闲从庆余堂里抢过来，本来准备用来熏醉海棠的香水，只是没想到海棠不好这一口。没想到海棠不是大美女，当范闲在京都里准备李清照的词法兰西的水时，自然没有想到无法从男女的问题上收服海棠，反而却险些被对方阴了一道。范闲叩谢过太后之后，眼帘微抬，看了那个皇帝一眼，不料发现少年天子也正笑盈盈地看着自己。他此时心中早有成见，这时再见着皇帝喜欢自己的目光，心中便不禁开始发毛了起来。范闲心里发着毛，脸上却是一片恭敬，将眼帘低了下去，避开了年轻皇帝投来的眼光，却又不好意思去看旁边的太后。对面的太傅与宰相2张老皮脸也没什么意思，所以他的眼光很自然地落到了太傅旁边的桌子上。那桌子是空的，不知道是哪位大人竟然这个时候还没来。正想着，一人从长宫池旁的廊柱后走了过来，在殿间对着太后与皇帝行了一礼，便很自然地坐到了那张桌上。早有宫女前去斟酒。这人一身玄衣，身材修长，威势十足，双眼里却是静若古井，深不见底。最古怪的是他的腰间缠着链子，竟是携着2把弯刀上了殿。这厮好大的胆子！范闲倒吸一口凉气，
偏头问林静道：“这人是谁？能坐在太傅下手，又能带刀入宫，想来是个不得了的人物。”林静小声介绍道：“这位便是国师苦荷的首徒，郎桃大人，宫中禁军大统领。不过听说最近这些年，主要是负责皇帝的武道修行，不怎么管理事务了。”范闲喔了一声，似乎才明白过来，略带一丝震惊说道：“原来这位就是海棠姑娘的大师兄，难怪地位如此超然。”此时郎桃那两道宁静之中自有深意的目光已经投到了范闲的脸上。范闲笑了笑，是好的将手中的酒杯举起来，对着郎桃比划了个请，嘴唇微张，无声地说了2个字：“您好。”郎桃眉头微皱，不知道在想什么，犹豫片刻之后，终于将手中的杯子举了起来，遥遥与范闲饮了一杯。林静在范闲身边小声说道：“大人，这人确实应该接纳一下，只可惜后天便要启程回国，今天才第一次与他碰面。”范闲面作可惜之色，心里却是在想着，不知道郎桃会不会认出自己来。他在这厢想着，郎桃也在那边相疑惑着，看对面庆国那位年轻官员的神色如此自然，一丝都不像作伪，莫非沈仲猜的有道理？悬崖边上那个黑衣人是陈萍萍的影子护卫，而不是对面这位范提斯。范闲心中一片坦然，将目光扫了一遍殿中诸桌，问道：“为什么没有看见沈大人？”林静应道：“沈仲虽然是镇抚司指挥使，但品质不够入殿，更何况今日太后大寿，他肯定是在上京里负责议因看房之事。”范闲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功夫，宫中礼乐渐作，丝竹之声奏出煌煌之感，有舞者舞于庭，清光现于顶。寿宴正式开始了。先是那位皇帝为太后扶杯祝寿，然后底下臣子们依次跪拜，为太后祈福祝寿。范闲身为一国臣子坐在首位，自有林静在一旁暗中叮嘱应该如何行事，所以很平稳地过了这一关。酒水果蔬被端在美丽的宫女手中，悄无声息却又落落大方地分置在各个案几之上。每当有宫女来服侍的时候，范闲总会微微偏身，微笑示意。这落在北齐群臣的眼中，不免有些做作，但也有人会越看越是欣喜，觉得这位年轻一代中的翘楚人物果然不同凡响。范闲却是看着那些柳眉柔顺的宫女，心里面好大的不安。那位年轻皇帝天天与这些漂亮姑娘们待在一处，居然没有变成荒淫少年，这事儿果然有些问题。太后的寿宴虽然不是一般老太太过生日，但其实差别也不大，只不过是来的客人档次高了些，用的酒菜境界上了些，自然饭后的娱性节目也显得头痛了些。这绝对不是铁岭大青山2道河村西那位李大娘过50大寿时所能想到的节目。范闲揉着太阳穴，面上挂着温和的笑容，心里却已经开始在骂娘。温柔的姑娘们现在喜欢自称老娘玩豪爽，粗鲁的爷们儿们现在喜欢微羞的笑玩恶心，杀猪的屠夫喜欢吃邻家的素菜，头戴一枝花嫁不出去的老嬷嬷喜欢四处做媒。这人啊，都是喜欢亲近自己最不擅长的事物，最喜欢做自己最不行的事儿。按照心理学上来说，你缺少什么，就会下意识里强调什么。所以一向以武功闻名天下的庆国，如今在陛下的带领下开始往文治的路上走。明明一京都的武将武道高手，却偏偏流行起了所谓诗会，宫中淑贵妃爱好文学，所以得宠。二皇子深智经传，颇得民心，直至横空出了个一代诗仙范闲，马上吸引住了所有世子的目光与敬仰。而一向为天下文学中心的北齐，如今却是奋发图强，不流行吟诗作对，反而喜欢玩决斗，舍了嘴皮子，改用拳头讲道理。所以南庆使团的门口被扔了一地的小弯刀，要找范闲比武的北齐高手，从使团的门口可以一直排到燕山的山谷中去。范闲闭门不出，出则海棠同游，好不容易避免了天天打擂台的悲惨命运，不料临要回国之前，在这大殿之上却是躲不过了。范大人，您认为这个提议如何？太后笑了笑，将目光投向范闲所坐的桌上，虽是问话，但那语气却是不容置疑。范闲微微一凛，先前北齐一名武将提议比武，虽然说的好听，切磋武道修为而已，但谁都知道，这北齐的群臣知道在文学之上拿所谓一代诗仙没办法，这是准备来折辱自己来了。而且那位太后不知道为什么似乎很不喜欢自己，她长身而起，目光在殿上扫了一遍，忽然开口笑盈盈说道：“太后老人家，外臣手无缚鸡之力，还是免了吧。”殿上轰的一声笑了起来，没有人会相信范闲的话。范闲杀了程巨术，黑拳打叶灵的事迹早已传遍天下，是公认难得的文武双全之辈。群臣实在没想到这位南国正使竟然如此胆小。太后却是满脸平静道：“范大人过谦了。”他又说了几句，竟是不容范闲拒绝。范闲眼皮子跳了一下，心想难怪前世看的穿越小说里，所有的穿越者都秉持了韦爵爷的光荣传统，将所有的太后简称为老婊子。如果自己此时再让，真丢了朝廷颜面，回到南方还真不好向父亲与老伯子交代，信阳那面不知道又会玩出些什么阴损的风言招数。所以他含笑半步退，拱手应下。太后眼亮微亮，坐在太后旁边的皇帝却是面露忧色，关切问道：“
范卿，若身体不适，还是免了。范闲虽然与这位皇帝只有数次聊天之缘，而且心中早有芥蒂，但听到他话语中很真切的关心，想到对方毕竟是位九五至尊，不免也有些触动，抬头朗声道：“陛下，外臣纵使血溅殿前，也当是为太后贺寿放的协礼花好了。”这话不伦不类，大为礼数，马上坏了气氛。果然太后的脸阴沉了下来，皇帝却是笑了笑，觉得极有意思。这个范闲啊，果然是个外表温柔，内心执拗不肯吃亏的古怪性子，挥挥手道：“这话说的就过了，既是比试，自然是点到为止。”皇帝双眼一寒，望着殿中的群臣说道：“谁要是自问无法控制出手的力度，那便还是不要出来献丑了。”这话便先毒死了那些准备玩误伤的人物出手。群臣心头一凛，发现这位年轻的天子在这些年里成熟的速度实在是快的有些令人吃惊，那股天子威势剑圣难敌。更古怪的是，娘咧，这位皇帝陛下对那范闲怎么这么好？这到底是咱们的皇帝还是庆国的皇帝啊？话间落处，早有一位武将自偏殿外行来，对着太后与皇帝一礼，沉声说道：“臣程普竹愿向庆国范大人请教。”太后微微颔首。皇帝知道这位程普竹的水准，对方是狼桃的师侄，算起来都是天一派的学生，如今正在宫中禁军里任职，大概是听到上峰的传令，所以前来比试。皇帝从海棠的嘴中知道范闲已经是9品出的高手，程普竹却只有7品的水准。为什么？皇帝看了一眼狼桃，自己的武道师傅，却发现狼桃安坐于席，面上没有半分反应。程普竹又向范闲行了一礼，沉声道：“范大人文武双全，声名震天下，程普竹请范大人指点。”范闲笑了笑，也看了一眼狼桃，知道今日这殿上的比试不是为了争强好胜，而是那位狼桃想抢在自己回国前看看自己的出手风格。自己到北齐之后便没有在众人面前出过手，狼桃一定对于悬崖边的事情还有所疑惑。他对着程普竹拱手道：“程大人。”程普竹沉声应道：“正是。”范闲说道：“你不是我的对手。”然后坐了下来。群臣哗然，心想这位范闲未免太狂妄了些。正想着，却听着一道沉稳的声音响起：“请程大人指点。”程普竹正自愤怒，却看见范闲身后那位护卫往前踏了一步，站在了自己的面前。此时天光从殿顶的玻璃上打了下来，散作一片青光，殿中光亮无比，所以很清楚地看清楚那位护卫朴实的面孔里所蕴含着的无穷杀意。只是一步，高达只是往前踏了一步，他整个人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先前只是畏不起眼的护卫，隐藏在范闲的身影之中，此刻迈步而出，却竟是隐隐然有了些宗师风范。此时殿中无风，但高达身上真气流动，净肌的衣裳微微飘动。范闲借着暗机的掩护，半击坐于地，2根手指捏着小酒杯，双眼微眯，用余光注意着对面狼桃的表情。狼桃似乎对场间的事情不怎么感兴趣，手中拿着筷子正在携着盘中菜肴，但范闲眼尖，依然看见他的下颌微微点了点，这是表示同意。程普竹深吸一口气，看着面前的这位高达。上京中人都清楚，对方是南朝使团的高手护卫，曾在一招之内制住上山大将属下的谭武将军，可谓真正的高手。但事已如此，容不得程普竹退让。只见他大喝一声：“请陛下准我用刀！”少年天子虽然欣赏范闲，但毕竟不是个傻子，当然知道自己做的是北齐的皇帝，也颇为欣赏这位武将的勇气与声势，面带嘉许说道：“准了，程将军用心去做，此次纯属武道切磋，莫将他看作朝廷的颜面，不论胜败，朕都有赏。”寿宴主角太后看了自己的儿子一眼，眼色中满是不赞同，但是年轻的皇帝笑盈盈着，似乎没有看见母亲的眼光。林文、林静2兄弟却是紧张无比，心想马上就要启程回国，怎么又在宫中闹了这么一出？若是己方胜了，北齐人丢了颜面，不好；若是对方胜了，自己大庆朝丢了颜面，更不好。但是庆国官员这数十年早就养就了一股天生的狠气，见对方挑衅，虽是文臣也动了真怒，对高达说道：“高护卫，点到为止，不要胜得太厉害了。未曾战，先言胜。”范闲看了身边2位副使一眼，苦笑了一声，心想原来这2位比自己还要嚣张些，转头对龙椅之上的皇帝说道：“陛下，请允外臣下属送刀入殿。”皇帝微笑望着他，挥了挥手。殿外早知大殿上将有一场武道比试，今儿个是太后寿宴，所以宫里管得松，而且陛下也点了头，所以本在偏殿用膳的臣子们都涌到了大殿门口，将热切的目光投往场中。小太监从皇宫角门处取来了高达用的长刀，递给了殿前的太监，传到了殿内。范闲瞧见王启年正在大殿门口鬼头鬼脑地往这边看着，心里不由一凛，心想老王莫不是手痒了，想重操旧业，在这皇宫里摸些东西吧。再说回这边，高达双手一握长刀刀柄，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顿时进入了一种很奇妙的境界中。先前的威势不复，压迫感不复存在，场间剩下的似乎只有一柄刀。纵使一人一刀，但在旁观者的眼中却依然只有一柄刀。狼桃停住，看着高达手中那把样式独特的长刀，不知道想到了什么，眉角微皱。程普竹与高达对面而立，看着那位稳定站立的对手，将脑中一切杂念抛开，吸了一口气，缓缓拔出了鞘中弯刀，刀身与鞘口摩擦，发出一阵令人生出热血之感的金属声。高达依然不动，双手握着长刀，整个人向右侧偏了几寸。程普竹缓缓运起真气，将真气灌注到自己的手腕之中，感觉自己的小臂似乎已经与那把弯刀合作了一体，这才微抬刀面。他是狼桃的师侄，苦河一派，虽只有7品之时，却有一股子师门赋予的自信，对方可以骄纵，但他不会。刀光如雪一般绽放，丈余的距离在2名高手间就像是不存在一样，须臾间消失。下一刻，程普竹已经出现在高达的正前方，两人隔得极近，就像是脸贴着脸，身体贴着身体。而那如雪的刀光正来自程普竹的手上，那柄弯刀很奇异的倒悬着，他高高举着弯刀，刀尖却是直刺高达的左肩。两人间的距离太近了，就连程普竹也只能倒悬弯刀，用这种很阴险莫测的方式刺来。更何况高达双手握着长刀，此时根本不可能有出鞘的机会，纵使长刀出鞘，也根本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距离内发挥作用。程普竹果然不愧是师门不凡，在短短的时间内，凭视对对方武器的判断，定下了制敌之计。群臣微惊，似乎马上就要看见高达肩头泄出。范闲微皱眉，似乎没有想到程普竹的出手竟是有如风雷一般，迅烈不及掩耳。落！一声极难听的声音响起，紧接着一声碎裂响声后，又是一声闷声响起。下一刻，殿间太后皇帝、殿外窥视群臣都满脸惊讶地看着一个人影被震飞了出去。程普竹重重地摔在了地上，脸上一片血水，看上去受了极重的伤。众人以为高达是以真气将程普竹震飞了出去，不由大骇。能够仅凭真气震飞一名7品高手，除了4大宗师之外，或许只有几位顶级的9品上强者才能做到，而高达只不过是南庆使团的一名护卫。场中只有那些武道高手才看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程普竹弯刀刺下的时候，高达竟是没有拔刀，而是双手提着长刀向上一提。长刀刀柄大约有1寸方圆的大小，而就是这极小面积的刀柄，竟是生生对上了程普竹弯刀的刀尖。高达手中的长刀足有1人之高，他一提刀竖立，刀鞘便稳稳地立在了地上。所以当弯刀刀尖刺中刀柄的时候，等于说程普竹全身的真气与气势都以高达手中长刀为桥，传递到了脚下那片青石地板。高达等于置身事外，看着程普竹蓄势已久的一击，与大地做了个正面的冲撞。以后土之后，纵你是大宗师又如何？在那一瞬间，程普竹感受一股雄浑至极的力量从刀尖传了回来，让他一时气息受制。而便在此时，高达射刀抱拳，双臂如同抱着一个圆一般向左一转，右手如钢铁一般的肘尖便重重打在了程普竹的下巴上。这一击何其有力，顿时击得对方齿落唇裂，鲜血横流。这还是高达手下留情，不然光这一击，程普竹便会丧命。与其说程普竹是败在了高达的手上，不如说他是败在了大地的手上。早有太监扶着程普竹退下医治，高达沉稳向陛下与太后行了一礼，拔出长刀，缓缓退回到范闲的身后。咯吱一声，这个时候先前对战之地的青石板才寸寸裂开。殿间群臣才明白，那柄未出鞘的长刀竟是被程普竹的弯刀之刺生生打进了青石板里，这是何等样的力量！明白高达是取巧，群臣议论纷纷，却也不好多说什么。范闲看着北齐群臣的神情，有些自禁地笑了笑，在众人的眼中，这笑容未免可恶了些。范闲将自己饮的酒杯递到了身后，高达微微一愣，接过酒杯一口饮尽。谢大人赐酒，谢大人指点。不知道范闲曾经指点过他什么。范闲笑着说道，应该是谢太后赐。话没有说完，他却发现殿中忽然一下子安静了起来，包括殿外的臣子太监也是一般，因为狼桃说话了。狼桃微笑望着范闲，开口说道，范大人的小手段果然名不虚传，想不到连阁下的护卫也深明此道。说完这番话，他长身而起，轻轻解下自己的外衣，交给身后的宫女，露出腰间那2柄连在一起的弯刀。殿中嗡的一声，狼桃大人要出手了。狼桃身为国师首徒，陛下的武道老师，上京重臣已经有许多年没有看见过他出手，想不到今日竟是要为南庆人破例。群臣将灼热的目光投向狼桃，却因为对方地位特殊，所以不敢多说什么。还没等狼桃走出来，范闲已经是哈哈一笑，摆手道，我不是您的对手。先前他直视程普竹不是自己对手，此时又自称不是对方对手，落在北齐人耳中倒有些光明磊落。狼桃却是笑了笑，说道，
是不是对手，总要打过才知道。范闲心头微凛，知道若真的与这位高手交战，第一，自己如果不用暗弩毒针、春药、毒药粉，那肯定不是对方的三合之敌。第二，若让对方真的确认了自己就是悬崖边的那人，以苦荷对于神庙的无穷掩饰来看，自己只怕会落到被追杀的下场。他眉头紧皱，却也知道以狼桃的身份亲自挑战，已经是给足了南庆人面子，自己断不可能再让高达出战。正内心渐趋强硬，准备出手之时，却听着一个声音：“师兄，我来吧。”范闲高兴，很高兴，北齐人也高兴，看热闹的人更高兴。海棠从太后后方缓缓款行了出来，对着狼桃微微一扶道：“师兄，我来。”狼桃见是他，面露温柔之色，说道：“也好，师妹自然，只是要小心范大人的手段。”海棠对着太后与皇帝行了一礼，没有说什么，就走到了范闲的面前，微笑说道：“来不来？”“来。”“为什么不来？”二人浑没觉着这对话像小孩子在玩过家家班。当然，将大殿围的里3层外3层的北齐人没有察觉，就连南庆使团的官员也没有察觉。大家此时都陷入了某种期盼之中，这种期盼甚至已然超乎胜负之上，超乎两国颜面之上，只是纯粹想看待会儿发生的一幕。一位是南庆诗仙，文武双全，以不足20幼龄成为监察院提司的范闲；一位是北齐天女，苦荷之后最年轻的一位9品上高手，传说中的天脉者，被认为是最可能成为第5位大宗师的海棠。二人都是当今天下年轻一代声名最盛的佼佼者。市井传闻，这二人曾在上京城中周游忘返，看来是惺惺相惜。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二人确实是在一个层级上的人物。二人终于要对上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守在大殿门口的王启年打了个呵欠，看着殿中那2个打架的年轻男女，咕哝说道：“这在骗谁呢？”他身边一个太监愤愤不平说道：“居然在殿前比武中假打！海棠姑娘啊，你怎么忍心让我们这些看热闹的人失望？”王启年没好气说道：“又没收你们这些看客银子，自然演戏演得不认真，假打又如何？就凭他们2个人的身份，只怕皇帝陛下都不好意思打假。”看那厢，范闲出手粗拙不堪，将手掌横起竖直，就像菜刀一样啄来啄去，哪有半分灵动。偏生每一掌出，还假模假样的带着些劲风，呼呼作响，割裂空气，看似霸道，却是一掌一掌尽数劈在了海棠身边的空气里，根本没有去挨那姑娘家半分肌肤的意思，只是将海棠那粗不依长的边角尽数带起。这是什么手法？这是伍佰同志上台唱歌时面前总要摆个电风扇的手法。这是周星星同学在鼓风机前面丢碎报纸，解开主角配脚长睡衣扣子的手法。海棠衣上若云，在掌风之中微笑而起，与水光相伴的长长玉台之上轻渺若仙，飘飘然若玉成云而去。偶一出指，东一指，西一指，不知指向何处，不是指东打西的花招，竟赫然是点冰点这样的小姑娘手段。二人这般不知道交手多少回合，竟是半点烟火气也不带。既然不想起血光，出手自然一粒的清淡，就像是庙里的素斋，竟是连豆油都舍不得放，清淡的令人作呕。连个小太监都能瞧出2大高手在假打，更何况殿中这一水的老狐狸、小狐狸、公狐狸、母狐狸，不公不母一种狐狸。有的大臣眼睛早就直了，根本没有料到海棠姑娘与范闲居然会这样厚脸皮的敷衍，一点都不顾及朝廷的颜面。太后看着殿中长台之上清光之中的那对人影，不由冷哼了一声，虽未失态，但眼角细纹里全是隐怒。反倒是年轻的皇帝看着小师姑与范青在那清光之中飘来飘去，忍不住笑了起来。狼桃一脸平静，看着这一幕，却知道范闲看似拙笨的出手，其实是很厉害的大批官。不过那是南朝京都叶家的家传武艺，这姓范的小子怎么学会的？殿内殿外满心期待的众人终于失望了。看了这么些时候，有些人忍不住打起了呵欠。头前那位太监忍不住摇头道：“这可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去，反正又分不出胜负。”王启年也是无比惋惜的摇摇头。我看马上就有人要喊停了。小太监不信，摇头道：“店里的大人们都是人精，谁也不会出这个头。”王启年与他争执了起来，最后兴起开始打赌，赌长长玉台之上跳舞的2个人什么时候会住手。旁边的几个人见他们争得热闹，也凑了过来，纷纷押上自己的赌注。一车海胆，2根黄瓜，各色奇怪下注不一而足。放肆！终于有位大臣看着太后越来越阴沉的脸，忍不住了，拍案而起，怒斥道：“太后寿宴，你们弄的什么玄虚？莫不是想欺君不成？”这话说的不漂亮，就像喊破皇帝在裸奔的笨小孩一样。这世道不论有多丑陋，但任谁抢先喊破，那就是个极不讨人喜欢的家伙。就像今日明知道范闲与海棠2人在玩冲灵剑法，但不喊破，太后也能厚着脸皮看下去，毕竟今儿个是自家生日，看看年轻娃娃跳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这大臣一贺欺君，岂不是逼着太后发飙？所以太后准备发飙，
冷冷看着那位大臣，心里不知道转了多少个念头，想将这厮的嘴皮子撕烂。皇帝却依然笑盈盈的。水池之中，玉台之上的那两人却像是根本没有听见有观众在喝倒彩，认认真真的演着戏。海棠飘来飘去，范闲龙行虎步，姑娘家身姿清美，小范闲模样俊俏，打起来还真的好看。不过片刻功夫，却是从玉台之上站到了台后的殿前，距着龙椅不过数丈的距离，将好停在那位大臣的桌前。范闲手掌化作菜刀，便向空虚菜板上狠狠啄去，口里却哎呦一声，似乎失手。海棠在空中的姿势微滞，右手并着二指画剑刺出，嗤的一声，将要戳中范闲的胸口。也不知道这二人如何转换了一下方位，接下来的那一刻，掌风只是竟是没有戳中任何人的身体，反而痴痴想着，劲气激荡，向着后方而去。后方就是那位大臣的席位。大臣骇然，这海棠与范闲同时出手，就算是国师苦荷亲至，只怕也要暂避锋芒。矮桌在一瞬间被震成了无数碎片，桌上的酒壶裂开，菜盘跌落，酒水油星化作满天昏花，染了那位大臣满头满脸。眉上挂着菜花，嘴上叼着萝卜花，耳上挂几丝金箍，伤伤水水给他洗了一脸，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于是大殿中马上安静了下来，大臣们这才知道，原来海棠姑娘与那位南朝使臣在某些时候都是胡闹的祖宗，为了自己的脸面着想，还是不要多说什么了。清光微尽，范闲与海棠同时驻守，相隔数步之地，微微互视一笑。海棠对着太后微微一拂说道：范大人大批官手断了得，小女应对无方，故而波及这位大人，还望太后恕罪，人有失手。范闲也是满脸自责，挥挥自己的右手，马有失蹄。太后是极疼爱海棠的，哪里肯责怪，加上今日毕竟是自己受言，胡闹一场活犯下气氛，也算是不错，只是可惜没有让那南朝人吃些苦头。不过看着范闲说话自嘲的有趣，太后的唇角也不由浮起了淡淡笑意。皇帝也诡异笑着，大臣们也笑了起来，笑得有些尴尬。只有真正的武道高手才知道，先前那看似玩笑的打斗，其实依然蕴含着两位年轻强者的一些心思。大批官看似粗拙，实则肃杀；海棠只见看似轻柔，实则厉然。常常玉台之上的舞蹈，其实何尝不是一种比试？只不过最后范闲似乎隐隐还是败了。此时假打结束，殿顶的清光依然照在幽旷的大殿之中，范闲与海棠便站在清光之中，两人的容颜在光辉之中显得无比柔顺。殿顶吊着的半月宫灯映在水池之中，这场比试真可谓是一俯一仰一场笑，一将明月一宫休。夜色渐渐笼罩深宫，半个月亮缓缓从宫后的青山背后爬起来，将那暖融融但茫茫的光芒洒进北齐的皇宫之中。黑色的长檐，灰白二色的宫墙，在夜之时反映着美丽的身姿。大殿前的群臣正在往宫外退去，宫城四周可以看到很多侍卫，还有些黄门太监在沿路侍候着。臣子们退去的速度极快，不一会儿功夫，皇宫就恢复了幽静。空旷的广场之上再也看不到闲杂人等，由极热闹转为极静，竟是只花了一炷香的功夫。大宴结束之后，太后便揉着太阳穴退回了寝宫，范闲却被北齐皇帝留了下来，在花阴宫里等着。这宫里安静无比，有淡淡焚香清新的味道传入鼻端。范闲眼观鼻，鼻观心的坐着。北齐陛下这时候应该在太后宫中尽孝，不知道让自己等在这里是为什么。宫女为他递上茶水果子，范闲一含笑谢过，却发现那些宫女们生的都极为妩媚，尤其是眼目间那股子微羞神情，让他心头一荡。但一想到年轻皇帝将自己留在夜宫之中，再联想到那位皇帝在某些方面似乎有些问题，范闲心头微凛。陛下有事情要请范大人帮忙。另一位眼观鼻，鼻观心的姑娘在旁边似乎猜出了他的所惧，满脸平静说道。说话的自然是海棠。范闲留在宫中做客，他不免要当半个主人。姑娘家这个时候想到先前殿上那一幕，也自有些恍惚好笑。为什么自己与范闲在一处的时候，总是显得要比平时放肆许多？范闲微微一笑，没有解释什么。太监在宫外喊了声什么，一阵脚步声急而不乱地向着花阴宫行来。范闲心想，这般着急，这位年轻的皇帝陛下究竟要自己帮什么忙？对方贵为九五至尊，除了统一天下这等事情之外，恐怕还真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正满怀疑问之时，年轻的皇帝已经迈步入了花阴宫，一挥手止住了范闲与海棠请安的念头，右手解开自己的外衣，扔给后面屁颠屁颠跟着的小太监，只剩下里面那件单薄的素黄衣裳，看着倒是十分精神。紧接着，皇帝坐到软榻之上，双脚一蹬，自有太监小心翼翼地将他脚上的软靴脱了下来，露出只裹着薄袜的那双脚。海棠许是见惯了陛下私下的模样，所以并不如何吃惊。范闲却有些吃惊，北齐皇帝居然在自己面前露出如此私人的一面，他也不掩饰自己的吃惊，将目光投向软榻之上，更是有意无意间在皇帝的胸上、脚上点了两下。不大不小，胸不大，脚不小，母亲是喜欢安静的。年轻的皇帝靠在软榻之上，
喝了口太监端上来的燕窝，漱了漱口，皱了皱眉头，挥手让所有的宫女太监都退了出去。皇宫这座殿里顿时安静了下来。范闲微微欠身行礼道：“不知陛下有什么吩咐？”看着这位南朝使臣的拘谨模样，北齐皇帝眼中闪过一丝笑意，开口说道：“范卿，后日你便要启程回国，一路上可得将大公主服侍好。”范闲心头微惊，这才想起自己竟是一直没有注意这件天大的事情。迎公主回国成亲，这是何等样的大事，一路之上断不能出半点差错。这些天他早就从严冰云那处知道，这位北齐大公主一直养在深宫，与面前这位皇帝陛下是同父异母的姐弟，亲生母亲早就不知道死在哪座寒宫之中，大公主一向也不得太后喜爱，所以才舍得让她成为政治联姻中的牺牲品。不知道皇帝忽然说到大公主是什么意思，按道理来讲，这位皇帝应该与那位姐姐没有太深的情分才对，但看着皇帝亲疏眉宇间的淡淡忧愁，范闲就知道自己猜错了。果不其然，皇帝叹了口气说道：“大公主向来未离宫廷，今次远嫁南朝，朕虽是天子，也无法多加回护。”范闲诚恳说道：“陛下放心，大皇子乃是我国一世英雄人物，最得万民敬仰。大公主与大皇子日后一定是琴瑟和谐，白头到老。满朝臣子定会视公主以礼，不敢有半分怠慢。”皇帝冷笑一声：“那有何用？”他忽然盯着范闲的眼睛，说道：“范卿，朕视你为友，还望你在南京城中对大公主多多提点，务要保证她能生活幸福。”范闲在京，他与这位皇帝拢共只见了4面，怎敢做天子之友？似乎猜到他在想什么，皇帝微笑说道：“范卿，初次见面时便曾说过，朕喜你诗文，时常跑诵之，那些字句便有若你在说话。朕既然已与你说了这1年的话，将你看作朕的友人，也不算什么出奇。”范闲此时真的有些受宠若惊，真的有些惭愧汗然。正当他准备叩谢圣恩，大呼惶恐之际，却又听着北齐皇帝那清清淡淡的声音传来，只是那声音中多了一丝讳怒。不过范卿却似乎对朕多有疏远，不说这些日子不肯多进宫与朕说说话。北齐皇帝忽而看着他的双眼说道：“即便在许多事情上，也要瞒着朕啊。”范闲愁苦着解释道：“事宜繁多，忙着在鸿胪寺与太常寺两边做事，不敢入宫打扰陛下休息。”北齐皇帝看了一直沉默的海棠一眼，忽然笑着说道：“是吗？我还以为你这些天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陪着小师姑到处逛街饮酒。”这话一出，连海棠也不好继续安坐，略带一丝不安之意回道：“朵朵时常向范大人请教天人之道，受益匪浅。”陛下摇摇头，望着范闲说道：“那范卿还准备将那件事情瞒到什么时候？”一滴冷汗从范闲的发中冒了出来，却不肯滑落额角，落了内心中的怯，只在乌黑色的长发里晕着润着。范闲第一个念头是，难道司礼里的事情暴露了？如果真是这样，眼前这位皇帝就算不喜欢女人，但那种天子的权力独占欲，只怕也不会让自己再活着离开北齐。他的眼角余光一飞，却瞧见海棠平静的脸上一片安然，没有丝毫畏惧与不安。于是他心下稍安，咳了2声，恭谨问道：“不知陛下说的是什么事情？”萧恩的事情没有人知道，除了海棠可能会猜到一点，只要不是司礼里的事情，范闲面对着这位北方的皇帝就不会有半分内疚与畏惧。不料接下来北齐皇帝的发问，却险些让范闲从椅子上摔了下去。今夜宫中轻谈，竟是震惊连绵而来。“朕来问你，你那林妹妹究竟如何？”北齐皇帝望着范闲冷冷说道：“就像一道惊雷劈在了深宫之中，就像雷雨夜里的那位姑娘喊了声天啊！”范闲呆若木鸡，身体有些僵硬，一时间竟是不知如何回答。这个皇帝怎么可能知道婉儿是自己的表妹？这等于说他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整个天下知道自己真实身世的绝对不超过5个人，而那5个人都不可能将这惊天的秘密泄露出去。可问题是，北齐皇帝身为一方天子，手下能人无数，难道他真从某些痕迹与黄纸堆中发现了这件事情？不然他怎么会赫然问道自己的妻，自己的林妹妹？北齐皇帝冷冷看着他，看着他惊慌失措的表情，猛地一拍软榻的扶手，痛斥道：“说你妈的说！”范闲脸上的表情倒有大半是装出来的，心里依然保持着强悍的冷静，左手小指微微勾了勾，却忽然想起，因为怕海棠发现自己与悬崖边氏的关系，所以这些天他一直没有带着左腿上的黑色匕首。自己是打不赢海棠的。只要北齐方面把自己的身世揭开，那些太子、大皇子、二皇子不马上会变成一堆恶虎？还有深宫里的那些娘们儿。范闲咳了2声，笑容重新浮现在了脸上。对方既然当着自己的面说出来，那自然是准备要挟自己，所以他准备装傻，先听听对方的条件。“陛下，您在说什么？”北齐皇帝站了起来，踩着那双软靴，竟是懒得再套好，就这般径直向着范闲走了过来。
脸上的表情也是渐趋精彩，由先前的微微愤怒转成了淡淡笑意，那笑意之中还隐藏着一些兴奋与期盼。看见这表情，范闲一怔，更加确认了这位皇帝弟弟是位小变态，一双手握住了范闲的肩头。北齐皇帝有些失态地摇着范闲的双肩，眉飞色舞，朗声笑了起来：“范卿啊范卿，你瞒得朕好苦，你瞒得这天下人好苦啊！”范闲此时早就消了制住北齐皇帝亡命天涯的想法，有些傻兮兮地望着距自己近在咫尺的那张脸，发现这皇帝长得还真不错，天子天天洗澡，身上的体息也算清新。海棠在旁边看着陛下狂热神情，看着范闲傻鱼模样，忍不住笑了起来。曹公，北齐皇帝又用力摇了他2下，把范闲摇得有些头昏眼花。曹公，快告诉朕，林妹妹究竟最后与宝玉成了没有？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虽然不知道北齐皇帝是如何猜到这一点，但范闲终于再也承受不住这种一惊一喜之间的折腾，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也不急多说别的，先拿起身边的茶杯，咕咕喝了2口。皇帝笑盈盈望着他：“今日你不把石头记给朕讲完，朕是断不能容你出宫的。”范闲叹息道：“陛下怎么知道石头记出自外臣笔下？”皇帝看了海棠一眼，海棠微微一笑，说道：“书事只有谭伯书局出，那位曹先生一向隐而不示，除了谭伯书局之外，竟是没有旁的人能知道他究竟是谁。石头记一书风行天下，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猜他究竟是谁。前日饮酒时，范大人话似乎多了些，自然被我猜到少许。今日陛下再一诈，大人既然坦诚，也算是躲躲，我猜对了。”范闲苦笑着，不知该如何言语。其实他现在并不是很需要石头记作者这个名声，看北齐皇帝先前曹公喊的亲热，差点让自己错认他为郭嘉，想来也是为石头记的痴迷者。确认了范闲便是石头记的作者，北齐皇帝显得很是高兴，连连说道：“卿家快来说说，那宝玉最后究竟收了几位姑娘？”范闲失笑，心想这位陛下原来是后宫文的爱好者，连连摆手求情道：“陛下，外臣只胡乱做了60多章，后文实在是还没有想好。”说这话的时候，他又想到了儋州时若向自己求文时，自己想的存稿问题、更新问题、太监问题，实在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啊。北齐皇帝闻言一叹，愁眉不展。他看了在一旁养神的海棠一眼，忽然凑到范闲耳边，压低声音说道：“37回里的海棠诗社与小师姑有什么关联？”范闲余光瞥见海棠姑娘的眼角微微柔顺了起来，知道这位姑娘家在偷听，于是虎微微一笑，大胆应道：“陛下，书者不能自解，恕外臣不便多说。”皇帝陛下露出一丝暧昧，说道：“那范卿快回城，出的一章便记得往朕驾所在寄来一章。”范闲惶恐应命，不敢多言。走在皇宫的青石道上，天上一轮月，零下2个人，范闲的后背已然全部汗湿，在这夏天的夜晚里，依然感觉有些冰凉。他吐了一口浊气，兀自有些后怕，拍拍自己的胸膛，对身边的海棠埋怨道：“你猜到石头记是我写的，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害我先前险些被你那皇帝吓死了。”海棠笑了笑，说道：“谁叫你瞒天下人瞒了这么久？”接着眼眸一转，说道：“为什么会如此畏惧？如果不是你曹公身份的事情，那你怕陛下说什么？”范闲想都没想，柔和一笑，说道：“你说呢？”海棠唇角微微翘起，没有说什么。范闲偏头望着他，看见他长长的睫毛染上了一层银晕，显得有一种清媚的美丽，而他容貌上最出色的眸子，在夜色里显得特别的明亮，银色月光确实有一种魔力，那种朦胧的浸染，似乎可以让任何一个姿色普通的女子变作人世间的精灵。范闲却没有什么感觉，只是将手支在身后，缓缓向前拖着步子，说道：“你这次因了我一道，我不寻求报复，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原因。你要我帮你做一件事情。”海棠微笑道：“虽然我不清楚是什么事情，但想来和南方有关系，所以才需要我这种外人帮忙。不错，你我其实都是些虚伪的人。”范闲的唇角泛起一丝有些自嘲的怪异笑容，所以当我们说话的时候，似乎可以直接一些。我需要你帮我做的事情，也许会发生，也许不会发生，总之到时候我会派人来通知你。海棠望了他一眼，忽然开口说道：“听说你极其疼爱那位宰相的私生女，所以连儋州祖母指过来的大丫鬟也一直没有收入房中。我不喜欢你试探我的家事。”范闲回过头来，很认真地说道：“这个话题到此为止。”海棠笑着点点头，说道：“其实我只是好奇，什么样的人会见着女子便开心，见着男子便觉浑身不适，认为未婚的女子是珍珠，认为已婚的妇人是鱼眼珠，认为女儿家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认为女子是珍贵的，男子是下贱的。”一长串的话语结束之后，海棠盯着范闲宁静的眼眸，轻声说道：“我很好奇，世上皆以男为尊，范公子怎么会有这些看法？”范闲笑了笑，没有回答。海棠忽然脸认一礼，正色说道：“
朵朵替天下女子谢过范公子为闺阁立传，为女子打抱不平。范闲沉默了少许，忽然开口说道：我与这个世上绝大多数人本就是不同的。出了宫门，海棠有些惊异地发现太傅大人竟然还守在宫外，而范闲看见那位皇帝陛下的老师后，面色却没有什么异样，想来是早就知道了。海棠对太傅行了一礼，然后回身对范闲说道：后日我来送大人。范闲明白他话语里藏的意思，点点头，便上了太傅的马车。看着前后3辆马车渐渐消失在上京城的夜色之中，海棠的明亮眼波忽然乱了一下。他想着那个面容俊俏的南朝年轻官员最后的话：与众不同。范闲在这天下人的眼中自然是与众不同的，只是不知道他自认的不同究竟是在什么地方。马车停在一处安静的院落外，负责使团安全的禁军们这才知道南庆大才子范闲在北齐的最后一次拜访，原来是来看望这位大家。联想到天下传的纷纷攘攘的那件夜宴斗诗，众人不免有些不安，不知道范闲究竟存了什么心思。但在这等书香满院处，众人很自然地安静下来。头辆马车上的虎卫们下了车，双眼虎视，把守住了几个要害关口。范闲与北齐当朝太傅携手从马车上走了下来，态度虽不见得亲热，但也似乎没有什么敌意。众人稍稍心安，却见着一向为人持正、刚正不阿的太傅大人与范闲轻声说了几句什么，二人便推门进去。范闲摆了摆手，示意虎卫们不要跟着。到了院中一间屋外，太傅对着屋内深深鞠了一躬，回身对范闲平静说道：范公子，老师最近身体不大好，请不要谈太久。范闲很有礼貌地向这位大文士行了一礼，整理了一下衣装，轻轻推开了木门。一眼望去，便能看见一位老人正捏着小毛笔，在纸上涂涂画画着什么。这位老人乃当世经文大家，学生遍及天下，北齐太傅与南庆的书大学士都是他的得意弟子。在范闲偶露锋芒之前，根本没有人可以在治学方面与他相提并论。即便范闲在殿上无耻的郭敬明了一把以求乱胜之后，也没有人会真的认为除了诗词之道，范闲在别的方面也达到了对方的境界。因为这位老人姓庄，名墨寒。屋内没有下人，也没有书童，只有那位老人穿着宽松的长袍在不停抄写着，偶尔会皱着眉头盯着纸上，翻翻身边的书页，似乎在找寻什么印证。与上一年在庆国时相比，庄墨寒的精神似乎差了许多，满头银发虽然依然束得紧紧的，但是两颊旁边的老人斑愈发得重了，显露出某种不吉利的征兆。范闲不想打扰他，轻步走到他的身后，将目光投到案上，竟赫然发现书案上放着的是谭伯书局出的半闲斋诗画，而那诗集的边页空白之上，已经不知道写满了多少注释。难道这位当世文学大家竟是在为自己背的诗集写注？庄墨寒枯干的手指头指着诗集中那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下半句，不停点着书页，嘴唇微起，有些痛苦地说道：不通，不通，空有言辞对仗之美，这下半句不通，实在不通，你说说这是什么意思？稍许的沉默之后，范闲柔和的声音响了起来：巫山乃极南之地一处神山，终年云雾缭绕，但为朝云，暮则行雨。但凡观过此景此云者，再看世间任何高天白雾，便览取眼中。这二字是脱下二句，纯论情之忠诚。原来如此啊！庄墨寒苦笑着，指指阔大书案一角的一本厚书。老夫自然也能猜出这意思，只是总寻不着这点。翻遍这本山海总览，也没有寻到多云之巫山，原来是座极南处的神山，难怪我不知道。范闲见他没有怀疑自己是瞎杜撰，知道这位老人家实在是位很温和包容的人物，于是微微一笑，上前替他磨墨，看着他用极细密的小楷将自己的解释抄在了书页的空白处。庄墨寒的楷书也是天下闻名，其正其纯不以第二人论，但范闲今天看着却有些唏嘘，老人家的手抖得有些厉害了。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这又是什么典故？庄墨寒没有看他一眼，继续问道。范闲一阵尴尬，心想出诗集的时候自己专门把李白这首《将进酒》给删了，怎么老同志又来问自己？庄墨寒叹了口气说道：老夫自幼过目不忘，过耳不忘，不免有些自矜。那日你吐诗如江海，不免让老夫有些自伤。老人自嘲笑道：不过也亏了这本事，才记住了你说的那么多诗句。后来半闲斋诗集出了，我就发现少了许多首，也不知道你这孩子是怎么想的。听见庄墨寒叫自己孩子，范闲心里却无由多了些异样的感觉。他咳了两声后解释道：陈王乃是位姓曹的王子，昔时曾经在平乐关大摆酒宴。姓曹的王子？庄墨寒抬起头来，浑浊的目光中带着一丝不自信。可千年已降，并没有哪朝皇室姓曹。范闲在心底叹息了一声，劝解道：晚生瞎扯的东西，老人家不用再费神了。那可不行。庄墨寒在某些方面实在是有些固执，花花翻着他自己手抄的全部诗文，指着其中一首说道：中间小谢又轻发，这小谢又是哪位？范闲脸上青一阵白一阵，
半晌后应道：“小谢是位写话本的潦倒文人，文虽粗鄙未能传世，但在市井里还有些名气。”那不知道过了多久，当范闲觉得已然词穷了无生趣之际，庄墨涵终于叹了口气，揉了揉眼角，抛笔于砚台之中，微带黯然说道：“油尽灯枯，比不得当年做学问的时候了。”入屋之后，二人没有打招呼，便投身到这项有些荒谬的工作之中。直到此时，范闲将卷起的袖子放下，极有礼数地鞠了一躬，说道：“见过庄大家，不知道老先生召晚生前来，有何指教？”屋子里安静了下来。许久之后，庄墨涵忽然颤着枯老的身子，极勉强地对范闲深鞠了一躬。范闲大惊之下，竟是忘了去扶他。这位老爷子是何等身份的人物？他可是北齐皇帝的师公啊，怎么会来拜自己？庄墨涵已经正起了身子，满脸微笑在皱纹里散发着。去年庆国遗物，于今已有1年，老夫一生行事守重德行，去年在庆国陷害范大人，一心不安至今，今日请范大人前来，是专程赔罪。范闲默然，他当然清楚庄墨涵之所以会因长公主之请，舍了这数十年的脸面，千里迢迢南下做小人，为的全是协议中的萧恩或是一事，此乃兄弟之情他眼下最缺少的东西。萧恩死了。范闲看着面前这位陡然在1年间显得枯瘦许多的老头儿，薄唇微起，说出了这4个字。庄墨涵笑着看了他一眼，没有说什么。范闲也笑了笑，知道自己有些多余，对方毕竟是在这天下打混了数十年的老道人物，在北齐一国不知有多深的根基，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件大事？人总是要死的。庄墨涵这话似乎是在说给自己听，又像是在说给范闲听。所以活要好好的活，像我那兄弟这种活法实在是没什么意思。他杀了无数人，最后却落了如此的下场。范闲却有些不赞同这个说法，说道：“这个世道本就是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铺路无尸骸。”庄墨涵摇摇头：“你不要做这种人，不是不能，而是很直接的不要2个字。”如果任何一位外人此时站在这个屋子里，听见庄墨涵与范闲的对话，看见他们那自然而不作伪的神态，都会有些异样。这2人的阅历人生相差得太远，而且唯一的一次相见还是一次阴谋，偏就是这样的2个人，却能用最直接的话语表达自己的态度。或许这就是所谓书本的力量了。为什么不要？范闲眉宇间有些寒意。我很自信。庄墨涵忽然间笑了起来，只是笑容里有些隐藏的极深的悲伤。我自信我比我那兄弟要活得快活许多。范闲盯着他的眼睛，但你应该清楚，如果没有萧恩，也许你当年永远都无法获得如今的地位。庄墨涵反盯着他的双眼，但你还不够清楚，当死亡渐渐来临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什么权力、地位、财富，其实都只是过眼云烟罢了。范闲很平静、很执着地回答道：“不，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你或许会后悔这一生，你什么都没有经历过，你什么都没有享受过。您只不过是这一生已经拥有了常人永远无法难以拥有的东西，所以当年华老去之时，才会有这些感想。”庄墨涵有些无助地摇了摇头：“你还年轻，没有嗅到过身边日复一日更深重的死亡气息，怎么会知道到时候你会想些什么？”我知道。范闲有些机械地重复道：“相信我，我知道那种感觉。”庄墨涵似乎有些累了，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转而说道：“我没有想到，能写出《石头记》这样离经叛道文字的人，居然依然是自己笔下的浊物。”范闲苦笑道：“我也没有想到，传言这种东西会飞得比鸟还要快些。”庄墨涵忽然眼中透露出一丝关切，说道：“范大人，你回国之后要小心些，《石头记》有很多犯忌讳的地方。”范闲默然，他也清楚这点，只不过少年时多有轻狂之气，不忍那些文字失去了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机会，所以随手写了出来。如今身在官场之中，自然深深明白，若有心人想从中找出影射语句，实在是太容易不过了。而且这件事情又有一桩范闲自己都感到震惊的巧合处，所以由不得他不谨慎。只是可惜北齐皇帝也是位红迷，这事儿自然无法再瞒下去。但是庄墨涵于理于情，不应该对自己如此关心，这是范闲有些疑惑的地方。庄墨涵似乎猜到他在想什么，微笑说道：“今日请范大人来，除了请罪安慰自己这件自私的事情外，还想谢谢你。”谢谢。范闲皱起了眉头，他不认为对方知道自己曾经将萧恩的生命延长了1天。替天下的读书人谢谢你。庄墨涵微笑望着他。范大人初入监察院，便接了庆国春闱之弊，此事波及天下，陛下也动了整治科举的念头。大人此举，不知会造福多少寒门士子，功在千秋。大人或许不将老夫看在眼中，但于情于理，我都要替这天下的读书人向您道声谢。范闲自嘲地翘起唇角笑了笑：“揭弊，都是读书人的事儿，用谢吗？”庄墨涵却没有笑，浑浊的双眼有些无神。此次萧恩回国，他并没有出什么大力，最关键处就在于
他不想因为这件事情而让整个朝廷陷入动乱之中。但他清楚，这个世界并不是全部由读书人组成的，有政客，有阴谋家，有武者，他们处理事情的方法有时候会显得更加直接，更加狂野。他看了范闲一眼，本来准备说些什么，但一想到那些毕竟是北齐的内政，对他说也没有什么必要。许久之后，范闲离开了庄墨涵居住的院子，然后这一生当中他再也没有来过。暑气大作，虽然从月份上来讲，一年最热的日子应该早就过去，但北齐地处大陆东北方，临秋之际却显得格外闷热，春末夏初时常见的沥沥细雨更是早就没有踪迹，只有头顶那个白晃晃的太阳，轻佻又狠辣地逼着人们将衣裳脱到不能再脱。上京城南门外，一抹明黄的鱼架消失在城门之中，青灰色古旧的城墙马上重新成为了城外众人眼中最显眼的存在。范闲眯着眼睛望着那处，心里好生不安。那位皇帝陛下居然亲自来送庆国使团，这是万万不合规矩的事情。那些北齐大臣们无论如何劝阻，也依然没有拦下来，于是乎只好哗啦啦来了一大批高官权臣，就连太傅都出城相送，给足了南庆使团面子。先前那位皇帝与范闲牵着手唠着家常话，念念不忘石头记之类的东西，不知道吸引了多少臣子们的目光，好不容易将这位有些古怪的皇帝请了回去。此时在城外的只是北齐的官员和一鹰一帐。范闲扫了一眼，看见了魏华，却没有看见长宁侯，也没有看见沈仲。他感到后背已经湿透，不知道是被那位皇帝给吓的，还是被太阳晒的。吉时未到，所以使团还无法离开。他看了一眼队伍正前方最华丽的那辆马车，北齐的大公主此时便在车中。先前只是远远瞥了一眼，隐约能看清楚是卫青丽贵人，只是不知道性格如何。但范闲也不怎么担心，这次回国路途经历了海棠的事情之后，范闲对于自己与女子相处的本领更加自信了几分。一阵清风掠过，顿时让范闲轻松了起来。他扯了扯扣得紧紧的衣扣，心想这鬼天气居然还有这种温柔小风。转头望去，果不其然，王启年正打在旁边讨好的打着扇子，满脸的不舍与悲伤。范闲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笑骂道：只不过是1年的时间，你哭丧个脸做什么？家中夫人与儿女自然有我照应着，不用担心。使团离开，严冰云自然也要跟着回国。如此一来，庆国监察院在北齐国境内的密谍网络顿时便没有了龙头人物，所以监察院内部决议，让王启年以庆国鸿胪寺常驻北齐居中郎的身份留在上京，暂时代为统领北方事宜，等半年之后，院中按嫡里派来官员接手。范闲身为提司，在院中的身份特殊，像这等事情根本不需要经过京都那间衙门的手续，所以很简单的便定了下来。只是王启年却没有料到自己不随着使团回去，不免有些不安与失望。虽然明知道此次经历对于日后的官升进阶大有好处，但他依然有些不自在。大人，一天不听您说话，便会觉着浑身不自在。王启年依依不舍地看着范闲。范闲笑了笑，说道：不要和北齐方面冲突，明哲保身，1年后我在京都为你接风。其实他也习惯了身边有这样一位捧哏的存在，关键是王启年是他在院中唯一的亲信，只是可惜因为要准备对富长公主的银钱通道，不得已只好留在北齐了。说话间，忽然从城门里驶出一匹骏马，看那马上之人却不是什么官员，打扮像魏家丁，不由惹得众官瞩目，心想官房早布，这上京9城衙门怎么会放一个百姓到了这里？范闲眼间却看见送行队伍中站在首位的太傅大人面色一暗，眼中露出了悲伤之色。那马直接骑到了队伍之前，马上家丁滚落马下，语带哭腔凑到太傅耳边说了几句什么，递给太傅一个布卷，然后指了指后方的城门处。太傅身子晃了晃，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看着城门处缓缓驶来的马车，有些悲哀的摇摇头，回头望了范闲一眼，眼中却是有些惊讶。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向着范闲走了过来。范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些忐忑的赶紧下马迎了上去，接过太傅大人递过来的那个布卷，有些紧张的拆开，看见里面赫然是本诗集，书页上那微微蜿蜒的苍老笔迹写着几个字：范闲斋诗集，老庄著。太傅有些百感交陈地望了漠然的范闲一眼，说道：这是先生交给大人的。说到这里，他的语气中不由带上了极深沉的悲哀沉重。庄先生去了。范闲握着手中的诗卷，一时竟是不知该如何言语。前夜与庄墨涵一晤，料不到竟然是最后一面。那夜虽然已经发现庄墨涵的精神不如去年，但怎么也想不到这位一代文坛领袖竟然会如此突兀地与这个世界告辞。庄墨涵的遗言便是要将这本他此生最后一件工作的成果交给范闲，其中隐着的意思并不简单。此时在上京城外送行的官员们也渐渐知道了这个惊人的消息，一股哀戚的味道开始弥漫在官道四周，而更多的北齐官员则是将目光投向了范闲，那目光中带着警戒，带着愤恨，带着一丝狐疑。范闲明白北齐人的心中在想些什么，庄墨涵这一生唯一的污点便是自己亲手染上的，
但此时斯人已逝，他心头也有些微微黯然，下意识里便将那些神情复杂的眼光全数过滤干净。正思忖间，城门口那辆马车终于很辛苦地驶了过来，在官员们的注目中来到使团车队的后方。那辆马车厢木有些微微变形，发着吱呀难听的声音，可想而知车厢里一定载着很重的事物。头前庄家来报信的那位家丁引着范闲来到马车前，颤抖着声音说道：范大人，老爷一命，请先生将这车东西带回南方，好生保存。众人还没有从庄莫寒的死讯中清醒过来，就看着这一幕，悲伤之余也不禁有些好奇，庄莫寒临死之际犹自念念不忘要交给范闲的究竟是什么。太阳正是刺眼的时候，范闲眯了眯眼睛，掀开了马车车厢的后帘，却依然止不住被里面的物事晃了晃眼睛。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虽然马车里没有美人珠宝，但依然让范闲有些惊讶与感动。这是整整一马车的书，想来是庄莫寒这一生的收藏。以那位老人家的地位身份，不用去翻，都可以猜到是一些极难见的真本古本。那位庄家家丁在一旁恭谨递上一本册子，说道：范大人，这是老爷亲自编的书目，后面是保存书籍的注意事项。范闲叹了口气，将帘子放了下来，拿起那本书册认真翻看着。如今的年代，虽然印刷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印书依然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遑论这么整整一车厢念及老人家赠书之举，他的心里无由生出些许感动。此时又听见那位家丁悲伤说道：老爷赠大人书籍，还望大人好生保存。范闲知道这句话是这位家人自作主张说的，却是很诚挚的拱手行了一礼，郑重说道：请这位兄台放心，即便我范闲死了，这些书籍也会继续在这个世上流传下去。此时四周的北齐官员已经围了过来，看清楚了马车上堆放的是书籍。这些官员都是从科场之中出来的人物，怎么会不知道这满满一车书籍的珍贵？众官都料不到庄大家临死的时候会将这些自己穷年一生的珍贵书籍交由南朝的官员，不由大感吃惊，还有些隐隐的嫉妒。太傅却是明白自己的恩师此举何意，不由轻声叹了口气。赠书只是表象，庄莫寒更是用这桩举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不仅仅是简单的赠与，更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传承。不论北齐文臣们再如何骄傲，从今以后也不可能再轻忽范闲的存在，而范闲在天下士子心目中的地位也终于有了某种仪式上的承认。范闲转头望了太傅一眼，很诚恳地说道：于情于理，我此时都应该回城祭拜一番才能心安。太傅眸子里还有隐藏不住的悲伤，他此时满心想着回城叩灵，不及多想，加上范闲主动提出去祭拜，也让他有些安慰，所以便允了此请。不料此时鸿胪寺少卿魏华却凑到了二人身边，行了一礼后沉声痛道：先生离世，天下同悲，只是太傅大人、范大人，使团日程已定，仪仗已起，是断然不能再回城了。片刻沉默之后，范闲举目望向上京城那座青灰色的城廓之中，似乎能看见那处上方的天空里飘荡着某些淡紫色的光芒。他理了理自己身上的衣衫，对着城中的方向深深弯腰，一居到地，行了个外门弟子之礼。太傅微惊，知道范闲行弟子礼足以凭去年的那桩风波余息，以尊崇之举定庄大家之碑，内心深处稍觉安慰，在旁回了一礼。礼炮声响，却不知道是送行还是在招魂，碎纸片满天飞着，微微刺鼻的烟味一须臾功夫便消散无迹，便有若这人世间的无常。使团的车队缓缓动了起来，沿着官道向着西方而去。车队后方的北齐重臣看着南朝的车队离开，看着那辆沉重的载书车也随着离开，不由齐声一叹，旋即整理衣着，满脸悲戚的回府换服，赶去庄大家府上。想来此时太后与陛下已经到了，谁也不敢怠慢。而太傅大人与几位庄莫寒一手教出来的大学士已经是哭得险些昏厥了过去。车队继续前行，当上京城的雄壮城墙渐渐消失在青山密林之后，便来到了上京城外的第一个驿站。依照规矩，回国的使团与送亲的礼团一大批人要在这里先安顿一夜，明日再继续前行。范闲缓缓从马上下来，往前走去，路过那辆装书马车时，忍不住偏头望一眼，却忍住了上去的欲望。他走到那辆涂着金漆、描着红彩的华丽马车外，躬身行礼，很恭谨地问道：已至驿站，请公主殿下歇息。不知道过了多久，马车里传出一道悠悠的声音：请大人自便吧，本宫想一个人坐会儿。这是范闲第一次听见这位大公主的声音，听着那声音有些微微嘶哑，不免觉得有些奇怪。然后看见马车车帘掀起，一位宫女红着眼睛下来，走到他的身边，轻声说道：殿下有些不舒服，范大人请稍后。范闲关切问道：殿下千金之身，自然难忍长途跋涉，多歇息也是应该。宫女看了这位南朝大人清秀的面容一眼，不知怎的对他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信任感，轻声说道：公主曾经受学于庄大家，今日得了这消息，所以有些伤心。范闲这才明白了过来，投向马车中的目光不免带了一丝同情。
这位公主看来并不是位骄纵人物，感念施恩才会哭泣不止，只是装作寒视于城中。公主身在车中，竟是不能去祭拜一番，身在帝王家，果然是件很悲哀的事情。她叹了口气，不知道是不是想到了自己的身世，向那位宫女嘱咐了几句，又唤来虎卫与使团的骨干成员，安排了当下的事宜，才单身走入了驿站。驿站知道送亲的队伍与使团要经过此处，早就打理得无比清净，各式用具俱是按照宫中规矩办。范闲稍稍检查之后，便穿过了正室，悄无声息地出了后门，身形消失在驿站方后那一大片高过人顶的高粱地中。片刻功夫后，大部分的人都已经进入了驿站，礼部临时派来的官员们忙得不亦乐乎，自然没有人注意到范闲的去向。而在驿站外面，却有2辆马车没有下来人，一辆是大公主的车驾，大家都知道这位殿下在伤心，自然不敢去打扰。而对于北齐官员来说，另一辆马车里是那个外面俊俏的恶魔，更加不会去理会。只有范闲专门留下的虎卫与监察院官员十分警惕地守在这2辆马车四周。后一辆马车的车帘被掀开了一个小角，一只看上去无比白皙冰冷的手招了招，车旁的监察院官员马上走了过去，附在帘角低声问道：“严大人，有什么吩咐？”车帘一角里出现的是严冰云那张英俊却显得格外寒冷的脸，只听他轻声说道：“大人去哪里了？”能让他称一声大人的，在使团中只有范闲一个人。那位监察院官员看了他一眼，沉声说道：“属下不知。”严冰云皱了皱眉头，似乎有什么事情不好开口，犹豫半晌后，终于轻声说道：“这一路上有没有一个喜欢穿着淡青色衫子的女人跟着车队？她喜欢骑一匹红毛大马。”监察院官员摇了摇头，严冰云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将帘子放了下来，确认了那位沈大小姐没有冒险来看自己，心情变得轻松了一些，但不知道为什么，轻松之后又有些暗淡。在高粱地的外面是一座孤单单的亭子，亭旁是早已废弃多年的古道，古道上停着一辆马车，亭子里站着2位姑娘。一阵风过，高粱地微微一乱，范闲从里面走了出来，缓步迈入亭中，双眼柔和看着那位丰润无比的姑娘家，轻声说道：“想不到一入上京后，能真正说话的时候，却是已经要离开了。”司礼里对着他微微一扶，声音略有些颤抖：“见过大人。”范闲没有继续说话，只是看了在旁边的海棠一眼。海棠笑了笑，将双手插入口袋之中，脚尖一点停下有些碎裂开来的地面，整个人已然飘身远离，将这亭子留给了这对关系奇特的男女。海棠一出小亭，范闲脸上的柔和之意顿时消散无踪，他望着司礼里正色说道：“入宫之后，一切都要小心一些，太后不是简单角色，你们想瞒过她，不是那么容易。”司礼里看了他一眼，眸子里渐渐多出了一丝温柔的缠绵意味，软绵绵说道：“就只是要我小心些，没有别的话要说。”范闲笑了笑，却没有上前去抱住他那孱弱的肩头，说道：“你既然坚持留在北齐，又何必如今又想软化我的心意？莫非你们女子都以挑弄我们这些浊物的心思为乐？”司礼里淡淡一笑，全不似在海棠面前那种柔弱模样，说道：“大人还不是如此。小女子虽然坚持留在北齐，但您抢先这般说，莫不是怕我要求你带我回京都？”范闲瞳子里闪过一丝戏谑，说道：“姑娘将来说不定是北齐后宫之主，何苦跟着我这等人打混？”司礼里也笑了起来，能在宫中有处容身之所便是好的了，哪里敢奢望这么多？范闲摇摇头，忽然开口说道：“礼礼，你与这天下别的女子有些不一样。”司礼里哦了一声，旋即平淡应道：“或许是因为礼礼自幼便周游天下，去过许多地方，比那些终日只在宅中待着绣花作诗的女子总要放肆些。”范闲沉默着，知道他这话说的确实有道理，在当今世上，一般的女子只有枯坐家中的份儿，没有几个人会有司礼里这样的经历，有海棠这样的自由度。他转头望着海棠消失的方向，语气有些严肃说道：“我相信你的能力，只是依然要告诫你，不要低估那些看似老朽昏庸的人物。”亭子里的气氛显得有些凝滞了起来。许久之后，司礼里深深一伏，将头低着，几落青丝在风中轻舞，柔声说道：“或许大人不信，但礼礼确实欢喜与大人在一处说话，就像来时的马车中一般。”范闲望着他，不知道这个女子说的话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司礼里微微一笑，美丽的容颜显得媚艳无比。“大人，礼礼很感谢您在途中替我解读，这句话是真的。我不是陈萍萍。”范闲说道：“我相信就算是利益上的纠结，也可以用一种比较和缓的方式来达成，而且我也不希望北齐的皇帝因为你的缘故中毒。当然，如今看来，陈萍萍这条计策从一开始就没有成功的希望。”司礼里双颊微红，知道面前这个与自己最亲近的男子已经猜到了某些事情。范闲继续轻声说道：“姑娘日后便要在宫中生活，身份日尊，监察院的手脚再长也无法控制你，所以你与我之间的协议是否有效，就看你我的心意了。”司礼里认真说道：“请大人放心，
范闲看着这美丽姑娘的眉宇，忽然有些恍惚，略定了定神之后才说道：你在北方等着消息，注意安全，我估计你家的仇要不了多久就会有人帮你报了。司礼礼豁然抬手，有些不敢相信地望着范闲。范闲没有理会他眼中的惊喜，自袖间取了张纸条给他，说道：通过这个人与我联系，记牢后把他毁了。范闲忽然微笑说道：我可以允许你放弃我们之间的协议，但我不会接受你出卖我。这个联系人是单线，你就算把他卖给北齐也没有什么用处，所以你最好不要冒险。看见这位年轻大人那有些怪异的甜甜的笑容，司礼礼却是心头微凛，不知为何有些害怕，赶紧点了点头。还有，如果……范闲沉默了少许之后，忽然开口说道：如果有哪一天你不想留在北齐皇宫之中，通知我，我来处理这件事情。谢谢大人。司礼礼柔弱不堪的低手道谢，这声谢终于显露了一丝真诚与不舍，因为他知道这声谢之后自己便要离开了，微带黯然之色说道：此一别，不知何日才能再见，每思及此，礼礼不免肝肠寸断。说完这句话后，司礼礼便毅然转身离开了亭子，只留下后方深深皱眉的范闲还在思索着肝肠寸断这4个字所隐藏着的含义。看着那辆马车渐渐沿着废弃的古道离开，范闲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内心深处却是叹息了一声，然后一拳击打在亭子的柱子了，发出啪的一声。离亭日久失修，早已摇摇欲坠，此时挨了范闲一拳，更是咯咯作响。一个身影从亭上飘了下来，不是海棠还是何人？海棠姑娘轻轻落在范闲的身边，苦笑说道：朵朵可没有偷听到什么？如果你在偷听，范闲说道，我会变成哑巴。海棠微笑说道：范大人这边要离开大齐，不知何时才能相见。范闲想到了京都家中的妹妹，不由叹了口气说道：我想用不了多久吧。你那位声名显赫的老师去了哪里？他忽然转了话题，来了北齐一趟，却没有拜访这位大宗师，实在是有些遗憾。海棠想了想后，决定不隐瞒这件事情，轻声说道：在南朝使团入京之前3天，老师收到了一块木片，就离开了上京城，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包括太后与我在内。在上京的这些天里，你帮我隐瞒了许多事情。范闲眼睛望着古道尽头的那株荒野孤树，这我确实要谢谢你。所以关于北行的货物问题，目前我是在和长宁后与沈仲谈，如果你那位皇帝陛下需要向我借银子，就必须把沈仲解决掉。这个人看似普通，实际上是很厉害的人物。海棠沉默半晌后说道：这是你我2人间的秘密。范闲看着他那双明亮无比的眼睛，一字一句说道：这个世界上除了我那位大舅哥，我还真很少看见纯粹的傻子。你以为我们之间的秘密能瞒住多少人？朵朵，此次北齐之行，你明里暗里帮了我不少忙，不要以为你那位大师兄不会察觉。海棠皱了皱眉头：你想说什么？范闲微笑说道：我想说的是，既然你与皇帝准备从太后的阴影下摆脱出来，那么就不能仅仅指望宫廷里的争斗，也不能仅仅指望我这个外人提供多少资金。北齐毕竟是当世大国，如果想全盘掌握，没有几年的功夫是搞不定的。海棠翘起唇角笑了笑：我想范大人可能误会了什么。哦，范闲笑了笑：你在担心什么呢？海棠似乎在说另外一个话题。我是一个尊师重道的好学生。范闲忽然开口说道：庄墨寒死了。庄墨寒门生遍及天下，极得世人尊崇，除了去年那桩事外，道德文章竟是无一可挑剔处，就连海棠也是极为敬重这位老人。但他今日一直在京郊等着使团，所以并不知道老人离世的消息。此时听见这消息，脸上不由流露出了一丝震惊和几分悲伤，不知如何言语。一时间，离亭之中凭空多了几丝凄清感觉。许久之后，还是范闲打破了沉默：萧恩死了，庄墨寒死了，当年的大人物都会逐渐老去，逐渐死去。就算你是位尊师重道的好学生，但我想你对那一天应该也是有所准备。海棠盯着他的眼睛，大人似乎是在暗示什么。范闲微笑说道：我很能理解年轻人想当家做主的强烈欲望。海棠笑了笑，稍稍驱散了一下乍闻庄大家死讯之后的黯然。为什么很多沉重的事情从您的嘴里说出来就会显得轻松了许多？为什么许多阴暗的东西一经您的阐述便马上变得光明无比？因为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我却要用它来寻找光明。海棠微微偏头说道：记得你是说你要用它来对这个世界翻白眼？这个世界，范闲说道，这个世界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我们的。天上的厚云飘了过来，将太阳整个遮在了后面，但太阳太烈，纵使如此，也掩不住有大红的光芒从云朵的边缘透了出来，就像是一位仙女用巧手绣了一道金边。一阵风从平原上刮了过来，穿过了地面上那条古道，那座离亭。范闲望着海棠说道：朵朵，谢谢这些天你帮忙。海棠终于将双手从粗布衣长的大口袋里取了出来，
有些生涩的学寻常姑娘家扶了一扶。范大人客气。停下，范闲老实不客气地踏前一步，将他搂进怀里抱了抱。不知为何，以海棠的极高修为，竟是没有躲过他的这一抱。一抱即放，他露出满脸诚挚笑容。说句老实话，如果你我真的能成为朋友，想来也是件很不错的事情。海棠轻轻理了理自己额角的青丝，平常无奇的面容上并没有因为先前极亲密的拥抱动作而有半分尴尬不安，微笑说道：彼此。海棠站在破落的梨亭下，古道边看着范闲的身影消失在远处，不禁微微偏手，回忆这段在上京城里的日子，唇角浮起一丝微笑，心想这位南朝的公子果然是位极有趣、眼光极其敏锐的人物，想来等他回到庆国之后，南方的天下会发生一些很微妙的变化。他叹了口气，将脑中因为庄墨寒离世而产生的悲哀情绪挥开，这才想起来自己终究还是忘了一件事情，石头记里的海棠诗社与自己究竟有没有关系呢？他下意识里伸手去系颈头顶的花布巾，却发现摸了个空。他马上反应了过来，不由脸上微感发热，这才知道纵使自己掩饰的再好，先前那一抱之时自己还是有些紧张，竟连那个小贼偷了自己的花头巾都没有发现。范闲此时正在高过人顶的高粱地里穿行着，偶有枝桠扑面而碎，他的脸上也浮着一丝快乐而纯真的笑容。北齐之行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而自己在重生之后又遇见了一些有趣的人物，比如严冰云那块冰，比如海棠这朵看似俗气实则清淡的花。除却一些利益上的冲突和理念上的不同，他很喜欢与海棠说话。皇帝也要生儿子，苦荷也要吃肉，陈伯子也要上茅房，范闲也要有朋友。他将手中那块花布收入怀里，推开面前的植物，看着远方驿站处冒出的淡淡青烟，轻轻哼着：丢啊丢啊丢手绢。第5卷经华江南。初初入秋，庆国京都北方平原的上方，一片云影天光乍有乍无。在田里劳作的百姓们没有抬头，他们没有兴趣欣赏老天爷借助云朵的形状与阳光的折射玩的美妙把戏，只是想在天边那朵雨云飘来之前，将地里那些金黄的作物收了回去。今年雨水有些偏多，听说南方的那条大江涨得厉害，但对于这些生活在疆域之北的民众而言，河堤是否安好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更担心这些该死的泼雨会不会耽误了一年的收成。偶尔有几只硕肥的田鼠悍不畏人的从农民们的脚下穿过，抢夺着田中那些散落着的谷粒。农夫们手中的镰刀懒得对付这些祸害，只是专心致志地收割着谷子。官道两侧一大片连绵不绝的稻田里，那些刷刷的割谷声渐渐汇成一处，形成一种整齐而且能让闻者产生某种满足感的美妙声音。那些赤裸着精瘦上身的农夫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将自己身上被谷叶割出来的道道小裂口展示给冷漠的上天观看，却没有注意到官道上正有一列长的仿佛看不见尾的车队正缓缓行了过来。庆国出使北齐的使团终于做到了春时去秋时回的承诺，赶在了9月中回到了国土之中。只是回时的车队却比去时的队伍要显得更加庞大了些。除了北齐方面为了表示诚意的回礼之外，送亲的官员与仪仗更是不少，足以看出北齐朝廷对于公主出嫁的重视。这毕竟是两国间的第一次联姻，谁也不知道这种女人外交能给这片刚刚安静了20年的大陆带来什么样的转机。除了北齐大公主所在的那辆华美马车外，长长的车队中还有一辆马车比较引人注意，因为不论是与北齐送亲的苗彩马车相比，还是与庆国朝廷的黑色马车相比，那辆马车都要显得寒酸许多。虽然拉车的马也是骏马，但连马头摇摆的都有些有气无力。使团的成员们知道，那是因为那辆马车太重了的缘故，上面放着北齐大家庄莫寒临终前赠予使团正使范闲大人的书籍。那些书看着不起眼，没有想到却竟是比大公主的嫁妆珠宝还要重了许多。每每看到这辆马车，使团的众多成员都不免生出几分敬意，不仅仅是因为范大人脸上的光彩，也是因为敬佩范大人的治学之风。所有人都清楚，自从路过北国几个小国，在沧州外入了国境后，范大人便一直将自己关在那辆马车中，日以继夜的看书，竟是连饮食休息都不大愿意下来。这日子没法过了。范闲叹了口气，将手中那本前朝的诗集放回身后的箱中，车帘被迎面来风一吹闭了起来，让车厢里陷入灰暗之中。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但听着声音也能知道，咱们的范大人并不是很情愿待在车上伪装一位勤勉的当世文学大家。这一路南下无比顺利平安，那位北齐大公主从庄莫寒逝世的悲哀情绪中摆脱出来后，也回复了一位贵人英的矜持与自重，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麻烦，相反在驿站之中呈首府里，范闲偶尔还能与这位面相亲美丽大公主说上几句话，聊些比较寻常的事情，排遣一下旅途中的寂寞。虽然他身为臣子不敢有任何于理之处，但对着一位姑娘家，总比面对着高达那些冷面刀客与严冰云那块冰要好过许多。但这种情况在过了沧州之后终于结束了。不是说回到庆国的土地上，范闲便不敢与这位大皇子未来的媳妇说话，而是因为使团里忽然多了一个人，而那个人的身份有些特殊，
来历有些诡异，与使团里某位仁兄有些不清不楚的瓜葛。那个人一直待在大公主的马车里，范闲也不想看见他天天以泪洗面的凄惨模样，所以只好自己躲进了马车中，将难题留给了严冰云、小严公子。一路上，监察院都会有些情报传来，除了南方侦办的那几件古怪命案还没有线索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没有人想到，最让所有人震惊的消息却是从北方传来。沈仲死了，在一个下雨的夜晚，在13名锦衣卫高手的保护下，被手持一柄长枪的军方大将上山虎当街狙杀于教中。堂堂当朝锦衣卫镇抚司指挥使，继萧恩之后北齐最大的密探头子，竟然就这样窝囊的死了。这个看似荒谬的消息，却已经被证实是无比真实。范闲揉了揉太阳穴，苦笑了一声，想到那份情报里王启年的描述，也不禁有些心惊。情报上说，那个雨夜，上山虎全身笼着黑甲，手持长枪于长街之上，纵马疾驰，一枪便挑了教中沈仲人头。长枪再扫，生撕了沈仲身周的护卫身躯，收枪纵马回府之时，那条长街上的雨似乎才敢落了下来。这等声势，实在是有些骇人。一位9品上的绝世强者，用这种强悍的手段，直接撕裂了所有的阴谋与算计，纯以武力开始挑战整个朝廷的权威。这不是鲁莽2字可以形容，应该称其为暴力。没有想到上山虎竟然会是如此霸蛮的人物。范闲知道自己依旧是低估了军队在沙场之上练就的铁血心性，不禁觉得头愈发的痛了，手指头再怎么揉也无法缓解1、2。毕竟有很多人知道他在萧恩越狱一事上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就算谭武在毁面自杀前没有高呼那一声杀我者范闲，估计上山虎也会将萧恩的死亡、南朝人的临阵背叛这2笔账都算在他的头上。范闲只有希望南庆与北齐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永不再战，永不给上山虎在沙场之上与自己对阵的机会。当然，沈仲的死还有许多疑点，毕竟他是权倾一方的锦衣卫头目，就算上山虎如何暴力，军方如何震怒，想要当街杀他也不是件如何容易的事情。而且事后北齐朝廷的反应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宫中沉默了一夜之后，只是将上山虎圈进府中，爵位全夺。另一道旨意却是令人震惊的，直指沈仲这些年来的诸多犯法违禁事。那圣旨上的一笔一笔，竟是将刚死的沈仲直接扔进了污水缸中，让他永世在南翻省。沈宅接着被抄，锦衣卫内部大清洗，军方扬眉吐气。少年皇帝虽保持沉默，但想来心中也一定欢喜，因为通过此事，上山虎对于皇家的怨气应该要少了些。不过像上山虎这样一头猛虎，还真不是好驾驭的角色。单看宫中依然将上山虎禁在京中，便知道他们还在头痛到底如何安置他。杀自然是杀不得，没人愿意承受军方的反弹；放也是放不得，猛虎归山，谁知会有何等后事。范闲摇了摇头，没有想到海棠听了自己的话后，对沈仲的下手竟是来得如此快，如此猛烈。但在脑海中构织上山虎雨夜屠杀沈仲的画面后，本应担心自身安危的他，却无来由地升起一丝快意与欣赏。利杀决断，快意恩仇。当上山虎于马上缓缓举起黑色长枪，准备收割沈仲性命之时，只怕眼中再无一丝对着天地的敬畏了。长街上的那场夜雨，该是怎样嚣张地下着。他掀开车帘，也不喊车夫停车，便直接跳了下去，站在官道之上，挥手扇开迎面而来的黄风，看着官道两侧正在辛苦劳作的农夫，心头微动，将那些北边的事情全部抛诸脑后。那些事情已经影响不到他，他也暂时无法影响到，只好扔开。抬头看了一眼时明时暗的天光，他眯了眯眼，知道今天之内应该可以赶到龙泉驿，稍稍放下了心。公主远嫁，一路上应该比现在的速度要缓慢许多，但是范闲心中有桩隐忧，所以仗着使团中无人敢多言，将行程加快了不少。眼见马上就要入京，他终于停了对家中亲人的思念，明日应该便能看见婉儿了。不知道他的身子养得好些了没有？至于妹妹那面，如果五竹叔在京都，应该暂时无碍才是。上了后一辆马车，他看了一眼正在装睡的严冰云，皱了皱眉头，斥道：你惹出来的事情终究要你去解决，这马上便要入京，难道让他一直跟着公主殿下？如果让北齐方面知道了我们包庇他们的重犯，你让朝廷如何交代？严冰云睁开眼睛，却是偏过头去不看自己的上司，望着车窗外的金黄稻田，眼中闪过一丝挣扎，却终究只是淡淡说道：沈仲之死只是北齐皇帝夺权的一个步骤，至于他的死活，相信北齐方面不会关心。范闲望着他，忽然柔和了语气：他的死活若你也不关心，那就交给我处理吧。严冰云缓缓回头，眼中厉色一现即已。杀了他对我们没好处，舍不得就是舍不得。范闲摇了摇头：我本以为你不是寻常人物，没料到竟也如此自欺欺人。严冰云没有回答，沉默着将头转了过去，看着窗外的农夫们在收割着沉甸甸的丰收。在车队前方那辆华丽贵重的马车中，北齐大公主叹了一口气，看着窗边那位自幼感情极好的姐妹，没有说什么。
从上京城里侥幸逃了出来的沈大小姐，此时正痴痴地趴在窗棂上，与严冰云看着窗外相同的景色，却不知道是在想着情郎的绝情，是家破人亡的惨剧，还是离国去乡的悲哀。就在使团里的这些贵人们各有心思的时候，车队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来到了京都外围最后的一个驿站。看着那处摆放的仪仗与阵势，范闲叹了口气，只好将沈大小姐的问题拖到入京后再处理。如果仅以他的想法，这个女人是断没有留下来的必要，只是沈大小姐与那位大公主有交情，而小严公子又似乎对她有些隐隐的歉意。此时早有礼部与鸿胪寺太常寺的官员在这里等候，看着使团的车队缓缓行了过来，各整理衣装，将北齐的公主殿下迎下车来，好生恭敬。范闲眼珠子一转，招来高达，让他领着2名虎卫去将公主的车驾牢牢守住，断不能给这些朝臣发现车中有女子的事实。其实以他目前的权力地位，并不用如此小心。范大人一路辛苦了。范大人此行大尝国威，陛下十分欣喜，此次回京只怕马上就会另有重用吧。老胡这话说的就错了。范大人如今，一阵让人轻飘飘的马屁恭维声中，范闲在众位官员的簇拥下进了驿站。北齐的公主正在内室休息，迎接正使的排场倒显得要更隆重些。如果不知道范闲身份的，一定很不解，为什么那些庆国朝廷里的大臣们会对这样年轻的一位中阶官员如此尊敬。范闲满脸含笑，对着深州的官员举手回礼，心中谈不上逆烦，只是微觉着急。他看了一眼四周，发现这些来迎的官员大部分都认识，有些是自己在太常寺时的同僚，有些是鸿胪寺与北齐谈判时名义上的下属，只有礼部的那些官员在恭敬中带着一丝畏惧。他明白这是什么原因，毕竟郭攸之算是被自己一手搞臭搞倒的。屁股刚坐在椅子上，茶水只喝了一口，他开口问道：这接下来是个什么章程？宫里有没有旨意？使团什么时候能进京？不等众官应答，他抢先自嘲笑道：本官忝为正使，但对于这一应流程还是有些不清楚。礼部的官员好不容易得到了亲近他的机会，哪肯错过？一位员外郎赶紧应道：范大人放心，一应一仗都有礼部安排，头前宫中便有了安排，早就妥当了。另有鸿胪寺的下属说道：圣上知道使团官员离家日久，思家心切，所以未下明旨，只是口谕让使团进京，大人入京后先去宫中。话还没说完，一位穿着正四品官服的官员从外面走了进来，屋内的官员们赶紧相迎。范闲定睛一瞧，呵呵笑着迎了上去，一拍对方的肩膀说道：任大人，您怎么也来了？来者是鸿胪寺的少卿任少安，范闲岳父的门人。任少安看见范闲平安无恙，也自心安，苦笑说道：齐国公主来驾，这是何等大事，我这个太常寺的苦力不来，不用督察院的御史来参，我也只好请辞了。范闲笑了笑，心里却有些疑惑，明知道今日使团将至，为什么这位少卿大人会来得这么晚？与屋中诸位官员稍微致意，他便拉着任少安到了门外，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任少安知道面前这位仁兄虽然年轻，但性情却是绵软里裹着钢铁，在京都1年便整出那么多的事情，掀翻那么多的官员，实在不知道该不该说。但是宰相林若甫已然告老还乡，林氏一脉的门人，如今在京中只有靠着范府了。两相考虑，不免有些犹豫，说道：范大人，问的是什么事？范闲盯着他的眼睛问道：我不是傻子，使团回京，这是何等样的事？我们离开上京的时候，北齐朝廷摆的规格，朝廷应该是知道的。堂堂一位公主殿下在使团里，怎么来迎的竟是这么些芝麻官？新奇物跑哪儿去了？还有礼部那些侍郎呢？公主来驾，至少宫中也要派些老么子吧？你是太常寺的人，理的就是皇家这些事情，我不问你问谁？任少安苦笑一声说道：今日实在是不巧，新奇物去了那边，礼部的那些大佬也去了那边。范闲你别怪哥哥我能赶着过来，也算是把那边得罪了。那边是哪边？范闲微感惊讶。任少安继续苦笑着说道：大皇子也是今天回京，与你们隔着不到3里远住着营，所以说这事儿太巧，礼部的人、枢密院与兵部的人都在那边侍候着，使团这边自然清静了些。说完这番话后，他又继续说道：范闲，你我的交情在这里，我也不怕明说，你也是位水晶心肝的人物，难道还真在乎这些表面上的仪程？范闲也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笑着摇摇头：我只是想着赶紧回京，只是公主毕竟是公主，朝廷若慢待于她，惹得天下误议，不免不美。他此时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来迎按使团的规格要弱了许多，那边毕竟是位拥有兵权的大皇子，那些朝臣们自然要住那边勇，就算是拍马屁，也得拍高头大马的屁股。他挥手阻止了任少安的解释，好奇问道：年初的旨意写得明白，秋深长草之时，大皇子才会领军回京，这才初秋，他怎么就回来了？说是太后想长孙了。任少安意味深长地笑了一声，所以提前启了程，西路军在定州那里住了下来，
此次大皇子就领着200亲兵回京。范闲摇摇头，斥道：那些礼部的官员也不知道是不是跟郭嘉学的蠢了，使团入京，皇子回宫，这么多人，难道也不知道安排一下？在路上传封信来，不论哪路，拖上1-2天又不是做不到。这下好，都挤在城外这道上，怎么办？礼部与鸿胪寺一路都有信给你，说让使团慢些，谁料到使团路上竟是1天没歇，直接就回了京，这才挤作了一堆。范闲嘿嘿一笑，没有说什么。使团千里疾驰回京，这本来就是他的意思。容一容，等安排好了，使团后日入城，你看怎么样？任少安有些小心地看了他一眼，不知道这位在监察院里待了多久，有没有继承陈萍萍院长那股子谁都不看在眼里的骄横气焰，又道：新任礼部尚书不好意思来使团这里，所以托我传个话。妈的，老子要急着回家抱老婆。范闲与他相熟，说话间也放肆了些，笑骂道：还等2天，当心你以后来府里，我家那位罚你。任少安有汗渗于额，他当然知道范闲家里那位是个什么样的角色，虽然一直病恹恹的，但背景却是无比深厚。范闲也不想与那位素未谋面的大皇子争这些东西，而且他也没资格与人争，笑着拍拍任少安的肩膀，说道：放心吧，不会让你难做的。略一斟酌，说道：我去禀告公主一声，免得人家小两口没有见面就先生了嫌隙。咱们这些做臣子的要解释一下。任少安瞠目结舌，看着范闲向公主暂时歇息的房间走去，心想：您这玩的哪一出？你什么都不说，拖上2天又如何？那位公主若是个不肯落下风的，你这解释只怕就会成了挑拨。他哪里知道范闲这个蔫坏的家伙根本就是自己急着回家，至于大皇子与大公主怎么争，他可懒得去管。任少安正在外面抹汗等着，发现打衣站外面又跑进来了一位抹着汗的4品官员，那官员后背已经湿透了，这初秋燥热，他两边跑着确实有些吃亏。来人正是鸿胪寺少卿辛其物，他看见任少卿在这里，拱手一礼，压低声音说道：你来的倒挺早。任少安知道对方是东宫的近人，本不是如何亲近，但在宰相去职之后，官场上已经将任少安归到了范闲一派，对于几个皇子而言没有什么亲疏，所以这些天二人走得也熟络了些，笑骂道：范大人在这里，我要不来可是要挨小姐数落的。倒是你一向与他亲近，怎么这时候才来？当心他待会儿落你的脸面。辛其物微微一怔，苦笑说道：范大人不是这路人。想到今天这荒唐，他忍不住自嘲道：大皇子与使团同时抵达京外，我看啊，先不说礼部那些人不知如何安排，就连这3院6部4司的臣子都有些迷糊，到底应该先赢哪一边？这话一出口，任少安与辛其物同时安静了下来，场面显得有些诡异。许久之后，二人才咳了2声。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们发现刚才自己的对话竟是将大皇子与使团的重要性放在了同一个层级上考虑。难道说范闲掌了监察院，又有了一代文明后，竟是隐隐可以与一位长兵皇子地位相提并论？辛其物摇摇头，将这个有些荒诞的想法抛诸脑后，但却清楚地知道，既然众官如此为难，那在下意识里已经将范闲放在了一个极高的地位上。也对，看那范大人入京不过1年有余，便整出那么多事情来，确实是有些令人吃惊。虽然说使团里还有一位异国的公主，但那些官员的真实想法自然是想巴结范家，巴结监察院。范大人先前没见到我，没有说什么吧？辛其物小心问道。任少安摇了摇头。辛其物稍稍心安，微笑说道：其实于情于理，大皇子先至，我总要替东宫致意，范大人毕竟是臣子，他自有分数，我可没有什么分数。范闲一路走了过来，与辛其物打了个招呼：亏你与我饮酒的时候倒是爽快，称兄道弟的亲热，我这出国数月，你竟是不来迎我。怒了，怒了，哈哈。说着怒了，却是在笑。辛其物有些无奈地笑了笑，正准备说些什么，却看见范闲满脸温和笑容，轻声说道：于情于理，你是鸿胪寺少卿，主理一应外交事务，不来接使团，却跑去接什么大皇子？难道你也准备去枢密院里谋个参赞做做？这话平淡，却显露了一丝不爽。辛其物微微愕然，心想范闲不应该是这等在乎此事的人，更不应该如此愚蠢地将不满表露在脸上才对啊。范闲对着这2位朝中年轻实力派大官拱手一礼，直直地挺着身子说道：使团今日便要入京，2位大臣安排一下吧，礼部那边找不到人，你们去找去。嗡的一声，2位少卿的头顿时大了起来，怎么都想不到范闲竟有这般大的胆量与大皇子争道。只是宫中似乎忘了这件事情根本没有旨意，使团如果要抢先入京，从规矩上说倒也没有多大问题。问题是那边可是大皇子啊。任少安咳了2声，看了范闲一眼，是想提醒他，辛其物毕竟是太子门人，不要在他面前表露得如此对大皇子不敬。范闲却是将他的媚眼全数收下，依然微笑说道：
使团要先入京，这是公主殿下的意思。你们去安排一下大皇子那边吗？让他们等等。说完这番话，他一甩袖子就出了驿站，吩咐使团下属开始准备入京的事宜。扔下房后那2位瞠目结舌的少卿大人，心想这究竟是个什么人啊，竟然敢和大皇子争道。辛弃务脸上神情变幻不停，终究一咬牙道：反正宫中也没有说法，这事儿我不管了。任少安好奇道：你不管了，你去哪儿？你这鸿胪寺的少卿不管使团入京一事，当心别人参你。辛弃务笑了笑说道：我不管大皇子那边，反正这是我的职司，就算大皇子不高兴，我也有个说法。我跟着使团走，倒是你太常寺管理宗族皇室，这一边是陛下的儿子，一边是陛下将来的儿媳妇，你准备管哪边？任少安在心里骂了他无数声，但他毕竟与范闲关系亲厚，只好摇了摇头往大皇子那边赶去，让礼部准备，同时打算在大皇子面前转还一下。不知道待会儿城门外那条唯一的官道上究竟会发生什么。上了马车，看着严冰云，范闲摇了摇头：你待会儿不要露面，一旦入京，严大人会派人来接你，记住在没有述职之前，不要让别人知道你的消息。微微颔首，严冰云忽然开口说道：争什么争？别人毕竟是大皇子，陛下的儿子，你有什么资格和他争？你不是一个愚蠢的人，怎么会做这么愚蠢的事？皇子。范闲坐在了他的身边，等着车队的启程，笑着说道：这玩意儿很稀罕吗？再说了，不是我要和他争，而是某位贵人要和他争。严冰云不解，范闲哈哈笑道：小两口还没有见面，便要开始抢夺日后家中的话事权了。那位公主殿下本是个清淡的性子，但一听说大皇子要抢先进城，便柳眉倒竖，站在河东张嘴。这女人啊，果然都是看不明白的。河东？什么河？严冰云痛斥道：这事儿还不是你从中挑拨？我就不明白了，还没有回京，就要和一位大皇子撕破脸皮，你究竟是怎么想的？极好，似乎你开始为我这个上司通盘考虑问题了。范闲苦脸说道：我真没有挑拨公主，真的。谁知道这位恬静的公主殿下竟然也信奉东风压倒西风的道理，这话出自石头记82回，根本还没有写出来。范闲只是代指，心里却是微觉高兴，他是真急着回家，道理就是这么简单。至于我为什么要得罪大皇子，这个道理很简单，我很难再像今天一样找到这样一个机会，一个可以表明我极不喜欢大皇子的机会。为什么要这样？你虽然久在北方，但这些日子里，我相信你也从使团里知道了我的许多事情。范闲看着严冰云，严冰云点点头：我和东宫的关系如何？表面上看着有些纷争，但实际上太子很看重你，包括春闱的事情都是他在关照你，后来出使一事上他也极为照顾你，对你颇为示好。不错，所以我也对东宫多有回护。这话说的是春闱弊案中的事情，范闲没有给严冰云讲清楚，继续说道：而且我与靖王世子交好，靖王世子又是二皇子派，所以我与二皇子的关系也不差。严冰云马上明白了范闲为什么要得罪大皇子。我与东宫、二皇子的关系都不错，如果日后与大皇子关系也好了，范闲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自嘲的微笑。试问一个手上有监察院和内库的年轻人，同时交好3个皇子，这位年轻人究竟想做什么？宫里那些娘娘们会看我顺眼吗？今日京都城外乱成一团糟，唯一有能力平息这种骚动的申公却迟迟没有旨意出来，于是乎一众官员汗流浃背，畏畏缩缩立于城门之前，看着官道之上远远行来的2列队伍，不停地在心里骂着娘，骂着范闲的娘。大皇子的娘是陛下的女人，那是不敢骂的。大皇子的亲兵都是从西面的沙场上下来的汉族，看见这个破使团居然敢和皇子抢道，早就怒气冲天，只是大皇子辖下军纪极严，所以一直忍着。看着使团那似乎数不尽的马车缓缓从他们的身边行过，在那一众骑兵之中，大皇子的一位败将忍不住了，呵斥道：哪里来的臣子，一点规矩都不懂，是要找死吗？两边的队伍同时停了下来，场间的气氛无比紧张。范闲下了马车，急做作地整理了一下衣衫，对着那边隐隐可见的皇子车驾遥遥一礼，说道：微臣范闲拜见大殿下。范闲？你就是范闲？一道雄浑的声音从那边传了过来，略有蔑视之意。没想到臣儿许的相公竟然就是你，敢与皇子争道，胆量可观，只是未免愚蠢了些。范闲微微一笑，十分恭谨说道：臣不敢与殿下抢道，只是……话音未落，他身后那辆华贵异常的马车里传出北齐大公主平静而自信的声音：本宫柔弱女子，一路南下远来，莫非大殿下定要让我在城外多待几天？大皇子的亲兵们都愣住了，似乎此时才想起来使团里面还有位尊贵人物，这女子再过些日子就会是大皇妃。自己这些人的主母范闲瞥了大皇子的骑兵一眼，心想这是家务事，自己就不掺和了。大皇子常年征战在外，虽然西蛮早已不如当年那般凶蛮，
但毕竟沙场上多是风雪，刀光夹着鲜血，竟然几年下来，这位皇子与在京中的几位兄弟早已大不相同，虚套的东西少了些，蛮横的军中脾性多了些。此次归京，以大皇子领军的身份，伊利可以带200到500名亲卫进京，但他最终只是挑了200名亲民，想来也是不想让京中这些官员与宫中多心。但手下这些亲卫个个也是些悍勇之辈，此时与使团争道，早就已经快压制不住杀气。这200名亲兵骑在马上，面露骄横鄙夷之色，沙场上下来的人总是会瞧这些文官有些不顺眼。但这数百道眼光投向那辆马车，知道那车里人的身份，竟是不敢多说什么。车里坐的是将来的皇妃，这些西军下来的凶人再直愣，也不会傻到为了争道之事得罪将来的女主人。礼部尚书迎出城外10里地，此时在场的官员中，就以他的资历最深，官阶最高。在一片尴尬的沉默之中，他好不难受地站了出来，准备打圆场，稍许说了几句什么，但在一片马嘶之中，竟是没有几个人听得清楚。一片嘶声骤然响起，西军亲兵营众齐像流水一般从中分开，数十匹骏马被控制得极为准确，在并不宽宏的官道上让出一大片地方来。得马蹄声中，一位浑身披着玄素战甲的大将拍马走上前来。范闲此时站在大公主马车旁，眉头微皱，正待避开，不料大皇子亲兵的马匹竟是借着让道之势横冲直撞了过来。这些将士常年在外，哪里知道范闲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先前看着漂亮公子哥说话便已是一肚子气，此时更是存着将他吓倒在地，好生屈辱一番的念头，所以头前的几匹高头大马便擦着范闲的身体掠过，看上去极其危险。范闲却是面带微笑，微微躬身，对着那马上的大将行了一礼，根本就不理会身边跳跃嘶鸣挑衅的骏马。陈范闲见过大殿下。纵马而来的自然便是庆国的大皇子。只见他双目炯然有神，眸子里天然一股厉杀，眉直笔挺，颧骨微高，却不显得难看，反而有丝英武的味道。大皇子骑在马上，全身盔甲反光，看上去倒真像魏天神一般，令人不敢直视。所以范闲并未直视，只是微带一丝可恶可厌的羞怯笑容，微微低头行礼。大皇子似乎也没有想到马前那个显得有些拘谨与卑微的文臣，便是如今京中最当红的范闲，不由微微一怔，忽然开口说道：“这么俊，怎么笑得像个娘儿们似的？”大皇子性情粗豪，只是无心言语，却不留神被身边的亲兵听进耳去，以为主子是要刻意羞辱这位敢和己等争道的文臣，于是齐声滑笑了起来，笑声直冲京都郊外的天空，有说不尽的鄙夷情绪。大皇子略愣了愣，也懒得去管，唇角浮起一丝笑意。而那几匹正在得意的马匹也离范闲越来越近，他已经都能听到骏马鼻孔张开的声音，几张长长的马脸向自己逼了过来，正是大皇子的亲兵向纵马将使团逼离官道。范闲眉头微微一皱，没有料到这位大皇子竟然是不给自己未来老婆的面子，看来更不会给自己这个偏远妹夫面子了。看着眼前的马脸越来越近，那巨大马眼中的兴奋之意渐起，知道这些战马不好操控，性情是血，不由在心头叹了一口气，准备暂时退下，反正与大皇子结怨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不要与对方真的翻脸。范闲与军方向来没有什么关系，这本就是他的一大弱势，如果让那些枢密院的老将军们以为自己是刻意落西路军面子，恐怕日后朝中会有些不好过。他是这般想的，却忘了他的下属不是这般想的。见着提司大人处境危险，隐藏在使团里的监察院吏员剑手们纷纷显出形来，像10几道青烟一般游走而出，或站于马车之上，或寻找到官道旁的制高点，纷纷举起手中的弩箭，对准了逼近范闲的那几匹马。使不得！礼部尚书大惊失色，居然在京都外动武，这要传到天下，朝廷哪里还有颜面？自己这礼部尚书自然是不用做了，你大皇子难道还能有好果子吃？你范闲就算有监察院撑腰，难道陛下还不赏你一顿板子？迎接的群臣这时才反应过来，看着那些冰冷的监察院官员，才想起了范闲那一个令人害怕的身份，纷纷嚷道：“都住手！胡闹什么？”大皇子冷眼看着这一幕，不知怎的，却对这个叫范闲的监察院小狗看着要顺眼了许多。在他的心中，但凡敢和自己正面对上的，都算是有种的家伙。范闲此时却在暗中叫苦，属下这些监察院的官员，这一路之上被自己调教的极好，没有想到此时竟是心忧自己的安危，却毫不顾及朝廷颜面，竟敢把弩箭对准一路东归的西路军。要知道，这些将士可是在外为国征战日久，这事儿要传出去，只怕陈老伯子都会难受好一阵。大皇子笑了起来，似乎看出了范闲内心的担忧，准备看他如何处理这件事情。他的亲兵迎见着，居然有人敢要挟自己，这些年练就的血煞气息顿时涌了上来，震天价地，齐声异吼，提抢张弓，将使团前队团团围住。而同时，那几匹马已经将范闲围在了当中。范闲举起手，曲起了中指与无名指，在几匹马的包围中清清楚楚地比划了一个手势。
监察院官员与剑手们看见这个手势后，面无表情，收弩下马归队，尽是整齐划一，根本没有半分犹疑。大皇子骑在马上，露出盔甲的半张脸，面色不变，内心深处却是有些震惊。眼前这个看似文弱的臣子，竟然御下如此严苛，当此局势，竟是一个手势便能让所有的人马上住手，这等纪律，纵使是自己的西路军，只怕也做不到。太皇子心中清楚，在京都郊外不可能真的如何，更何况城门处还有太子与老二在等着，所以他轻轻提了提马缰，挥手示意将士们退下。一阵并不整齐的哗啦声音响起，亲兵们犹自有些不甘地收回弓箭，拉马而回。比起监察院见令而止的气势，着实是差了不少。大皇子忍不住皱了皱眉，便在此时，围着范闲的那几匹马正准备拉回来，不料距离太近，加上官道上铺的黄土已经渐渐干了，扬尘而起，灌入一匹高头大马的鼻子。那匹马踢着蹄子，扭着长长脖梗，顿时让这几匹马同时乱了起来。两匹马便同时向着范闲冲了过去。这纯属意外，大皇子隔着10丈的看着，也不免心头一惊。如果真撞死了这位父皇眼中的红人，只怕自己在西边的功劳就全废了。但他马上想起来传说中范闲的本事，不免生出一丝希望，心想你既然是监察院的提司，总不至于被几匹马撞死了吧。马儿直冲而过，顿时将范闲阴没在腾起的灰尘之中，只有高手们才能隐隐看清灰尘里有2道亮光响起。砰砰2声堕地的闷响，灰尘渐渐落下之后，范闲依然保持着那可恶的微笑，有些拘谨地站在场中央，而那2匹金马却是掠过了他的身体，颓然倒在地上。马上骑士似乎是昏了过去，那2匹马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只见马头已经带着2蓬鲜血飞了老远，骏马的尸体震得官道上的黄土微裂。在范闲的身后，2名穿着褐色衣裳的刀客双手紧握其人掌的长刀，面色冷漠，眼泛寒意，看着不远处的大皇子亲兵营。2刀齐下，伸展2个马头，好快的刀，好快的出手。大皇子瞳孔微缩，看着范闲身后的2名刀客，不知怎地，却觉得对方的出手有些熟悉，手指轻轻敲击着大腿外侧的甲片，当当微响，望着范闲一字一句说道：范大人果然厉害，本王征战数年，没想到一回京都便被阁下当众斩了2匹马，原来朝廷便是这般欢迎将士回家的。范闲叹了一口气，伸手掩住口鼻，似乎是嫌这马血的味道有些刺人，解释道：大殿下，给臣1000个胆子，臣也不敢杀了殿下的战马呀。他此时才发现，这位殿下虽然粗豪，但不是笨人，字字句句扣着自己。待听到大皇子自称本王，这才想起来，在旨意寻西令大皇子东归之时，陛下已经封了大皇子王爵，这是所有皇室子弟中第一个封王之人，想到今天可是将对方得罪惨了，范闲也禁不住皱了皱眉头。大皇子面色渐寒之时，他身边那位贴身的护卫却走上前来，说了几句什么。听到这几句话，大皇子眼光一定，看着范闲身后的2具刀客，皱眉说道：原来是虎卫。高达此时也在范闲身后低声说道：大皇子身旁那位是明虎卫。范闲一挑眉头问道：你认识？属下不认识，但属下知道。高达沉声应道，长刀之上的马血此时还在往下滴着。范闲说道：你既是虎卫，怎么能对大皇子如此无礼？高达沉声道：少爷，陛下有旨，属下只需护得少爷平安，至于对方是谁，不用考虑。2人说话声音极轻，范闲眉宇间骤现几丝莫名之色，沉默半晌后，忽然对着大皇子的坐骑长身一礼，没有多说什么。此时大皇子属下的亲兵营早已将昏厥的2名亲兵抬了回去，只等殿下一声令下，便冲将过去，将使团的人一顿好揍。偏生此时大皇子却陷入了沉默之中。忽然间，大皇子单骑而至，迂行驶到范闲的身边，微微低下身子，压低声音说道：你这脾气我喜欢，但你杀马不降，入京后当心本王找你麻烦。范闲叹了口气说道：大殿下，和微臣真的无关，请殿下明鉴。大皇子冷哼一声，他身为皇家子弟，自然是知道虎卫的统辖权，以为是父皇给使团案的保镖，真与范闲无关，但内心深处依然是极为恼怒。是本宫的意思，殿下若有不满，不要难为范大人。马车里安静许久的公主声音终于再次响了起来。此时众官员才围了上来，任少安拉着范闲的手，辛奇特抱着大皇子的腿，宫里的小黄门死命摸着大皇子的马缰，礼部尚书吹胡子瞪眼，将那些面带仇恨之色的亲兵营骂了回去，另有枢密院的大佬充当马后和事佬。总之是庆国朝廷齐动员，将大皇子与范闲围在了当中，化干戈为玉帛，化戾气为祥和。这多的官员围了过来，使团与西路军的冲突自然只好罢了，不然动起手来，如果真伤了哪位老人家，那就等于是不给朝廷面子。朝廷是什么？不是3院6部4寺，而是面子，所有臣子的面子。正此时，城门处远远看着这边似乎发生了什么，终于有了反应，
一齐携尘而至，问了半天才弄明白，原来是使团提前到了，与大皇子争道。这等大事哪里是下属们能够处理的，赶紧回报。此时双方都争起了性子，纵使范闲再想退，那马车里的公主、使团里的文官们也不想再退，硬是要比大皇子先进城不可。但大皇子今日窝窝囊囊死了2匹马，落了好大一个面子，若不是知道虎卫是父皇亲信，绝不是一个臣子可以指使，早就下令乱枪开道。此时他也被激起了脾气，哪里肯让使团先进城？什么狗屁公主，你将来还不是要给本王端洗脚水的货色？争执不下，被众位朝廷官员抱腿的抱腿，拦马的拦马，这架自然是打不成了，于是只好玩些口舌上的官司。但那些西路军的将士打仗或是厉害的，打起嘴仗来，又如何是使团里这些擅长诡辩之术外交官员的对手？从朝廷规矩到两国邦义，从陛下圣心到官员颜面，渐渐的大皇子那边落了下风，却是十分强硬的将官道堵着，不肯让使团先进。一辆明黄色的车驾便在庆国开国以来，整个朝廷最热闹的一次菜市场撒泼声中，缓缓驶进了事故现场。终于有人发现了，赶紧住嘴不语。而此时范闲早就已经退了出去，凑到严冰云的马车旁边，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得了严冰云的提醒，也马上发现了这辆车驾，赶紧迎了上去，整理官服，跟着身边的那些官员行了大礼，拜见太子殿下。太子本来依着陛下圣旨，在城门口处准备迎接大皇子返京，哪里知道这里竟然闹得如此厉害，没办法，只好屈尊亲自前来调解。见是太子来了，大皇子也不敢再放肆痛骂，赶紧下马，带着盔甲走到太子车驾之前，便要跪拜。此时太子却已经是下了车驾，赶紧拦着，硬是不让他跪下去，嘴里还不停说道：大哥，你在甲胄在身，不须行此大礼，更何况你是兄长，怎能让你拜我？大皇子的性情还真是直接，太子说不让拜，他便不拜，直起了身子，取下了头盔。身旁太常寺与礼部的官员虽然在心里嘀咕着什么，但是人家两兄弟的事情，既然陛下都不在乎这些礼仪，自己这些做臣子的多什么嘴？太子望着兄长的脸颊，有些动情说道：大哥常年在外为国征战，这风吹日晒的，人也瘦了。大皇子笑着应道：这有什么，在外面跑马也算舒爽，你也知道为兄不喜欢在府里待着，闷不死个人。这不，如果不是奶奶一定要我回来，我恨不得还在外面多待些日子。太子责怪道：不止皇祖母、父皇皇后、宁妃，还有我们这些兄弟，都想你早些回来。大皇子斜眯着眼看着范闲一眼，说道：只怕有些人不想我早些回来。太子见他面色不悦，问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却不由哈哈笑了起来。这笑声有些古怪，那些大臣们也不知道太子是在玩什么玄虚。只见太子轻轻招了招手，令范闲过来，责问道：是你与大殿下争道，你可知这是重罪？范闲笑了笑，解释道：臣哪有那个胆子，是北齐大公主殿下一路远来，路上又染了些风寒，实在是经不得城外再等了。太子微微颔首，又携着大皇兄的手走到那辆马车旁，轻声致意，这才回过身来对太皇兄笑着说道：你也别与这些臣子计较，再说你这2年不在京中，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想来也不知道范闲。来来，本宫给你介绍一下。范闲与太子其实根本没有怎么见过面，但见太子此时温和表情，知道对方是要在众官面前显示与自己的亲密友好关系，于是满脸微笑走上前去，对着大皇子行了一礼：陈太学奉正范闲，见过大殿下。你是4品居中郎。太子责怪道：怎么把自己的官职都忘了？范闲苦笑着摇摇头：这一路北上南下，实在是有些糊涂，请太子恕罪。太子轻声对大皇子说道：范闲如今在帮院长大人的忙，这我是知道的，监察院提司，好大的官威啊。大皇子冷笑说道。太子笑着打圆场：罢了罢了，就算不看在我的面上，看在陈丫头的面上，你也不能和她置气。话说小时候你与陈丫头可是极好的，说来说去范闲也是咱们的妹夫，都是一家人，你生的哪门子气？大皇子冷哼一声，看着有些拘谨的范闲：我生的便是这门子气，晨儿在宫中那是众人手心的宝贝，居然就嫁给这么个娘娘腔，看着便是恼火。成婚不到半年，居然就自请出使，将新婚妻子留在府里，如此心热权势，怎是晨儿良配？范闲苦笑不已，这才知道自己完全搞错了方向，原来争道确实是家务事，但却不是大皇子与将来的皇妃间的家务事，而是这位皇子与自己这妹夫间的家务事。吵吵嚷嚷到最后，反正范闲就只是一味笑着，不见半点嚣张，诚恳至极，做足了妹夫的本分，下足了臣子的本钱，让这4周官员瞧着。谁能想到这争到得罪人的事情，竟是从他的脑袋里面想出来的？范闲这人天生有一桩好处，俗话叫做拈花，又算作阴贼之道，背地里得罪人欺负人的事情极愿意干，但明面上却是极肯让，这才是真正的好处的做派。就像长公主被他阴了好几道，颜值逼出宫去，但直到今天也不知道
幕后的黑手居然是自己的女婿，还以为这女婿只会忍气吞声，还在北方对自己言听计从，不敢翻脸。他始终信奉一条：华丽嚣张是好的，但要低调的华丽，闷声吃猪肉。正所谓能动的人一定要动一动，暂时动不了的人，打死他也不会动。太皇子自然是他目前动不了的人，但今日他却偏偏要与大皇子争道，已是大逆平日一去，自然没有人知道他这纯粹是给宫里那位皇帝老子看的。而性情直露的大皇子无疑是最好的演戏对象，其中缘由或许只有陈萍萍那头老狐狸能猜到一点。最后双方还是在太子的调解下达成了妥协，使团前队与大皇子亲兵营一同入京，只是此事太不合规矩，将礼部尚书气的不善，让太常寺的那位任少卿也是满脸惶恐，这一仗怎么安排都成了极大的问题。太子瞧着范闲在一旁闷不作声，心里却不知从哪里生出几分痛快，扬骂道：你也是胡闹，明明一好使团后日至今，怎么忽然就提前到了，让朝廷没个安排，生出这些事来。范闲一笑应道：臣也是急着回家，殿下就饶过这遭吧，指不定明日还有哪位御史要参我了。其实他心中也自奇怪，数月不见，这位东宫之主的气色竟是比以往好了许多，那股微微怯懦阴郁已经不在，容光焕发，不知道是得了什么喜事。他自然不知道，长公主离开皇宫返回信阳后，一直压在太子身后的皇后与长公主两座大山骤然间少了一座，心绪顿时明朗。加上陛下今年以来也多有未雨，太子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在一干臣子的心中，总以为太子好过了，二皇子想必心里不会太舒服，但在城门处，众人看着在棚内准备迎着大皇子返京的二皇子时，却没有从这位文雅的贵族脸上看到半丝不妥，反而是他身边那位年纪幼小的家伙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这是皇帝陛下最小的一个儿子，天子一共诞下4位龙子，太子不在位列之中，所以这一位便是一直养在深宫的三皇子，今年才仅仅9岁。此次大皇子远征回京，陛下亲命京中所有皇子尽数出营，给足了尊崇，同时也让这位一直没有出现在朝臣面前的小皇子有了第一次正式亮相的机会。二皇子牵着小皇子的手，对着大皇子行了个礼。大皇子似乎与二皇子关系不错，上前一个熊抱，接着揉了揉小家伙的脑袋，粗声粗气说道：怎么长这么高了？小家伙嘻嘻一笑，面露天真神态，回道：将来要与大哥长一般高，出去打胡人去。这位小皇子的生母乃是范府柳氏的姐妹，转拐转弯着算起来，与范闲倒有些亲戚关系。但范闲看着这个面相至美的小皇子，看着他脸上的天真笑容，心里却咯噔一声，看出对方天真笑容里与年纪完全不称的一丝自持，不由嘴角浮起了微微笑容，心想：本大人自小伪装天真微羞极品笑气家的，你居然敢在我面前玩这套，真是贩门卖笑而不自知了。二皇子自然也知道先前发生了什么，苦笑着对范闲说道：我说妹夫啊，你哪天能少惹些事情出来，我看这整个京都的官员都要谢天谢地了。范闲笑容显得更苦，比加了黄连还苦，解释道：实在是北齐公主的意思，安知区区一臣子哪有这么大的胆子。太子不易察觉地皱了皱眉，似乎有些不悦老二与范闲说话时的口气，淡淡说道：二哥，宜城未完，还是以官位相称吧。这话就有些不讲理了，先前这位东宫太子叫范闲妹夫倒叫地亲热，此时却不肯让二皇子叫。二皇子却是面色如常，呵呵一笑，应了一声，却是凑到范闲身边，压低声音问道：春闱前让你回府问晨儿他是怎么叫我的，你倒是问了没有？范闲这才想起那件事情来，摇头笑道：殿下也知春闱里出了什么事，一时竟是忘记了，今儿回府一定问出来。二皇子笑了笑，不再多说什么，牵起老三的手，随着前头的太子与大皇子向城门处走去。二人说话的声音虽然小，但依然传到了大皇子的耳朵里。这位常年征战在外的皇子不免心中生出诸多疑窦，虽然他也知道范闲的声名，但毕竟不在京中，所以不知道范闲手中究竟握着怎样的力量。此时竟愕然发现，不论是二皇子还是太子，在言语间对范闲都是多般怀柔，似乎生怕在场的官员不知道自己与范闲的关系极其亲密。区区一个臣子，竟让两位龙子如此看重，竟是舍得放下身阶。大皇子不禁皱起了眉头，有些不大愉快。范闲此时却是另有想法，他看着前方那3大1小各自服饰不同，明皇夹着素皇的4位皇子往黑洞洞的城门处走去，一时竟有些恍惚，心想莫非自己将来也有站在那4个兄弟中间的一天。京都之秋，清美莫名，高天云淡，出黄树叶低垂于民宅之畔，不肯仓促就水，街旁流水不免有些寂寞。长街尽头，远处公岩偶露一角，挂于青天之中，尽显威严。大皇子的队伍早已夹着余怒去了，使团的车队却是刻意压了速度，在一干鸿胪寺太常寺官员的陪伴下，慢悠悠地往皇宫处走。既然已经入了京都，范闲也不再着急，反正这时候也不能马上回家，总是得先去宫门处回旨的。
所以他终于有了些余暇去看看四周的景色。虽然在京都拢共也不过待了1年时间，远不及儋州熟悉，但不知怎地，一入此间，一见四周民宅，嗅着京都里特有的气味，范闲便觉精神舒爽。大人急着回京，想必是家中有事。骏马之旁的马车中，北齐那位公主殿下的声音悠悠传了出来。范闲面露微笑，却没有回话，心知肚明，对方是在刻意接纳自己这个看似寻常，实则重要的臣子。但这一路上，双方的感情交流已经做得足够充分。此时既然已经进京，身边耳目众多，还是免了这最后一遭的好。更何况他被对方说中了心思，却不知如何回答。范家如今在京中正当红，满宅平安，旁人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如此着急。他一催马蹄，向前数丈，来到严冰云的马车旁，压低声音说道：“你必须带他走，如果你不想给我惹麻烦的话。”车中的小严公子摇了摇头，看了一眼被自己捆得结结实实，但依然拥露在外面的那双熟悉的眼眸恶，狠狠盯着自己的沈大小姐，心里着实不明白范大人什么时候多了个做媒婆的爱好。他叹了一口气，将话题转开，说道：“大人今日争道之事，实在大不明智。监察院在皇子之争中向来持平，大人曾说过，先前耳闻也证实，太子与二殿下对大人均有所期。即使如此，为持贫贱，也不应该去撩拨大皇子，这与院中宗旨不免有些相悖。”范闲默然，知道对方说的有道理。身为庆国臣子，尤其是监察院提司，要么永世不与这几位皇子打交道，既然要与皇子交往，就要一碗水端平，才能让宫中确信监察院不会偏向哪位皇子。但他不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不仅仅是臣子那么简单，在皇子之中有所偏移，顶多会让陛下疑心自己在为以后的权力富贵打算，永远及不上陈嫔嫔的纯忠。但如果自己真的一碗水端平，如此长袖善舞，只怕会让陛下疑心自己根本不甘心做个臣子。这才是范闲最大的隐据。车队行至新道方处，已经不再需要京都府的差役们维持秩序，因为已经来到了较为清静的官衙重地与官员聚居之所，自然也没有那么多站在街边看热闹的百姓。此时车队里的一辆马车脱离了大队，悄无声息地驶进了街旁的一条巷子，隐约可以看见里面有人接着。虽说是悄无声息，但实际上自然有朝官瞧得清楚，但知道使团的组成部分复杂，估计是监察院的院务，在看透前范提司大人的表情有些严肃，所以没有人敢多嘴相问。范闲表情自然严肃，因为马上就要到皇城了，那面朱红色的宫墙近在眼前，一众使团成员在宫门外等着复命，皇权威严，自然没有人在仪容上敢放松，只是千里奔波，不免也有些劳苦。候了许久，却没有旨意出来，众臣心里略觉有些不安，但心想此次出使北齐，在那天下与海图上可是生生为朝廷割了不少地方来，加上范正时又在北齐朝廷那边露了大大的脸，那一马车的旧书看着不值钱，但想来陛下脸上也该有光才是，怎么会将自己这干人冷落在外？宫门外陪着的礼部官员也是渐渐变得不自在起来，而任少安却是凑到范闲身边轻声说道：“这个时候圣上应该在见大皇子，咱们这些做臣子的自然要多等等。”范闲笑了笑，没有说什么。北齐公主的车驾先前已经被宫里的黄门太监领了进去，重要的事情已经办得差不多了，自己却是猜到为什么使团被晾在了皇城外面。皇城的禁军冷眼看着宫门外那些面露焦急惶然之色的官员们，脸上没有一丝表情，而守在宫门处的太监们自然也不会正眼去看。不过范闲身份又是与众不同，他上的是宫中郡主，关键是那位郡主是极得宠的人物，而且自身又是监察院的高官，此次出使回国，想来不日便会加爵封赏，所以早有太监搬了圆凳，请他稍事休息。范闲一愣，问道：“这合规矩吗？”正说话的时候，一个太监头子满脸谄媚地走了过来，一把将他扶到了凳子上，说道：“我说范少爷，奴才可是知道圣上一直疼你的，再说了，千里而回，坐个凳子也是应该。”“哎呦，侯公公怎么来了？”范闲故作惊讶，面前这位太监乃是他头一次随着柳氏若若入宫时便见着的那位，知道他与范府的关系极好，所以面上也是露着亲热，而对方刻意称呼他范少爷，也自然是要将这亲热劲儿摆个十足。范闲接着笑道：“我从外面回来，可算是地道穷酸了，今儿可没得赏。”侯公公嘿嘿尖声一笑，压低声音说道：“谁不知道范少爷是个点石成金的主，更何况将来是要抱金山的。”这老奴还准备讨好几句，却听着宫门咿呀微起，跑出一位太监来传陛下的口谕。范闲赶紧撤了凳子，与众官齐齐跪在宫门口。不出范闲的意料，皇帝果然将他好生训斥了一通，不外乎是恃才如何，目无某某，胆大包天，等等等等，又到今日罚了，让他明日再进宫复命，令司南伯好生管教，重重惩戒。旨意最末却是将使团大肆嘉奖了一番，主好生将养，来日定有加冕。群臣面面相觑，没料到使团回京第一日便落得这么个待遇，不免有些唉声叹气。
但有些狡猾的官员此时看着范闲，却是心里直打小鼓。陛下口谕里训斥的凶，但末了却是什么也没做，只让司南伯管教。看来这位范大人果然胜券非常啊。范闲扣谢灵旨，面上表情有些难堪，心里却是微微高兴，站起身来，一拍屁股，回头时却瞧见一位老熟人，原来是如今的宫中禁军大统领宫典。宫典看见范闲后，脸上露出欣赏之色，正准备上来闲话几句，不料范闲却是有些无奈的拱手一礼，道了声歉，纵身上马，双腿一夹，马鞭一挥，便在宫城面前的扩大广场上驰骋而去，只留下一地烟尘，疏忽间没有踪迹。宫典一愣，与手下那些侍卫看着远方那道青烟发呆，心说虽然没有明令宫前不准骑马，但似跑得这般利索的大臣，恐怕范闲还真是头一个秋意不浓归意浓。院中的事情范闲早就安排好了，而像高达那7名虎卫自有相关人士来接手。他纵马于长街之上迎风而去，也不知跑了多久，终于入了南城。马蹄声在范府门口那条实施实现的长街上响了起来。此时已入夜，长街上的各王公大臣府邸的灯笼已经挂了起来，寥寥数对，不怎么耀目，唯有范府门前一片灯火通明，正门大启，一干长随护卫门客都站在门外翘首相盼。门内柳氏也是降尊亲至，吩咐着丫鬟婆子们一遍又一遍地热着茶汤，等着范大少爷回府。使团抵达京郊的消息早就传到了城内，本以为总要安排移城，折腾个2天才能入京，但隔厢府里的大少奶奶却是冷冷丢下一句：今儿个必到。众人都知道这位如今的范夫人，当年的林小姐不是普通角色，她既然说范闲今日必到，那必是能到，所以众人才会在这里辛苦候着。至于后来与大皇子争到的消息，此时府中众人还不清楚，不然不知道该有多担心。来了！早有眼尖的下人瞧见了远方驰来的马匹，纷纷涌下石阶，分成2队。得得响声中，范闲纵马而至，翻身下马，轻轻一脚踢在准备当马凳的滕子京屁股上，笑骂道：你这破腿，甭学那些府里的做派，恭迎少爷回府。2列下人齐声喊道。范闲笑了笑，没有说什么，2步上了石阶，接过丫鬟递来的热毛巾，胡乱擦了个脸，又接过温热合适的茶汤漱了漱口，知道这是必经的程序，也没有什么好讲究的，只是回到府前，看着这些眼熟的下人丫鬟，心情真是不错，就连门后那位柳氏的笑容落在他眼中，似乎也少了往日的算计味道，多了分真诚。你父亲在书房。柳氏接过他手上的毛巾，轻声提醒道。范闲点了点头，忽一皱眉，又摇了摇头。咦，他将姨娘的后一个字吞了回去，微笑道：我先去瞧瞧妹妹与婉儿，父亲那处我马上就去。柳氏知道面前这位大少爷不能用孝子去约束他，只好无奈地点了点头。范闲一入府门，却看着一个黑胖子冲了过来，不由大惊失色，心想这才几个月不见，这账房神童怎么变成小黑铁塔了？却也不及相询，直接喝道：待会儿再报账，我有事要做。范思哲一愣，收住了脚步，骂道：小爷今天心情好，你若不睬我，我也懒得和你说那些你不懂的账面话。范闲也是一愣，呵呵一笑，不知怎地却想到城门外看见的那一排4个皇子，伸手从怀里摸了个东西递给范思哲，笑骂道：什么账面话？我看到是混账话，你自个儿先去玩去，咱兄弟大老爷们儿的，别玩久别重逢这一套。范思哲心里咕哝着，小爷我可不想与你玩什么兄弟情长。这般想着，却眼睁睁看着范闲进了后宅，心里好生不自在。范闲成婚之后，便在范府的后方有了自己的宅子，只是前后2落本就相通，所以只是1府2宅的格局罢了。而他与妹妹的感情极好，婉儿又与若若极为相得，所以若若倒是有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这院里。而今日自己回来，父亲自今留在书房里，那是自然，但异常的是，婉儿与妹妹居然都没有出来相迎，这事情就透着一分古怪，让范闲加快了脚步。一旁的丫鬟有些跟不上，气喘吁吁回着话：小姐还在，大少奶奶也还在。范闲皱了眉头，心想这话说的真不吉利，这丫鬟也不知道是谁调教的。来到自己的卧室门口，轻轻推门，却发现门被人从里面锁着了。范闲一怔之后，竟是不知如何言语，唤了几声，却没有人回答。他有些莫名其妙，加重力气拍了几下门，如果不是尊重妻子，只怕早就破门而入了。过了一会儿，才听到里面传来大丫鬟思思有些不安的声音：少爷，少奶奶先睡了，您别敲了。范闲眉头皱得愈发紧了，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自己千里迢迢赶了回来，婉儿居然闭门不肯见自己。他看了一眼门内有些昏暗的灯火，没有说什么，一挥袖子去了另一厢，这次却不再敲门，直接推门而入。屋内那位姑娘悚然一惊，站了起来，看清楚来人是范闲之后，眉宇间的那丝淡漠与警惕才渐渐化开，眸子里闪过一丝毫不作为的喜色，蹲身一伏轻声道：哥哥回来了。范闲看着若若，先前的一丝不愉悦全数化为乌有，温和笑道：怎么，看见我回来了，
不怎么高兴。范若若微微一笑，走上前来，牵着他的袖子，领他坐下，说道：“又不是多久没见着，难道要妹妹大呼小叫，哥哥才肯满意？”范闲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道：“你呀，总是这般清淡的性子，在我面前也不肯改改。”范若若笑着应道：“改了还是若若吗？”说话间，姑娘家已经倒了杯茶，小心翼翼地递到了兄长的唇边。范闲用手接了过来，却不立刻喝下，反而盯着妹妹那张并不如何严厉，但是清爽至极的容颜。一时间，房内陷入一种古怪的沉默之中。两兄妹都是耐性极好的人，都在等着对方先开口。终究是范闲心疼妹妹，叹了一口气说道：“你这是何苦？什么事情等我回来再处理就好了。”范若若面上闪过一丝黯然，知道兄长已经看破了自己的打算，柔声应道：“正是准备等哥哥回来见上一面，所以才拖到了今天。”范闲站起身来，直接走到他的闺床之下，拖出一个包裹，又从床后的杂柜里取出一个不起眼的盒子，将盒子掀翻在桌上，几张银票，还有几只珠钗，几粒碎银子落到了桌面上，当当作响。他皱着眉头看着桌上的这些事物，说道：“离家出走就带这几样东西是远远不够的。”范若若沉默片刻后，从袖子里取出一把防身的匕首。范闲又气又乐，又是心疼，望着妹妹说道：“你一个千金小姐，哪里知道人世艰险？就算你不想嫁人，这般贸然离家出走，不想想父亲心里该是如何担忧？还有我呢，你怎么不想想哥哥我的感受？”范若若低着头，一双手紧紧地抓着袖角，沉默半晌后说道：“父亲岂是真的看中过我？至于哥哥，难道哥哥忘了是你从小教我，要我学会掌握自己的命运，尤其是婚姻这种事情，一定不能由着家中安排？”范闲哑然无语。在这个世界上，官宦家的小姐们哪里会有这等离经叛道的想法，更不用说是准备付诸实践。妹妹之所以敢于勇敢，甚至有些鲁莽地准备逃离，还不是因为自己从小就给她讲那些故事，在书信中教她做人的道理？难道这枚表姐讲多了，女决心就真的准备觉醒了？她有些不安地拍打着桌面，实在不知道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会给妹妹带来些什么。毕竟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是截然不同的，与众不同的想法，有可能是一把会伤到自己的匕首。她忽然抬头，无比温和说道：“可是包办也不见得都是坏事，你没有与红尘相处过，又怎么知道日后的婚姻会不幸福？”范若若依然低着头，语气却没有丝毫松动。妹妹自小就认识世子，自然清楚地知道我不喜欢她。这话如果让外人听去了，只怕会吓个半死。堂堂范府大小姐，居然会这般直接地说出喜欢不喜欢这种事情来。范闲脑中一片混乱，由自开解道：“也不一定啊，你看我与你嫂子不也是指婚，现在过得也挺幸福的。”范若若猛然抬起头来，带着一丝坚决与执着说道：“哥哥，不是天下所有人都有你与嫂嫂那种运气的。”范闲愣住了，这是他在妹妹的脸上第一次看见对自己的不认同。从小到大，若若每次看着自己时，都是那种崇拜之中夹着欣赏的态度，而这是他第一次听见若若直接反对自己的意见，不免有些震惊，震惊于妹妹身上发生的些许变化。沉默许久之后，范闲脸上的表情由僵硬渐趋柔和，最后竟是朗声笑了起来。那笑声里的快意没有半丝虚假，他确实很欣慰。当年的那个黄毛丫头终于长大了，终于学会坚持自己的看法了。若若，你信不信我？范闲微笑看着妹妹，带着鼓励的神情。范若若犹豫片刻后，也露出了往日那般的恬淡笑容，重重的点了点头。范闲看了桌上的事物一眼，轻轻摇头，笑着说道：“既然信我，就不要玩这些了，我自然会安排妥当。”自从得知宫中指婚后，范若若便陷入了沉默之中。她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如何的大逆不道，而抗旨又会带来何等样的祸害，只是从小便被兄长书信教育着，这女子的心灵深处早就种下了看似孱弱，实则坚强的自由种子。可是这些想法根本无人去说，她内心深处更是害怕，连自己最为信赖的兄长也会反对自己的决定。此时听到范闲的这句承诺，范若若这1月来的不安顿时化作秋日里的微风，瞬息间消失不见，强绷了1月的神经骤然放松了下来。是啊，兄长回来了，他自然会为自己做主。兄妹二人分开数月后，自然有些话要讲，但范若若看着他的脸色似乎有些怪异，这才想起来，此时哥哥如果不是在书房与父亲说话，便应该是与嫂子在一处，怎么会跑到自己屋里来了？他想到一桩事情，不由掩嘴轻声一笑，说道：“哥哥，先前你劝我时，不是说你与嫂嫂虽是指婚，可眼下也幸福着，此时却是如此愁苦，究竟又是为何？”范闲心头一动，心想妹妹与婉儿关系好，自然知道婉儿因何闭门不出，赶紧问道：“究竟出了什么事情？”范若若极难得的调皮的笑了笑，说道：“这事儿妹妹可不能帮你，你自己去求嫂嫂吧。”范闲皱紧了眉头，心想自己做得正，行得直，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婉儿的？正思忖间，
听着外面有丫鬟喊道：“少爷，少奶奶醒了。”范闲连连摇头，他知道妻子是在玩小性子，但婉儿向来是个极婉约可人的女子，怎会与世间那些后院女子一般不识轻重？明知道自己辛苦回家，不引导也罢了，却给自己一个闭门羹吃。想到此节，往自己卧房走的他，心头渐现一丝怒气。但待他走到门口，听着里面传出来的那首小令，却是火气马上消了，反而脸上露出极为精彩的神情。那声音清甜无比，不是灵婉又是何人？而那小令也是耳熟的厉害。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范闲面色微窘，心想自己用来骗海棠的礼钦诏词，明明只有北齐皇帝太后与自己二人知道，怎么却传到了南方的京都？范闲捏着拳头堵在自己嘴上，咳了2声，上前推了推门，很自然的，这时候的房门一推即开。他明白是怎么回事，既然两口子要准备好生较量一番，哪有把擂台关起来不让人进的道理？就连范闲先前那声嗨，也是给屋里的妻子提个醒，自己来了，有话房里说得好。这个时代终究是个以男子为尊的社会，虽然灵婉的出身要比范闲尊贵许多，但既然嫁入范府，按理讲也不会如此直接地表示自己的不满。他们夫妻二人相处之道又与一般官宦家庭不同，范闲虽然骨子里脱不了雄性动物的荷尔蒙控制，但在精神层面上还是极尊重女性的。说来说去，这都是范闲自己造的孽。妹妹准备玩俏家，老婆吃小醋，还不是他一手熏陶所成，放在别府里，只怕早就闹僵起来了。少爷，大丫鬟丝丝掩嘴笑着，将他迎了进去，替他解开外面的单衣，又递了个毛巾过来。范闲摆摆手，示意已经擦过了。他看着这丫头的一脸坏笑，内心深处不免又是一阵叹息，何止妹妹与婉儿，就连这丫鬟与自己打小一块长大，也被自己宠得没有了尊卑之分。当家庭剧上演之时，竟还有看热闹的闲心，取笑自己的勇气。林婉儿此时正躺在床上，一床薄被拉了上来，拉到了胸部，头上的黑发散乱在肩头，看模样还真是刚刚睡醒。她一双大大的眼睛却咕噜咕噜转着，好奇又甜蜜地望着远行归来的相公，没有半丝范闲准备迎接的怒气，小巧微翘的鼻尖微微一说道：“相公啊，没出去迎你，莫见怪哦。”范闲看着他双唇里露出的糯米细瓷般的牙齿，笑了笑，径直坐到了他的床边，开始执行3不政策：不解释，不掩饰，不说话，直接将手伸进被窝里，握住了他有些微凉的小手，捏了捏。这数月不见，许久没有揉捏婉柔若无骨的小手，还真有些想念。此时思思还在屋中，林婉儿不免有些羞急，眼睛瞥了一下那方。范闲抬头望去，发现思思正假意收拾桌上的药盒，眼睛却在往这边飞着。他不由笑骂道：“你这丫头真是惯坏你了，也不怕长针眼，还不快出去！”思思呵呵一笑，向着少爷少奶奶行了个礼，便推门出去，反手将门关上，又恰好遇着去前宅端回食盘的四琪，赶紧将她拦在了外面。四琪是随着婉儿嫁过来的随房大丫头，与思思地位相同，二人相处的也算融洽。此时见她拦在门外，顿时明白了里面那2位主子在做些什么，不由扮了个鬼脸，但看着手上的食盘，苦着说道：“少爷刚回家，总得先吃些东西吧？”思思笑着说道：“这些不过是填肚子的小点，前面宅子里不是在准备正餐吗？再说了，咱们家这位少爷是得先吃点什么东西的。”在四琪听来，这话就不免有些轻佻了，尤其是舍小姐，怎么也不应该是自己这些下人该开的玩笑，脸色便有些难看，用眼睛剜了思思一眼，鼻子一哼，端着食盘就去了隔壁的厢房。思思微微一愣，这才想起来自己先前那话确实极不尊重，吐了吐舌头，赶紧跟着跑了过去。不一会儿时间，隔壁的厢房里片刻安静之后，便传来了阵阵极低的笑声，想来2位大丫鬟已经和好如初。卧房那张极大的床上，大被之下，范闲伸出右手将头上的发插取了，在家中他向来只喜欢在脑后梳个绊子，求个清爽。他觉得嘴有些干，伸手到床边的小几下取了杯茶，润了润嗓子，想了想，又将茶杯递到了婉儿的唇边，为她喝了半盅。婉儿眼色柔媚，两颊微有潮红之色，半盅温茶下腹，这才略回了些神，又羞又气地咬了他左小臂一口，说道：“哪有你这般猴急的家伙？这才刚刚入夜，让那些下人猜到了，你叫我有什么脸去管这家大小？”范闲嘿嘿一笑，侧身抱着妻子，手指头在她滑嫩的上臂上轻轻滑动着，心里头十分满足，说道：“小别胜新婚，何况你我久别，亲热一番，又有谁敢说3道4？”他眼眸微转，接着促狭说道：“再说了，若我先前不是这般猴急，只怕你还会疑心我在外面做了些什么。”听到这番话，林婉才想了起来，今天自己是准备要好生劝世相公一把，怎么放他进屋不到一盏茶的功夫，自己就昏了头似的被他欺负了一番，连自己准备说的话都险些忘记了，莫不是相公真有什么迷魂术不成？想到此节，不免有些微羞迥异，轻轻捶了他一下，说道：“你不说我倒忘了，先前准备问你听见那小令有什么感觉没？”
范闲舔了舔有些发干的嘴唇，俊秀的面容配上这个表情不怎么迎现，反而有股子说不出来的坏味道。对于夫妻之道，他向来玩的是行动派，不理婉儿心中有何想法，先上床亲热一番再说。这世间女子嘛，在亲密之事过后，总会对于自己的情郎依恋无比，心中那些小酸味想来会淡些。但他也知道这事儿中要有个交代，所以反而主动的提了起来。你这丫头居然敢不放我进屋，当心我打你屁股。林婉儿伏在他的怀里悠悠说道。打便打吧，反正你也只会欺负我。这话是怎么说的？范闲笑着说道。莫非没有从北齐带鸡翅回来，你就生我气不成？林婉儿爬起身来，半跪在床上，亵衣微滑，露出半片香肩。他盯着范闲的眼睛，片刻沉默后忽然直接说道。先前我不高兴，这世间女子纵使吃醋，只怕也没有林婉儿吃的这般光明正大。于是乎范闲反而有些手足无措，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应答，只得小心回道。这又是吃的哪门子飞醋？那首小令确实是我写的，不过可不是你想象的那般。什么叫吃醋？林婉儿不明白他的意思。范闲也才想起来，这个世界里并没有房夫人饮醋自杀明智的桥段，于是笑嘻嘻地将这故事讲了一遍，只是假托是看的前人笔记。林婉儿听后也自感叹房玄龄夫人的坚强，只是心里总觉得相公这故事定是自己编的，说不定还是专门写来说自己的，不由有些生气，说道我可不是那种要独占你一人的小气家伙，思思和四琪总是要入门的，你不用刻意拿这故事来编排我。范闲知道妻子会错了意，笑呵呵说道。若你不想独占我，那倒反而有些大不妥了。林婉儿毕竟只是位从小在深宫里长大的女子，不是很明白相公这话里隐着的所谓情之独钟的含义，又听着范闲说道。若你不是吃醋，先前为何不让我进门？林婉儿依然半跪在床上，鼓着双腮，半晌后说道。你可知道这首小令已经传遍了整个天下，全京都的人都知道一代诗仙范闲不作诗，此次出使北齐却为了一个女子破了例。一首小令罢了，你若想听，我自然每天写一首给你。范闲笑眯眯说道。林婉儿悠悠说道。只是一首小令？听说相公在北齐上京城内，天天与那位海棠姑娘出则同游，坐则同饮，漫步雨夜街头，已然成为一段佳话。范闲心中气苦，知道这是北齐皇帝刻意放的消息，只是这些话在人们的嘴里传来传去，确实会让林婉儿的处境有些尴尬。正准备解释些什么，又听着妻子问道。相公告诉我，那位叫海棠的姑娘究竟是个什么模样？范闲一怔，心想自然不能将海棠夸到天上去，但不知为何内心深处也不想在妻子的面前颠倒黑白，将海棠贬得一无是处，虽然这是所有男人在老婆的床上都会做的一件无耻事。他想了想后说道。海棠是北齐国师苦荷的关门弟子，最是受宠，在宫中也极有地位。为夫此次出使，既然是为国朝谋利益，对于这等要紧人物，自然要多加接纳。林婉儿摇了摇头，叹了口气。那位海棠姑娘虽然在南方没有什么名声，但如今大家都知道她在北方的地位，我只问相公一句，这位海棠姑娘的身份能做妾吗？范闲一愣，心想这是哪里来的天马行空之问。又听着林婉儿叹息说道。似这等女子想来眼界极高，若不是相公这等人物，也断不能落入她的眼中，只是她的身份在这里将来总是极难安排的。婉儿今日气的便是相公做事向来不想后续之事，未免胡闹了些。范闲哈哈笑了起来，说道。我又不准备娶那个海棠，有什么后续？婉儿这话未免好笑了些。林婉儿大惊失色，不知怎的竟开始同情起那位叫海棠的女子，斥道。相公莫非准备始乱终弃？范闲连连摆手，忍着笑说道。既然未乱，哪里有气？片刻之后，林婉儿带着一丝狐疑看着他，问道。真的？那为什么相公会写诗情挑对方？情挑？范闲无语问苍天，想了又想，才将离京之前自己的安排与上京城里的诸多事情告诉了妻子，摇头晃脑说道。这位海棠武道修为极高，除了那4大宗师外，恐怕他是最强的那几人之一。我既然要与他打交道，当然要得准备些力气。林婉儿皱眉道。这就是相公说的一次存乎于心。正是。范闲笑嘻嘻应道。两国交兵，攻心未上。良久之后，林婉儿才叹息说道。相公此计未免无耻了些。家中风波未起而平，范闲想了想，又将今日与大皇子争道之事告诉了妻子。他知道婉儿自幼生长在宫中，对于朝中这些事情比自己更有发言权，所以婚后以来，他渐渐习惯了与他商量自己的安排。林婉儿听着他的话后，也是皱了眉头，与严冰云做出了一样的判断，觉得范闲实在是很没有必要得罪大皇子，有些多此一举的感觉。范闲不可能向妻子解释自己的隐忧，只得温和笑着说道。婉儿，你且莫管我为何要这般做，只说你觉着这争道一事能不能让宫中相信
我与大皇子日后会是敌人。林婉儿好笑看了他一眼，说道：极难。范闲一怔，说道：这是为何？林婉儿叹了口气后说道：其实你一直弄错了一件事情。不错，监察院在众官与百姓的眼中都是个阴森恐怖的衙门，6部的官员们在背后都骂你们是黑狗，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不喜欢监察院，就像军方、枢密院、西路军，他们对于监察院本身就是极有好感的。范闲马上明白了过来，行军打仗之事首重情报后勤，而监察院遍布天下的密探网，想来为军方提供了极强大的支持，能够让那些将士们少洒些血，军方当然喜欢监察院。他皱眉问道：这是其一，不过大皇子此次回京总是要交出手中兵权，军方的意见对他的影响并不大。林婉儿不明白他为什么一定要让宫中认为他没有同时结好3位皇子，叹息说道：还有一桩事情，或许相公忘了，这3位皇兄之中，与婉儿最亲近的便是太皇兄啊，就算看在我的份上，他也不可能记你的仇。范闲苦笑一声，他知道婉儿小时候在深宫之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待在宁财人宫中，与大皇子最亲近，想来也是自然之事，只是自己算计的时候却有意无意间将这层关系故意忽略了。或许是他从内心深处都不愿意将妻子与那几位皇子联系起来。林婉儿其实知道范闲在担心什么，轻柔说道：其实我看相公有些多虑了，圣上身子康健，你担心的局面只怕还有好多年。范闲叹息一声，将他搂进怀里，在他耳边说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此次回京，看着那气氛，就知道明年我真的接手内库之后，你那太子哥哥、太皇兄、二皇兄的，哪里肯放过我这块肥肉？年前在苍山上，我给你出的那个主意如何？林婉儿此时不像个16、17岁的小姑娘，倒像是一位长于谋划的女谋士。她毕竟是长公主的亲生女儿，在这些方面或多或少会遗传少许，所以范闲也一直很信服她的建议。只是苍山上那个提议，范闲一直没有点头。他微微低下头去，缓慢却又坚定地说道：自请削权，从道理上讲是最应该做的事情。一位像我这样的年轻臣子，手中如果理着监察院与内库，这份圣恩实在是有些过重，权力实在太大，这本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局面。但是婉儿，内库我是一定不会放手的。林婉儿虽然不知道夫君为何一直不肯放手内库，但身为人妻，自然只是默默支持，点了点头后说道：婉儿知道了。范闲继续说道：既然我不肯放开内库，那监察院就更不能放。如果内库是座金山，那监察院就是守着金山的军队，如果空有内库，那范闲就会成为赤裸的美人儿，一点安全感都没有，那就等着被宫里那些人肆意凌辱吧。林婉儿叹息着摇摇头说道：那夫君就得多辛苦了。他忽然看着他的双眼说道：有信心吗？范闲微微一笑，轻轻拍了拍他的脸蛋说道：不敢把话说满，但你也知道我向来是个有些自大甚至自恋的人。林婉儿笑了笑，忽然咬着厚厚嘟嘟的下嘴唇，轻声说道：其实我还有个法子。范闲来了兴趣：什么法子？林婉儿的眼睛一闪一闪，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轻声说道：把海棠姑娘娶进门来。范闲大惊失色，心想妻子这计果然非常人所能预料。林婉儿兴奋解释道：那位海棠姑娘是9品上的强者，相公说她指不定哪天就进入大宗师的境界。你说如果咱家有位大宗师，而且他的身后还有苦河一脉强大的实力，就算是庆国的这些皇兄们，想来也不敢对你如何，就算是陛下也要对你多加笼络才是。你看叶仲家只不过出了个叶流云，便纵横官场10几年不曾一败。范闲知道他说的都有道理，不论是谁娶了海棠进门，那都像在家里放了一个丹书铁券，免死金牌。但他却不知道妻子是在进行最后一次试探还是怎么的，于是坏坏笑着说道：可是海棠长得确实不咋地呀。林婉儿一愣之后啐了他一口：你这个色中恶鬼。范闲笑了笑，此时心里却在想着先前林婉儿说的叶家业重升为京都守备，叶灵儿却马上要嫁给二皇子，这皇帝老子究竟在想什么？大宗师。如果事态真的这么发展下去，从范闲的角度看来，宫里的那些人只怕并不如何惧怕叶流云这位大宗师。他皱眉问道：我不在京都的日子，叶仲有没有请辞京都守备？林婉儿摇了摇头。范闲心里叹息了一声，又问道：母亲有没有寄信过来？他嘴中的母亲自然是信阳那位长公主，虽然他知道婉儿与那位绝世美妇没有什么感情，但在婉儿面前依然要表现得尊敬些。林婉儿还是摇了摇头，眉宇间没有什么多余的表情。范闲生出怜惜，轻轻揉揉他的眉心，轻声说道：身子最近怎么样？先前只顾着说旁的，竟没有问这最重要的事情，小声该打。林婉儿笑了笑说道：费大人时常来看，那药丸也在坚持吃，自己感觉倒是挺好。范闲点点头，看来苍山上疗养不错，
今年入冬，全家都去住，去年没有泡温泉，有些可惜。两人声音渐低，正说着小情话，哼着小情歌，不意外面却有丫鬟略带一丝焦急的声音喊道：少爷少奶奶，开饭了，老爷传话催了好几遍。范闲怪叫一声，掀被而起，马上开始穿衣服。他原本只是准备在后宅稍待一会儿，便去给父亲请安，没料到自己玩了一招以肉身换平安，却将自己陷在了温柔海中，全忘了父亲大人还在书房等自己。一想到父亲那张严肃的脸，范闲就可以想见他的心中是如何的生气。一个儿子千里回府，居然不先拜父母，却自去与娘子鬼混，这话说破天去也没有道理。婉儿也是一面埋怨他，一面开始穿衣梳妆。思思与四琪早就守在门外，听着声音便进屋服侍这两位主子，用最快的速度整理好了一切，跟着下人提的一盏灯笼，假装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般，去了前宅。大厅之中，丫鬟们静静侍立在一旁，户部尚书司南伯范见正肃然坐在正中。柳氏虽然已经扶了正，却依然习惯性地站在他的侧边安置杯柱。范若若坐在左手边，若有所思。范思哲坐在下手，两只手躲在桌下，在玩范闲先前扔给他的那玩意儿。看见范闲与林婉儿走了进来，若若站起身来，范思哲也赶紧将东西藏进袖子里，跟着姐姐向二人行了一礼。坐在正中的范建却没有看范闲一眼，却是向着林婉儿点了点头。这儿媳妇儿的身份有些特殊，不好怠慢。大族之家规矩多，只是范建公务繁忙，所以极少有在家吃饭的时候。今日范闲出回，自然是较诸往日更加正式一些。饭桌之上竟是一点声音也听不见。好不容易将这顿饭的时光挨完了，范建才望着自己的儿子，淡淡说道：你要封爵了，一等难绝，正二品。范闲在心里琢磨着这爵位的轻重，担心受爵会惹出一些非议来。其实这也是他过于小心谨慎了些。虽然出使北齐在明面上不是什么艰险事，但毕竟也算是趟苦差。春初朝议上，陛下驳了林宰相与范侍郎的面子，硬将他踢出京都。虽说事后将范建提成了尚书，但此时再给范闲加个男爵的封位，在世人眼中也只是对范府的第二次补偿而已，没有人会觉得太过惊奇。更何况自从入京之后，世人皆知，之所以宫中那位万岁爷对范家的小子欣赏的厉害，一大半的原因便在所谓文采之上，恰好迎合了圣上厉行文治的大方略。范闲此次在北齐又这么一马车书的面子回国，陛下自然是要赏的。虽说以范闲目前的职司来说，也瞧不大上区男爵，但封爵终是论轻论贵，对于形势来说总是会有些好处。他望着父亲说道：旨意大约什么时候下来？此时父子二人已经在书房里说了半天的话，范闲简此次出使行程里不怎么隐秘的部分讲了些，每当要涉及院中事务时，还未等他面露为难之色，范尚书已是抢先摆手，让他跳了过去。其实说到底，范闲自幼生长在儋州，入京后也极少与父亲交流，说话的场所竟大部分是在这间简单而别致的书房内，所以论及感情实在是有些欠奉。但不知怎地，此时他看着范建鬓角华发渐生，又联想起北齐那些当年的风流人物已然与大风吹去，心头却是黯然之中带了一丝歉疚。院长大人说得对，司南伯不欠范闲什么，范闲欠他许多。明天入宫，大概便会发明旨。范尚书闭着眼睛，喝着柳氏每夜兑好的果浆，似乎颇为享受。这次在北面你做得不错，陈院长多有请功，陛下也很是欣赏。范闲心想，此行北齐，除了自己的那些隐秘事外，其实根本没有为朝廷做些什么，包括严冰云的回国，也只是顺路之事，绝对不能算是出力。不由苦笑道：其实这一路往返，我实在是没有做什么，有时候什么也不做，才真是做得不错。范尚书缓缓睁开了眼睛，范闲心头微凛，以为父亲是要借机教训自己在京都城外与大皇子争道的事情，不料范建竟是对此事一言不发，反而将话题扯到了别的地方。以往与你说过许多次，不要与监察院靠得太近，没料到你竟然不听我的，被陈萍萍那老狗骗上了贼船。说到此处，范尚书似乎是真的有些不高兴，安安稳稳守着内裤，这在旁人看来是何等难得的机会。范闲苦笑道：孩儿倒是想，问题是您也知道，信阳那位可不甘心就这么放手，而且抢先挑起事来的也是他，我如果不入监察院，怎么能和这等人物抗衡？范尚书叹了一口气，心想这件事情上确实是自己考虑的不周，没有想到长公主殿下的反应会如此强烈，只好摆摆手说道：她毕竟是陛下的亲妹妹，太后最疼的女儿，婉儿的亲生母亲，过去的事情就让她过去吧。这话范闲信，虽然他并不相信父亲只是一位打落了牙齿往肚子里吞的人，但也知道他对于皇室的忠诚是绝无二话，只是在允许的范围内为这一家大小谋求自己的利益。而且父亲一直强力要求自己远离监察院，也是不想自己牵涉到京都那些异常复杂阴险的政治斗争中。只是内库是钞票，官场是政治，而钞票与政治向来是一对孪生子，想来父亲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清楚这一条定律。不过不论如何，
范闲对司南伯的用心也自感激，说道：“请父亲放心，孩儿一定会小心谨慎。”范建有些满意他的表态，问道：“只有真正的强者才有资格去示弱，弱者本来就是孱弱之辈，哪里用得上一个是字？你自己考虑吧。”范闲明白父亲的意思，笑了笑，忽然想到另一桩事，问道：“父亲，回京后能不能还让高达那7个人跟着我？”范尚书看了儿子一眼，一向肃然的眼眸里却现出了一丝温柔的笑意。“你也知道，为父只是带皇家训练管理虎卫，真正的调配权却在宫中。你若想留下那几名虎卫，我只好去宫中替你说说。不过估计陛下是不会允的。”范闲苦笑了一下，他心里确实有些舍不得高达那7名长刀虎卫，身边有这样几个沉默高手当保镖，自己的安全会得到极大的保证。在雾渡河外的草甸上，7刀联手，竟是连海棠也占不得半分便宜。这等实力，较诸监察院6处的那些剑手来说，还要高了一个层级。更遑论自己最先前组建的启年小组，启年小组是他最贴身中心的力量。虽然在王启年的调教下，不论是跟踪情报还是别的事务都已经慢慢成型，只可惜武力方面还是弱了些。但他也明白，虎卫向来只是调配给皇子们做护卫用，像西路军的亲兵营里就有几位，那是负责大皇子的安全。虽然圣上偶尔也会将虎卫调到某位大臣身边，但那都是特殊任务，比如自己的岳父林宰相大人辞官归乡之时，圣上便派了4名虎卫随行，这是为了表彰宰相一生为国的功绩，而且要保证宰相路上的平安。等这具体事务完结之后，虎卫便会重新回到京中，消失在那些不起眼的民宅里。范闲知道这么多，是因为范建一向负责替陛下操持这些事情。使团既然已经回京，那些虎卫在跟着自己，被皇家的人知晓了，不免会惹出一些大麻烦来。范尚书看着儿子脸上流露出的可惜神情，不由笑了笑，心想这孩子虽然颇有其母之风，才历时舒适人，但毕竟还只是个年轻人罢了。他忍不住开口提醒道：“你走的日子，那个叫石产力的秀才时常来府上问安，我见过几面，确实是个有才而不外露的人物。”范闲一怔，旋即明白，父亲在知道自己决意不自请薛权离开监察院后，便开始为自己谋算着官场上的前程，这是在提醒自己不要忘了那几位门生。虽说自己在天下文人心中的地位已然确立，岳父宰相遗留在朝中的那些门生亦可裹住，但年月久了，总是需要有些自己的人在朝中能说话。想明白了父亲心中所思，范闲不免有些感动，只是男儿一事，中学不会表露什么，只是向着父亲深深鞠了一躬。范尚书挥挥手，让他请安回房。范闲想了想，关于妹妹的婚事，还是不要太早开口，这种安排只能慢慢来的，便恭敬地退出房去。看着范闲走出书房时挺拔的后背，范尚书的眼中不免流露出几分得意与安慰。有儿若此，父复何求？他轻轻喝进了碗中最后一滴果浆，心知肚明，这孩子早就猜到了什么。但以这孩子的心性而言，既然对方不说，自然无碍。范氏一族的前程，就看这孩子的了。想到此节，范尚书不免有些佩服那位已经远离了庆国权力中心的林宰相，心说那位老狐狸运气着实不错，自己付出了那么多的代价，辛苦了10几年，他倒好，只不过生了个女儿就得了。9月里平淡无聊，一切都好，只缺烦恼。范闲坐在马车上，轻轻扣着车窗的木铃子，随着那有些古怪的节奏，哼着旁人听不懂的歌。入宫对于绝大多数臣子来说都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但他只是觉得无聊。初一回京，与妻子父亲拿定了主意，竟是觉着这满朝上下，京都内外，暂时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烦恼着自己。待会儿入宫受了爵，磕了头，再去院里把事情归拢归拢，似乎便又只有回苍山练跳崖去。敲打着窗棂的手指忽然僵住了，他忽然想起了妹妹的婚事，想起了李洪成这厮晚上要在流金河上摆酒为自己接风，脸色顿时难看起来。这平淡无聊的9月，原来竟是这般狗日的人生。今日是大朝日，大清早的便有许多大臣来到了宫门外候着。听说早年前有些老臣为了表示勤勉忠君之意，竟是大半夜的便开始准备朝服，赶在黎明到来之前来到宫门之外，就是为了等着宫门启迟的那道声音。等这些老臣子告老之后，许多天夜里听不到那吱呀呀的声音，竟是分外难受。如今圣天子在位，最厌烦那等孤民之辈，所以大臣们是不敢太早来，却又不敢太晚来。不知道谁出的主意，有些大人们竟在新街口那处的茶楼包了位子，天刚擦着亮便起身离府，在茶楼的包间里候着，让随从们远远盯着宫门的动静，以便能够掐准时间去排队。监察院提司并无品议一说，除了那位已经被人们淡忘了的神秘人物之外，范闲竟是庆国开国以来的头一位提司，所以如今还是只有太学4品的官阶。如果不是因为陛下要听使团复命，他是断然没有上朝堂的资格，所以也没有什么朝服需要穿戴。半天清晨时分从范府出发，一路悠哉悠哉，等他到了宫门的时候，却是比大多数的大臣要来得晚了许多。人红遭人急，更何况是一位入京不过1年半便红得发紫的年轻后生，更何况这位后生还是曾经撕过大部分京臣的脸面，
生生整死了一位尚书，赶跑了一位尚书的家伙。所谓归名而憋应，兔死则狐悲。众人看着这个打着呵欠下了马车的监察院英俊提司，眼中都多了一分警戒，三丝厌恶。范闲看了看四周，也感觉到了气氛有些不对劲。这些大臣们不是各部的尚书，便是某司的正卿，打从二品往上走，谁的老婆没个诰命，谁的家里没摆几样御赐的玩物。自己年纪轻轻的，居然比这些大臣们还来得晚了些。如果他的背后没有范尚书，尤其是那位老脖子，只怕这些庆国真正的高官们早就对他一通开骂了。如今自然是骂不得，但众大臣也不会给他好眼色，冷冷瞥了他一眼，便自矜地扭过头去。群臣中有好几位是当年林若甫一手提拔起来的人物，本想上前与范闲交谈几句，未免一番，但瞧着众同僚的鄙夷眼光，不免有些头痛，便停住了出列的脚步，只是用极其温柔的目光向范闲示意问好。范闲被这些炽热目光一扫，浑身上下好不自在，但脸上却依然保持着平稳的笑容，不卑不亢地拱手向诸位大臣行礼问安。便在拱手之时，他身后有人咳了两声，范尚书今日不知为何来得晚了些，也没有与自己的儿子一路。范闲赶紧迎了上去，小心翼翼地将父亲从马车上搀了下来。范尚书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为父还没有老到这种程度。范闲笑了笑，也知道自己这戏演的稍有些过了。范尚书虽然面上有些不悦，但众官看得出来，老钱篓子今天异常高兴，这不连儿子的手也没有放，便领着他过来了。范尚书亲自领了过来，那些大臣们便不好再自矜，纷纷彼此问安。一会儿功夫，司南伯便手把手弟带着范闲在场中走了一个遍，让他认清了朝中所有的实权大臣。范闲一通世叔世伯老大人之类的喊了下来，众大臣再看这个满脸笑盈盈的年轻人，便顺眼了许多。那些本就属于领党的大臣更是亲热无比，连声称赞小范大人年轻有为，如何云云。但依然有些大臣冷眼看着，虽是行礼，脸上也是冷淡至极。毕竟庆国朝野上下，谁不知道这位小范大人最出名的便是那看似温柔，实则阴险的微笑。已是三朝元老的吏部尚书看着范氏父子行至面前，不由冷哼一声。话说本国开朝以来，乃至当年的魏氏天下，四司南伯府上这般爷俩二人同时上朝的，倒也极少见。果然是春风得意。范建呵呵一笑，说道：“圣恩如海，圣恩如海啊！”近四相听不出来对方的嘲讽，全将一切光彩都交给了皇帝陛下。范闲微微一笑，知道这种场合自己实在没有什么说话的余地，于是干脆沉默了起来。便在此时，三名太监缓缓行出宫门，明显中间那位地位要高些，一挥手中拂尘，柔声说道：“诸位大人辛苦了，这便请吧。”大臣们顿时停止了寒暄，有些多余的整理了一下朝服，便往宫门里行去。大约是来惯了的缘故，他们对宫门处长枪如林的禁军和内门处的带刀侍卫是看都懒得看一眼，片刻间超过了那三位太监，昂首挺胸，颇有国家主人翁的气概。范闲初次上朝，却不方便与父亲走在一列，只好有些可怜的拖到了队伍的最后，与那三位太监一路往里面走去。领头的太监还是那位相熟的侯公公，但范闲此时却不敢与他轻声说些什么，更不可能毫无烟火气的递张银票过去，于是只好向着他微微一笑，以作示意。很久以后，侯三儿还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自己从一开始就认为范大人是个值得信赖的靠山呢？最后他归结为，范大人每次看自己的时候，那笑容十分真诚，并不像别的大臣那般，有用得着的时候便对自己刻意温暖，其余的时候虽也是亲热笑着，但那笑容里总夹着几丝看不清楚，让人有些不舒服的鄙夷味道。范闲第一次参加朝会，不免有些紧张，但站在文官之列的最尾，离着龙椅还有很远，如果不是他内力霸道，耳目过人，只怕连皇帝说了些什么也听不到。明知道龙椅上的那位中年男子一定会注意自己，但他依然还是稍微放松了些，开始打量起太极宫的内部装饰。虽然入宫了几次，但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后宫那处陪娘娘们说话，陪玩游山。这太极宫是皇宫的正殿，只是远远看过几眼，并没有机会站到里面。今日进来后一看，发现也不过如此。梁上雕龙描凤，画工精妙，红柱巍然。扩大的宫殿内清香微坐，黄铜铸就的仙鹤异兽分饰在旁，但比起北齐那座天光水色富贵清丽融为一体的皇宫来说，终是逊色不少。不过这处殿内别有一番气息，似乎是权力的味道，从那把龙椅上升腾起来，让众臣子心中敬畏。与龙椅无关，那把龙椅上坐着的中年人才是这种气息的源头。虽然他的宫殿不如北齐宏丽，实用不如东夷城讲究，但全天下的人都清楚，他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朝会的主要议题自然离不开大皇子与使团，不过却不是说的城外征道一事，就算都察院的御史有心针对此事做些什么文章，但今日也不可能拿些奏章出来。不是那些御史没有一夜急就章的本领，而是如此急着上餐，只怕反而会漏了痕迹，让陛下心中不喜。今次朝会议论的是西路军今后的安置，以及将士们的寝宫封赏之类。大皇子已然封王，
但他手下那10万将士总要有个说法，这一点由枢密院提出，没有哪位朝臣会提出异议。虽说如今陛下深重文治，但庆国毕竟是一个以武力起家的彪悍国度，谁也不会在这件事情上与军方过不去。而使团的事情在汇报完了一路之事，由鸿胪寺代北齐送礼团递上国书，呈上新划定的天下与海图，看着图上渐渐扩张的庆国疆域，一直显得有些过于平静的陛下，眼神里终于多了一丝炽热之色。群臣识趣，自然要山呼万岁，大肆逢迎，而枢密院的大佬们也自捋须交然，这都是军中孩儿们一刀一枪拿血肉拼回来的土地啊！此时自然没有多少大臣意识到，在谈判的过程之中，鸿胪寺的官员，包括辛弃务、范闲在内，还有监察院的4处，在这其中起了多大的作用。就算他们意识到了，也会刻意忽略过去。范闲看着朝中众臣发自内心的高兴，自己的唇角也不由带上了些许微笑，毕竟自己也曾经在这件大事中参与了些许。他心想，如果不是长公主将严冰云卖了出去，只怕庆国获得的利益还要大些。不过这位长公主殿下反手将萧恩折腾回北齐，便让北齐朝廷渐生内乱之际，君臣离心，也是极厉害的手段。两相比较，只是短线利益与长线的差别罢了。天下最有权力的那个中年男人，在一阵内心强抑不住的淡淡喜悦之后，马上以极强的控制力恢复了平静，称手于和，面带微笑，侧耳听着臣子们的颂圣之语，眼光却极淡然地在臣子队列的后方扫了一下。看见那个小家伙脸上的微笑后，他的心情不知怎地变得更好了些。他挥了挥手，接下的秉笔太监与中书令手捧诏书，便开始用微尖的声音念诵已经拟好的诏文。由于军中将士的封赏人数太多，而且还要征询一下大皇子与军方大佬的意见，所以要迟缓些时日。这篇诏书主要是针对使团成员的封赏。殿上一下子安静了起来，大家知道出使回国之后，只是一般例行赏赐，众臣并不如何关心，只是竖着耳朵在太监的微尖声音里抓范闲这个名字。一等男爵，正二品。群臣纷纷松了一口气，放下心来，看来陛下还是有分寸的。不论与范家的关系如何，这些大臣们都不愿意范闲这么年轻便获受太高的爵位。大家考虑的方向不一样，立场不一样，但想法却极为接近。辛弃务、范闲诸人早已跪拜在殿中，叩谢圣恩完毕，便在臣子们准备听那句有事启奏，无事退朝之时，皇帝陛下坐在龙椅之上，淡淡说了句你们几个留下。陛下眼光急处，是离龙椅最近的几位朝中高官，林若甫辞了宰相之后，朝中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接替，所以眼下那个事宜都是由几位大学士和尚书们协理着在办。这些天朝会后，陛下时常会留下他们多说几句，今日太子与大皇子也在殿上，自然也要留下来一几句，所以臣子们并不觉得异样，请圣安后纷纷往殿外退去。然后这些大臣们听见了一句让他们感到无比嫉妒与羡慕的话：范闲，你也留下。众臣略带古怪面色从范闲的身边走过，退出了太极殿。而范闲此时心中也稍有些不安，他知道待会儿御前对话的格局是什么，就算自己是监察院的提司，身处其中，只怕也会显得格外突兀。自己的资历年纪终究是太浅了些，但事已至此，他也只好坦然而应，略带一丝小意的跟在几位老大臣的身后，随着太监往殿后转去。3转2回，并没行得多远，便来到了一间偏殿之中，顶上隔着，所以空间显得并不如何扩大。左手边一大排齐人高的偏文横木架，架上摆的全是书籍。范闲暗中打量四周布置，知道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御书房，唇角笑意一泛即逝，大约是心中想到了前世常看的辫子戏。皇帝此时已在宦官的服饰下脱了龙袍，换了见天喜蓝的便衫，腰间系着一条玉带，看上去倒是休闲。皇帝斜倚在矮榻之上，伸手将茶碗搁在几上，很随便地挥了挥手，太监们赶紧端了7个置景面的圆凳子进了屋。7位老大臣俯身谢恩，便很自然地落了座。太子与大皇子很规矩地站在皇帝所处矮榻的旁边，虽没有一个座位，但看二人脸上的神情，便知道这是向来的规矩。只是此间向来只御了7个凳子，今天却偏偏多了位年轻官员。这御书房的太监可能是没有见过范闲，所以也有些为难，不知道只是传进来被问的下级官僚，还是旁的什么尊贵人物。众人皆坐，范闲独立，顿时将他显了出来。父亲范尚书却是眼观鼻，鼻观心，根本没有向他望一眼。范闲不由自嘲地笑了笑，将自己本就不显眼的位置再往后挪了挪。他这个小小的举动却落在了太子眼中，太子向着他微微一笑，范闲只敢以目光回忆，却不经意间瞧见大皇子在陛下的身后竟是打了个小小的呵欠，估计这位皇子昨儿个刚刚回京，不知道喝了多少的酒，今天只怕是罚急了。除了流经河畔茶馆初逢那日，今天是范闲离皇帝最近的一次，近得似乎触手可及。他忍不住微微抬头，用极快的速度扫了一眼，却不敢盯着对方看。毕竟对方是皇帝老子，清朝虽然出了个叫穆天言的官员，
但真对着天颜，想来没有谁敢像看美女一样的放肆欣赏。但就是这极快速的一瞥，范闲看清了对方的容貌，却险些被那双回视过的目光震慑住了心神。皇帝看了他一眼，没有计较他的直视。范闲面露侥幸，心中却是根本毫无畏惧。过了一会儿，正在兴庆宫带着小皇子读书的二皇子也被太监请了过来。他进御书房的时候，手中还牵着小皇子的手。看着这兄弟和睦的一幕，皇帝微微点头，似乎比较满意。太子脸上带着微笑，却不知道心里骂了多少句脏话。给范闲端个座位来。待4位皇子齐齐站到矮榻旁边后，皇帝似乎才发现范闲站着的，随意吩咐了一句。范闲微惊应道：“臣不敢。”以他的品级，进御书房已属破例，这4位皇子还站着的，他如何敢坐？6位老大臣听着陛下给这年轻小家伙赐座，也觉得臀下有些发痒，动了一动，扭了一扭，咳了一咳，明显是有些不满意。心想自己在朝中少说也熬了20年，才在圣上面前有了个位置。你这范家小子，居然出入御书房就能有座位？太子看了大臣们一眼，对着皇帝恭敬说道：“父皇，范闲年轻，身子骨不比几位老大臣，看他惶恐模样，还是站着吧。”这话说的极中正平和，不论是几位老大臣还是范闲，都心生谢意。此时大皇子又多了句嘴，说道：“记得当年父皇让我们兄弟几个听诸位大人商议国事，必须得站着，是因为尔臣等日后要辅佐太子殿下治国平天下。既是听课，那学生便得有学生的模样。”他话没有说完，但意思却已经明白了。你范闲年纪轻轻，出涉官场，有何政绩，何德何能，让我们几个皇子来把你当老师一样看待？几位老大臣也屡须摇头，这座位看似寻常，但里面隐着的含义却非同小可。他们敢保证，今次御书房中，范闲如果真的有了座位，不出3刻，这消息便会传遍京都上下。范闲正准备顺水推舟辞谢陛下，不料却看着皇帝投来的那道淡然眼光，心头微凛，竟是将话又咽了回去。皇帝看了众臣子一眼，又看了看自己那个虽然直爽，但性情却显急躁了些的大儿子，说道：“范闲他自然是当不起这个座位，不过今日他却必须得做，不为酬其劳，只为赏其功。”众人不解何意，但圣上既然开口，御书房内自然一片安静。皇帝望着自己的几个儿子，柔声说道：“你们若是也能把庄墨寒家的一车书拉回来，朕也让你们坐。”众人默然，心知肚明这车马代表着什么。虽然还是觉得这位皇帝陛下在文道虚名上有些偏执，却也不好如何反驳。皇帝知道众人在想什么，冷冷说道：“不要以为这只是读书人的事儿。什么是读书人？你们这些臣子都是读书人，文治武功。这武功之道朕不缺，缺的便是文治上的东西。一统天下疆土容易，一统天下人心却是难中之难。不从这上面下功夫，单靠刀立马快是不成的。”大皇子的脸上明显露出了不赞同的神色，但父亲没有说完，自然不敢多嘴。听着皇帝继续悠悠说道：“马上可夺天下，却不可马上治天下。文学之道看似虚无缥缈，但却涉及天下士子之心。想当年朕3次北伐，生生将那卫士打成一团乱泥，谁能想到战家竟能趁乱而起，不过数年的功夫便拢聚了一大批人才，这才有了如今的北齐朝廷，阻了咱们的马蹄北上。他们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他们在天下士子心目当中的正统地位。天下征硕，这还不是读书人整出来的事情。书无言行书，你们是庆国大臣，但当年却是在北魏参加的科举，这是为何？”舒大学士与严尚书赶紧站起身来，惶恐不安。皇帝摇摇手说道：“天下士子皆如此，如今还有这等漏风，朕不怪尔等，尔等也莫要自疑。朕只是想告诉你们，天下征硕，士子归心会带来许多好处，各郡路多的良才贤吏，便在言论上也会占些便宜。”他望向大儿子冷冷说道：“朕知道你在想什么，但如果出兵之时能少些抵抗，能让你治下疆族少死几个，难道你不愿意？”大皇子默然无语。皇帝又冷冷说道：“一马车的旧书，能为朕多招揽些周游于天下的士子，能为朕惜存无数将士的性命，朕赏范闲这个座，又有何不可？”众人总觉得有些古怪，似乎陛下是在刻意向天下示宠，而且为什么范尚书没有出来代子辞座？不过整个庆国便是生于战火之中，国民们对于一统天下有压倒一切的狂热与使命感。陛下既然将范闲此次出使带回来的书与一统天下的大事联系在一起，谁还敢多说什么？纷纷起身连到圣上英明。马车与天下能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范闲谢过陛下赐座，满脸平静，不骄不躁，稳坐如山，心里却在苦笑着，不明白这位皇帝老子为什么非要将自己搁在火龙上面蒸烤。红色的绒布拉开，露出里面那张扩大的地图，地图已经重新改制过了，庆国黄色的疆土正在不停地向着东北方延伸，而他的身下身后，除了那些荒原胡地之外，已经尽归己身。庆国疆土延伸的势头十分迅猛，
东北方的北齐虽然看上去依然是个庞然大物，但在庆国这头野兽的面前，却显得有些臃肿不堪。北齐虽然也是新兴之国，但却不止继承了当年大魏的大片疆土，同时也继承了大魏已然露出腐朽味的官僚机构与风气。范闲看着那张地图，听着不停传入耳中的讨论之声，身处庆国的权力中心，才第一次感受到庆国强悍的行事风格与狂野的企图心，不免在心头叹了一声。北方那朝廷毕竟有实力，再看海棠与那位皇帝陛下的念头，这天下战乱一起，这天下黎民不免又要遭殃，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恢复过来。他虽不是悲天悯人的和平主义者，但对于战争这种事情实在是兴趣乏乏。皇帝此时正在与几位大臣商议国务要事，见或听到几句大疆提防之事，又一级年入还有那些小诸侯国的岁贡问题，这些事情范闲一概不知，自然也不会插嘴。就算他心中有想法，此时坐在老虎凳上也不会多发一言。众人有意无意间就将他遗忘了在御书房的一角，所以他才有闲暇心思看着那张明显经过改良后的地图，不停地发呆，做着末世门徒的叹息。忽然间，一个词蹦入了他的耳朵里：内裤。他眉头微皱，心头渐生警惕。皇帝将自己留了下来，果然不是给个凳子赏个脸面这般简单。诸位卿家都知道，内库虽然名为内库，但却牵连着诸多要害。皇帝恨声说道：这些年内库搞得何其难堪，新历3年的时候，疏浚南方河道，又遇北方降寒，朕下旨内库向国库调银，哪里知道广会库竟然连银子都拿不出来了。广会库是内库实库中专司贮存钱钞的库司，金银却应该是放在承运库中。皇帝生的这个气似乎是生错了对象。但不论怎么说，承运库与广会库都是长公主与户部方面共同协理，虽然这10年里户部根本不敢说半句话，户部尚书范建还是赶紧站起身来请罪。皇帝挥挥手，根本不正眼看他，继续说道：新政无疾而终，但朕决意在内库上做文章，不求回复10几年前的盛况，但至少每年也要给朝廷挣些银子回来。他说话的声音并不高，语气也并不如何激烈，但内里蕴含着的威势却让诸人不敢言语。皇妹回了信阳，总归要个拢头的大臣来做这件事情，你们有什么好人选，报与朕听听。御书房内这几位大臣与皇子都知道，这不过是个过场。京都里早就知道，陛下主意的人选正是此时安静坐在后方的范闲，而陛下先前借车发挥，大力扶范闲上位，不外乎也是先给臣子们表个态，不要在待会儿的内库主事人选上唱反调。但众人也知道，其实内库的情形远没有皇帝所说的那般糟糕。每年由江南各方输往北方的货物，少说也要为朝廷挣几百万两银子，如果不是内库那些非常隐秘的生意支撑着，庆国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四处拓边开土。一时间对于范家生出了隐隐嫉妒之心。不过既然陛下显得如此不满，想来日后不论谁接手内库，只怕每年都要头痛上缴的银钱数目。想到此节，众臣才将嫉恨的心思淡了些许，但纵使如此，也没有人愿意在此时提议范闲，这是脸面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内库再如何难打理，主事之人每年捞的油水不会少了去。这些大臣们每年也要从信阳方面获得极厚的打赏，哪有不知道的道理？众臣不说，范建碍于身份，自然也不好提名自己的儿子。御书房内一时竟陷入了尴尬的沉默。皇帝没有说什么，只是拿起了茶杯，浅浅啜了一口，脸色如常，却没有人发现他眼中的寒意。儿臣举荐，儿臣举荐。御书房内众人一惊，这沉默竟是同时被2人打破，而且同时发话的2位，一位是太子，一位是二皇子，这状况可就精彩了。皇帝微微点头，说道：说吧。二皇子看了太子一眼，微微歉然一笑，说道：太子既然有好人选，臣洗耳恭听。皇帝看了他一眼，没有说什么。太子见二皇子谦让，他身为东宫之主，将来庆国的皇帝，自然是当仁不让，对着父皇行了一礼，说道：父皇，儿臣推荐范闲。御书房里的人都清楚，东宫拉扯范闲不遗余力，更何况这种顺水人情自然是做得的。不料陛下却没有马上表态，反而问二皇子道：你准备荐举何人？二皇子微羞一笑，说道：儿臣也是准备举荐范闲，范大人。御书房里依然安静着，皇帝却用意味深长的眼光扫了范闲一眼。范闲面色不变，准备起身应对，不料皇帝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淡淡说道：既然你们兄弟2人都认为范闲可以，那就是他了，秋后便你旨意，不用传谕各路郡州。话题至此变成定局，虽然这是年前范闲与林婉儿成婚之初宫中就议定了的事情，但今天在御书房中提出通过，记录在册，自然不能再改。一想到范家父掌国库，子掌内库，众人的心中总会有些怪异的感觉。这等圣眷，这等荣宠，京中实在是再找不出第2家来。再看太子与二皇子都争着交纳范闲，便知道范家的地位在今后这些年里，恐怕只会往上，不会下堕，烈火烹牛，不过如是。
范建与范闲父子二人赶紧起身谢恩，连称惶恐。皇帝没有多在意他们，反而微笑问道：“既然定了，朕这才来问你兄弟二人，为何同时主意范闲？”太子略一思忖后，笑着就道：“儿臣只是有个粗略的想法。范尚书大人为国理才，卓有成效。范闲既然是他家公子，想来在这方面也应该有些长才。”二皇子也笑着说道：“儿臣也是这般想法。再说内库多设金银黄白之物，总须得一个洁身自好的大臣理事才是。儿臣妄言一句，如今官场之中贪墨成风，虽然各路郡中也有出名的清官，但多在地方。小范大人才华横溢，世人皆知，其乃文学高洁之士，由他理着内库，想来合适。”哦，皇帝面色不变，问道：“道理倒是勉强通的，可还有别的原因？”太子与二皇子互视一眼，都觉着有些摸不着头脑。莫非陛下是借机考教自己二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太子只好硬着头皮说道：“二哥说的极是，加上内库监察向来是监察院的分内之事，范大人既然是监察院提司，想来二司配合上也会方便许多。”与二皇子一路进来的小皇子已经哭站了许久，脚都有些酸了，加上可能也听不大明白这些白胡子大臣在和父亲说些什么，精神不免有些不济，恍惚之中有些奇怪，嘻嘻笑着置声置语道：“太子哥哥，依你说的，这个范闲岂不是自己监察自己了？他是个小孩子，所以说话可以放肆一些，旁人也只会以为是童真之语，但似乎是无心之语，却直指太子先前言语的错漏处。众大臣虽然不敢言语，太子却是面色微郁。好在二皇子此时也苦恼道：父皇，儿臣实在也想不出来了。”皇帝没有责备太子一言一语，只是淡淡说道：“想不出来了，那为何先前你要保举他？”御书房内众人见圣上东一下西一下的，明明自己属意范闲，却偏要找两个儿子的麻烦，实在是觉得圣心难测，只好将嘴闭得紧紧的，生怕惹出什么祸事来。范闲身为当事人，更是觉得屁股下面的老虎凳不止扎人，更有些烫屁股。便在此时，二皇子略带一丝不安说道：“其实还有一桩原因，是因为儿臣与范大人私交不错。”陛下安静地看着自己的二儿子，片刻之后忽然笑了起来，笑声显得十分舒畅，说道：“千条万条，只此一条足矣。这内库是什么？便是皇室之库。既然要范闲来打理内库，他自然要与皇室足够亲近才行。范闲既然在太常寺做过，这一条亲近便已足够。当然足够了。范闲怎么说也假假是个郡主驸马。怎么说，太子、二皇子也是常喊他妹夫。”太子在一旁听着，不由在心里叹了口气，心想老二果然厉害，居然猜到了父皇想要的答案，自己怎么就慢了一些？由于大军初回，边界初定，所以今日的议事比往常显得久了些，竟是过了午饭的时辰。皇帝看了看天时，便吩咐太监们备膳，将诸大臣皇子留下来一起用膳。范闲今儿头一次吃御膳房弄出的东西，也没觉得哪里出奇，不过是些青菜鱼鸡之类。更让他舒服的是，与圣上一同用膳，并不像自己想象中那般难受，吃饭前也不需要再次磕头。太子与二皇子先前的话语全都落在了他的耳朵里，知道自己是躲不了了。在看那位龙榻上的中年男子时，心里不禁多出了一丝警惕与寒意。皇帝的恩宠基于某个荒谬的事实，但他并不认为一个帝王会拥有多少亲情这种难得的东西。范闲不是一个好控制的人，他是跪也跪的，忍也忍的，听也听的，但有什么事儿威胁到自身底线的时候，他会微笑着去摸自己的左小腿，跪不得，忍不得，听不得，只会去你妈的。太子与皇子们老老实实的侍候陛下用膳，然后去偏殿用饭。此时圣上与几位老臣正在闲聊，饭桌之上自然不谈国事，所以议论的尽是谁家井水沏茶极佳，某州西瓜大如巨石，如何如何，偶尔又会提到天下异闻，自然不免提到庄墨涵辞世一事。众人的声音似乎都黯然起来，想来除了书大学士与言行书外，这些庆国的高官们，甚至是陛下启蒙之时也曾经被过庄大家的精测。总之这顿饭吃得比范府的家宴还要轻松许多。范闲有些肚饿，也没有竖耳去听那边谈话，正夹了一筷子长长的上汤豆苗在往嘴里送，忽听着陛下指着他说道：“范闲，你过来。”范闲一正放下筷子，有些依依不舍地瞥了一眼香喷喷的上汤豆苗，脸上堆出明朗笑容，快速走到了圣上的矮榻之旁，看着那张虽然清瘦却英气十足的脸颊，他的眸子里恰到好处地扮演出一丝激动与黯然，拱手行礼。老臣们不知道陛下喊他过来做什么，有些好奇的竖耳听着。陛下笑着看了他一眼，说道：“还记得那日在流金河畔的茶馆里，朕曾经许了你什么？”范闲没有料到皇帝陛下竟然会在这些高官们的面前将那次巧遇的事情说了出来，一笑应道：“臣那日不知是陛下，还与公统领对了一掌，冒犯了圣驾，实在是罪该万死。”吏部尚书仗着自己三朝元老的面子，捋须自矜问道：“原来圣上与小范大人在宫外曾经见过？”
庆国的皇帝陛下在商讨国事的时候显得不怒而威，但此时却又显得十分随和，呵呵一笑，将当日的事情给众臣子讲了一遍。范闲心里暗道荒唐，只好再次请圣上恕过犬子冒犯之罪。其余的几位朝中大佬却是暗中嘀咕，难怪范闲如此深受圣宠，原来竟有这等奇遇。这小子的运气未免也太好了些，又不免好奇陛下究竟许了范世子什么。朕曾经说过，要许你妹妹一门好婚事。皇帝看着范闲的眼光十分柔和，竟是带了一丝天子绝不应该有的自诩之色。如今范小姐许给了晋王世子，你看这门婚事如何？范闲心头比吃了黄连还苦，脸上却满是感动之色，跟着父亲连连拜谢。而身旁的几位老臣在微微一怔之后，也开始溜须拍马，说陛下河畔偶遇臣子，便成就了一段姻缘，实在是千古佳话云云。说话的声音有些大，传到了隔壁厢正在用膳的几位皇子耳中。大皇子皱了皱眉，太子却是微微一笑，更为自己拉拢范家的决策感到英明，下意识里去看二皇兄的脸，却发现这位脸色不变，依然如这些年里那般慢条斯理，甚至有些古怪，缓慢而连绵不绝地咀嚼着食物，不由在心底痛骂这厮虚伪不堪。御书房所在殿宇内外，尽是一片欢声笑语颂圣之声，有谁知道范闲心头的烦恼与苦楚？而当范闲在余晖之中迈出宫门，看着新街口处骑在马上的那位世子，他心里的烦恼更盛。晋王世子李弘成满脸欢愉地向他迎了过来，他的脸上也露着久别重逢后的喜悦，全然不见内心深处的真实情绪。其实夕阳西沉，黑夜将临，皇宫外的广场一角与新街口相通的街头，顺着长街望过去，隐约可以看见一枚有些羞答答的弯月正悬在天边。昏暗的暮色中，李弘成翻身下马，随意拱了拱手，打量了一下面前这个漂亮的像娘们的朋友，忍不住笑着说道：我看你的脸上透着层层红光，艳彩莫名，想来今天得了不少好处。范闲笑着应道：疏月不见，这头一句话便是打趣我。你堂堂晋王世子，京都里排第5的年轻公子哥儿，何苦与我这么个苦命人过不去？除了4位皇子之外，年轻一辈中自然属李弘成的身份最为尊贵，范闲刻意将他排成第5位公子哥儿，如果是一般交情，不免会显得轻佻，但搁在他二人中间，却是显得极为亲热。李弘成微微一怔，心想这家伙往常在京中向来是懒得惹我，温柔笑中总带着一丝隐藏极深的孤寒，怎么今天却转了性子，想到一桩事情，以为自己想明白了，哈哈大笑道：你也苦命，圣上如此宠你，居然朝议之后还特意将你留了下来，这种苦命，只怕京中那些官员们都恨不得咬牙扛着。范闲摆摆手，没有说什么。一直等在宫外的滕子京早就迎了上来，只是看见世子爷在和少爷说话，不好怎么插嘴，这时候赶紧说道：少爷，老爷先前说让我跟着你。李弘成笑道：怎么，范大人是担心我将范闲灌醉了不成？范闲在一旁说道：那你便跟着吧。说话间，范府的马车便驶了过来，李弘成正让王府的长随牵过马来，回头看到，好奇问道：怎么，你还是只愿意坐马车，不肯骑马？范闲说道：又不急着赶时间，骑马做什么？李弘成忍不住摇头叹息道：如果不是京中百姓都知道你能文能武，单看你行事，只怕都会瞧不起你，以为你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无用书生。庆国上午，年轻人都以善骑为荣，范闲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有车坐的时候坚决不肯骑马，这种怪癖在这1年间早已传遍了京都上下。范闲笑骂了一句什么，便往马车上走，嘴里说道：骑马颠屁股。晋王府的长随护卫们已经围了过来，加上范府的护卫下人，竟是合成了10几人的小队伍，拱卫着一匹高头大马和一辆黑色不起眼的马车，往城东的方向缓缓驶去。京都没有宵禁之说，虽已暮时，但依然有不少行人在街上看着这引人注目的队伍，看清楚了马上那位英俊青年，又看清楚了马车上的方圆标识，便知道了2人的身份。京都百姓都知道了使团回国的消息，既然与晋王世子一道走着，想来马车里就是那位传奇色彩浓烈的范家私生子，如今的小范大人了，不由纷纷驻足观看。有些胆子大的狂声更是对着马车里喊着范诗仙，范诗仙。去年的殿前夜宴已经在京都百姓的口中传了许久，而此次在北齐庄莫寒大家的赠书之举，更是在监察院扒出的有意助推下，变成了皆知向闻的轶事，范闲的声望更进一步。待后来那首知否知否诗仙重新开山之作流传开来，百姓们才得知小范大人居然敢在北齐上京，当着无数北齐年轻贵族的面，光天化日之下大炮苦和大宗师的关门女徒。这些庆国京都的百姓每思及此，更觉心头发热，浑似此事比庄莫寒的赠书更加光彩瞧见末。你们当圣女一样供着的海棠，在咱们小范大人手中还不只是一朵待摘的花骨朵。范闲给庆国京都百姓长了脸面，自然京都百姓也要给小范大人长脸。沿途之中都不断有人在街旁向范闲问安行礼，
大多数都是些读书人，偶尔也会有些面露难色的姑娘家微服而拜小范大人，深得民心。自然而然的，众人便将靖王世子疏漏了过去。虽然那也是为京都最娇贵的主，不过靖王世子的脸上似乎没有什么不爽的表情，反而快意笑着，似乎范闲受到的尊敬也是他的荣耀。听着马车外的议论声，请安生。按理说，范闲此时就算不像某市里的首长那般开窗挥手致意，至少脸上也要带着些满足的笑容才对。但谁能想到马车中的他，唇角泛起的只是无奈的苦笑。世子为范闲安排接风的地方，还是在一时居，就是范闲初入京都时曾经发过风骨之评的那间酒楼。这家酒楼在京都里也算是豪奢的去处，但是不够清静，远不是最极致的14。范闲不免有些不大明白，为什么洪城会挑了这么个地方，却也没有什么意见。等他下了马车，才发现今天这一时居竟然是出乎意料的安静。楼前那条长街上行人不多，而往日里人声鼎沸的楼内更是安静一片，幸得楼内灯火通明，不然他简直要怀疑是不是自己出使数月，这首屈一指的抓金酒楼已经生意破败关了门。看见范闲眼角流露出的一丝疑惑，李洪成也不故弄玄虚，笑着说道：“今儿个我包了。”范闲苦笑说道：“虽说你是位堂堂世子，但这阵势也太大了。每天来往于一旦居的达官贵人不知有多少，你为了请我吃饭，却苦了旁人的口舌，只怕会惹人嫉恨。如果要清静，城西尽多去处。就算你喜欢这处口味，包个楼层便好。整个酒楼等着我们2个人，未免太招摇了些。靖王不说你，传到宫里去也是不好。”李洪成见他说的恳切，看着他有片刻没有说话，心里却是有些感动，笑着说道：“怕什么？只怕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那父王爱养花，我却爱摘花，行事向来孟浪。所谓浪荡世子的名号，总是脱不了了，有什么干系？”范闲知道，以他的身份，确实也摆得起这谱，笑着摇摇头：“你呀，都快成婚的人了，也不知道收敛一些。”听他说到婚事，李洪成面露淡淡喜悦，却有些不好意思多谈此事，说道：“你也莫太过小意，要知道你如今手中的权力也算不小，加上你娶的那位好媳妇儿，我与你把话说白了吧，在宫中在府上，咱们这些做晚辈的自然要识些分寸，但若出了宫离了府，咱们便是真正的爷，管求旁人说去。”这话说的孟浪夸张嚣张，偏生从李洪成的嘴里说出来，却不惹人反感。范闲在宫中也是憋了一肚子嫌弃，便只笑了笑，跟着他往楼中走去。谁知走到楼下，看着匾上潘林大人亲书的一旦居3个鎏金大字，李洪成顿住了脚步，将手一指问道：“还记得你我第一次见面在哪儿吗？”范闲笑了起来：“就是在这里。”“是啊，不过短短1年时间，你这位大作风骨刻薄之评，连声说瞧不起所谓才子的家伙，如今却成了天下最出名的大才子。”李洪成忍不住摇头笑道：“若你能想到一代大家庄莫寒临终传承于你，你当时还有心思骂这些才子？”范闲想到这1年来的遭逢，也不免有些感怀，叹息道：“年头不知年尾事，也不怕你笑话。那时的我只不过是一个初次入京，什么都没有见识过的私生子，腹中自然难免几大筐的牢骚。”李洪成微笑看着他，知道面前这位年轻的朋友之所以能在1年内有如此大的变化，虽然有圣恩眷顾、范尚书暗中护持、联姻或是这3大要素，但对方如此年轻便做了监察院的提司，在御书房里有了座位，没有些真材实料，那是断然不能。更何况半闲斋诗集，数次出手，这都是天下人看得尽的佐证。关于监察院的职司，其实京都里的权贵们并没有将陈萍萍与范闲直接联系起来，只是认为这是陛下的意思，陈萍萍那条忠狗照指行事而已。你虽然老拉我逛流金河，但我却没有靠那半点才气去糊弄可怜女子。范闲看着威正的李洪成，哈哈笑着拍了他的肩膀。所以那些狗屎才子，该骂的我还是得骂。在他心中，被他诗词糊弄过的海棠，自然不是个可怜女子。他2人站在一旦居酒楼之前，抚今追昔，大发感慨。酒楼内的掌柜伙计们却是紧张万分。虽然不知道东家是怎么能请动世子将接风宴摆在这里，但如果小范大人回京后，在外的第1顿饭便是在一旦居酒楼的名声会上一个层阶不说，只怕日后打江南来的有钱书生们都会挑着这儿来吃一顿，那银子还不是白花花的来。虽说一旦居已经足够有名，但名权钱这3样东西，又有谁会嫌多呢？好在他们没有紧张多久，李洪成与范闲就已经把臂走入酒楼，身后压在2端街口的王府护卫顿时收了回来，守在了酒楼的门口。同时早有伙计领着范府的马车与众长随去了别处。吱呀一声，一旦居的大门关上了，这只怕是酒楼在京都开业34年来的头一次。关门之时，李洪成似乎无意间回头，却眼力地发现了几个穿着寻常服饰的密探占据了酒楼4周的要害处。他心知肚明是贴身保护范闲的监察院人马，只是连他也拿不准是几处的人。世子心里叹息一声，对范闲说道：“你还说我嚣张？看你吃个饭都有监察院给你看门，出使则有虎卫给你保镖，
论起嚣张，我还真不如你。此时二人已经直接上了3楼，两扇屏风一隔，一个并不大的圆桌已经摆好了几碟精美的凉开口。范闲也不与他客气，坐到凳子上才解释道：“虎卫是支给使团的，这不一回京就收了。至于监察院，他苦笑道：出了牛栏街那档子事儿，你以为院里还敢放心让我一个人在京都里逛？”说到此处，李洪成扬怒骂道：“你这小子也嫩不够意思，闷声作气的就做了监察院的提司。看牛栏街后监察院紧张的模样，想来那时候你就已经是了。若不是刑部上闹了一出，我竟还要被蒙在鼓里。算来算去，牛栏街杀人事件的时候，范闲还没有一夜失狂惊动圣上，世子其实也是在暗中套话。不只是他，连二皇子都始终没有完全想通透，圣上为什么如此信任范闲。范闲也不解释，就着热毛巾擦了手，便开始抓着他喝酒，嘴上直说着出去久了，竟忘了京都酒水的滋味。李洪成苦笑着，心知对方不会向自己解释。不一时，头巡菜上齐，知道世子爷与小范大人有话要讲，掌柜、知客、伙计们都知趣的没有多说什么，退了下去。范闲拿筷子尖滑，拉了一道鱼腹送嘴里吃了，咂巴了几下，一口酒送下，显得享受至极。李洪成打量着他，取笑道：“放着一品熊掌不吃，竟和一条鱼过不去，还是脱不了你的狭窄格局。”范闲脱口而出：“熊掌我所欲也，鱼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熊掌而取鱼也。”听他说的有趣，李洪成笑着问道：“为何？”范闲一拍脑袋，哈哈笑着说道：“你不明白，纯是当年读书读愚的问题。既是接风宴，本来不应该如此冷清，但范闲昨夜里已经派人传了话，请世子念及旅途辛苦，千万莫要整一大堆人来陪着。加上世子也隐隐知道，因为那首小令范闲后院正在起火，所以也没有喊歌妓相陪。”但李洪成也是魏冠能温和待人的权贵子弟，二人本就相熟，讲些北齐的见闻，说说闲话，饮酒食菜，清淡却又适意。范闲终于可以做回7分真实的自己，反而吃得极为舒畅。几通急酒过后，世子有些不堪酒力，指着范闲骂道：“听闻你在北齐喝酒，一喝就醉，怎么跑我面前却成了酒仙？”范闲精研药物，体内真气霸道，岂能被几杯水酒灌倒？上回在北齐与海棠饮酒，之所以醉了，全是因为他想发泄一下多年来的郁闷，刻意求醉而已。这时听着李洪成的话，笑道：“你一大老爷们，我在你面前醉了，有甚好处？”李洪成忽然面露神往之色，轻声问道：“那位海棠姑娘真的貌若天仙吗？”范闲一口酒喷了出来，幸亏转得快，只是喷到了地上，连声笑骂道：“莫非你今天请我吃饭，为的便是这句话？”酒过3巡，范闲越喝眼睛越亮，李洪成的醉意起来，指着范闲那张清秀的面容，说道：“范闲，你这次出使也不知道遇着什么事，如今看你这张脸都有些不同。”范闲下意识摸了一下自己的脸颊，好奇问道：“有什么不同？”李洪成挠挠头，将酒水洒了满地，似乎在想如何措辞，半晌之后才大笑说道：“如果说以往的你，脸上也是如现在一般带着浅浅微笑，看着让人想亲近你，但总是隐着一丝隔膜，似乎不想旁人离你太近。而如今你的笑容却没有那丝刻意的纯，只是让人心安，眸中清明，不论是言谈还是做派，都像是一块被打磨了的璞玉，温润无比。”范闲极应景地笑了笑，心想这大概便是山洞一夜给自己带来的变化吧。自己终于想明白了一些事情，从内心深处开始将自己视作这个世界的一份子，开始为自己的将来做真正的谋划，发乎内，行诸外，自然有变化。李洪成渐渐醉了，范闲却是无比清醒。“我知道，今天宫中订了你掌内裤。”李洪成似乎有些醉意难堪，“将来你手掌里可得漏些汤水给我。”虽说是玩笑话，但以他世子的身份说了出来，已是给足了范闲面子。范闲不由有些诧异，看了他2眼，轻声问道：“你家世袭王爵，理这些事作甚？难道陛下还能亏欠了你家？”李洪成面露嘲弄之色，大着舌头说道：“你也知道我花销大，虽说庆余堂也有位掌柜在帮王府理着财，有些进账，可是哪里够？”他叹了一声：“你也知道我家那位虽说是陛下的亲兄弟，但这么些年都不愿意做些事，就连入宫看祖母也是月行一次，倔强得很。一个闲散王爷，自然孝敬的人就少了。而我碍于身份，也不好放下架子与那些知州郡守们打交道，自然就会有些手头不称的时候。”范闲似乎有些意外，讷讷不知如何言语。这话放在外面说，断是没有人信的。李洪成一挥手，酒气四溢，冷笑道：“空有清贵之名，屁用都没有。你也甭不好意思，内裤终归是朝廷的，该你捞的时候，千万可别客气。想这些年姑母理着内裤，太子不知道从中得了多少好处，连被你整倒的老国家抄家的时候，就生生抄了13万两白银出来，内裤亏空。你若去梧州的太子行宫瞧瞧，便知道这些民脂民膏去了哪里。”范闲心头微动，
知道世子这话是专门说给自己听的。看着醉倒在桌上的靖王世子，范闲的心里闪过一丝冷笑，想来还是五竹叔说的对，这个世界是真没有一个人值得相信的。北齐之行多有感触，心知友情难得，所以今夜明知道李弘成是借接风的名义，代表二皇子向京中宣告自己与二皇子党的亲密关系，但依然没有拒绝。但料不到这位世子会当着自己的面撒这么大一个谎。李弘成，靖王世子，他手下一位亲信，一直暗中理着流金河上的所有皮肉生意。虽说这生意并不光彩，似乎与世子这种身份配不上，但却在源源不断的为他输送着大批银两。世子的行事极为隐秘，如果不是范闲去年夏天曾经派人查过那个叫做袁梦的红官人，只怕连监察院二处都不知道这件事情，也难怪他敢当着范闲的面哭穷。不过范闲也清楚，二皇子不见得是看上了内库的银钱，只是信阳长公主掌舵期间，东宫一定在内库里做了许多手脚，也许二皇子只是打算倚重范闲，想从这条路上将太子先下马来。而且他也明白，世子这番话假中有真，确实有些王公贵族过得并不是那般如意，就连自己如果不是有书局撑着，家中另有位国库大管家，只怕也会要到处伸手，没有人孝敬，难道只靠朝廷的那点俸禄？宴已残，酒已尽，范闲拍了李弘成2下，见没有反应，他也懒得再理李弘成是真醉还是装醉，便佯作踉跄，扶着酒桌站起身来往外走去。早有掌柜通知了两边的亲随上来侍候着。一旦居木门已开，初秋夜风吹拂进来，范闲摇了摇头，试图带有已成，却不得反应，不免有些失望。正在这时，一位穿着朴素的中年人却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诚惶诚恐地对范闲行了一个大礼。范闲略略偏身，眉头微皱，心想李弘成既然将这楼子都包了，门外都有护卫，这人是怎么进来的？那人看见范大人脸上的疑惑，赶紧卑微应道：在下崔清泉，一时居的东家，请范大人安。原来是一旦居的东家，估计是过来拍马屁。范闲正下意识里准备笑一笑，忽然想到这个姓氏，皱眉问道：崔清泉小意陪笑道：正是，族中大人们本想亲自前来拜谢大人在北方调教二公子的大恩大德，只是心知小范大人湿滑疏气，不喜这等形式，所以命小的今日好生侍候大人。范闲面无表情的点点头，知道崔族是在京中颇有根基的名门大族，行商北方，这次在上京贵在使团羽夜中向自己起命的崔公子便是他们的人，想来是崔氏知道儿子得罪了自己，所以千方百计的想圆了此事。崔清泉很识趣的没有上前，只是递了一个盒子过来，说道：是只矮山餐，虽然不怎么大补，但用来醒酒是最好的，已经洗净，生嚼最佳。范闲点了点头，滕子京在一旁接了过来。穿过长街的马车上，范闲掀开膝上的盒子，发现哪里有什么矮山餐，竟是厚厚一叠子银票，皱眉一翻，发现竟足足有2万两。滕子京坐在他的对面，瞠目结舌说道：这崔家好大的手笔。范闲面色不变，心里其实却也有些吃惊，这得是谭博书局多久的收入，对方竟然这般轻松地送了过来。当然他也明白，崔氏如果还想做内库往北的行商，就一定要将自己巴结好。联想着今日出宫入宫一路所受礼遇，他不由叹了一口气。虽然两世为人，心性较猪一般人要坚毅得多，但此时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了权力所带来的感觉，也有些微微惘然。不过崔氏这钱算是白送了，范闲既然早就拿定了主意，日后崔氏也只有给长公主陪葬的份儿。想到此处，他对世子的厌憎之心才淡了些，毕竟人生一世，说到底依然是互相利用而已。只是自己有些不喜李弘成将自己当傻瓜一样看待，终究还是想存着这位朋友。滕子京看着大少爷脸色，便知道他在想什么，皱眉道：这样合适吗？范闲望着他笑了笑，说道：世子先前送了我一句话，出宫离府之后，咱就是真正的爷，有什么不合适的？车至一条僻静街巷处，天上月儿将至中天，银光柔淡。范闲下了马车，让王府众人先回了。滕子京知道他身边一直有对监察院官吏在暗中保护，所以没有多话。他对着阴影处招了招手，一位监察院的密探悄无声息走了过来，他也是启年小组的第一批人，算得上是范闲的贴身心腹。范闲望着他说道：邓子越，明日传密令回院，查一查吏部尚书、钦天监监正、左副都御史与崔氏门下的那些产业有没有瓜葛。邓子越豁然抬手，两只眼睛大又亮。提司大人，吾只不能查皇室，他在监察院中的品级极高，所以隐隐知道这3位大臣的背后都是二皇子。范闲皱眉挥挥手：只是几个大臣，暗查而已，你惊惧什么？邓子越知道自己的表现已经让提司大人不满意了，赶紧应下。范闲看着他，又加了一句：王启年懂得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你既然接了他的任，就要学会这一点。邓子越悚然应命，然后看着眼前突然间多了一个盒子，他不敢打开，只好抱在怀里，跟着负手散步的范大人往前走着，终于鼓足勇气问道：大人，
晓得今后与院中联络如何走。他也不知道这句算不算该问的话。范闲停住了脚步，笑着说道：“不要经过正式途径，那会计策，你直接找一处的木帖。”是。范闲抬步往前走去，难得欣赏一下久别之后深夜的京都，这种机会他不想放过，只是丢下了一句话：“这盒子不是给你的，是给你们的。”京都的夜晚比北齐上京的夜晚要显得清静少许，庆国人似乎还没有习惯所谓盛世年华，所以大多数时候还是习惯夜晚在家里待着。当然，那些鎏金和尚的花坊、城西的青楼不在此类中。范闲负着手，在夜色中缓步前行。邓子月抱着个盒子跟在他身后数步，忽然间，范闲停下了脚步，对着身后那些黑暗处招了招手。隐藏在黑暗中，专门负责保护他安全的那些监察院吏员，有些不知所以的现了身。全京都的人都知道你们在我身边，何必还要刻意留在黑暗里？范闲笑着说道。邓子月苦笑着解释道：“朝官们不喜欢看着监察院的密探在街上，百姓们也多有畏惧之感，只怕对大人影响不好。”范闲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笑着说道：“你们老在人房顶上走，难道不怕影响别人睡觉？”众下属面面相觑，却也是依着提司大人的意思来到了街上。这些人都是当初在监察院里并不怎么得志的官员。王启年受命组建启年小组的时候，也很用了些心思，找的都是些合用之人。如今启年小组里的人跟着范提司，在院中可谓是春风得意，不论是去八大处里哪边交代公务，对方总是恭恭敬敬，而且每月除了俸禄之外，还有很大的一笔津贴。这种转变让他们深觉跟着范提司实在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时近中夜，气温渐低，邓子月赶前几步，将一件薄薄的黑色风衣搭在了范闲的身上，然后马上退回到自己的位置。一行7、8人向前走去，众人都穿着监察院特制的那种黑色单衣，下摆在膝盖之上，衣料并不怎么反光，看上去有一种阴沉的观感。月光下，一行人正保持着一种很有味道的距离，沉默而同步地将范闲拱卫在正中，向着前方行去，银光如雪，黑衣如墨。第二日，范闲就去了天河大道旁的那个建筑监察院。他一路往里走去，都有面色平静的监察院官员向他低身行礼：“提司大人早安。”“范提司早。”他一一含笑应过，脚下未停，向院后的那个房间走了过去，推门而入，然后发现8大处的7个头目已经到齐了。范闲微微欠身，拱手向众人行了一礼。那7位头目不敢托大，赶紧站起身来回了一礼。尤其是4处的严若海看着范闲，更是面色喜悦，唯有感激。想来这2天在家中与严冰云父子和睦，心情不错。只有陈萍萍坐在长桌尽头的那张轮椅上，似笑非笑地望着他。他咳了一声，坐到了陈萍萍右手边的那位座位上，有些意外，没有发现老师的身影，似乎猜到他在想什么。陈萍萍双手轻轻抚摸着膝盖，用微尖的声音轻声说道：“他去江南快活去了，我也管不住他。”范闲笑了笑，压低了声音，眼视前方，说道：“什么时候也出去玩去？”陈萍萍看了他一眼，说道：“那得看你什么时候有能力接班。监察院极少有这种会议，恰好范闲来的2次都碰着了。当然，这2次会议与他也都有扯脱不开的关系。”在听取了范闲关于北齐之行的汇报之后，众官员都放下心来，只要北面的密谍网络没有遭到致命性的毁灭，其他的其实都无所谓。至于范闲提名王启年暂时处理北方议因事务，众人也没有太大的异议。一方面范闲身为提司有这个权利，二来王启年在院中的资历也足够久，如果不是他当初自己不争气，只怕如今也是一方头目。既然他机缘巧合跟了范提司，范提司让自己人向上进一级，也不算什么出格的举动。三来，北面那摊子实在是个危险的买卖，看看4处严大人家公子的遭遇就知道了。但接下来宣布的院内人事安排，就有些出乎众人的意料。院中官员一直以为，在一处诸葛自尽之后，那个一直空着的位置，之所以院长大人始终没有喊人接手，为的便是等小严公子回国之后接任。没有想到院长大人宣布的任命中，严冰云竟然认了4处头目，如果他到了4处，那一处归谁管理？严若海大人呢？陈萍萍有气无力地抬了抬眼帘。若海在院子里待久了，有些腻了，所以自请辞去4处职务，明日发文去吏部，在京中谋个闲职养老吧。看模样，陈萍萍并不是很高兴于严若海的自请去职，但严若海这1年里天天忧心儿子的死活，竟是真的有些厌倦了院中的生活。加上他自己也清楚，院中8大处总不可能让自己严家同时出现2位头目，为了给严冰云腾位置，他只有抢先辞职。监察院8大处头目看似品级不高，但实际上却是手中握有大权的直司，就算是各部侍郎也不敢轻易得罪。范闲看了严若海一眼，发现他的眼角果然有些疲倦之意，又有一丝解脱欢愉之意。既然院长与严大人已经安排好了4处的后手，众人也就不再多言。此时2处头目问道：“1处的位置空了这么久，总要有人打理才是。”穆铁他摇了摇头：“忠诚自然无二，只是这位大人只会拍马屁，能力还是弱了些，
一处是院内最关键的部门之一，总掌京中官员的监察，总需要有个得力的人才行。其他的几位头目也纷纷点头称是。一处是八大处里最光鲜的位置，这几位八大处的老板，既然不像颜若海那样激流勇退，自然谁都想更进一步。陈萍萍缓缓转头，看了脸上有狐疑之色的范闲一眼，开口说道：“自今起，一处不设头目，转由范提司全权管理。”这话说得轻，但落在众人的心中却是极重。众人顿时将心中那点争权夺利之心全数驱散，和谁争也不敢和范提司争。他本来就是自己这些人的上司，明显将来是要接成院长般的大人物。此时监管一处，谁敢多话？但众人心头也自凛然。提司之权本就少有限制，如今范大人监管一处，那一处的事务也不再需要院里亲手安排，反而是其他的部门都要配合一处。如此一来，一处的地位只怕又会再提高半个级别。换句话说，范提司就是一处的君主，他说什么，一处便要做什么。范闲也有些吃惊，为什么陈萍萍会让自己管理一处？转脸望着他说道：“院长，我做这个提司已经很勉强了，从来没有经手过具体事务。贸然打理一处，只怕对院务没什么好处。”陈萍萍一句话便定了调子，没有具体事务的经验，所以把一处给你，就是为了让你长些经验。会议结束之后，院中的众下属纷纷向范闲道喜，只是监察院总比朝廷里别的部司官场风气要好些，所以范闲并没有听到太多不堪入耳的马屁声。众官离去之际，颜若海却专门留了下来，向范闲道了声谢。范闲心中有些不为人知的隐隐惭愧，赶紧笑着说道：“我与冰云一见如故，再说都是院务，我实在也没有出什么力，颜大人切莫这么说，惭愧晚辈了。”颜若海见他不鞠躬，对这位年轻的贵人更是欣赏，微微一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过几天我上帖子请范大人来府上坐坐。”“一定一定。”范闲不会拒绝，心里也奇怪那位沈大小姐如今在颜府里是什么模样。房里只剩下陈萍萍与范闲两个人。胡闹台。陈萍萍皱眉望着他，我知道冰云这孩子心性沉稳，绝不会将那个女人带回京都，想来这都是你的主意。世人皆惧陈萍萍，但范闲在他面前却总是嘻嘻哈哈的扮演一位晚辈的角色，乱叫了一通冤枉之后说道：“院长大人，这和下官可没关系。那位沈大小姐一入使团，便始终待在大公主的车架上，我总不好强行拖下来杀了。”陈萍萍眯着眼睛说道：“回京途中，我一直让黑旗跟着使团，如果不是你示意，那个女人怎么可能单骑闯入使团？”范闲一滞，不知从何解释，半晌后叹息道：“总不是一段孽缘。”陈萍萍打心里无比疼爱这个年轻人，也舍不得多加责备，转而呵斥道：“为什么你要让启年小组亮出行迹？”范闲知道这是瞒不过对方，早就想好了应答，微笑说道：“因为我想让院子变得光明正大一些，老缩在黑暗里，惹那么多人害怕咱们，没那个必要。”“光明正大。”陈萍萍皱眉道：“你有这个心思也算是好的。”范闲替他将膝上的毯子往上拉了拉，轻声说道：“慢慢来，不着急，只争朝夕，如何不急？”陈萍萍瘦削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光滑无须的下颌让她脸上的皱纹显得愈发的深，苍老之态尽显。“你要记住，我比萧恩小不了多少。”范闲默然，从面前这位老伯子的身上嗅出某种灰灰的气息，强自收敛心神，将出使途中一些隐秘事报告了一下，只是没有泄露自己曾经与萧恩在山洞里做了一夜长谈，自己已经知道了神庙的具体位置。司礼里什么时候能入宫？陈萍萍似乎对于千里遥控那个女人很有信心。范闲微微皱眉，思考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接触到司礼里的那个弟弟，随口应道：“我与某些人正在进行安排，对于北齐朝廷来说，这不是什么大事，应该不难。”陈萍萍点点头，转而说道：“你也清楚，一处的位置本来是留给严冰云的，只是没有想到颜若海居然年纪轻轻就想养老了。严冰云一直在他父亲的手下做事，对于整个四处非常熟悉，留在四处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只是一处扔给了你，你多用些心。”范闲眯着眼睛说道：“有什么需要我注意的吗？”陈萍萍古怪笑着望向他的眼睛：“有很多方面需要你注意。其实陛下一直希望你把一处重新拾起来，毕竟京官多在积疏，如果不看紧点儿，让他们与皇子们走得太近，总会有些麻烦。”范闲心头一凛，开始暗暗咒骂启宫中那位：“你儿子们闹腾着，凭什么让我去灭火？”陈萍萍枯瘦的手指轻敲了下轮椅的扶手，她的手指指节突出，就像竹子的节一样。范闲侧身看着，听着扶手发出的咚咚声音，才知道原来这扶手中空，与竹子一般，不免有了一种奇怪的联想。这位庆国最森严恐怖的老人，与风中劲竹一般有气节。这次在北边做得不错。陈萍萍说道：“你让王启年留在那里，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不过一天陛下不发话，你一天就不能动手。”范闲皱眉道：“长公主从那条线上捞了不少钱，
您也知道，我年后就要接手内库，如果不在接手前把这条线扫荡干净，我接手那个烂摊子做不出成绩来，怎么向天下交代？陈萍萍看了他一眼，说道：“崔氏替长公主出面，向北方贩卖货物。你如果把这条线连锅端了，有没有合适的人接手？”范闲以为他有什么好介绍，于是做出一副洗耳恭听的神色。陈萍萍摇摇手：“这件事情我会向陛下禀报，陛下也觉得长公主这些年手伸得未免太长了些。不过毕竟都是一家人，她如果不肯松口，你就不要动手。你要知道，院子也是希望你能将内库牢牢掌控在手中，一来你本身就是提司，二来你要清楚，监察院能够在3院6部之中保有如今的地位，与内库也是分不开的。”范闲问道：“这是个什么说法？”陈萍萍看了他一眼，用阴沉的声音缓缓解释道：“监察院司监察百官之权，所以就不能与这些部院发生任何关系。国务与院务向来分得极开。监察院一年所耗经费实在是个大数目，但这么多年了，没有一分钱是从国库里拨出来，所以不论是户部还是旁的部，都无法对院里指手画脚，这便是所谓的独立性。”范闲明白了，监察院的经费俸禄都是直接从内库的利润中划拨。不错，陈萍萍继续说道：“这是当年你母亲定的铁规矩，为的就是院子与天下官员们撕脱开来。所以你将来要执掌这个院子，就要为院中几千位官员还有那些外围的人手做打算。内库越健康，监察院的经济根基就越结实，就可以始终保持这种独立的地位。”陈萍萍冷笑道：“从13年前那场流血开始，陛下已经不知道弄了多少次新政，老军部改成军事院，如今又改成枢密院，又重设兵部，这只是一个缩影。这些名目上的事情改来改去，看似没有什么骨子里的影响，实际上却已经将这些部司揉成了一大堆面团。而监察院之所以始终如初，靠的就是所谓独立性。”范闲苦笑道：“这还不是陛下一句话？所以你要争？”陈萍萍含义十足地盯着他的眼睛：“将来如果有一天宫中要将监察院揉碎了，你一定要争。如果监察院也变成了大理寺这种破烂玩意儿，咱们的大清朝只怕也会慢慢变成当年大魏那种破烂玩意儿。”范闲明白老伯子心中忧虑，自己比他多了一世见识，自然明白所谓监察机构独立性的重要。所以说，内库与监察院本就是一体两生的东西。陈萍萍一字一句说道：“你父亲的想法实在幼稚。要掌内库，你必须手中有权，牢牢地控制住这个院子。而要控制住这个院子，你就要保证这个院子的公学。不要小看钱这个东西，这个小东西足可以毁灭天下控制最严的组织。”见他论及父亲，范闲身为儿子，自然不能多话，只得沉默受教。当天范闲就去了一处，正式走马上任。一处的衙门并不在监察院那个方方正正、外面涂着灰黑色的建筑之中，而是在城东大理寺旁的一个院子里。看那大门还是庄严肃然，只是门口那块牌子却险些让范闲喷了充当马夫的滕子京一脸口水。他扶着马车壁，强忍着内心的笑意，看着那个自己觉得很不伦不类的牌子。亲命大清朝监察院第一分理处，范闲顿时产生了一种时光混流的荒谬感觉，以为自己是来到了另一个时空中，某个以油田著称的城市的检察院门口。轻车简从，事先也没有和穆铁打招呼，院里公文也还没有下发，所以一处的那些监察院官员们并不知道今天会来新的头目。门房处的人看着衙门口的马车，好一阵嘀咕，心想外面站着的那位年轻人像个傻子一样的捧腹笑着，真是白瞎了那张漂亮脸蛋儿，站了半天又不进来，究竟是干嘛的？这时候范闲已经领着邓子越和几个心腹往里走了，滕子京不肯进去，从心里还是愿意离监察院这种地方远些。门房是今年近半百的老头，赶紧走了出来，拦道：“几位大人，有什么贵干？”范闲微微一怔，心想自己第一次贸然闯进监察院的时候都没有人拦自己，那是因为没有闲杂人等会跑到监察院去闲逛。他脑子转得极快，看着这个门房来拦自己，心想这个一处难道平时有许多官员来串门子？他今天虽然没有穿官服，但邓子越几个人还是穿着监察院的服饰，所以那个门房闹不清楚他们身份，语气也还比较柔和。范闲没有理他，径直往里走去。邓子越将手一拦，拦住了那个老头，几个人便直接走进了衙门里。一进衙门，范闲才发现这个一处果然是与众不同。不说没有人上来迎着自己询问一二，走了几间房，发现房中竟然是空空荡荡，正当值的时候却是一个人都没有。他有些疑惑，到了偏厅自寻了个椅子坐了下来，隐隐听到衙门后方传来阵阵喧哗之声。起年小组里有好几个园艺处的吏员，今日跟着提司大人的也恰好有一个，此人姓苏，名文茂。见大人脸色不悦，赶紧跑到签房去寻当值的官员，不料竟是没有找到。苏文茂也自纳闷，心想自己离开一处不过1年，怎么衙门里整个的气氛都变得有些怪异了？幸好是一处的老人，找不到人还能找得到茶与热水，
赶紧恭恭敬敬地泡了杯茶，端到了范闲面前。范闲也不着急，手捧着茶碗轻轻啜着，像朝中那些老大臣一样摆着沉稳的谱。邓子越瞪了苏文茂一眼，意思是说怎么半天没找个人出来。苏文茂站在范闲的身边，半倚着身子，一脸苦笑，哪敢回应，实在是没有想到堂堂监察院一处，在陈院长的威严之下，竟变成了一般闲散衙门的模样。门房在门外探头看了一眼，发现这几位大人只是在喝茶，估摸氏等人也懒得再理会，于是几人就这般尴尬地坐在厅中。范闲有些不耐了，站起身来示意他们几个坐着，而自己却是走到了厅旁的柜上，开始翻检那些早已经蒙着灰尘的案卷，心里想着居然没有人来拦自己，这一处的纲纪也实在败坏得很。忽然有几个人一边说笑着一边走了进来，看他们身上服饰都是监察院的官员，手里还提着个大竹筐子，筐中用冰镇着鱼，看样子还挺新鲜。这些人路过范闲一行时，正眼都没有看一下，只是有一位瞥见了苏文茂，大笑着喊道：“老苏，你今儿怎么有空回来坐坐？”苏文茂满脸尴尬，却又看见了角落里范闲的首饰，只得陪笑说道：“今儿个提司在院里述职，我们几个没事儿，带着哥几个来逛逛。”一路北上，启年小组是知道范闲的手段的，激危之下，竟是半个字都不敢提醒。那人一拍手掌，喊其余人先将那筐鱼拎进去，面露艳羡之色，对苏文茂说道：“老苏，你如今可是飞黄腾达了，跟着那位小爷，这今后还不得横着走。”苏文茂斟酌着措辞，小意回答道：“提司大人要求严明，我可不敢仗着他老人家的名头在外面胡来。”那人哈哈一笑，说道：“不谈那些了，反正这些好事儿也轮不到咱们一处，走走走。”他同时招呼着邓子越那几个同僚，既然来了，就不要先走，院子里那会要开多久，大伙儿都清楚，先随我进去搓两把也好。邓子越冷哼一声，将脸转到一边。那人见他不给面子，脸上也露出尴尬之色，心里恨恨想着，不就是抱着了范提司的大腿吗？神气什么？也不再理他们，只与苏文茂闲聊了几句，便准备离开。恰在这时，范闲走了出来，满脸温和问道：“这位大哥，先前看你们装了一筐，中午准备吃这个，只怕我也要叨扰一顿。”衙门里光线暗，那人没有看清楚范闲面貌，只知道是位年轻人，呵呵笑着说道：“那可舍不得吃，待会儿分发回家。”哦，看来是挺名贵的鱼了，不然也不会用冰装着。范闲说道：“那是。”那人斜眯着眼看了邓子越一眼，面露骄傲之色。南方800里加急运来的云梦鱼，大湖里捞起来的，鲜美得很，不用冰镇着早坏了。这京都城里，就算是那些极品大臣，想吃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也就是军部有这个能耐，也亏得咱们是堂堂监察院一处，不然哪里有这等好口福？原来是军部送过来的。范闲微微一笑，知道京都各部司肯定会一力讨好一处，只是没有想到会这么下功夫。那人一拱手道：“不说了，诸位既然是等提司大人散会，那就稍坐会儿，我先进去把自家那条鱼给拎着了，再出来陪几位说话。”范闲说道：“不慌，我们来还有件事情要拜访穆大人，只是一直没找着人，还请这位兄台帮个忙。”那人看了他一眼，笑着说道：“我当是多大事儿，我去通报去，你们等着。”那人笑嘻嘻的往后院走着，一离开范闲几人的视线后，脸色却马上变了，一路小跑进了衙门后方的一个房间，一脚将门踢开，房内正有几个人正坐在桌上将麻将子搓得欢腾，被他这么一扰，吓了一跳，不由高声骂了起来。坐在主位上的穆铁更是面色不善，一颗清脆欲滴的麻将子儿化作暗器扔了过去，骂道：“奔丧啊你！几条鱼也把你缠成这样！”那人哆哆嗦嗦道：“穆大人，处里来了位年轻人。”穆铁皱了皱眉头，自惊：“什么人啊？如果是相熟的，就带过来，我可舍不得手上这把好牌。”“不熟。”那人颤抖着声音说道。“不过苏文茂也跟着，我估摸着会不会是那位小爷来了？”穆铁悚然一惊，拍案而起，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说话要负责任！”他吓得站起身来，原地绕了几个圈，黄急问道：“真是提司大人？”“估摸着是。”那人满脸委屈，当着他面，我可不敢认他，假装不识，赶紧来通知大人一声，若真是范提司，您可得留意一些。穆铁满脸惊慌，赶紧吩咐手下撤了牌桌，重新布置成办公的模样，一路小跑带着那人往衙门前厅赶去，一路跑一路说着：“范儿啊，记你一功，回去让你婶婶给你介绍门好亲事。娘的，这提司大人怎么说来就来了？幸亏你反应机灵，真不愧是咱们亲命监察院一处的。这情报伪装工作没有丢下，很好，很好。”被称为分儿的这位密探将手上的冰水往屁股后的衣衫上抹着，说道：“是穆大人领导有方，领导有方。”穆铁沉着脸，缓步踏出了门廊，也不正眼去看偏厅里坐着的人，寒声说道：“不知是哪位大人非要亲见穆某一面？这么大的架子，
难道不知道一处事务繁忙？苏文茂见着以往的同僚，总有几分照看之意，眼珠子一飞，使了个眼色。穆铁其实早就知道来的是谁，此时只是做戏罢了，假意被苏文茂提醒，狐疑着回头去看身后，便看见了那位年轻人。您是？穆铁皱着眉头走近了一步，忽然间大惊失色，刷刷2声，干净利落地单膝跪了下来。下官穆铁参见提司大人。范闲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根本没有一丝配合他演戏的兴趣。穆铁一脸余惊未消，喜悦说道：大人，您怎么来一处也不说一声，让您在外面哭等着，这叫下官如何是好？范闲依然没有说话，只是唇角浮起了一丝笑意。穆铁看着这丝笑意，心却开始凉了起来。谁都知道，这位小范大人每次笑得最甜的时候，只怕也就是他心里最恼火的时候，于是他的声音也不自禁地低落了下来。这个，大人，那个，下官。范闲还是没有说话，只是微笑看着他。穆铁深黑的脸上无由出现一抹惊悔，也不敢再多说什么，只是重新跪了下去。一处的偏厅里，气氛十分压抑。范闲也不想再看他出丑，毕竟穆铁是一处的主簿，在诸葛自杀之后，一处的事务基本上都是由他在处理。他皱了皱眉头，说道：偏厅太脏，不适合待客。穆铁一愣，心里马上高兴了起来，对身旁的那个芬儿怒斥道：快让人来打扫！案卷就这么搁在厅里，不合条例。范闲微笑着。穆铁一蹦老高，高声喊着后面的那些一处吏员们出来，开始将那些蒙着灰尘的案卷归纳到后方的案室中。这些吏员都在偷懒，奄奄无力地走了出来，却看见穆大人正老老实实地站在一位年轻人身边。众人不识的范闲却都是搞情报侦查工作的出身，脑子转得极快，马上猜到了这位年轻人的身份，唬了一跳，赶紧各自忙了起来。不一时功夫，偏厅就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案卷被归得清清楚楚。看来监察院一处仍然还是保留了他们本来就应有的快速反应能力。给你半个时辰，除了今日在各部各司各府里有怨恶的人，除了那些身份不能泄露的人，我要见到一处所有的职员。范闲一掀身前长衫下摆，便在椅子坐了下来，伸出手去。穆铁讨好的将茶碗递到他的手上，有些垂头丧气说道：我这就去。他知道这位小爷实在是不好唬弄，而且自己的前程全在对方手上，只好认真做事，希望能减少一些对方对自己的厌恶感。你不要亲自去，这么点小事。范闲收回手，喝了口茶，发现已经冷了，不由咧了一下嘴。穆铁赶紧伸手准备去换，范闲盯了他一眼，将茶碗放在身边干净无比的桌子上，说道：你跟我进来，有些事情和你说。穆铁赶紧安排手下去将那些成日在外面打混的一处职员全喊回来，自己却是赶紧跟着范提斯去了后院。看着范闲迈步进了自己刚出来的那个房间，心里又是一阵紧张。范闲皱着眉头看着门槛下的那粒翡翠麻将子儿，说道：果然是监察院里权力最大的衙门，居然麻将都是翡翠做的。穆铁汗流浃背解释道：是假翡翠，这个不敢欺瞒大人，这是大前年内库新制成的货色，像翡翠却又摔不碎，当年给8大处一处分了一副，一处的这副一直摆在衙门里，没有人敢私拿回家，平时没什么怨物，所以偶尔会玩一下，卑职惭愧，请大人重重惩处。范闲摇了摇头说道：那个待会儿再说，我只是有些失望，堂堂监察院一处，隐匿痕迹的功夫却是做得如此不到家，先前你们就是在这里打的麻将，既然都收了，怎么门槛下还有这么一颗？穆铁抹了抹额角的汗，知道这是先前自己用来砸自家侄子的那颗麻将子儿。那些没长眼的下属收拾屋子的时候，一定是将这颗遗忘了。范闲坐了下来，看着他说道：你说说你这官是怎么当的？院务荒迟也罢了，没事打打麻将也不是大罪。穆铁心头微动，心想原来这些都不是大罪，正自心安之时，忽听得啪的一声巨响，他吓得不浅，畏畏缩缩地看着范提斯。范闲在桌上重重拍了一掌，以他如今的霸道功力，就算将这木桌子拍成粉碎也是易事，但这次只是发出极大的声音，寒声怒斥道：先前看着那筐鱼，才知道你们竟然敢收各部的好处，你还要不要命了？如果让院里知道了，只怕内务处第一个剐了你。穆铁赶紧跪在他的面前，却是半天嗫嚅着，说不出什么话来。他心想，一筐鱼也不是什么大事。范闲寒声骂道：是不是觉得一筐鱼并不算什么？但你要知道院子里的铁规矩，尤其这一处监察京中百官，你与那些朝臣们玩哥俩好，将来还监察个屁？范闲一向是个看似温柔的人，但温柔之人偶尔发怒，话语里的淡淡寒意压迫感十足，让穆铁心头大惧。范闲这面前跪着的这位官员，心里其实难免有些失望与意外，不只是对自己即将接手的一处，也是单单针对面前这个人。起来吧。其实依照院内条例，上下级之间完全不用这般森严，只是穆铁知道此时的态度一定要摆得端正些，而且他与范闲毕竟是有些渊源，听到范闲发了话，
他才敢直起身来。范闲看着他那张令人印象深刻的脸，唇如薄铁，面色深黑，不由皱了皱眉，说道：整个京都，你是第一个知道我真实身份的人。穆铁心头一暗，去年调查牛栏街的时候，曾经很冒昧的前往范府问话，当时范家还不及如今的火热，但是面前这位年轻的大人亮明了身份，自己知道了，他就是院中传说的提司。这本来是一次极难得的机遇，自己以为会少奋斗许多年，但没有想到最后却是便宜了王启年的那个半小老头。这一年里，你也帮了我一些事情。范闲眯着眼睛说道：按理讲，你应该多走走我的门路，但你没有，这我很高兴，以为你是位笃诚之人，只是没想到1年的时间里，你竟然变了这么多，从当初那个拍上司马屁都有些别扭的老实人，变成了如今只知道浑噩度日，学会了变脸的老油条官僚。我很失望。我很失望这4个字让穆铁对自己更加失望。他知道，虽然自己不如王启年与提司那般亲热，也没有指望能够单独负责一大片行路，但是这1年的时间里，自己从当初的7品佥事被提成了从5品的主簿，用屁股想也是面前这位范提司大人的面子。他深吸了一口气，也不再做辩解，只是沉声道：请大人看下官以后表现。范闲注意到他将卑职换成了下官，腰杆也挺得直了些，眼中流露出微微赞赏之意，说道：这样就好，不是所有人都有捧哏的天赋，别老念记着王启年的做派，你做回当初那个一心查案的自己，本官自然不会误了你的前程。风雨之后又是晴，晴后又是风雨。穆铁看着面前的提司大众，心想这位爷的心思真的像是京都刚过去的夏天。只听着范闲沉声问道：说说这一处怎么烂成这样了？院里其他几处我也去过，简直不能比，别处的院里无不谨慎自危，兢兢业业，别说打麻将了，就连出个宫都是紧跑慢赶，还得行路无风。看看你这儿，跟菜市场有什么区别？穆铁此时早已豁了出去，要做回自身，要抱紧小范大人的粗腿，也不避讳什么，直接说道：提司大人，一处之所以变成这样，属下自然难辞其咎，只是这1年多来一直没有个正牌大人管理，下面的人也不服我，所以自然就散漫了起来。范闲对这件事情很清楚，当初的一处头目诸葛暗中投靠信阳方面，将严冰云的情报透了出去，直接导致了严冰云在北方被捕，后来院中自查诸葛失败，就在密室里的院务联席会议上自杀身亡，这是监察院建院以来很耸动的一件事情。自那天起，一处便一直没有头目，一方面是陈萍萍想等严冰云回国，二来自然是因为这个位置确实很敏感，暗中监察京中百官，这种权力如果用起来，可以获得太多的利益。当时院中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所以一直拖着了。就算没有大人管理，但条例与各处细文一直都在，为什么没有做事？难道院中一直没有训斥你们？他有些疑惑问道。穆铁其实也有些不解，摇了摇头，接着说道：大人说条例俱在，但是要一处做事，总要院中发文才行啊，没有头目说话，我们这些普通官员总不好自己寻个名目就去各侍郎学士府上蹲点去。范闲一怔，怒道：二处难道这1年都没有送情报过来？送倒是送了。穆铁看了他一眼，可是依照庆律，3品以上的官员我们没有资格自行调查，总要请旨，至少也要院长下个首批。范闲无奈何道：3品以上你们暂时不能动，3品以下呢？穆铁应道：大人，不敢瞒您，其实一直以来，一处虽然名义上是院里最要害的一个部门，但实际上却一直都是最无能的一个部门。原因也很简单，2处3处都只是和情报、毒药、武器这些死物打交道，5处6处私责保卫，7处只和犯人打交道，8处只和书籍打交道。8大处里只有1处与4处是与人打交道的部门，而4处的精力主要在国外和各军路之中，那些下面的官员哪里敢和4处的人较劲儿，随便觅个由头也就将那些县令撤了，谁敢二话？说到这里，他的脸上不自禁地带了一丝自嘲。也就是咱们一处身在京都之中，看似风光，实际上打交道的对象都是朝中大臣、京中士官。论身份，他们比咱们尊贵；论地位，更不用提京官们看在亲命大庆朝监察院一处的牌子上，对咱们示好那是自然，6部有好处都不会忘了咱们一份。但真要较起劲来，他们也不会怕咱们。范闲心想，这不对啊，前世哪里听过这么窝囊的锦衣卫？3品以下，你有立案权、独立调查权，他们怕你才会讨好你，怎么还敢和你较劲？穆铁自嘲说道：大人，那些官员可能是3品以下，但他的老师呢？这些官员们早就织就一张大网，遍布京中，有的案子就算咱们查出证据来了，也不好往上报。范闲眯着眼睛问道：为什么？很简单，一处的这些兄弟也都是要在京都里生活的。穆铁叹了口气说道：虽说俸禄比一般的朝官要高不少，但是家里的亲戚总还要寻些活路，在各部衙门里觅些差事。就算不和这些官员打交道，你就算去卖菜吧，
如果你查了京都府的一个书吏，京都府尹就有本事让你这菜摊摆不下去，用的理由还深和庆律，你挑不出半点毛病。至于那些与宫中有关系的，更是正眼都不会看我们，就像登仕口检书司的戴震，众所周知的贪官，可我们却不能动手，为什么？因为宫中的戴公公是他的亲叔。自从朱大人自畏罪自尽之后，一处没有个打头的，下面的这些官吏更是不会轻易去得罪京中官员了，谁没有个三亲四戚？都在官场上，总要留个将来见面的余地。穆铁自愧说道：不怕大人动怒，下官这一年里也是存着个明哲保身的念头，除了院中交代下来的大案子，基本上没有查过什么事情。大人，不是下官没有一颗虎胆，实在是京都居大不易，日常要打交道的京官实在太多了。范闲没有说什么，平静说道：以后就这样和我说话，整风首先整的就是不务实事，只知逢迎上司之风。穆铁听着整风这名词新鲜，却无来由的一阵害怕，赶紧向大人请示。一番言语，范闲面无表情的如是说着，穆铁面露崇拜地如是听着，又害怕自己忘了，于是磨墨奋笔抄写着。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听到邓子月轻轻敲了敲门，禀报道：大人，人来齐了。监察院一处除了京郊各路留守的人员外，一共有310名成员，除却今天在查案子的以及埋在各大臣府上的钉子，能来的基本上都来齐了，占据了一处后院的一整块平平，各自已经理好了衣装，肃然而立，等候着提司大人的训话。范闲坐在众人面前的椅子上，没有站起来的想法，看着这些人微微点头，发现1年多的散漫并没有完全磨砺掉这些人身上的肃然气息，在他们的身上还能嗅到一丝丝监察院密探们应有的阴郁味道。对于这一点，他比较满意。穆铁勾着身子凑在他的耳边说道：一处比较特殊，密探不密，这里的都是亮明身份的，大部分人都还隐藏着，钉子的名录保存在院子里面，不能调阅。大人如果要查看，还需要一处的报告和院长的手令。他想到范闲的身份，顿了顿又道：您是提司，不需要院长手令，但还需要一处的报告，待会儿我就去写去。范闲摇摇头，沉默了片刻后笑着说道：不用了，从今天起我监管一处，如果要写报告，我会让人写。穆铁身子一僵，本以为范提司只是来巡查，没料到竟然是要监管一处，但一想到日后可以与大人一同工作，亲近起来也更加容易，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喜悦。屏上沉默了许久，范闲一直没有说话，而那上百名一处的成员也一直保持着标枪般的姿势站立着，虽然不是军人，但齐刷刷的黑色看着还是极为养眼，有一种雨天苏格兰场的感觉。很久以后，范闲才站起身来，轻声开口：我是范闲，从今日起便是你们的主官。大多数人都猜到了他的身份，但听说这位声名震天下的小范大人要来一处任主官，众人在微惊之余，更多的却是高兴。毕竟诸葛死后，一处不止在京中的工作难以开展，就连在院中也多受白眼。如今有了小范大人领头，院中其余7个处，谁还敢推搪误事？京中的各部衙门们只怕暗底下递来的好处会更多了。但范闲接下来的话却让众人感到一阵阵寒意。本官知道你们这一年是怎么过的。范闲笑眯眯地说道：从今以后再也不能这么过。丢完这一句很简单的定论，他重新坐回了椅子上，看穆铁一眼。穆铁站起身来，咳了2声，极有威严地看了众下属一眼，说道：今天召集大家前来，主要是提司大人履任之初，有些话要交代。本官受提司大人委托，讲几句话，主旨都是提司大人拟定的，请诸位同僚认真听。院间众吏肃然聆听。今天我想讲一点关于我们一处的作风问题。穆铁皱起眉头，苦大仇深。为什么要有监察院？为什么要有我们一处？因为朝廷里有欺瞒陛下、压榨黎民、因坏庆律的贪官污吏存在。陛下要明察吏治，百姓要安居乐业，庆律的尊严要得到维护，所以要有一处。众吏愕然，心想穆大人向来擅长办案实务，什么时候也会做这官场文章？只是陛下、百姓、庆律3座大山压过来，谁也不敢说什么。我们是一处，我们是陛下的耳目，如果我们要做到耳明目聪，为陛下分忧，就要做到步调一致，兵精马壮，令行如山。若非如此，监察京中百官变成了空中楼阁。如今我们一处存在什么问题呢？陛下的指示自然是英明正确的，一处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这一点提司大人先前也是大力赞许过的。穆铁话锋一转，阴寒无比说道：但是最近这一年里，一处出了不少问题，我身为代管主官，当然责无旁贷，明日便会自请处分，但从今日起，一切违反监察院条例的事情不准再做，不准私自或以一处名义接受朝廷其他部司的礼物及一切可折算成银钱的好处，不准以任何理由拒绝接受任何举报，不准以任何名义与任何部司的相关官员有日常接触，如办案需要宴请，必须事先申报，并且人数下限在3个以上。加强事务化工作的条理性，
加强严格贯彻监察院条例及相关细则的执行。过去的1年里，诸位同僚若有什么不妥之处，请于10日之内向本官说明，一概既往不咎。穆铁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下面的一处吏员们却紧张了起来。他们不知道这是所谓整风运动，只听出来如果范提斯真的用狠心去做，自己这1年里挣的好处以后就再也挣不到了，而且又将重新投身于得罪京官的危险而光荣的工作之中。众人的脸上不标流露出为难与愤慨之色，但饶是如此，他们依然没有窃窃私语，没有出言反驳，没有像6部中的官员那样没个官样。虽然面色有些变幻，但依然用极强的控制力站得稳稳当当。陈萍萍一手调教出来的监察院，从根基与本质上讲，始终是这天下最铁打的一支密探队伍。穆铁的发言完了，范闲站起身来，将双手负在身后，微笑说道：“有什么意见，这时候当面说出来。”底下一片沉默。监察院的普通密探、普通调查人员与范闲这位天之骄子间的身份差距太大，没有人敢当着他的面反驳什么。范闲笑眯眯着，引蛇出洞：“集思广益吗？院长大人让我来一处，也是对各位同僚的器重。大家也知道本官忙碌，一般衙门请我去，我还懒得去咧。”这话说了之后，庭间众吏的心情稍微放轻松了一些。传闻中这位提司大人笑里藏刀，不过此时还真没看出来，而且对方出身高贵，又是天下闻名的大才子，怎么会真的精通监察院这些阴晦事儿？此时暂且应了，日后再说。于是纷纷躬身行礼，道：“谨遵提司大人令。”范闲眉头微皱，有些不满意。穆铁隔得近，看得见他眼中的那一丝寒冷，以为范闲是不满意下属们显得不是那么忠心，心头着急，赶紧对着站在前排的芬儿使了个眼色。这人是他远房侄子，也姓穆。穆芬儿见到叔叔使眼色，以为是要自己站出来反对，可他哪里敢对堂堂提司大人说个不字，心里害怕不已，双腿连连颤抖，最后还是念及叔叔一直以来的恩德，将心一横，将牙一咬，站出对列后毫不含糊地行了一个礼，说道：“提司大人，虽说一处司职监察京中百官之职，但人情来往在所难免，谁家都会有亲戚，像卑职的大舅子，眼下就在刑马监做事，如果我与他日常不来往，倒也可以，只是怕家中汉妻吵闹不休啊。”这话看似俏皮，但场间竟没有人敢笑出声来，谁也不知道为什么穆芬儿今天的胆子会这么大。范闲心里高兴，面色却是阴沉一片，寒声斥道：“你当院中条例是坨狗屎，由你怎么糊脸上？细则中早说得清楚，3代以内亲眷经申报登记后不在此列，你偏要这般说，莫不是有些什么不妥事？”穆铁，将你这远房侄子拖下去，处归侍候着。穆铁叹了一声，拖着侄儿满脸哀怨的去挨板子了。范闲冷冷的目光扫了众人一圈，说道：“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众人知道他是以官威压人，但想不到密探之中也有应景之辈，站出来沉声行礼道：“提司大人，查案是我们应做之事，但若遇着贵人恐吓，如何？家中遇着官员刁难，如何？宫中的公公们发话，如何？”场间一片沉默。一处办案，最怕的就是碰见与宫中有关系的官员，因为监察院再强势，也依然只是宫中养着的打手。范闲满脸平静看着他，说道：“报我的名字，5个大字掷地有声，谁敢刁难恐吓你们，管他是大臣还是权贵，只管报我范闲的名字。”如今的京都，范闲确实有底气说出这样的话，就算宫里那些人表面上在自己面前还要流露出几丝自矜，但若落到实处，只怕那些上了3品的官员权贵们，根本没有谁敢冒着得罪范闲的风险来欺负他的属下。左手握监察之权，右手握天下之钱，谁愿意得罪范闲？范闲看着那个出列的官员，有些欣赏，在自己刻意打压穆铁之后，他还敢站出来说话。想着此节，他放缓了语速，柔声说道：“还有什么看法，一并提出来，我不加罪。”那人其实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硬着头皮说道：“下属以为私人不受钱物是理所应当之事，但以一处名义收些无妨。一方面与6部各司将关系搞好一些，将来查案也方便；另一方面，这些钱物分散之后，也算是贴补一下。”范闲看着院中众人，知道这些人也是心疼这些银钱，不由冷笑一声说道：“论起俸禄，你们比同级的朝官要多出3倍。虽然你们不如那些朝官一样有外水儿，但这本来就是建院之初高薪养廉的本意，有什么好抱怨的？”一直站在他身后的苏文茂仗着与范提斯相熟些，大着胆子说道：“监察院向来承受官员的反噬百姓的白眼，一处的处境又比较特殊，朝廷又不肯多些贴补，所以才……”范闲摇了摇头，止住了他的说话，静静望着场间这些监察院的密探与吏员。等场间的气氛已经被压榨到寂静无比，才一字一句说道：“不要问朝廷为你们做了什么，要问问自己为朝廷做了什么。”苏文茂闻言一愣，稍加咀嚼，竟是大有深意，心头不禁涌起了一丝愧意，一丝敬佩。是啊，一处这些官员们在自己打算的时候，有没有想想朝廷建立监察院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头前出来说话的那位官员也愣在了原地。这么多年来，监察院的教育熏陶，陈萍萍的训诫，让他似乎回到了最开始踏入监察院那时的精神状态，心头一热，握紧右拳喊道：“一切为了庆国，一切为了庆国！”这是场间所有人进入监察院的第一天就必须记住的宗旨。范闲看着场下的情景，很欣慰地笑了起来，轻握右拳，心里说道：“一切为了生活。”天空一片阴暗，整个京都都被笼罩在这种阴沉肃杀的气氛中，秋高气爽已经不见，那些连绵了3、4天的寒冷雨水，不止冲刷着民宅上方瓦檐里的灰尘，将地面上的青石板道冲洗得干干净净，同时也带来了庆历5年秋天的第一道寒意。范闲搓着手坐在新风馆的2楼，目光透着窗外的层层雨帘，看着街对面的一处衙门。再往那边望过去一些，就是大理寺的衙门。2个衙门比较起来，一处这边要显得清静许多，但是进出的监察院官员面色沉稳，再不似当初的那种模样。整风已经进行了一些天，当然范闲并不认为仅仅靠喊几句口号，将条例重申一遍就能把所有院吏的心思收拢回来，所以暗中的自纠自查与调查一直在进行，在无情地革除了一些人的职司，同时更加铁血地将有些官员送到7处受审之后，整个一处的风气终于得到了有力的扭转，精密如仪器一般的衙门终于开始有效地运转起来。范闲没有习惯在一处坐堂，所以拒绝了穆铁腾出房间来的想法，而是直接在一处的对门京中有名的新风馆2楼包下了一个临街安静的房间，天天就是坐在这里吃些小食，打发一下时间，同时也可以保证如果一处有事的话，自己可以马上反应过来。他的身前桌上摆着一个蒸屉，约莫2个手掌大小的蒸屉里放着独一个包子，由此可知这个包子满皮大馅18个褶，个头也确实不小，白生生的面里透着古玉洋溢而出的鲜美油意，让人看着就有些眼馋。他对着包子轻轻吹了一口气，用筷子将包子褶会锯成的龙眼剥开，露出里面的新牛肉汤来。范闲拿了一管麦秸，偏头问道：“喝不喝汤？”“烫。”范闲笑了笑，用筷子将那眼戳开，挑开里面被汤汁泡了许久已然入味的肉馅儿，用小碟子接着放到自己身边那人的碗中，哄着说道：“大宝最乖，这汤烫，肉可不烫，不过还是要多吹吹。”大宝很听话，鼓着腮帮子对着碗里的肉拼命地吹着虎虎虎。自从岳丈大人辞官归乡之后，林府便变得冷清了起来。范闲在北齐的时候，大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范府里待着。他回来后，好些天没有发现大宝的身影，不免有些疑惑。问了婉儿才知道，原来是想着他刚刚回国，所以把大宝送回了林府。范闲听到这话后有些不高兴，虽然说旁人看在自己的面子上，对林府肯定不敢刁难，但那些府里的下人是最能刁钻使坏的角色，如今的林府只有婉儿的几个远房兄弟在照看着，怎么能放心？偏生他接任一处之后，连着忙了许多天，竟没有时间来管这件事情。趁着今儿个下雨，京都无事，他喊凳子越将大宝从林府里接了出来，与他一道坐在新风馆里，尝尝这家使馆最出名的街堂包子，待会儿一路回府。别吹了，可以吃了。范闲呵呵笑，着望着自己的大舅哥。不知道为什么，智商像个小孩子一样的大宝特别听范闲的话，赶紧低下头去，一口将那粒肉馅吞了下去。看他那猴急模样，也不知道他尝出味来没有。范闲看着这一幕，不禁想起了猪八戒吃人参果的模样，又忍不住笑了起来。邓子月坐在另一桌，看着这一幕，心里不免有些异样的感觉。跟着范闲的启年小组一共30几个人，拢共分成4班，对他进行贴身保护。而邓子月接了王启年的职司之后，更是对范闲寸步不离，所以这些天范闲做了些什么，他最清楚。他心想，自己跟着的这位提司大人还真是一个让人看不清楚的人物。整顿一处风气之后，竟是许久没有下具体的指示，而只是天天在这新风馆里吃好菜，听小曲儿，以范提司的身份能够对自己的痴呆大舅哥如此上心，这也让他感觉有些意外，有些佩服。楼下噔噔噔噔响起一阵脚步声，邓子月马上从闲思里醒了过来，手掌紧紧握着腰畔坡刀，双眼如鹰，盯着楼梯处。来的人是穆铁，这些天他天天在处理负责纠察的工作，要审核那些有一点的下属，同时又要为免保持大家的士气，还要处理范闲暗中交代下来的那项任务，竟是忙得连逛楼子的时间都没有。双眼深凹，黑黑的脸上现着一丝不健康的灰暗。穆铁将头上的雨帽掀了下去，解开雨衣，随手扔在房间门旁的角落里，小心翼翼地从怀中取出一个圆筒。筒子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制成的，但很明显可以防水，因为他从里面抽出来的纸卷没有被打湿一点。范闲接了过去，细细的一行一行审看着，眉毛却是渐渐皱了起来，脸色也阴沉了起来。回京之初，他便让邓子月去查与2殿下有关的那几位大臣，与崔家友没有什么关系。后来接了一处，这个任务就直接交给了穆铁，也算是对他的一次考验。纸卷上看似没有什么得力的证据，这也是他意料中事，对方的手脚一定会做得极干净，只是显得有些过于干净了。难道崔家身为大族，
这些年里竟然都不会对那位吏部尚书、那位钦天监上些供，事有反常必为妖。范闲心里叹息一声，问道：所有的都在这里？穆铁点了点头。范闲又问道：二处那边有没有问什么？穆铁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二处现在很配合，而且只以为是院令，不知道是提司大人的意思。请大人放心，可以保证没有人知道。二处那边也没有什么情报。范闲这时才发现自己手里还抓着筷子，知道自己心里实在有些紧张这件事情，自嘲地笑了笑，将筷子搁到蒸屉边上。他如今最大的敌人就是远在信阳的长公主，谁也不知道长公主哪一天就会回到京都，所以他必须确认，在太子与长公主渐行渐远之后，朝中这几位皇子究竟是谁与长公主是一路的。穆铁语气依然恭谨，却多了一丝自信。对于京中的监察，二处虽然私责情报工作，但来源还不如咱们一处，大人放心。范闲点点头，示意他可以离开了。等穆铁离开之后，范闲看着那卷案宗上密密麻麻的小字，陷入了沉思。上面记载的都是崔氏这些年来的行贿对象、时间、缘由，朝中这些京官大部分都有瓜葛，偏生没有二皇子那派的痕迹，这让他感觉很头痛。明明心里的直觉告诉他有问题，但却无法从这些繁纷的信息中找到真正有用的东西。范闲其实很清楚，自己的长项在于刺杀、握权，造势说到底，表面的温柔之下，他有的只是一颗刺客封疆的心，而并不是一位善于御下、揉捏人心的皇者，也不是一位长于分析情报、判断方略的谋士。知其所短，用其所长，范闲是这样用人，也是这样分析自己的。想到在北齐上京城里的那次缜密计划，他不由叹了一口气，开始想念起那位看似滑稽，实则帮自己出了不少主意的王启年。当然，那个计划的真正操盘手是严冰云。范闲也本打算回京之后将他一直捆在自己的腰带上，谁知道院里竟然让严冰云去了4处，而让自己监管1处，想从官面上来压榨小严公子的智力谋略，已经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看了一眼大宝，发现大舅哥正对着一碗杂酱面发起最后的猛攻，不由笑了笑，拿起蒸屉里没了肉馅的白面包子皮，伸到他碗里胡乱抹了些肉酱，然后极快地塞进嘴中，大口大口地嚼了起来。大宝一愣，发现有只手从自己的碗里蜻蜓点水而过，半天才反应过来，缓缓抬头看了一眼满脸得意的范闲，有些幽怨地摇了摇头，又低下了头开始吃面条。新风馆外面的雨还在哗哗地下着，雨势极大，落地之后站成无数团雨雾，渐渐迷离了人们的眼睛，将街道4周的建筑都朦胧了起来。一股子寒意随着雨点降落在京都里，刮附在新风馆门口的那一行人身上，想从他们的脖颈处钻进去借人取暖。范闲将一袭风履披在了大宝的身上，很细心地系好他脖子上的系扣，确认寒风不会灌进去，这才放心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闲闲要去做些事，大宝先回府去找碗玩好不好？大宝正在嚼着苹果，含糊不清地点点头说道：妹妹太凶，我范小胖玩。范闲明白他的意思，哈哈笑了起来，心里想着，如果这天下的官员、臣子、行商贩夫、妓女、诗人都能有大宝这样一颗简单平和的心，或许自己的生活会要简单轻松许多吧。小心地交代了滕子京几句，范府的马车就接着就少爷回了府。邓子越看了范闲一眼，沉声问道：大人，这时候去哪里？去严府。邓子越微微一怔，心想这大雨的天，不在处里等着下属孝敬，不在新风馆里大快朵颐，不回府上去享受暖炉清茶，偏要顶着暴雨去往严府，不知道大人心里是在想些什么。我去调辆车来。他对范闲沉声说道，便准备向街对面的一处走去。范闲摇了摇头，反手将雨衣的帽子盖在了自己的头上，毫不畏惧外面倾盆而下的大雨，就这样走入了长街的雨水之中，任由雨水击打在自己身上。那件灰黑色的衣服上监察院的官服很寻常，但也有特制的样式，比如雨天查案时通常会穿着这种雨衣，衣袖宽而不长，全部用的是防水的布料，后面有一个连体的帽子，样式有些奇特，像风衣又像是披风。雨水从天而降，落在这件衣服上都会顺滑而下。当年数学士第一次在京都看见监察院的这种衣服，大发雅兴，取了个别名叫涟衣，用的便是雨水从莲叶上如珍珠般滑落的意思。但毕竟这种雨衣的样式有些古怪，与当前的审美观格格不入，所以哪怕有了涟衣这样美妙的名字，也依然没有在民间传播开来，依然只有监察院的官员探子才会穿这种衣服。所以如今京都的雨天，只要看见这种穿着一身黑灰色涟衣的人，大家都知道是监察院出来办事，都会避之若鬼地躲开。范闲当前走入雨中，启年小组的几个人自然不敢怠慢，就像那个月夜里一般，分成几个方位，不远不近地拱卫着他，在寂寥少人的雨天长街上往前方走去。雨水冲击着衣服，长靴踏着积水，哒哒哒哒。雾蒙蒙里几个人竟有着一种沉默汗沙的味道。躬身送客的新风馆东家微微抬头看着这一幕，心里想着，这位范提司还真是位妙人，
带着几个属下，竟把这身奇怪的衣服也穿出美感，走出质感来了。严府并不远，在雨里走了没一会儿，绕进一条小巷，再穿出来往右一站，便能看见那个并不如何宽敞的府门。一想到这府里的父子二人掌管着这个朝廷对外的一切间谍活动，就连范闲也不自禁的多了一丝凝重之色。严若海身为执掌监察院4处10年的老臣，深得圣心，也深得陈萍萍器重，就算是朝廷里的6部大臣，在他面前也不敢如何嚣张。而由于监察院当年设置之初将官阶设得极低，所以后来为了行事方便，陛下基本上是在用授勋赐爵的手段，强行将监察院官员的政治地位向上拔高招。比如严若海在几年前便是2等子爵了，而去年严冰云被长公主出卖给北齐，陛下为了安抚监察院里这些忠臣，便直接将严若海的爵位提成了3等伯爵。想想连范闲的父亲范建，如今身为户部尚书，也只不过是位1等伯爵，就能知道圣上对于监察院的官员是何等的厚待。不过严府的门口并没有换新的匾额，严府下面的小题还是写着晋城子府，没有换晋城伯府，字也是黑字，而不是金色，显得极为低调。不过范闲清楚，除了封宫的世代大臣外，只有陛下亲命赐宅子的大臣才有资格在府前写着爵位，由此可见严府这宅子也是陛下赐的，想低调也低调不成。站在大雨未停的府门，早有门上的执事看见他来了，一见到这一行人穿的雨衣，便知道是监察院里的官员，只是不知道是老爷的同僚还是少爷的朋友，赶紧下了台阶，用手遮着雨，将范闲一行人迎了上去。范闲掀开头上的雨帽，露出微湿的头发，问道：小严在不在家？执事正准备开口说老爷不在家，听着对方说话，才知道是来找少爷的，再一看这位清秀容颜，早猜出来是哪一位，恭恭敬敬说道：少爷在家，请问大人可是提司大人？范闲点点头，将雨衣解了下来，搁在小臂之上。那位执事赶紧接了过来，左手撑起一把油纸伞，说道：大人请进。这是位聪明人，知道少爷从北面回来，与这位范提司的关系匪浅，便自作主张先不通报，直接迎了进去。范闲也正有这个想法，笑着看了执事一眼，很自然地走进府中，毕竟他的官阶在严氏父子之上，这种情况下不需要客气。这是他第一次来严府，不免对于府中环境有些好奇，但随着那执事的伞往里走着，一路也没有看见什么稀奇的地方，只是充足的雨水滋润着院中那座大的有些出奇的假山，让上面的那些苔藓似恢复了青春一般绿油油着。绕到假山之后，便是严府内院。范闲看着远方廊下听雨的二人，微微一笑，挥手示意所有人都不要跟着自己，而他却是缓缓地踏着石板上的积水，尽量不发出一丝声音，靠近了那条井廊。井廊浸在雨中，柱畔石阶浸湿，连廊下之地也湿了小半，但廊下二人却依然不为所动，坐在2张椅子上，看着秋中的雨景发呆。其中一位自然刚刚返京不久的小严公子，另一位却是千里逃亡的沈大小姐。二人坐在椅上，没有开口说话，也没有互视，只是将目光投入雨中，似乎奢望着这不停落下的雨水织成的珠帘，能将2人的目光折射回来，投射到对方的眼帘之中。范闲苦笑了一声，发现严冰云这家伙的脸上依然是一片冰霜，但眸子里却比往日多了些温柔之色。而他身边的沈大小姐似乎也从当日家破人亡的凄苦中摆脱了出来，脸上微现羞美之意，只是眸子里又多了一丝惘然。只是这一对怨侣不说话，不对视，当作对方不存在，情景实在是有些诡异。而更让范闲觉得诡异的是，那位沈大小姐穿着一身丫鬟的服色，而且脚下竟是被镣铐锁着，拖着长长的铁链，那铁链的尽头是在房间之内，看模样竟是被严冰云锁了起来。又安静地看了一阵，范闲在心里叹了口气，知道严冰云此时心情一定不像表面这么轻松，不然不会连自己在他2人身后站了这么久都没有发现。于是他轻轻咳了2声。严冰云回头望来，便看见了那张可恶的温柔的笑脸，眸子里怒意大作，不知道是被打扰而愤怒，还是因为自己被强塞了一个女俘虏而想找范闲麻烦。沈大小姐看见范闲，却是不知道该以什么心情相对，面色一暗，起身离椅，微微一扶便进了房间，带着阵阵铁链当当之声，在雨天的行廊里不停回荡着。严冰云似乎并不意外范闲会闯到自己的府上，请他坐下之后，脸上没有什么异样的表情，但范闲却有些意外严府的冷清。他坐在了沈大小姐离开后的椅子上，感觉到臀下还有些余温，不免心头微荡，强行压抑住自己不合时宜、不合身份的遐思，说道：本以为你千辛万苦才回京都，府上应该有许多道贺的官员才是，哪里想到雨天里只有你和沈家姑娘相看对泣无言。严冰云很认真地辩解道：第一，我没有看他，想来他也不屑于看我；第二，是这天在哭，不是我在哭。范闲耸耸肩，没有说什么。严冰云继续说道：父亲大人向来不喜欢和朝廷里的官员打交道，而且我在京都又不是提司大人这样的名人，宅中自然会冷清一些。范闲摇了摇头：我知道你在去北齐之前
就是京中有名的公子哥儿，如今回国之后一定会再次升官。那些想巴结你严府的人怎么可能不上门？就算你家是监察院的头目，与朝官们不是一个系统，但这种大好机会，我想没有人会放过。严冰云面无表情。父亲养了3条狗，一直拴在门口，所以没有人敢上府。范闲一怔，摸了摸微湿的头发，说道：入府时我怎么没有见着？严冰云说：今日有大雨拦客，那几头大黑犬累了这么些天，就让他们休息一下。范闲哑然无语。大人今日来访，不知有何贵干？听得出小严公子对这位小范大人是要刻意拉远距离的，想来这也是家教使然。范闲却不理这一套，直接从怀里取出那个圆筒，开筒取卷，扔在了他的怀里。严冰云拿起来，眯眼大致看了一遍，面色有些不自然，说道：大人还真的挺信任下属，只是这都是一处的活路，给我看已经是违反了条例。范闲微笑看着他，说道：不要以为你马上要接你父亲的班，天天就可以躲着我。你叫我大人，那就是清楚。虽然我在一处，你在4处，但毕竟我甲甲也是位提司，真把我逼急了，我发条手令，直接把你调到一处来，降了你的职，你也没处说理去。所以不要讲那么多废话，帮我看看这些情报才是正经。严冰云勃然大怒道：哪有把人拖入你那滩浑水的道理？大人若再用官威压我，我找院长大人说理去。范闲挥挥手，看着廊外的雨丝，嘲笑道：你尽管说去，最后我真把你捞到一处来当主簿，你可别后悔。严冰云生生将中那团闷气咽了回去，指着情报寒声说道：你想知道什么？一个大题目。范闲轻声笑着站了起来，走到他的面前，看着他那张寒冷之中带着丝俏美的脸庞，一字一句说道：我要你给我查清楚，二皇子与崔家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廊间一片沉一般的沉默。严冰云的脸上并没有什么震惊与畏惧的表情，指着那一筒纸说道：从上京起，我就知道你肯定要对付崔家，这一点大人你并没有瞒我。不过二皇子从来没有什么风声他与信阳方面有关系，他自然清楚范闲对付崔家是因为长公主的关系，而他查崔家与二皇子的关系自然也是要针对长公主，所以有些奇怪为什么会把二皇子牵涉进来。直觉。范闲平静说道：对付信阳的事情打一开始我就没有瞒过你，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你和我有天然的同盟可能。至于对二皇子起疑，是因为我发现我在北齐的半年时间，他在庆国显得太安静了，而且我最近在一处才渐渐知道，这位看似不显山不露水的二殿下竟然在朝中有这么大的势力，有那么多的官员都与他来往的热乎。之所以范闲认为二皇子安静的有些不寻常，是因为他以前世的眼光看来，在皇权之争中具有先天优势的太子只要什么都不做，基本上就可以保证自己的将来。而这1年多的时间没有了长公主的暗中影响，太子确实也是在这样做的。而二皇子则不一样，如果他将来想登上大宝之位，就一定要做些什么。安静的狗可能会咬人，但安静的皇子一定不能抢班夺权。严冰云有些古怪地看了他一眼，看来大人还是决定要掺和到皇子们的斗争之中。范闲笑着摇了摇头：不，我只是在做准备，以防将来被他们的斗争害得自己连间房子都没得住了。严冰云沉默了稍许，似乎是在盘算这件事情后面的影响。毕竟身为臣子，没有人不会关心将来的朝政走向，尤其是像范闲、严冰云这样年轻有为的大臣。大人，是太子那边的人。严冰云忽然抬起头来，有些无理地直视范闲的双眼，问了这样一个显得有些愚蠢、过于直接、没留丝毫余地的问题。范闲微微一怔，脸上却缓缓多了丝笑意，摇头说道：不是。严冰云沉静片刻后也渐渐笑了：原来大人是陛下的人。范闲没有说什么，清楚对方一定会帮助自己。严冰云被关了1年，早就已经闷得不行，如今回到京都还在疗养，自己给他这么一件好玩而且刺激的事情办，不怕他不上钩。严冰云又低头极为细致地将那个案卷查看了一遍，摇了摇头。一处的京中侦查做得虽然不如当年，但还是不错，只是这等大轮廓的事情根本不能单从京中的情报着手，情报是需要互相参考的，这些资料已经是成品，价值不大。我知道穆铁那个人对于单个案子他很有办法，但这样的大局面他根本无法掌控。如果大人信任我，这件事情由我龙总。信任。范闲看着他低着的头，看着这个比自己只大几岁的年轻人眉毛里夹着的银丝，眯了眯眼，说道：我信任你。信任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这么简单而纯一心盼的事情。要多久的时间？严冰云抬起头来，话语平淡，却油然而生一股自信。我下月回4处，月底前我给你消息。范闲点了点头。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严冰云摇头。如果这件事情闹大了，我不想当替罪羊。放心，我最喜欢羊了。
范闲哈哈笑了起来，高兴的不仅仅是二人似乎又找到了在北齐上京的默契，又开始同时筹划一些事情。更高兴的是，他知道如果严冰云真的开始调查起这件事情，那么在今后的仕途上，小严公子只能跟着小范大人走。二皇子与信阳的关系是一定要查的，但能把小严抓到自己的班底中来，却是更重要的事情。对了，严冰云忽然皱眉说道：“我想向大人求一支兵。”范闲好奇问道：“你一直在休养，难道暗中也在查什么？至于求兵，严大人手下的四处那么多精兵强将，你用得着向我求？”廊外的雨下得更急了，啪啪啪啪打在石板地上，似乎想要冲出无数的麻点来。而庭间的那些树木在喝饱了水后，这时候也开始低垂着叶子，开始害怕急雨的暴虐。严冰云的眉头闪过一丝忧郁与担忧，说道：“南方有一桩连环命案，横贯几个州府，刑部13衙门死了不少人，也没有抓到那个凶手，所以这案子经陛下口谕转到了院子里来。”范闲点点头，他是个博闻强志之人，还记得自己二人在北齐上京的时候就曾经收到过院中的密报，只是当时并没有怎么在意。严冰云有些不解说道：“这是四处的权限之内，但没有想到四处接手之后，连续死了13名密探，却没有抓到那个凶徒的蛛丝马迹，而且死相极为凄惨。据回报得知，这名凶徒很显然是位强悍的武道修行者，只是没有办法确认是极品。不过看他能够悄无声息地杀死这么多调查官员，估计至少也在9品之上。”范闲也开始对这件事情产生了兴趣。在天下承平的今日，只要一位武道修行者拥有9品以上的实力，不论在哪个国家都可以获得官方的大力招揽，朝廷的竭力相迎。就连军方因为某些方面的原因，也一改往年的态度，开始对这种高手大肆吸纳。只是9品以上的高手放在全天下看也没有多少个，而东夷城那边仗着富甲天下，又有4顾剑开炉迎客，所以拥有天下9品以上高手的数量最多。所以说，一名9品以上的高手可以像叶家一样成为保护庆国的军事力量中的一员，也可以像北齐和道人一样成为朝廷边外的刺客好手。就算他爱好自由，但最不济也可以去往东夷城，平时偶尔帮东夷城的商团做幕后的强者，闲时去4顾剑的剑炉与同修们切磋一下技艺，这些都是既富且贵又有江湖地位的选择。连环杀人是准备强奸还是抢劫？一位9品高手断然不需要做这些事情。也许他是位变态杀手。范闲叹了口气，只是喜欢杀人的快感。严冰云皱紧了眉头，似乎没有想到世界上会有这种人，当然也没有完全听懂变态的意思，说道：“四处的折损太大，所以需要朝廷派出强悍的武者南下查探。但你也知道，9品以上的高手没有几个，京都里的这几位官阶都在我父亲之上，四处自然开不了口，陛下也不会同意，所以我准备向大人你借兵。”范闲好奇说道：“一处里也没有这种高手，就算是家中的护卫，顶多也只有2位7品，这就已经算了不得了。”严冰云翘起唇角一笑说道：“我要借的是高达，还有他手下那6把长刀。”范闲看着他那阴谋的劲儿，恨不得一巴掌甩过去，冷声嘲笑说道：“咱兄弟2人倒是心愿一致，我也是想把高达留在自己身边，第一时间就找老爷子要，结果呢？”他一摊双手：“和你一样，都是痴心妄想罢了，宫里的人哪能随便借给我们？这个我不管。”严冰云笑眯眯说道：“如果将来高达被调到大人手下，还请大人借我4处用几天。”范闲一怔，看着他脸上极少浮现出来的笑容，心里咯噔一声，知道严家在京中别有门路，莫不是对方听说了什么？难道高达那7把刀真要归了自己？一想到这桩好事儿，他也忍不住乐了，应承道：“承你吉言，若真有这天，借你10使也好。”说完了正事儿，范闲瞄了一眼安静的房内，开始取笑他：“最近和沈大小姐过得如何？”严冰云一提到这件事情，马上就又变成了冰块，寒声道：“大人请自重。”“自重个屁！”范闲骂道：“你搞根铁链把他捆着，那倒是让他自重了，不过也就和头前说的南方的杀手一样，变态了。”语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在同一个屋檐下，范闲得意的张牙舞爪，严冰云气得不会说话。他能猜到变态这词儿不是好词儿，气得不行，咬牙拍以痛道：“当初如果不是你把他留在使团里，我会被折腾的没有法子。你把他扮作丫鬟也不是个长久之计，何况我看你没必要用铁链子锁着他，有你在这间宅子里，估计沈大小姐舍不得到别处去。”范闲继续笑着刺激他：“那大人有何办法？”严冰云冷笑道：“那位北齐大公主也算了得，在京都待了没几天，居然就能使唤着大皇子来府上给我压力，让我好生对待沈大小姐。她可是沈仲的女儿，齐国通缉的要犯，如今是杀又杀不得，放又放不得，能怎么办？”房里隐隐传来一声幽怨哭泣。范闲将目光从房门处收了回来，这才知道原来大皇子居然也知道了这件事，皱眉正色道：“如果真是不方便，我将沈姑娘带回府上。”
严冰云豁然抬手，范闲强悍的沉默不语。许久之后，严冰云才缓缓的点了点头。一行人出了严府之后，队伍里已经多了一辆从范府调来的马车。范闲没有再在雨中散步的雅兴，坐在车厢里，侧头看着那位满脸惶恐不安的沈大小姐，微笑安慰道：“沈小姐放心，住些日子，等事情淡了，我再将您送回严府。”他查二皇子的事情，是基于自己与长公主之间死仇这么个光明正大的理由，也基于某个自己永远都不会宣诸于口的隐晦理由。事情实在太大，如果自己手中没有握住某些东西，实在是不敢全盘信任严冰云。信任这种东西，虽然是直觉与心判的事情，但在还不足够的时候，更多是一种利益的纠葛关系。唯一让范闲满意的是，沈小姐在府上，相信严冰云会常来府上与自己谈心的。严冰云深受监察院风气熏陶，虽然对范闲接走沈大小姐有些暗中不爽，但也没有太大的抵触情绪。毕竟沈大小姐对于他严宅而言也是个定时炸弹，虽然现在还没有爆，也已经扰得他父子二人天天争吵不休。如今被范闲接回府去，一方面是双方达成一种互换，以寻求信任上的平衡，一方面也是暂时平息一下。范闲看着窗外的雨街，叹了一口气，想到1年前也是在一个雨夜里打开了那个箱子，想到那夜的如癫似狂，再联想到如今自己的阴暗乏味，他这才知道自己还没有来得及改变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已经很深刻地改变了自己。车至灯市口，雨渐小，人渐多，马车的速度缓了下来，前面似乎有些拥挤，暂时动弹不得。此时仅能容纳3辆马车并行的长街上，一辆马车从后面超了上来，与范府的马车并成一路，一只丰润的手臂带着鹅黄色的衣袖伸了过来，掀开了范闲马车的窗帘，惊喜喊道：“师傅！”范闲早已注意着，举手示意车旁已经拔出刀来的邓子越住手，讶异地望了过去，有些意外对方半年不见，居然还记得自己师傅的身份。那辆马车上的叶灵儿睁着那双明亮的眼眸，吃惊地望着车厢里的范闲与沈大小姐，接嘴说道：“果然不愧是灵儿的师傅，这又是被你骗的哪家姐姐？”范闲没好气骂道：“知道是师傅，也不知道说话尊敬些，都快要当二皇妃的人了，这大雨天的还在外面瞎逛什么？”如今的范闲已经开始怀疑起二皇子在牛栏街杀人事件中扮演的真正角色。那宴是二皇子请自己，虽说事后查出是司礼里向长公主方面投的消息，而长公主安插在宰相府里的那位文士暗中与婉二哥谋划的此事，但范闲始终对于二皇子没有放松过警惕，因为在湖畔渡蜀回来后与太子的巧遇这件事情是二皇子安排的，一个习惯了用心思算计别人的人，只怕不可能如何光明。所有的人都以为长公主支持东宫，包括范闲在内，当初也没有跳出这个念头，但如今细细看来，以长公主如此变态的权力欲望，支持一个正牌太子，对于他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当范闲与靖王世子李鸿成在一旦居吃了顿饭后，却意外地发现一旦居的后台老板是崔家，崔家的后台是信阳，几个珠子一串起来，虽然证明不了什么，甚至也说明不了什么，但他坚信着自己的直觉，二皇子的安静很反常，他在宫中一定有强大的力量支撑。而如果二皇子真的和长公主是一条线的，那范闲只好对他说一声抱歉。虽然已经开始调查二皇子，但对于眼前这位姑娘，这位在明年开春就将成为二皇妃的女孩，范闲并没有太大的抵触情绪，甚至连面上的表情都遮掩得极好。与叶灵儿的初次见面并不愉快，而后来更是用小手段与大批官打过一架，但婚后他常来府上找我儿玩，几次接触之后，范闲反而有些欣赏这个眼若翠玉般清亮的漂亮小女生，因为她身上带着的一股与一般大家闺秀不一样的洒脱劲儿。只是他有些受不了叶灵儿总是当着婉的面一声一声的喊他师傅，又喊婉儿姐姐，生生把自己喊老了一倍。马车里的叶灵儿兴奋说道：“师傅回来了，怎么不去找我玩？师傅你这是要去哪里？师傅。”范闲揉揉太阳穴，听着那一串的话语，苦笑着失神叹息道：“悟空，你又调皮了。”范闲在湖畔教了叶灵儿一些小手段，实际上是偷学了叶家的大批官，偏偏对方则把师傅从去年叫到了今天，这个事实让他有些好笑，有些欢喜，说道：“去哪儿呢？”叶灵儿应道：“我要去你府上见婉儿。”说完这句话，他看了他身边的沈家小姐一眼，鼻子哼了哼，没有说什么。范闲最不喜欢他骨子里洒脱之余多出的那丝骄纵，纯以自己的是非去判断旁人的做法，默然没有接话。他摆出师傅的谱来，叶灵儿却极吃这套。这1年的相处，他也知道范闲是个特别在意细节的人，笑着说道：“别生气，知道你如今是监察院的红人，想金屋藏娇也不至于带到大街上来。”范闲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这时候前方的拥挤似乎缓解了一些，叶家的马车抢先走了过去，却又停在了那处，似乎叶灵儿发现有什么热闹可瞧。范闲挥手示意马车往并走，来到叶家马车之后，他穿着雨衣下来，邓子月几名启年小组成员也赶紧跟了上去。马车上的叶灵儿看见他们穿着那件灰黑的雨衣，行走在雨中，这才知道范闲不是路过灯市口，
而是专门来登市口办事的。登市口检疏司代赈，每天的工作就是等着下属将城外的蔬菜瓜果运进来，然后划定等级，分市而售，同时处理着内廷与各大王府公府的日例用菜。准确来说，他就是个给庆国贵族们家的大厨打杂的，只是这杂打的范围有些宽广。一颗芹菜不值什么钱，但100颗芹菜就值些钱；一颗鸡子儿不值什么钱，但100颗鸡子儿却足以在一担居里换顿好酒席。检疏司算不上衙门，没品没级，甚至由于供的地方太多，竟是连个直属的主管衙门都没有。或许是因为官员们觉得往京都城里送菜捞不到什么油水，所以没有怎么注意。其实范闲却清楚，这种现象的产生与这些年里时而推行时而半途而废的新政脱不开干系。陛下瞎玩着，这下面的机构自然也是纷乱冗余的厉害。代朕身为检疏司主官，这些年里安安稳稳地赚着鸡蛋青菜钱，他以为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些不起眼的东西里夹杂着多少好处，时常半夜在被窝里偷着笑，就连自己最疼的那房小妾天天撺掇着他去叔叔那里求个正经官职，他都没有答应。美呀，卖菜卖到自己这份上，也算是千古第一人了。代朕不免这样在心中恭维着自己。但今天他美不起来，也笑不起来。就在这一场秋雨之中，监察院一处的官员们直接封了他那间小的可怜的衙门，还堵住了大通坊的账房。大通坊里全是卖菜的贩子，京都1/3的日常用菜就是由这里提供。他铁青着脸赶到了账房里，看着里面那些穿着黑衣的厉鬼们，拍了2下脸颊，以让笑容显得更温柔些，说道：原来是一处的大人们来了，正想着秋深了，坊里多了些稀奇的瓜果，哪天得去孝敬一下。一处今日查案打头的是穆芬儿，他明知道今天的行动是范提斯要在京都做出的一个示范，哪里敢有半点马虎，望着戴震冷冷道：戴大人跟我们走一趟吧。一处的官员早已经熟门熟路地封存了账册，并开始按照名册里的人名在坊中点出那些人来，往坊外的马车上押。秋雨还在下着，戴震的心愈发的凉了，陪笑说道：我哪里敢称什么大人，穆大人莫不是误会了什么？他习惯性地往穆芬儿的袖子里塞了张银票。穆芬儿看了他一眼，心里有些可怜对方，难道对方连范提斯主掌一处这件事情都没有听说过？身旁早有2名冷漠的监察院官员上前，毫不客气地一脚踹在戴震的膝弯里，将他踹倒在地，从腰后取出秘制的绳索，在他的双手上打了个极难解开的结，动作异常干净利落。想来一处当年没少做这等事情。戴震跌在地上，心头大乱，手腕剧痛，又羞又怒，终于忍不住开口骂道：你们这是做什么？穆凤儿摸了摸怀中的手段，想了想，还是没有取出来，说道：奉令办案，请戴大人配合。戴震慌了，眼珠一转，高声喊道：救命啊！监察院谋财害命。当监察院一处小队顶着暴雨冲进检疏司时，爱看热闹的庆国人早就已经围了过来，只是畏惧监察院那抹浓郁的黑色，百姓们不敢靠得太近。这时看着平日里趾高气扬的戴大人被擒得如此狼狈，心中也自惴惴，而那些戴震暗中养着的打手却是借着这声喊哄闹起来，拦住了监察院众人的去路。戴震手被绑着了，心里却转得极快，知道监察院出手向来没有收手的道理，拼命嚎叫着：监察院谋财害命。其实他心里也慌着，一时间想不出什么辙来，只好揪着谋财害命4个字瞎喊，希望宫里的叔叔能尽早收到消息，能在监察院将自己关入那可怕的大牢前，想办法将自己捞出来。看着被挑动了情绪的民众围了上来，穆凤儿皱了皱眉头，从怀中取出文书，对着民众们将戴震的罪行念了一遍。京都里的苦力黎民们大都是深信官家的，心里其实也是信了，毕竟谁都知道戴震手脚不干净，但是众人围了上来，退去却不容易。一处今天来的人少，又要拿着账册与相关人证，不免显得有些为难。看着这穆凤儿心头大怒，却远远瞥见围观人群之外2辆马车旁边正有几个不熟的监察院同僚，正穿着雨衣拱卫着范提斯，在大雨之中冷漠地注视着这边。他心头一阵慌乱，喝道：走！戴震双手被捆，却知道监察院那处地狱实在不是官员能去的地方，涨红了脸，哭嚎哑了嗓子，像个孩子一样拼命地坐在地上，硬是不肯下台阶。而他的那些心腹也起着哄围了上来，虽然不敢对监察院的人动手，但却有力地阻止了穆芬儿的歹人归队。大雨之中，范闲冷眼看着不远处石阶上下的这一幕，心里对穆芬儿做了个不堪重用的评语，却听着身后马车里传来叶灵儿好奇的声音：师傅，你们监察院现在做事也实在是有些荒唐，这光天化日的与那小官拉拉扯扯，成何体统，让这百姓们看了去，朝廷的脸面往哪儿搁呀？雨点击打着范闲头上的帽檐，将边缘击打得更下了些，遮住了他半张脸。官员自己不要颜面，朝廷也就不用给他们颜面。他平静说道：灵儿，你别看这官小，他一年可以从宫中用度里抠下5000多两银子，至于这些年里从大通坊里捞的好处，更是不计其数。叶灵儿半边身子搁在车窗上，
雨水打湿了他额上的那落发丝，青眸里兴趣大作。他今日去范府玩耍，没料到路上遇见范闲，更跟着他看了这一场热闹，这才知道原来这么小的官儿也能贪这么多的银子。这个时候，木芬儿一行人终于十分辛苦地从简书司里杀了出来，来到了范闲的身前，而戴震被他们拖着，硬是在雨水里拖了过来，好不凄凉。那些打手也围了过来，只是似乎看出这2辆马车所代表着的力量与权势，不敢造次。而那些京都的百姓们看着范闲与邓子月蜀人身上的装扮，似乎能感觉到这些穿着雨衣的人身体里所散发出的那股寒意，下意识地退远了一些。戴震还真是个泼辣的小官，身上的官服早就已经被污水染了个透，头发也散在了威严的脸上，看上去狼狈不堪，却犹自狠狠骂道：“你们这些监察院的，吃咱的，喝咱的，还没捞够，又想抓本官回去上刑逼银子！”四周的渔民百姓听他如此说话，脸上不由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范闲微低着眼帘，看着面前倒在雨水中不停蹬着腿像临死挣扎的猪一样的官员，并不急着封他的口，因为监察院在天下市民的心中早就是那个阴暗无比的形象，就算戴震再多骂几句，也不能影响什么大局。而且今天只是打一只小猫，关键处在于他想看一下自己的这些下属们办事的能力究竟如何。看着面前一脸愧疚还有一丝恼怒的木凤儿，范闲摇了摇头，问道：“为什么不选择半夜去他家中拿人？虽然今天下雨，你也知道大通房里人多，很容易出乱子。”木凤儿一怔，心想条例新细则里您写的清清楚楚，今后办案尽量走明处的路数，所以才选择了当衙拿人，想办得漂漂亮亮的，想个名头。如果换做以前，监察院真要拿哪位官员，当然是深更半夜去他家里逮了就走，这怎么又成了自己的不是了？范闲没有等他辩解，又道：“就算你要白天来，也可以封了账房之后马上走人。凭你们的手段，难道不能让戴震安安静静的回院？你们那些手段留着做什么用呢？还念什么公文罪行？你以为你是大理寺的堂官？我是不是还得专门请个秀才跟着你们宣谕圣教？”听着这些尖酸刺心的话，木凤儿连连叫苦，一方面是戴震后面的靠山确实够硬，乱上手段怕有后患，一方面他也是担心提司大人是位大才子，只怕会看不得他们做那些阴煞活儿。听到范闲的讽刺，他才反应过来，提司大人虽然顶着个诗仙的名儿，看来并不抵触监察院里的那些见不得光的手段，甚至似乎比自己还要热衷一些。这时候戴震还趴在雨水里嚎哭着，被泥水迷的眼看见木凤儿在对谁禀告，知道是监察院里的大人，不免有些害怕。他没认出范闲，却认出他身后那马车里的叶灵儿。叶灵儿身为京都守备独女，自幼便喜欢在京都的街道上骑马，不认识她的老京都人还没有几个。戴震马上对着马车上的女子哭嚎道：“叶小姐为下官做主啊！”叶灵儿看了一眼范闲平静的有些怪异的脸色，哪里敢说什么，倏的一声将脑袋收了回去。戴震知道今天完了，终于使出了撒手锏，高声大骂道：“你们知道我叔叔是谁吗？敢抓我！我叔叔是……呜！”得了范闲的眼色，邓子月知道大人不想听见戴公公的名字，横起一刀扇在了戴震的嘴上。木芬儿这时候才明白了过来，有些惭愧的从怀里掏出一根2头连着绳索的小木棍，极其粗鲁的别进了戴震的嘴里。木棍材质极硬，生生撑破了戴震的嘴角，2道鲜血流了下来，话自然也说不出来了。四周民众惊呼一片，范闲充耳不闻，只对着木芬儿说道：“我不管他叔叔是谁，我只管你叔叔是谁，做事得力些，别给木铁丢人。”木芬儿羞愧应了一声，将满脸是血的戴震扔回马车上，回身便带着属下抓了几个隐在围观民众中的打手，根本不给对方任何反抗的机会，直接就是用院中常备的包皮铁棍狠狠将他们砸倒在地。看着动手了，围观的民众无不畏惧，叫嚷着四处散开，却又在街角处停下了脚步，好奇地回头望着。只见一片暴雨之中，几名穿着雨衣的监察院探子正挥着棍子，面色阴沉地殴打着地上的那些大汉。也许是这么些年监察院的积威，那些大汉竟是没怎么敢还手，场面有些血腥。范闲看着远方那些看热闹的民众，不易察觉地摇了摇头，却令人意外的没有回自己的马车，而是将帽子一掀，直接穿进了叶灵儿的车厢。叶灵儿受了惊吓，心想：你一个大男人怎么钻进自己的车里来了？范闲装成并没有意识到这点，看着叶灵儿微湿的头发，愣了愣，从怀里取出一张手绢递给他。叶灵儿接过来，擦了擦自己的湿发，嗅着手绢上有些淡淡香气，以为是婉儿用的，笑了笑，然后开始问先前究竟是什么事情。范闲苦笑一声，将戴震的所作所为讲与他听了。叶灵儿好奇说道：“这么点小事，怎么有资格让你亲自来看着？”范闲冷笑一声说道：“这京都的水深着，你别看那戴震只是个管卖菜的官儿，但贪得不少。之所以他有这么大的胆子，还不是因为他有个好靠山。他的亲叔叔是官里的戴公公，我今天亲自来坐镇，就怕手下动手太慢，惊动了老戴。我不出马，
一处还真拿着宫里人没办法。叶灵儿睁着那双明亮的眼睛，爹爹曾经说过，宫里的事情最复杂，叫我们兄妹尽量别碰。师傅你的胆子真大，不过是个太监罢了。范闲笑了笑，心里想着太监本来就是没有人权的。叶灵儿不赞同的摇摇头，说道：不要小看宫里的这些公公，他们也是有主子的。你落了他们面子，也就是不给宫里那些娘娘们的面子。范闲微微一怔，似乎此时才想到这个问题，片刻之后脸上回复阳光笑容，说道：那又怕什么？我不喜欢晚去宫里当说客，如果那些娘娘们找我的麻烦，我这假驸马大不了吃顿宫里的规矩板子罢了。叶灵儿微微偏头看着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车到了范府大门，二人下车，早有滕子京在外候着。范闲吩咐他让媳妇儿来把沈家小姐安置到后街的宅子，便领着叶灵儿往府里走去，却还没有忘了将叶灵儿手上的那块手绢求了回来。手绢是偷的海棠的，范闲不舍得送人。戴公公是舒贵妃宫中的红人，而叶灵儿马上就要成为二皇妃，等于说舒贵妃是叶灵儿未来的婆婆，叶灵儿也马上就是戴公公的半个主子。范闲先前与叶灵儿说那么些子闲话，为的就是这层关系。手绢设不得送他，但能用的地方还是一定得用。这雨在京都里连绵下了一天，在木时的时候终于小了些。得到了消息的戴公公气急败坏的从宫里赶了出来。他是宫中当红的人物，因为舒贵妃文采了得，时常帮陛下抄写一些词文，连带着他这位舒贵妃身边的进士也有了往各府传圣旨的要差。就像范闲第一次领到圣旨授封太常寺协律郎时，传旨的便是这位戴公公，往各府传旨，好处自然拿了不少。如今他唯力出宫入宫，也没有谁敢说句闲话。戴公公满脸通红的站在检书司门口，看着里面的一地狼藉，听着身边那些人的哀忧惨叫之声，气不打一处来，指着自己侄子的那些手下尖声骂道：早就和你们说过，京里别的衙门可以不管，但这监察院一定得要奉承好了。有个人捂着被打肿了的半边脸，哭着说道：祖宗爷爷平日里没少送好处，今儿大爷还递了张银票，那个一处的官员也收了，谁知道他们还是照抄不误。戴公公气得浑身发抖，尖着声音骂道：是谁敢这么不给面子？哪个小王八蛋领的队？我这就去找穆铁那黑脸，居然敢动我戴家的苗尖尖儿。他是宫里的太监，监察院管不着他，还确实有说这个话的底气。老修乘怒之下便坐着轿子去一处要人，虽说戴震这个侄儿不成器，但这年年还是送了不少银子来，总不能眼看着他被监察院里的那些刑罚整掉半条命去京都的官场。谁不知道监察院那种地方，进去之后就算能活着出来，只怕也要少几样零件。轿子来到一处衙门的门口，戴公公心里却动了疑，多了个心眼，先让自己的小跟班进去打听了一下。不一会儿功夫，小跟班出来，在他的耳边低语了几声。戴公公的脸色马上就变了，盘桓许久后，一咬牙道：回宫。浑身带伤的那个打手看着老祖宗的轿子要回宫，心里顿时慌了神，也顾不得就在一处的门口，就直接喊道：老祖宗，您可得为咱们主持公道啊！戴公公果然不愧是出身江浙鱼挑的人，宣旨的经历练就了嘴上的上佳功夫，一口痰便吐了过去，不偏不倚，恰好吐在那人的脸上，颤抖着声音咒骂道：咱家是公公，不是公道。说完这番话，他便窝回了轿子里，心里极为不安。先前小跟班打听得清楚，今天亲自领队的人居然是小范大人。戴公公这时候才想起来，圣上已经将院里的一处划给了范提司监管，只是这位小范大人为什么瞧上了自己的侄儿？戴公公清楚，自己的侄儿就算贪，但比起朝中这些京官来讲，实在只是一只蚂蚁。他哪里想到，范闲只是想练兵以及做笔开门买卖，却联想到了自己。一想到范家如今熏天的权势，戴公公的心里也不禁寒冷了起来。戴震手下的那个打手看着绝尘而去的小轿，有些傻乎乎的抹去脸上的恶心痰液，心里始终闹不明白，戴公公这是怕谁呢？后几日，戴公公去了个机会，在舒贵妃的面前提了提这件事情，奢望着能把侄儿捞出来，也想打听一下风声。不料舒贵妃竟是不知道从哪里已经提前知道了此事，对他侄儿戴震的所作所为清清楚楚，好不恼怒，狠狠地将他责罚了一通。戴公公这时候才醒悟到，那位小范大人早就已经通过某个途径断了自己的后路，又惊又惧之下，他终于舍了这张老脸，好不谦卑地跑到宜贵嫔宫中一通讨好，这才通过柳氏的关系，悄无声息地向范府递了张薄薄的银票。另一边，负责审理此案的木凤儿也在挠头，他看着没有转去天牢的戴震，心里一阵恼火，就是这个泼辣货色，让自己在范提司面前丢了大脸，但范提司却下令不准对这个小角色用刑，这是为什么？他手里摸着腰带中才发下来的丰厚银两金贴，不免犯了嘀咕。范闲另一处捉拿戴震，正是因为对方身后有那位太监头子。京都里的官员发现连戴公公都干净利落地服了软，
自然震慑于监察院一处的决心与范提斯的手段一处的工作，有条不紊地在京都里暗中开展起来。依照往年的规矩，黑夜里破门而入，悄无声息地将那些官员请回院中。突如其来的整肃行动给京都带来了一阵并不如何惬意的寒风。众京官以为这位大才子又要像春天时的那场案子一样，在京中掀出一场风波来，但渐渐人们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儿。此次风波中查出的官员品质都比较低，没有各派里的要紧人物，也没有什么牵连甚广的大案。朝中的大佬、各皇子的臣属看在范闲的面子上，待公公的前车之鉴上，并没有做出什么激烈的反应。时日久了，发现这场风波并没有涉及到官场的要害，只是些零碎的敲敲打打。众官本有些提着的心也放回了腹中，猜想范闲只是新官上任，借着3把火力威而已。火势虽然不大，但总有人担心被波及，所以最近这些天，柳氏成了范府里最忙的人。那双往日里喜欢毫无烟火气递过一张银票去的手，如今开始极有香火怜悯气息的收银票，而这些银票他自然全部转到了范闲那里。范闲又捡了大部分发到了处理，又将剩下的部分送到了严府。从古至今，从范慎的世界到范闲的世界，钱财始终都是收抚人心以及安抚人心的无上利器，所以监察院一处的职员们干劲好了许多，而成功的亲密接触过尚书夫人手指的各派官员们也心安了不少，送钱的、收钱的各自安慰。事务已经步入正轨，所以范闲近日没有去新风馆，而是坐在自家的书房里翻看着手中的案宗。案宗是木铁归纳的，文笔虽不精致，但胜在条例清楚。戴公公的那位侄儿在交了一大笔罚金之后，终于侥幸从监察院里全身而回，钻了庆律的空子，没有以往刑部或是大理寺，只是检书司的那个小官自然是当不成了。另外几宗小案子也处理得比较温和。依道理讲，监察院既然查检书司的案子，只怕那位戴震不只要掉乌纱帽，连那脑袋也保不住。不过范闲有些欣赏戴公公的知情识趣，帮自己减少了日后的一些麻烦。而且叶灵儿默不作声的进宫帮自己说了话，却又代传了舒贵妃的一句求情话，这个人情自然是要卖的。石产力看着书桌对面自己那位年轻的门师，有些坐立不安。春闱之后，他的3位好友侯继常、杨万里、程锡林已经外放为官。据来信讲，在各郡路都做得不错。林宰相在朝中多年，各郡路州中自然遍布着关系。这些人如今都把眼睛瞧着范闲，对于范闲的3位得意门生，自然是要多加照拂。4人中只有他榜上无名，自然无法立刻踏上仕途一展身手。范闲临去北齐之前，又给他留了封信，让他等着自己回来。不料范大人回来之后，却马上接受了监察院一处的事务。石产力实在不清楚自己能帮门师做些什么，想到有朋以为一方之目，而自己却只能坐在书房里抄录一些案宗，纵使他性情极为疏朗，也不免有些黯然。范闲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笑着说道：“是不是觉得太闷了些？”石产力苦笑说道：“老师年纪比我还要小几岁，都能如此沉稳于繁琐公文之中，看来学生也要磨砺些性子。”范闲呵呵一笑，心想如果是侯继常在这里，肯定会站起身来回话；如果是杨万里，说不定早就忍不住心中的疑问，开始质问自己为什么私放重犯。只有这位石产力不急不躁，却又不会言语乏味。自己当初决定让他留在身边，看来不是个错误的选择。别叫老师了，他说道，我宁可你叫我大人，不是官位太浓，实在是觉着感觉有些荒唐。石产力愣了愣，其实考生比主考官年轻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实在常见，他自己没觉得有什么不妥。范闲将桌上的案宗递了过去，问道：“你有什么看法？”石产力不知道大人是不是在考教自己，只是这些公文这2天里已经背得烂熟，摇头诚恳说道：“学生实在不明白老师大人此举何意？如果真是要打老虎，也不至于总盯着这些耗子。”范闲笑着说道：“只是给一处的猫们找些事做，数数手，将来真做大事的时候，也不至于过于慌张。”石产力假装没有听到大事2字，诚恳请教道：“大人在朝为官，自然要为圣上分忧，为朝廷做事，但是看大人这些天来的行事，虽然抓小放大，但总还是得罪了些人。得罪人是监察院必有的特质。”范闲解释道：“你也清楚，监察院是陛下的私人机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器，而是圣上的私器。我们只有一个效忠的对象，所以不论是从公众的角度，还是监察院自己的角度出发，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得罪人的角色。而一处身在京中，被这京都繁华绊着，根本丧失了当初陛下的原意，不够强悍，不够阴狠。陛下让我来管一处，自然是想一处回到最初那个敢得罪人的角色。”石产力再也无法伪装什么，门师已经把话像他说的这般透彻，只有老实回道：“陛下是想大人做一位孤臣。”范闲点点头，不偏不党，陛下想我成为第2个陈萍萍，只是他话锋一转，微带嘲讽说道：“我去院长大人府上拜访过，府里豪奢于越王宫，但那份刻到骨子里的孤梗，实在非我所喜。”石产力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愁苦说道：“
可是大人如果虚与委蛇，圣上天目如炬，自然看得清楚，怕是对大人的前程不利。范闲笑了笑，没有说什么，心想那位皇帝老儿一般情况下应该不会动比老虎更毒的念头。石产力也明白自己说的多了，转了话题说道：一处如今查案虽然恢复了过往的传统，开始在夜里逮人，但是大人却一直不肯遮掩消息，但凡有人打听的都据实以告，学生实在不赞同。范闲感兴趣问道：为什么？石产力稍一斟酌后说道：监察院乃是陛下的特务机构，之所以能够震慑百官，除了庆律所定的特权之外，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神秘感和阴黑暗的感觉。世人无知，对越不了解的东西越会觉得害怕。大人如今刻意将一处的形势摆在台面上来，只怕会削弱这种感觉，让朝野上下看清了监察院。范闲承认他说的有道理，但还是说道：我知道你不赞同一处新条例里面的某些条款，比如发布消息之类，我也承认，如果监察院一直保持着黑暗中世人恶魔的形象，对于我们的行事来说会有很大的方便。石产力有些意外门师会赞同自己的看法，心想莫非是您不甘心世人视己如鬼，想扭转形象？范闲接下来的话马上推翻了他的想象。我也不在乎世人怎么看监察院，但是你要清楚，我现在监管的只是一处，而不是整个院子。一处身在京都，除却那些扎在王公府上的密探之外，所有的事情根本没有办法藏着。京都官员多如走狗游记，众人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既然没有办法维持一处的神秘，那我干脆亮明了来做，也许还能多一些震慑。他接着认真说道：但是我只是求查案的结果光明呈现，并不要求过程也是如此，中间用什么样阴暗的手段我都可以接受，你应该清楚，我并不想成为一名圣人。石产力点点头，心里极为安慰，看来自己的门师果然是一位敢于接官场之弊，只是暂时有所保留的人物。范闲望着他，不知道对方对自己的看法，说道：从今天起，但凡一处查办的案子在案节送交大理寺或刑部之后，你都要写个章程，细细将案子的起由之类说清楚，然后公告出去。贴公告的地点我已经选好了，就在一处与大理寺之间的那面墙上。石产力瞠目结舌道：这不合规矩吧？既不是刑部发海捕文书，也不是朝廷发榜，监察院也要发公告。范闲没好气说道：不是监察院，是一处。先前不是说了要光明一些？难道你准备让我写本小说四处去卖？石产力却马上喜悦应道：这样最好，可以解民之祸，又可以稍稍保持一下一处生人勿近的感觉，而且大人开了家书局，办起来最是方便。范闲气得吐了口浊气，起身往外走去。石产力小心跟在他身后，终于忍不住问道：老师，那学生这便是开始在监察院当差？范闲叹了口气，知道这天下的读书人终究还是不愿意进入阴森无耻的特务机关，拍拍他肩膀说道：你是我的私人秘书，我与父亲说一声，暂时挂在户部，改日再论。放心吧，没有人会指着你的后背说你是监察院的恶狗。走入范府后宅那大得惊人的花园中，范闲皱着眉头，用黑暗的手段达成光明的结果。他自认自己不是那等委屈自己的圣人，虽然他很愿意为庆国的子民们做些事情，稍微遏制一下官场腐败的风气，至少保证南边那道大江的江堤不至于垮得如此迅雷不及掩耳，但一处的整风更多出自他的私心。因为他虽然顶着个诗仙的名号，如今又有了新一代文人领袖的暗中称赞，但与监察院积了20年的阴晦相冲起来，对于自己的名声总会有些损害，所以他要让一处光明些。因为一个良好的名声会在将来帮自己很大的一个忙。想到关于黑暗光明的那句话，不由就想起在北齐与海棠聊天的时候说起的那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要用它来对这个世界翻白眼。他不禁有些担心北面的局势，不知道海棠能不能把自己交代的那件事情安排好。五竹叔还在玩失踪，苦荷也没有回上京的消息。远处的院子里隐隐有几位姑娘正在闲话。今儿个是个大晴天，秋后的蚂蚱在青草里玩命地蹦跶着，树上的知了也趁着蝉声最后的时光拼命叫唤着，演了那些女子们说话的声音。大宝在院墙那里捉蚂蚁，范思哲那家伙没上足学，却也没在家中。范闲眯着眼睛看了看，发现叶灵儿今天又来了，心里不禁暗暗叫苦。这丫头自觉地帮了范闲一个大忙，最近这些天老来府上玩，毫不客气。待他发现叶灵儿身边坐着的是那位羞答答的柔家郡主时，心里更苦。12岁的小姑娘变成了13岁，可还是小姑娘，范闲可不想被小姑娘的爱慕眼光盯着。最近这些天，他已经拒绝了好几次李洪城的宴请，严冰云还没查清楚，他得先躲着。而今天他得躲着柔家这位对自己芳心暗许的小萝莉。体内真气一运，小范大人身形一轻，施展出棍影下练就的轻身功夫，黄草上一飞而过，悄无声息地跃出了府去。来到京都深正道那间王启年花了120两银子买的宅子，范闲坐在最里面的那间屋子里，舒服地伸了个懒腰。这里才是他最隐秘的老巢，除了启年小祖和陈萍萍外，
连家中的人都不知道他时常在这里办理公务与私务。邓子月神色郑重地将2个竹筒放在桌上，然后退了出去。他知道自己还不如王启年那般得到提司大人的信任，所以很自觉地出了乌竹筒的颜色很相近，也许都是上京边上燕山脚下的出产。封口处用的火漆也很相似，都很完整，应该没有动过。只是竹节上的隐秘记号让监察院负责传递情报的密探知晓，这2封极隐秘的信分别属于北方系统里2个独立的路线。范闲拿起竹筒，首先是很认真地确认没有人打开过。火漆上王启年那一手颇有潘林神韵的书法，确实不是好冒充的，这才放心地打开竹筒，取出里面的2封信来。一封信是司礼里寄来的，一封信是海棠寄来的。范闲为了方便与海棠联络，专门为他设立了一条通信线路。司礼里没有送来什么值得重视的情报，虽然他已经按照范闲与海棠的计划皈依了天一道，但入宫的努力暂时没有收到成效。而上京城中沈仲家破人亡，除了重重打击了后党势力之外，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上山虎也一直被圈禁在家，但信末说北齐国师苦荷已经回到了上京，一直闭关不出。虽然没有人敢怀疑什么，但司礼里却深信那位绝世强者一定是受了伤。范闲笑了笑，这个天下能和苦荷那吃人肉的怪物打一架的，也只有那2、3位大宗师了。海棠的信里面却是根本连那位大宗师的半个字也没提，他与海棠是互通有无的关系，自然也不指望他能说什么，只是关心那件祥瑞的事情安排妥当了没有。他想了想后，开始提笔回信，催促海棠履行当时的约定。这件事对于海棠来说只是顺手办的一件事情，却对范闲有极重要的意义。而在给司礼里的回信之中，他只是抄了李清照的一首小词以示慰勉，并没有多说什么。其实在处理一处的这些天里，范闲思考最多的还是若与李鸿成的婚事问题。这件事情根本不在于世子的人品如何，双方的政治立场有没有冲突。对于范闲来说，最关键的只有一点：妹妹喜不喜欢。若已经表明了态度，不喜欢。虽然范闲像所有的兄长一样，对处于青春期的女生有些摸不着头脑的怒气，心想莫非你不嫁人了，但更多的却是发自骨子里的保护欲。既然妹妹不喜欢，他就要着手破了这门婚，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这不是小事，甚至可以说是范闲从儋州来到京都之后遇见的最麻烦的事。圣上指婚，门当户对，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挠这门亲事的脚步，所以只有从2个方面出发：一，盯住二皇子那边，时刻准备将对方搞垮，拖累李鸿成，到时候再要求退婚，也许可行；二，从若这边出发，给出一个连皇帝都无法轻忽的利益诱惑，暂时让若远离京都。前一个手法不知道会闹出多大的动静，后一个手法又过于虚无缥缈，连范闲自己都没什么信心人到一将功成万骨枯，难道自己要搞一出一婚破除万骨枯？他自嘲地笑了笑，心想到时候如果真的不成，也只有麻烦武竹叔带着若丫头天涯流浪旅行去，想来陛下也不可能因为这件事情就真的把范府满门抄斩了。